凌晨，你考虑一下，要不要与我结为道侣？一位绝美女子坐在溪边，远处青山秀美，流水叮咚，四周有一片灰蒙蒙的雾气，景色看不真切，仿若梦幻。她名为玲珑女帝，眉目如画，肤若凝脂，头戴凤冠，身披金色凤袍，娇躯散发出一缕清香，腰间系着一根玉带，小蛮腰盈盈一握，修长白皙的双腿在凌晨眼前晃动，小脚泡在溪水之中，闪闪发光。不必考虑了，我拒绝。凌晨年方14，血气方刚，面对绝美女帝诱惑，很难不心动。但女帝说的好听，要与他结为道侣，其实就是想让他当炉鼎。两人刚认识不久，哪来的感情？凌晨怕被女帝榨干，凄惨而死，而且他还有未婚妻的，所以果断拒绝。很好。玲珑女帝说完，突然一把按住凌晨，将其压在身下。你干嘛？凌晨剧烈挣扎，但毫无办法，眼睁睁看着玲珑女帝为所欲为。3个时辰后，场面凌乱，溪水边，凤袍、玉带、腿环，各种女子衣物首饰散落一地，水花四溅。凌晨苏醒过来，刚睁开眼，便看到一张精致绝美的脸。玲珑女帝居高临下，脸色微红，眼眸如水，浑身散发出强大的气息。刚才一番交流，玲珑女帝似乎更强了。她是地境强者，实力强大无比，曾以一己之力在域外对抗魔族100万大军，斩杀9位盖世魔君，风华绝代。但那一战，玲珑女帝也受了重伤，身中魔音毒一直无法治愈，再拖延下去会有性命之忧。她藏匿于玲珑塔内，横跨诸天，寻找拥有至阳体质之人，为其疗伤续命。垂死之际，她遇到凌晨，发现凌晨乃是神龙体，神龙体至刚至阳，可以助她化解魔音毒，恢复实力，甚至更进一步突破往日巅峰。虽说是初次见面，但情况紧急，玲珑女帝也顾不得许多，且她对凌晨的第一印象还不错。于是她迫不及待将凌晨抓到玲珑塔内，取其阳元。此刻玲珑女帝披上凤袍，赤着玉足，脚踏莲花而起，漂浮在半空之中，浑身紫气萦绕，如9天仙子，清冷高傲。小家伙，现在你有2个选择，第一，留下来陪我，我选第二。玲珑女帝还没说完，凌晨快速打断，选第二，你需要完成3件事。哪3件？第一件事，2年半之内必须成为北荒10宿之首，镇压北荒所有同辈天骄。你既然成了本地的男人，就不能是平庸之辈，若完不成，那便毁灭吧。玲珑女帝吸收凌晨的阳元之后，体内魔音毒只是暂时压制住了，并未立刻化解，还需要一些时间疗伤，2年半估计差不多了。凌晨苦笑，玲珑前辈，你的要求太难了，你也知道我现在武魂被废，在青州都难称雄，何况北荒域。凌晨有5星是天狐武魂，5道天赋经验，且兼修剑道，乃是灵剑宗圣子，在青州年轻1倍，纵横无敌。数日前，青州太仓秘境开启，凌晨前往秘境历练，却遇到可怕存在，不幸重伤。回到灵剑宗以后，凌晨的师妹苏瑶以帮凌晨疗伤为由，趁机偷袭，让凌晨伤势更重，失去反抗之力。凌晨的师尊灵剑宗宗主，也就是苏瑶的父亲苏沫，非但不主持公道，反而亲自抽出凌晨的是天狐武魂，将其融入到苏瑶体内。苏瑶拥有5星妖狐武魂，吞噬了凌晨的是天狐武魂之后，有极大可能晋升6星，一飞冲天。凌晨与苏瑶关系不错，一直将她当成妹妹看待，却没想到苏瑶心如蛇蝎，手段恶毒，武魂被夺，凌晨根基崩毁，境界跌落，成了废人。苏沫更是诬陷凌晨奸污苏瑶，以此为由将其逐出师门。后来凌晨在灵剑宗山脚下行走，横空飞来一座小塔，正是女帝驱使的玲珑塔，将他抓到了塔内。小小是天狐武魂，废了又如何？玲珑女帝俯视着下方的凌晨，姿态高冷，很难想象冷傲如仙子的她也会有放纵的一面。凌晨欲哭无泪，她只是一个废人，还要经受如此摧残。你是神龙体质，是天狐武魂，只是表象罢了，你真正的武魂还未觉醒。本帝可以赐你1滴龙血，助你激发神龙体潜能，觉醒真正属于你的武魂。玲珑女帝玉手挥动，刹那间1滴金色鲜血横空而来，漂浮在凌晨眼前，绽放漫天金光，散发出恐怖龙威。凌晨有5星是天狐武魂，5道天赋经验，且兼修剑道，乃是灵剑宗圣子，在青州年轻1倍，纵横无敌。数日前，青州太仓秘境开启，凌晨前往秘境历练，却遇到可怕存在，不幸重伤。回到灵剑宗以后，凌晨的师妹苏瑶以帮凌晨疗伤为由，趁机偷袭，让凌晨伤势更重，失去反抗之力。凌晨的师尊灵剑宗宗主，也就是苏瑶的父亲苏沫，非但不主持公道，反而亲自抽出凌晨的是天狐武魂，将其融入到苏瑶体内。苏瑶拥有5星妖狐武魂，吞噬了凌晨的是天狐武魂之后，
有极大可能晋升6星，一飞冲天。凌晨与苏瑶关系不错，一直将她当成妹妹看待，却没想到苏瑶心如蛇蝎，手段恶毒，武魂被夺，凌晨根基崩毁，境界跌落，成了废人。苏沫更是诬陷凌晨奸污苏瑶，以此为由将其逐出师门。后来凌晨在灵剑宗山脚下行走，横空飞来一座小塔，正是女帝驱使的玲珑塔，将他抓到了塔内。小小是天狐武魂，废了又如何？玲珑女帝俯视着下方的凌晨，姿态高冷，很难想象冷傲如仙子的她也会有放纵的一面。凌晨欲哭无泪，他只是一个废人，还要经受如此摧残。你是神龙体质，是天狐武魂，只是表象罢了。你真正的武魂还未觉醒，本帝可以赐你一滴龙血，助你激发神龙体潜能，觉醒真正属于你的武魂。玲珑女帝玉手挥动，刹那间一滴金色鲜血横空而来，漂浮在凌晨眼前，绽放漫天金光，散发出恐怖龙威。金色龙血，无上至宝，吸收龙血可能会死，吸或不吸，你自己选。玲珑女帝神色冷淡，我吸。凌晨毫不犹豫。玲珑女帝一指点出，顷刻间龙血没入凌晨眉心。凌晨浑身一颤，感觉体内有一股热血在翻涌，浑身燥热，血脉激荡，他的身体几乎要裂开，难受无比。但凌晨意志坚定，绝不放弃。渐渐的，难受的感觉消失了，凌晨很快炼化了金色龙血，体内气血冲天，畅快无比。吼！一道血色龙影从凌晨体内冲出，散发出恐怖的武魂威压。新的武魂觉醒，凌晨的身体素质瞬间提升了数倍不止，浑身充满了力量，宛若脱胎换骨。凌晨的境界更是接连突破，恢复到巨灵6重境。这天地间，人们皆是修炼武道，境界分为炼体、巨灵、灵文、灵海、造化、命轮、武王、武皇等。武魂是武道根基，品级分为1到9星。凌晨感觉新觉醒的武魂很强，远超他以前的是天狐武魂。玲珑前辈，这是什么武魂？什么品级？你是神龙体，所觉醒的自然是至尊神龙武魂，此间宇宙顶级武魂。你身体太弱，现在武魂只是初步觉醒，日后再吞噬龙血，可以让武魂不断变强。凌晨心情复杂，并不知道自己有神龙体质。如此说来，凌晨难道还要感谢玲珑女帝助他激活体质，觉醒武魂？可他明明快要被榨干了。出去吧，2年半后本帝再来找你。前辈，那剩下的2件事呢？日后再说。玲珑女帝神色冷傲，与双修之时的热情奔放相比，简直判若两人。凌晨不以为意，至少他现在能出去了。觉醒至尊神龙武魂，他的武道之路有了希望，以后必定要让苏瑶和苏沫血债血偿。玲珑女帝一指点出，凌晨感觉一阵天旋地转，被传送出了玲珑塔，来到一处山林之中。这里距离灵剑宗不远，就在山脚下。头好晕，凌晨眼冒金星，腰部剧痛，强烈的疲倦感袭来。与玲珑女帝双修，消耗实在太大了。就算凌晨觉醒了新的武魂，重塑根基，恢复了部分实力，但毕竟损耗了阳元。走了一会，凌晨听到身后有破空声传来，顿时心中一惊。灵剑宗山脚下，一位红裙女子踏剑破空而来，面露凶光。她身材姣好，容貌美艳，眉眼间有一抹狠辣之色，正是凌晨的师妹苏瑶。凌晨，你果然没走远。苏瑶，我武魂都被废了，你还不肯放过我吗？斩草要除根，之前我爹没杀你，而是将你逐出宗门，只因你是圣子，为宗门立过功，留你一命，免得惹人非议。而现在，就算我杀了你，也不会有人知道的。苏瑶眼神冰冷，透着冷酷杀意。她始终觉得留着凌晨是个隐患，倒不如彻底除掉。苏瑶，枉我以前将你当成妹妹看待，你却如此人面兽心。我的陈哥哥，你也不要怪我，谁让你受了重伤？你的武魂又那么诱人呢？苏瑶冷笑，召唤出5星妖狐武魂，一道粉色妖狐虚影盘旋在他头顶，有5条粉嫩的狐狸尾巴。刹那间，苏瑶双眼绽放出一道红芒，那是他的武魂天赋妖媚，可影响精神，令人陷入幻境当中。凌晨本就身体虚弱，受到苏瑶的影响，感觉一阵精神恍惚。苏瑶正要动手，却是听到身后响起破空声，又有人来了。一位绝美女子脚踏一朵蓝色莲花横空飞来，她一袭蓝色长裙，身材饱满，深蓝色的眼眸，气质非凡，如一朵静静盛开的雪莲花。嫣然，是你？凌晨很快清醒过来，心中一喜，没想到他未婚妻柳嫣然会来。苏瑶脸色阴沉，不管那么多，直接一掌轰出。你敢！柳嫣然眼中寒芒一闪，召唤出冰凤武魂，骤然间凤鸣声响起，一道寒冰刺急速破空杀来。苏瑶浑身灵力流转，试图抵挡，但那寒冰刺威力太强，瞬间破开他的护体灵力，将他轰飞出去。
柳嫣然脚踏莲花从天而降，落在凌晨身边，神色焦急，酥胸起伏不定，脸色有些发白，显然是长途奔波所致。陈哥，你还好吗？我没事。凌晨倒是并无大碍，如果柳嫣然不来，刚才他只能暴露底牌，召唤至尊神龙武魂对敌，以他的身体情况，胜负难料。柳嫣然，你敢伤我！苏瑶怒斥，眼中满是怒火，刚站稳身子准备反击，突然眼前一花，啪！柳嫣然一巴掌抽在他脸上，携带冰冷寒气，打得他半边脸都肿了起来，脸上布满寒霜，浑身颤抖。柳嫣然是5级宗圣女，青州顶级天骄，拥有5星巅峰的冰凤武魂，战力极强。苏瑶的妖狐武魂虽然也是5星，但主要手段就是魅惑，实战能力肯定不如柳嫣然的冰凤武魂。陈哥是我未婚夫，你也配动他？柳嫣然美眸中满是寒芒，气势惊人。柳嫣然、凌晨，你们给我等着！苏瑶眼神怨毒，摸着肿起来的半边脸，狼狈逃离。柳嫣然冷冷看着，并未追击。这里终究是灵剑宗地盘，不宜久留。嫣然，你怎么会来灵剑宗？听说你出事了，我便立刻来找你。奇怪，之前我经过这里的时候，并未看到你。凌晨刚想说话，却是眼前一黑，强烈的眩晕感袭来，肾经被掏空的感觉实在太难受了。他很虚弱，此刻柳嫣然在身边，他刚一放松下来，便支撑不住，头一歪，晕倒在柳嫣然柔软的胸怀里。柳嫣然连忙扶住凌晨，胸前柔软之地传来异样的感觉，他脸色微红，记起一朵莲花，腾空而起，带凌晨离开。这莲花是他的飞行灵气，速度很快。几个时辰之后，柳嫣然带凌晨来到5级宗，直奔圣女寝宫，将凌晨安置在床上。不一会儿，凌晨醒了过来，枕边传来芳香，有一股女子的香甜气息，像是奶香味。映入眼帘的是红色绣花床帘，还有一张绝美的脸。我这是在哪？凌晨有些愕然。陈哥，不必担心的，你在我的寝宫，不会有人伤害你。柳嫣然轻声细语，神色温柔。凌晨眼神微凝，感觉自己除了有些虚弱，身体并无大碍。柳嫣然只是将他带回来休息，没有对他做什么。对柳嫣然，凌晨还是信任的。1年前，青州举行武道大会，凌晨与柳嫣然切磋了一番，彼此实力相当，惺惺相惜。后来两人进一步接触，经常约出来见面，彼此都很有好感，定下了口头婚约。陈哥，你武魂被废，但未必就没有希望崛起。你擅长剑道，剑道也是一条路，先留在5级宗吧，我安排你做内宗弟子。柳嫣然缓缓开口，美眸中有期许之色。他并不知道凌晨已经重新觉醒武魂。苏沫说我奸污苏瑶，因此废我武魂，将我逐出师门，你难道不在意？为何还要帮我？凌晨苦笑，我相信陈哥的为人，绝不会做出如此卑劣之事。柳嫣然语气坚定，他可不相信苏瑶追杀凌晨是因为被其奸污。谢谢你，我已经订婚，不用客气的。柳嫣然脸色微红，眼神温柔无比。他之前在太仓秘境历练，被可怕妖兽困住，孤立无援，没有任何同门敢出手相助，是凌晨不顾自身安危将他救出，也因此受了伤。我武魂被废，你还愿意与我成婚？难道不应该是退婚吗？婚姻之事不可儿戏，既然已经定下，就没有悔婚的道理。就算陈哥你没有武魂，在我心中也无人可比。凌晨默然不语，想到在玲珑塔的时候，他可是被玲珑女帝疯狂索取。柳嫣然若是知道陈哥，我最近修炼有所感悟，需要闭关一段时间，待会我让侍女雪儿送你去内宗，如果有事，你可以用欢心灵联系我。柳嫣然轻声说道。好。凌晨取出一只红色铃铛，铃铛上系着一根红绳，很精致。这是订婚之时柳嫣然送给他的信物，有远距离传音功能，方便两人联系。那我去闭关了，等我出来再与你叙旧。雪儿，你带公子去内宗，照顾好他。柳嫣然转身离开，她脸色有些苍白，脚步虚浮无力。好的，小姐。一位青衣少女走了进来，躬身领命。5级宗内宗院落，凌晨在房间打坐修炼，吸收天地灵气，在周身经脉流转，凝练灵力。这座院落位于灵脉汇聚之地，乃是一处修炼宝地。柳嫣然对凌晨很好，安排的地方很不错。凌晨初来乍到，对5级宗的情况还很陌生，且以前身为灵剑宗弟子，与5级宗天骄争锋，得罪了不少人，心中有紧迫感。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调整状态，努力修炼，提升实力。唯有修炼变强，凌晨才能在5级宗立足，才能杀回灵剑宗报仇雪恨。修炼了一夜，凌晨的境界恢复到了巨灵7重，距离以前的巅峰状态已经不远。突然间，门外响起一阵脚步声，轰！房门被一脚踹开，一位黑衣少年闯了进来，脸上满是凶恶之色。凌晨，听说你在灵剑宗想奸污我表姐苏瑶，被废掉武魂，
如今成了废物，可真有意思。黑衣少年满脸讥讽，幸灾乐祸。赵拓，你爱做什么？凌晨眼神不善。五级宗内宗弟子赵拓，乃是苏瑶表弟，以前对凌晨很客气，凌晨还指点过他修行。自然是表姐让我来收拾你这废物。你也配在这里修炼？这座院落是我的。我的。赵拓眼神阴冷，这座院落的修炼效果在内宗是最好的，媲美真传弟子居住的院落。赵拓觊觎已久，最近花费巨资打点了关系，终于获得长老批准，可以进入此地修炼。却得知圣女柳嫣然抢先一步，安排凌晨进来了。在五级宗，圣子和圣女有着极大的权力，不比长老差。赵拓咽不下这口气，且苏瑶派人传信，让他好好关照凌晨，他便直接来抢滚。凌晨脸色一沉，他现在最紧迫的事情就是修炼变强，去别的地方修炼效果会打折扣，怎么可能轻易将院落让出去？凌晨，你最好搞清楚，现在的你只是一个废物，你不滚出去，那我就打断你的双腿，亲手将你丢出去。赵拓眼中凶光闪烁。五级宗明面上不准同门相残，但只要有靠山，失手重伤同门也不算什么大罪。够了。侍女雪儿一直在门外候着，见赵拓如此张狂，忍不住说道：此处院落是我家小姐安排给林公子的，赵拓，你最好想清楚再动手。柳圣女安排一个废物做内宗弟子，本就不合规矩，何况还给他如此珍贵的修炼之地。你若有不服，可以亲自去跟我家小姐理论。区区贱婢，敢如此跟我说话？柳圣女是厉害，老子背后也有人。今天凌晨必须给我滚出去，否则休怪我不客气。赵拓狞笑，体内灵力激荡，声势惊人。想动手，你可以试试。凌晨脸色冰冷，他不想惹事，但也绝不是软柿子。你这废物，还敢狂妄！赵拓直接冲了过来，灵力狂暴，一拳轰出，虚空猎猎作响。雪儿见状，脸色颇为凝重，心中担忧。赵拓是内宗顶尖天才，实力比肩真传弟子。雪儿是柳嫣然贴身侍女，虽然实力也不弱，但与赵拓相比，差距还是不小。柳嫣然对凌晨很重视，若是出关以后看到凌晨受伤，恐怕会震怒。林公子，要不要联系我家小姐？雪儿急忙道。不必。凌晨直接一掌轰出，刹那间灵力肆虐，卷动一股狂风。灵阶极品武学风沙掌。凌晨以前在灵剑宗的时候修炼的一门强大武学。劲风袭来，赵拓脸色惊变，匆忙之下挥拳格挡。轰！凌晨一掌摧枯拉朽，直接把赵拓震飞出去。赵拓嘴角溢出鲜血，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你不是被废了吗？竟然还有聚灵境修为。赵拓有些忌惮，还以为凌晨彻底成了废人。不过他转念一想，凌晨压根就没有武魂，不足为惧。每一位觉醒武魂的武者都会拥有武魂天赋，品级越高的武魂天赋就越强。没有武魂，你注定是废物。敢跟我抢修炼之地，老子今天弄死你！赵拓体内冲出一道武魂虚影，乃是一条碧鳞毒蛇，3星级武魂，在青州城算是很不错了。下一刻，赵拓猛冲过来，轰出一掌，掌心喷吐绿色毒雾。他的武魂天赋便是碧鳞蛇毒，将毒雾扩散出来，对战之时可以让敌人全身麻痹，头晕目眩。公子小心！雪儿惊呼出声，花容失色，立即冲上来助战。他并非赵拓对手，但此刻也顾不上许多，退后。凌晨打出一股掌风，将雪儿逼退碧鳞蛇毒，以毒雾形式扩散。凌晨不惧，但雪儿恐怕无法承受。很快，毒雾入体，凌晨脸色不变，完全不受影响。觉醒至尊神龙武魂，体魄远非常人可比。碧鳞毒蛇区3星武魂放出的毒素，岂能奈何凌晨？啪！突然间，只听一道清脆的耳光声响起，凌晨掌风呼啸，直接一巴掌抽在赵拓脸上。赵拓半边脸都肿了起来，眼中满是骇然之色。这不可！赵拓正要说话，凌晨又是一巴掌，直接把他扇飞出去，口中狂喷鲜血，躺在地上如一条死狗。赵拓修为巨灵8重境，且施展出了武魂天赋，理论上优势在他，但凌晨连武魂都没召唤出来，就能碾压他。你！赵拓挣扎着爬起来，刚想说话，凌晨脚步如风，顷刻间来到赵拓面前，风沙掌施展而出，拍向赵拓双腿膝盖。咔嚓！骨骼碎裂的声音响起，赵拓痛苦惨叫，浑身冷汗直冒，直接跪在了地上。赵拓扬言要废掉凌晨双腿，还敢对凌晨动杀心，而现在被废的是他自己。要不是凌晨刚来5级宗，不想把事情搞大，现在赵拓已经是一具尸体了。10息之内给我滚出去，否则死！凌晨眼中杀意涌动，赵拓满脸惊恐，不敢再放狠话，连滚带爬，如一条落水狗，慌忙逃窜。一旁的雪儿被惊呆了，
没想到凌晨失去武魂，实力还是如此惊艳，怪不得柳嫣然对他如此看重。凌晨回到房间继续修炼，体内灵力流转，不断凝练，一道血色龙影缓缓冲出，正是至尊神龙武魂。与是天狐武魂相比，新的武魂对凌晨的提升很大，让他修炼效率倍增，凝练灵力的速度加快数倍。此外，至尊神龙武魂还带给凌晨一项武魂天赋神龙之火，一朵淡金色的小火苗在凌晨掌心之中跳跃。凌晨继续催动灵力，小火苗很快增加到了3朵。神龙之火燃烧，扭曲空间，温度恐怖。有神龙之火在，加上我修炼的各种灵阶武学和剑法，完全可以越级挑战。凌晨心道。接下来，凌晨取出一把木剑，开始练剑。剑修之路注定艰难，但剑修往往同阶无敌，甚至是可以越级挑战的妖孽存在。雪儿，五级宗可有厉害的剑法秘籍？凌晨询问。如今既然来到了五级宗，当然要合理利用宗门资源。雪儿听到凌晨的声音，扭动着小腰走了进来。有的，我带公子去藏经阁挑选。雪儿微笑，声音甜美。我现在是内宗弟子，可以借多少本秘籍？1个月最多可以借5本凡阶秘籍，1本灵阶秘籍。武学等级分为凡阶、灵阶、玄阶、天阶等，灵气等级也是如此。在青州城，灵阶武学已经很难得，玄阶武学更是罕见。雪儿，你给我指个方向就好了，我自己去。还是我带公子去吧，公子刚来五级宗，对这里还不熟悉。你太慢了。雪儿，无奈之下，雪儿指明藏经阁路径。凌晨师展出一套凌波步法，身法快到不可思议，直接甩开雪儿。雪儿在后面苦苦追赶，小脸通红，大腿都酸了，实在追不上。很快，凌晨抵达藏经阁。藏经阁分为2层，第1层摆放凡阶秘籍，第2层灵阶秘籍。凌晨直接上楼，去到剑道一栏，秘籍并不多，只有10多本。凌晨仔细查看一番，选中了一门御风剑诀。御风剑诀乃是灵阶极品剑法，有3式：拔剑、随风、御风，其特点突出一个快。天下剑法，唯快不破。可惜御风剑诀同样是残缺的，缺了一部分心法。剑道传承不全，在青州城算是通病了。去大禹皇城应该可以得到完整的灵阶剑法，至于更高级的剑法，属于凤毛麟角。选完剑法，凌晨下楼找守阁长老登记。守阁长老脸色古怪：年轻人，你修炼什么武学不好，偏偏要练剑？剑修没前途的。多谢前辈提醒。凌晨笑了笑，没有多说。剑修现在看来是没前途，但那不是剑道本身的问题，而是传承有缺。剑道之路乃是一条逆天之路，传说中有绝世剑修，一剑开天门。迎风纵马，仗剑走江湖，快意恩仇，一直是凌晨的理想。剑修很帅，帅就够了，可要换其他武学秘籍？守阁长老询问。不用了，我就要御风剑诀。年轻人不听劝啊，罢了。守阁长老登记好相关信息，替凌晨破开秘籍上的封印。凌晨拿到秘籍，走出藏经阁。雪儿气喘呼呼跑过来，看到凌晨手里拿着的秘籍，顿时翻了翻白眼。他刚来，凌晨就已经完事了。藏经阁门口突然有一位锦袍公子走了过来，满脸戏谑之色。凌晨，听说你废了，可惜啊，今年的青州武道大会，你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凌晨脸色一沉，此人名为黄甫义，是5级宗圣子，曾经败在他手里。黄甫义，我没时间跟你闲聊。凌晨快步走过，不想跟他多说。黄甫义却是脚步一动，拦住凌晨的去路。借了御风剑诀，这是武魂被废了，想转修剑道。凌晨，我劝你还是别挣扎了，剑道也需要修为支撑，你没了武魂，练剑也照样是废物。凌晨笑了。黄甫义，你怕是忘了去年武道大会被我打得满地找牙的场面了。闻言，黄甫义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青州武道大会1年举行一次，去年凌晨代表灵剑宗出战，暴虐黄甫义。黄甫义觉醒5星蛟龙武魂，天赋极为惊艳，但凌晨的武魂比他更强，强势碾压。去年败在凌晨手里，黄甫义羞愤无比，回来以后卧薪尝胆，疯狂修炼，想一雪前耻。凌晨，我警告你，离嫣然远一点，你这个废物根本不配与他成婚。黄甫义色厉内荏，眼中满是凶光。他以前追求柳嫣然许久，却连柳嫣然的面都很难见到，得知柳嫣然与凌晨定下婚约，更是心碎一地。最近黄甫义听闻柳嫣然将凌晨带到寝宫休息，还亲自给凌晨安排内宗弟子的身份，心中更是怒火熊熊。我跟嫣然的事轮得到你来管？白痴！凌晨懒得跟他废话，有时间不如回去好好修炼。小子，你最好小心一点，
五级宗内宗弟子莫名失踪也不算什么大事，有些弟子突然人间蒸发，连尸骨都找不到。黄甫义阴阳怪气，说完转身离去。公子，他在威胁你，要不还是联系小姐吧。喜儿满脸担忧。黄甫义身份非同寻常，如果他想针对凌晨，在五级宗内，凌晨的处境会很艰难。他在闭关，还是不要打扰他。凌晨不以为意，脚步如风，施展出临阶极品武学凌波步法，很快到了100米之外。黄甫义突然回头，脸上满是惊讶，暗道凌晨修炼的武学确实厉害，凌波步法炉火纯青，区区身法有什么可炫耀的？终究失去了武魂，只能沦为废物。黄甫义冷笑，武道修炼，武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武学练得再好，没有强大的武魂，就如无根之水。凌晨没有回应，黄甫义哪能知道，他施展凌波步法只是为了快点回去修炼而已。凌晨心中有紧迫感，必须争取一切时间恢复往日巅峰，甚至更强。想到苏瑶吞噬他的是天狐武魂，即将进阶6星，成为绝世天骄，凌晨心中就充满怒火。报仇，他一刻都不想多等。回到房间，凌晨盘坐在蒲团上，开启武魂，吸纳天地灵气入体。半个时辰后，凌晨体内灵力激荡，突破到巨灵8重境。凌晨吐出一口浊气，灵力运转周天，收工。然后取出御风剑诀，开始研究武道与剑道，两者都不能落下。御风剑诀3式，凌晨已经领悟透彻。在灵剑宗的时候，凌晨对各种剑法了然于胸，在修炼御风剑诀效率极高。凌晨暂时不想暴露自己的武魂，若是让人发现凌晨新觉醒了至尊神龙武魂，恐怕会惹来灾祸。所以凌晨现在修炼剑道，武魂作为底牌。房间之中，凌晨挥剑，速度极快，展出3道剑影，隐隐间甚至有一缕剑气诞生。御风剑诀已经接近大成。御风剑诀，剑随风而动，风起，万物皆可为剑，不必拘泥于固定剑招。凌晨心道。雪儿在房间打扫卫生，看到凌晨练剑，美眸瞪得滚圆，呆若木鸡。林公子刚拿到御风剑诀秘籍还没多久，就能展出3道剑影，好可怕。雪儿酥胸起伏，心中惊讶不已。据他所知，御风剑诀修炼到巅峰，可一剑展出5道剑影，快如疾风。凌晨挥剑不再施展固定剑招，而是随心所欲，剑光交织成一片网络，如水银泻地。房间之中，清风浮动，发出阵阵清脆的剑鸣之声，仿若龙吟。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凌晨脸色变得阴沉。轰！房屋大门再次被一脚踹开，一位劲装男子站在门口，满脸挑衅。公子，他是真传弟子王明，黄甫义的心腹之人，实力很强，恐怕来者不善。雪儿神色紧张。王明在真传弟子当中也属于强者。王明身后还有3人，其中1人正是赵拓，另外2人是内宗天才，抬着赵拓过来的。腿断了，抬也要给他抬过来。赵拓被凌晨打断了双腿，恨意滔天，反正有王明坐镇，他要来看凌晨被暴打。凌晨，你肆意重伤同门，可知罪？王明冷笑道。给我滚！凌晨直接呵斥，接二连三来打扰他修炼，烦不胜烦，真是修炼都不得清净。看来不给这些人一点颜色看看，他们不知道收敛。打伤同门还敢如此狂妄，我作为师兄，今日必须好好教育你。王明嘴角勾起一抹森然弧度，若是面对以前的凌晨，他不敢放肆。而现在凌晨武魂被废，沦为废人，王明肆无忌惮。凭你也配？小子，我今天就废！王明话还没说完，突然间一股狂风吹来，门外栽种着一株杨树，许多奇花异草，风吹过，落叶飘飞，花瓣凋零。凌晨一指点出，剑气声，落叶与花瓣突然卷起，化作一连串光影，速度快到不可思议。噗嗤，刹那间血光爆出，王明直接跪了下去，膝盖出现2道血痕，血肉被切开，露出森森白骨，血流如注。你竟然是剑师！王明惊骇欲绝，刚才凌晨竟然放出了剑气。剑师一念起，剑气生，飞花摘叶皆可为剑。剑道修炼境界分为剑士、剑师、剑宗、剑尊等。剑道修行者掌握一种基础剑法，就可称之为剑士。剑士连剑道入门都算不上，只能称之为学徒。剑师精通各种剑法，甚至可释放剑气，杀人于无形。达到剑师境，算是剑道登堂入室了。偌大的青州城，年轻剑师已经有数百年没出现过。在剑道传承断绝的环境下，能修炼到剑师，可称剑道天骄。王明身后，赵拓直接吓傻了。他想来看凌晨被虐，却没想到凌晨剑道天赋如此惊艳，一剑瞬间重创王明。我不服！跪在地上的王明
眼中突然露出一抹凶厉之色。刹那间，武魂虚影浮现，乃是一条黑色毒蛇。4星武魂，冥蛇，在青州城能觉醒4星武魂，已经算是天骄。王明修为在巨灵9重巅峰，战力不俗，刚才大意轻敌，没有第一时间放出武魂。此刻，冥蛇武魂爆发威力，喷出一股毒雾。冥蛇之毒比赵拓的碧鳞蛇毒更强。凌晨神色冰冷，只见一枚落叶射出，携剑气而来，撕裂长空，锋利无比。王明发出一道惨叫，右臂被齐根斩下，血流如注。冥蛇之毒在房间之中弥漫，凌晨却跟没事人一样，打出一缕掌风，将雪儿送了出去。雪儿神色呆滞，整个人都呆住了，不是受到蛇毒影响，而是凌晨的实力太恐怖。不可能，你为何不怕冥蛇之毒？王明脸色惨白，断臂之痛让他几乎晕厥。下次再敢放肆，就不是斩你一臂那么简单。凌晨负手而立，神情冷漠无比。若非身在五极宗，今日他一个都不会放过。五极宗禁止同门相残，凌晨现在实力还没恢复到巅峰，暂时不想把事情闹大。王明双膝跪地，浑身不断颤抖，心中恐惧无比。他若是知道凌晨实力如此逆天，给他100个胆子都不敢过来。抬着赵拓的2位弟子吓得面无人色，突然丢掉椅子，跪在地上磕头求饶。赵拓摔在地上如一条死狗，连忙磕头：林兄，是我错了，我已经成了废人，您就大人大量，饶了我吧。凌晨脸色冰冷，捏住一片树叶，将其甩出。刹那间，狂风掠过，剑气激荡，赵拓双腿直接被斩了下来，鲜血如注。上次受伤以后，赵拓用了上好的疗伤丹药黑玉膏，原本很快就能痊愈，这下彻底成了残废。2位内宗天才同样无法抵挡落叶袭杀，膝盖碎裂，血流不止。雪儿，取他们身上宝物。雪儿嗯了一声，立刻行动，搜刮出许多丹药灵气。滚！凌晨转身回房继续修炼。王明、赵拓和2位内宗弟子皆是面如死灰，一路爬着回去。凌晨开始清点收获。临阶上品聚灵丹2颗，中品聚灵丹有62颗，下品聚灵石600多颗。此外还有一件临阶中品灵气寒毒针。凌晨只是内宗弟子，宗门给予的资源很有限，当初被逐出灵剑宗的时候，身上值钱的东西都被苏沫老贼拿走了，所以凌晨现在很缺资源。从王明身上搜刮到的丹药可以让凌晨修炼一段时间了。凌晨服下1颗上品聚灵丹，灵力流转于4肢百骸，感觉舒服无比。2个时辰后，夜色正浓，万籁俱寂。凌晨彻底吸收了上品聚灵丹药效，境界恢复到巨灵9重。雪儿在门外探头探脑，询问凌晨是否需要沐浴，被拒绝。林公子，还有3天就是五极宗会武了，你修炼之余也要注意适当休息，不要累坏了身子。雪儿小声提醒。宗门会武可有什么资源奖励？凌晨睁开眼眸，听说这届会武夺冠之人奖励1份蛟龙血，还有1件临阶极品灵器，以及10颗极品聚灵丹。会武前10名的奖励都很不错，能得到许多上品聚灵丹。雪儿娓娓道来。凌晨眼中金光一闪，蛟龙血对他有帮助。玲珑女帝说过，凌晨觉醒的至尊神龙武魂属于顶级武魂，潜力无限，吸收龙血能让他武魂的威力更强。蛟龙血珍贵，在青州城属于重宝。五极宗会武能拿出蛟龙血作为奖励，确实很有吸引力。对了，想要蛟龙血，我为何不找玲珑女帝？以她的实力，身上宝物想必不少。凌晨心中一动，玲珑前辈，你有没有宝物能增强实力那种？凌晨试图唤醒玲珑塔，联系女帝。前辈在吗？别不理人啊，好歹给句话，真是提上裙子就不认人了是吧？凌晨无奈，看来找他是没指望了。想要宝物，得自己在五极宗争取。你说够了吗？突然间，一道清冷的声音传入凌晨识海。前辈，我……凌晨刚想说话，被女帝强行打断。以后对我客气一点，叫女帝大人，别以为你跟我双修过就可以放肆。玲珑女帝虚空传音过来，声音冰冷。女帝大人，外面太危险了，我这不是急于提升实力，好快点完成你交代的任务吗？想要宝物，看你自己机缘。玲珑塔第1层有一把宝剑，你可以去试试。玲珑女帝身上宝物众多，但并不打算给凌晨。第1层的宝剑只愿意追随剑道天骄，连玲珑女帝都无法强行收服，能不能成全看凌晨自己的造化。刹那间，凌晨感觉眼前一黑，被玲珑女帝抓到了玲珑塔第1层。这里一片黑暗，只有一把剑悬浮在虚空之中，剑身闪烁着妖异血光，散发出滔天的杀戮之气。凌晨走进血剑，想近距离观看。突然间，血剑发出一道清脆的剑鸣声，如9天龙吟。下一刻，血剑激射而来，停在凌晨身前。
凌晨握住剑柄，血剑颤动，一道意念传入凌晨识海。剑名藏天，品级不明，但气息极度恐怖，超过凌晨以前见过的任何灵气。奇怪，凌晨还以为取走此剑会有难度，却没想到此剑主动追随。藏天剑到手，很快空间震颤，凌晨被传送出了玲珑塔。此刻玲珑塔第9层床榻上，玲珑女帝娇躯一颤，有些惊讶，这家伙竟然能得到藏天剑认可，见到天赋如此妖孽，我倒是低估了他。女帝大人，你还有其他宝物吗？比如龙血、圣丹之类的？凌晨询问，但并没有得到女帝回应。女帝大人，多谢了，日后必有厚报。凌晨心情极好，本来只是想要蛟龙血，没想到收获了一把藏天剑。藏天剑既然能被玲珑女帝收藏在玲珑塔内，肯定不凡。3天时间转瞬即逝，凌晨炼化诸多聚灵丹，体内灵力暴涨，终于破境，恢复灵纹一重。如今凌晨的战力比灵剑宗的巅峰时期更强。5道修炼，聚灵境，体内诞生灵力，灵纹境在丹田之中铭刻灵纹，灵力更强。恢复到灵纹一重，凌晨终于松了一口气，连日来疯狂修炼。凌晨本来很疲惫，但在突破境界之时，所有疲惫感一扫而空，感觉神清气爽。清晨时分，阳光明媚。今日五级宗会武，诸多弟子汇聚于主峰演武场。雪儿大清早起床，给凌晨梳妆打扮。自从凌晨来到内宗院落以后，连续几天都没沐浴更衣，除了吃饭，其他时间几乎都在修炼。如今雪儿替凌晨换上了一件雪白的衣衫，束发冠，简单打扮，却很有气质。公子真好看。雪儿发出感叹，她是柳嫣然的贴身侍女，这些年追求柳嫣然的青年才俊很多，但没一个能与凌晨相比。凌晨身长8尺，白衣黑发，剑眉星目，眉宇间仿佛有一股风雷，英姿勃发。雪儿，带路吧。凌晨淡淡道。好的，公子。雪儿在前面带路，很快两人来到主峰演武场。路上雪儿介绍了关于五级宗会武的大致情况，所有五级宗弟子包括外宗弟子在内都有资格参加会武。每年会武的流程几乎都差不多，偶尔会有一些小变化。会武第一轮登五级殿，五级殿有99座台阶，能走过台阶抵达五级殿才算通过第一轮。此刻凌晨站在演武场中，眺望北方五级殿，一股庞大的压力袭来。99座台阶越往上，压力就越强，大部分弟子恐怕第一轮会武就要被淘汰。人群中，一位身材窈窕的青衣女子缓缓走来，美眸扫向凌晨，脸上露出一抹冷笑。凌晨，你都已经废了，怎么还有脸来参加宗门会武？凌晨脸色一沉，此女名为楚流光，是苏瑶表妹。以前凌晨还是灵剑宗圣子的时候，跟楚流光接触过，那时楚流光对凌晨很恭敬，一口一个陈哥哥。凌晨看在苏瑶的面子上，还送了他不少丹药。没想到如今凌晨落魄，楚流光却是一副刻薄嘴脸。楚流光，我跟你不熟。凌晨沉声道，说的好像谁想跟你扯上关系一样。你还以为自己是曾经的灵剑宗圣子？楚流光大笑，你可能不知道，我表姐苏瑶已经内定大禹学院真传弟子，并且很快就要与圣子慕容秀大婚了，此后飞黄腾达，而你已经成了废物。闻言，凌晨暗自握紧拳头，眼中寒芒闪烁。苏瑶夺他武魂，这笔账迟早要清算。连武魂都没有，还妄想参加宗门会武，待会你连五级殿大门都进不去，脸上会是何等表情？楚流光大笑，卷动一阵香风，转身离去。雪儿站在凌晨身边，秀眉紧蹙。林公子，楚流光是真传弟子第一人，而且与黄甫义关系很好，你要小心，会武过程中他可能会对你不利。黄甫义可会参加会武？凌晨问道。黄甫义是圣子，直接作为种子选手参加最后决赛。雪儿低声回应。凌晨点头，没有多说。黄甫义派楚流光来针对凌晨，凌晨并不意外，他与黄甫义本来就有仇怨，而且前不久黄甫义的心腹王明被凌晨废掉，黄甫义必然不会善罢甘休。可惜我家小姐还在闭关，多半不会参赛。今年会武冠军奖励是蛟龙血，而黄甫义有蛟龙武魂，肯定志在必得。喜儿叹道。演武场上空，一位黑袍中年男子脚踏灵剑而来。五级宗大长老到了。宗门会武由大长老主持，2000多名弟子挤在一起，跃跃欲试。五级宗会武第一轮登五级殿正式开始，你们有半个时辰，时间到，无法进入五级殿者淘汰。大长老宣布比赛规则。很快人群争先恐后登上石阶。凌晨不急不缓，如闲庭信步。楚流光脚步如风，短短1分钟便是来到第27层，回头扫了一眼，
发现凌晨还在第5层，顿时满脸讥讽：废物一个，我早就提醒过你，你非要丢人现眼，凭你也想进入5级殿？做梦！楚留光说完，大步流星，很快登上第30层。他天资惊人，将其他真传弟子远远甩在身后，内宗弟子和外宗弟子更加无法跟上他的脚步。凌晨脸色平静，像是根本没有听到楚留光的话。突然间，凌晨脚步连连踏出，如狂风扫落叶，速度比楚留光还要快。楚留光大惊失色，一不留神，凌晨就来到了第30层石阶，距离他已经不远。刚才凌晨只是在适应石阶的压力，随便走了几步，适应之后便是健步如飞。楚留光咬了咬牙，体内灵力爆发，短短数息之间冲上了第50层。正要回头，却是发现一道白衣身影从他身边飞掠而过，快到不可思议。凌晨超过了他，这不可能！楚留光脸色巨变，眼睛瞪得滚圆。观众席上，黄甫义原本表情轻松，此刻却是变得难看起来。凌晨的速度快到不可思议，甚至施展出了凌波步法。其他5级宗弟子在石阶巨大压力之下，只能缓慢前行，根本就无法施展出身法武学。凌晨却是如履平地。楚留光拼死拼活登上了50层，眨眼之间，凌晨却已经登顶，进入5级殿。楚留光待在原地，对自己的实力产生了怀疑，道心都差点破碎了。观众席上，圣子黄甫义的脸色更是阴沉无比。他想让凌晨出丑，却没想到凌晨惊艳了所有人。5级宗历史上登顶5级殿用时最短之人，恐怕就是凌晨了。大长老脸色有些阴沉，他不喜欢凌晨，因为凌晨曾经是灵剑宗弟子。5级宗有不少天骄，被凌晨压制了锋芒。去年青州武道大会，凌晨更是将黄甫义打成重伤，让5级宗颜面无存。黄甫义和楚留光都是大长老的亲传弟子，大长老对黄甫义极为看重，全力培养。楚留光也是大长老座下极为优秀的弟子，在真传弟子排名第1。今日楚留光却是颜面扫地，5级宗会武第1轮，原本最耀眼的人应该是他5级殿内。凌晨负手而立，眼前有一尊雕像，武圣像。大禹皇朝开国皇帝，乃是一尊武圣。武圣境在各大皇朝都是顶尖存在，宛如神话。大禹皇朝各大宗门皆是供奉大禹武圣，雕像通体金光闪烁，神圣庄严，无形中散发出一股威压。只是一尊武圣雕像，却让人产生顶礼膜拜的冲动。凌晨身后，楚留光走了进来，他用了8分钟登顶5级殿，成绩算是很优秀了，但与凌晨相比，根本不够看。楚留光死死盯着凌晨的背影，眼神恶毒。凌晨直接无视了他。大禹武圣的雕像让凌晨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武圣就在他的眼前，有一种亲切感。不知道为什么，凌晨似乎可以感知到武圣的意志。时间流逝，半个时辰过去，最终只有200多名弟子成功抵达5级殿。参加第1轮会武的弟子足足有2000多人，通过的只有1/10。很多弟子都是最后关头赶到，处于淘汰的边缘。他们看凌晨的眼神就跟看怪物一样，难以置信。这小子该不会作弊了吧？石阶有阵法加持，压力极大，他连武魂都没有，怎么可能第1个登顶5级殿？楚师姐拥有4星灵雀武魂，擅长速度，他都没能第1个登顶，凌晨凭什么？各种言论爆发，5级宗很多弟子都是双眼发红。凌晨曾经是天骄，如今武魂被废了，却还是如此妖孽，他们无法接受。登5级殿的过程，凌晨没有释放武魂，他们当然不会知道，凌晨觉醒了更加逆天的武魂。肃静！大殿之外传来一道威严的声音。大长老脚踏灵剑而来，直接进入5级殿，拜武圣像。大长老传令，脸色严肃无比。参拜武圣像是一种仪式，表达对大禹武圣的敬意。以楚留光为首，诸多弟子双膝跪地，神色虔诚，跪拜武圣雕像。唯独凌晨身形站得笔直，根本就没有要跪拜的意思。凌晨进入到了一种奇妙的状态，似乎与武圣像建立起了联系。大长老进来，让所有弟子跪拜，凌晨压根就不知道。大胆凌晨，竟敢不敬武圣！楚留光大喝一声，眼中满是戏谑之色。他正愁没理由收拾凌晨，现在好了，凌晨竟然连武圣像都不拜。凌晨，本座说话，你没有听到吗？给我跪下！大长老震怒，眼中寒芒闪烁。突然间，武圣像震动，以纯金打造而成的武圣像竟然在崩溃解体，流出大量金色汁液。大长老大惊失色，众弟子更是骇然无比。没有人对武圣像动手，雕像却突然崩溃，众人不明所以。武圣像崩溃的瞬间，一缕武圣意志进入玲珑塔内部空间，没有人发现武圣意志消散。凌晨惊讶无比，玲珑塔竟然能吸收武圣意志。前辈，这玲珑塔到底是什么宝物？
为何会有如此逆天的能力？凌晨思绪纷乱，一时想不明白，试图与玲珑女帝联系。玲珑塔处于封印状态，吸收武圣意志可以解锁其部分能力，但那一缕武圣意志太弱了。凌晨识海中响起一道清冷的声音：玲珑女帝是玲珑塔之主，但此塔在凌晨身上似乎对凌晨也有帮助。玲珑塔吸收了武圣意志，凌晨身上传来一股温热感之外，感觉很舒服。大胆凌晨，因你对武圣像不敬，导致武圣像崩溃，你可知罪？楚留光冷笑。闻言，众人眼神怪异，知道楚留光是借题发挥。白痴！若有人不拜武圣像，雕像便要崩溃，如何能屹立数百年不倒？武圣像崩溃跟我凌晨有何关系？楚留光，你脑子里难道都是浆糊？凌晨眼中闪过怒火，楚留光屡次三番挑衅，泥人也有3分火气。凌晨不想主动惹事，但谁若是敢惹他，他一定双倍奉还。凌晨，你不敬武圣，不适合继续参加会武。大长老突然开口，满脸阴沉。敢问大长老，武极宗可有规定，不拜武圣像者不能参加会武？凌晨笑了。大长老这是想取消他的参赛资格？没有规定，本座所说的话就是规定。大长老冷哼一声，释放出可怕气势。他是灵海境巅峰的强者，身居高位，想压制一个武魂被废的年轻人，轻而易举。可怕的威压释放而出，武极殿众人都是双腿发软，跪在地上连连颤抖。大长老的威压只是针对凌晨，但其他弟子也受到了波及，连楚留光的脸色都是瞬间变得苍白。凌晨，你区内宗弟子，却敢当众质疑本座，对本座不敬，给我跪下！大长老眼神凶厉，灵海境巅峰的威压重如山岳，凌晨却是身形挺拔，如一把利剑，绝不屈服。大长老脸色微变，凌晨武魂被废，竟然还能在他的威压之下坚持，确实不凡。大长老，过了。突然间，武极殿之外，一位蓝裙女子款款走来，她容貌极美，身材饱满，气质冷艳，浑身透着一股莫名的威严，如一朵冰山雪莲。凌晨眼睛一亮，是她来了。大长老，凌晨天赋惊艳，登武极殿的表现有目共睹，你想取消他的参赛资格，莫非是担心他的会武排名超过你弟子？柳嫣然淡淡开口，眼神冷厉。大长老如此行事，明显在故意针对凌晨。凌晨是他未婚夫，他不可能放任不管。他刚刚出关，想去探望凌晨，得知凌晨在参加宗门会武，便想来捧场，却看到大长老欺压凌晨。圣女，你在指责本座？大长老的脸色变得阴沉。不错，就是指责你，你待如何？会武第1轮的成绩，凌晨明明是第1，而你作为大长老，行事却如此不公，你还有脸责问我？柳嫣然冷笑，直接跟大长老硬刚武极宗，只有一位圣女。柳嫣然地位极高，她的天赋在武极宗属于顶尖层次，而且背景深厚，哪怕是大长老都要给柳嫣然几分面子。你！大长老气得脸色铁青，很想直接发作，但终究还是忍了下来。柳嫣然背后的柳家可不是一般势力，圣女既然执意让她继续参加会武，本座自然不会拦着。不过此人武魂被废，注定是个废人，没有武魂，他又能走多远？大长老冷笑。武极殿之外，一道灰衣身影站立，在他的身边有许多武极宗长老，神色间都是恭敬无比。此人正是武极宗宗主。武极宗会武由大长老主持，但宗主对会武也很关注。凌晨的表现，宗主看在眼中，感觉极为惊艳。可惜了，此子天赋不错，但没有武魂。宗主叹道。会武第2轮很快开始。演武场之中有一座阵法，名为真武杀阵。真武杀阵威力极强，平时武极宗弟子们根本就不敢踏足其中。今日会武需要在真武杀阵当中坚持10息。凌晨、楚留光等人走出武极殿，回到演武场。真武杀阵就在眼前，其内有可怕的杀机溢散而出。杀阵内部迷雾重重，到处都隐藏着杀机，外面无法看清杀阵的全貌。楚留光嘴角掀起一抹狞笑，眼中有一抹杀意一闪而逝。真武杀阵内部极为隐蔽，适合偷袭。第2轮会武开始，大长老高声宣布，200多名弟子同时进入杀阵之中。很快有惨叫声传来，一位真传弟子刚刚进去，便是成了一个血人，被轰飞出去。真武杀阵之中有许多机关，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身受重创。3息过去，几乎一半弟子被淘汰。凌晨身在杀阵之中，突然有巨石砸落，一根铁棒出现在他身后，猛地捅了过来。凌晨反应很快，拔剑斩出，一把平平无奇的铁剑在凌晨手中却是爆发出惊人的威力，剑气激荡，巨石被剑气扫中，化为粉尘洒落，铁棒被剑气震飞出去。
真武杀阵当中的机关想威胁到凌晨还远远不够。17时间很快过去，还留在真武杀阵当中的弟子不到80个。突然间，凌晨身后有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下一刻破空之声响起，一枚毒针激射而来。毒针不像是真武杀阵的机关，而是有人释放毒针偷袭。凌晨眼神一寒，挥剑斩出，剑气如虹。下一刻，毒针倒飞而出，一道丰满的女子身影出现在凌晨眼前。她嘴角带着森寒之意，眼中杀机毕露。楚留光竟然想要凌晨的命！表姐说了，你虽然已经成了废人，但他不想夺你武魂之事被世人知道。另外，皇甫师兄也不想看到你活着。楚留光说话间，召唤出4星青雀武魂，指尖一点，释放出一缕青色火焰。武魂天赋：青灵之火。刹那间，空间扭曲，一缕青色的小火苗散发出惊人的高温，如幽灵一般冲了过来，欲焚杀凌晨没有武魂的废物。我这青灵之火，你该如何抵挡？楚留光笑容狰狞，期待着凌晨被火焰重伤。到时候，凌晨自然会死在真武杀阵的机关之下，只要他做得干净，就不会有人发现。真武杀阵当中的迷雾可以掩盖一切。青灵之火很强吗？凌晨伸手一握，青色小火苗在他的掌心之中迅速湮灭。楚留光脸色巨变，满脸不可置信。4星武魂带来的天赋之火，按理说凌晨根本就无法将其熄灭，他哪里能知道凌晨觉醒至尊神龙武魂，掌控神龙之火，区区青灵之火根本无法威胁到凌晨分毫。迷雾中，凌晨一步跨出，不等楚留光反应过来，直接掐住他的脖子，将其提了起来。凌晨，都是苏瑶和皇甫一派，我来杀你的，我是受他们胁迫。楚留光声音沙哑，想大声喊出来，却无法做到。真武杀阵内部不断有石块坠落，各种尖刺、铁棒到处轰击，声音嘈杂，外面的人根本不可能听到。是吗？凌晨话音落下，手臂用力将楚留光甩了出去。下一刻，一块巨石坠落下来，楚留光发出一道惨叫，瞬间被砸成一滩肉泥。凌晨出手狠辣无情，丝毫没有怜香惜玉。楚留光对他有杀意，那就必须死。寒风吹过，迷雾飘荡，真武杀阵当中人越来越少。一炷香之后，凌晨走出杀阵，柳嫣然微笑迎了上来，向凌晨道喜。能在真武杀阵当中坚持一炷香的时间，凌晨的成绩足够惊艳。成绩是还不错，但跟流光相比差得太远。大长老神色讥讽，脸上有一抹得意之色。楚留光进去以后一直没有出来，在大长老看来，会武第2轮成绩最好的人必然是他。皇甫毅看到凌晨走出杀阵，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阴沉。楚留光怎么搞的？竟然失手了吗？他怎么还没出来？皇甫毅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时间流逝，众人等了许久，还是没有看到楚留光的身影。大长老脸色变了，直接冲到杀阵之中，拨开迷雾，赫然看到地上一滩血肉。楚留光被压在巨石下面，早已没了气息。这不可能！大长老怒极，眼中仿佛要喷出火来。楚留光是第1真传弟子，实力强大，绝不可能死在巨石之下。是谁杀了流光？大长老抱着楚留光残破的尸身冲出杀阵，眼神阴冷无比，如一条毒蛇。大长老死死盯着凌晨，眼神仿佛能杀人。他没有看到真武杀阵里面的具体情况，但楚留光跟凌晨有过冲突，唯一有可能动手的就是凌晨。大胆凌晨，你敢残害同门，该当何罪？大长老怒极，体内一股狂暴的灵力冲出。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杀了楚留光？凌晨眼神冷厉，丝毫不让，释放出一股惊人的气息。凌晨的境界突破到了灵文2重。在真武杀阵当中，凌晨体内的灵力不断凝练，顺势突破境界。大长老脸色一变，没有想到凌晨已经恢复到了灵文境，还能借杀阵突破。不远处，5级宗宗主同样脸色大变，如此年轻的灵文境在青州城当中绝对称得上天骄，可惜他武魂被废，就算现在能把境界提上去，以后也走不远。若他武魂还在，未来的青州必然是他的天下，乃至整个大禹皇朝年轻一辈都有他的一席之地。宗主摇头，心中感慨。柳嫣然看到凌晨展露锋芒，绝美的脸上浮现一抹笑意，如一朵娇艳欲滴的玫瑰。在武魂被废的情况下，凌晨还能短时间内提升境界，其天赋和毅力称得上妖孽。柳嫣然替凌晨感到高兴，虽武魂被废，但武道之路除了天赋之外，更重要的是毅力以及一颗坚定的道心。残杀同门，还敢对本座不敬，今日本座将你就地正法。大长老怒极，眼中杀意强烈。凌晨的天赋让他隐隐有一丝忌惮，此子哪怕没有武魂也不能留。
大长老，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完全是污蔑。就算你位高权重，也不该如此不公。柳嫣然站了出来，挡在凌晨的面前。大长老实力极强，乃是灵海境强者，觉醒的武魂品质也很高。柳嫣然担心凌晨的安全。凌晨眼神冷厉，丝毫不让，释放出一股惊人的气息。凌晨的境界突破到了灵文2重。在真武杀阵当中，凌晨体内的灵力不断凝练，顺势突破境界。大长老脸色一变，没有想到凌晨已经恢复到了灵文境，还能借杀阵突破。不远处，五级宗宗主同样脸色大变。如此年轻的灵文境，在青州城当中绝对称得上天骄。可惜他武魂被废，就算现在能把境界提上去，以后也走不远。若他武魂还在，未来的青州必然是他的天下，乃至整个大禹皇朝年轻一辈都有他的一席之地。宗主摇头，心中感慨。柳嫣然看到凌晨展露锋芒，绝美的脸上浮现一抹笑意，如一朵娇艳欲滴的玫瑰。在武魂被废的情况下，凌晨还能短时间内提升境界，其天赋和毅力称得上妖孽。柳嫣然替凌晨感到高兴，虽武魂被废，但武道之路除了天赋之外，更重要的是毅力以及一颗坚定的道心。残杀同门，还敢对本座不敬，今日本座将你就地正法。大长老怒极，眼中杀意强烈。凌晨的天赋让他隐隐有一丝忌惮，此子哪怕没有武魂也不能留。大长老，你根本拿不出证据，完全是污蔑。就算你位高权重，也不该如此不公。柳嫣然站了出来，挡在凌晨的面前。大长老实力极强，乃是灵海境强者，觉醒的武魂品质也很高。柳嫣然担心凌晨的安全。凌晨心中一暖，柳嫣然一直对他很不错。大长老，此事以后再仔细调查就是。宗主发话了。大长老脸色阴沉。宗主言下之意很清楚，凡事都讲证据，既然没有证据，便不可追究。大长老狠狠瞪了凌晨一眼，没有再说。接下来开始5级学院会武第3轮。演武场之中有10座战台，其中有3座战台极为突出。最辉煌的一座乃是黄金铸造而成的战台，周围有阵法加固。黄金战台代表着会武第1名的成绩。黄甫义走到演武场中间，眼中露出强烈的渴望之色。他是5级宗圣子，作为种子选手，可以直接参加第3轮会武。到现在，所有参加会武的弟子只剩下不到50人，只要最终能排名前10，都能得到丰厚的奖励。会武第1更是可以得到1滴蛟龙血。蛟龙血对黄甫义的诱惑极大，他的武魂乃是5星级的瀚海蛟龙武魂。5星武魂放眼整个青州当中，绝对是凤毛麟角的存在。凌晨，没想到你竟然恢复了修为。不过那又如何？没有武魂，你连当我对手的资格都没有。黄甫义身形一动，踏剑而行，降临黄金战台。第3轮会武的规则很简单，谁能最终占据黄金战台，谁就是会武第1。其他战台以此类推。偌大的5级宗敢登上黄金战台之人，只有黄甫义。如果柳嫣然参赛的话，可以与黄甫义争锋，但现在没有人可以做到。40多位弟子纷纷去到各处战台，第2座战台争夺尤为激烈。真传弟子当中，实力最强的原本是楚留光，第2座战台的位置应该就是他的。只是谁都没想到他会死于非命，被巨石砸死。凌晨踏步而行，经过第2座战台，却丝毫没有停留。众多真传弟子投来惊愕的目光，难道凌晨想去争夺黄金战台？就凭他，怎么可能？黄甫师兄只要释放出武魂，凌晨不可能有任何机会。众人冷笑，眼中满是讥讽之色，他们并不看好凌晨。其中有很多真传弟子在青州武道大会或者太仓秘境的时候跟凌晨有过冲突，看到凌晨武魂被废，都想狠狠践踏他的尊严。凌晨，你还是直接滚出演武场吧，任何一座战台都没有你的容身之所。黄甫义大笑，肆意嘲讽。人群中，柳嫣然脸色凝重，一直在看着凌晨的背影，心中担忧。凌晨恢复了实力，他当然开心，但凌晨现在要挑战的人是黄甫义。灵文4重的修为，5星瀚海蛟龙武魂，极高的武学造诣，拥有高品质的护身铠甲。黄甫义的综合实力极强，青州年轻一辈，黄甫义至少是可以排名前3的存在。柳嫣然没有去劝凌晨，只是心中默默为凌晨祝福。他知道凌晨做出了选择，就不会中途放弃。万众瞩目之下，凌晨登上了黄金战台。小子，你……黄甫义正要说话，却见凌晨拔剑，速度快到极致，一缕剑芒爆闪而来。剑只是一把平平无奇的铁剑，甚至生了锈，但剑锋所指，剑气激荡，卷动风云。你竟然是剑修？黄甫义大惊失色，没想到凌晨竟然修炼出了剑气，
成为一名真正的剑修。大禹皇朝剑道传承断绝，年轻一辈剑修凤毛麟角，能释放剑气，可称之为剑师。14岁的剑师放在大禹皇朝也是相当惊艳的存在。皇甫义来不及多想，急忙召唤出武魂，且催动护身铠甲，一条青色蛟龙虚影冲天而起，瀚海蛟龙武魂散发出强大的威压。武魂守护让皇甫义的肉身更强，体内诞生一股蛟龙之力。轰！皇甫义轰出一拳，虚空烈烈作响，寂静四座。震天神拳，5级宗正派武学，临阶极品层次。瀚海蛟龙武魂的加持，让皇甫义轰出的震天神拳携带一股狂暴的蛟龙之力，出拳之时有蛟龙虚影环绕，威力惊人无比。大长老在台下观战，顿时笑容满面，这就是他全力培养的天骄，可谓精彩绝艳，横扫同代。凌晨一剑斩出，黄金站台之上突然刮起狂风。御风剑诀第3式御风。凌晨刚修炼御风剑诀没多久，便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结合自身修炼的其他剑法，融会贯通。一剑出，如狂风扫落叶，剑气激荡，摧枯拉朽，吃了。皇甫义的护身鳞甲当场碎裂，右臂被斩了下来，鲜血如注。他的震天神拳根本就无法威胁到凌晨。瀚海蛟龙武魂加持，让皇甫义爆发出了一丝蛟龙之力，但在凌晨剑下照样不堪一击。剑修可越级而战，且凌晨的武魂远远比皇甫义要强大。区区蛟龙怎么可能与至尊神龙武魂相比？凌晨甚至都没有召唤出武魂，凭借武魂对身体素质的强化就足以镇压皇甫义。至尊神龙武魂太强，凌晨不想在人前暴露，以免惹来麻烦。见到实力足够惊艳，又何须召唤武魂？此刻皇甫义失去一条手臂，发出凄厉惨叫声，眼神惊恐万状。他无法相信凌晨被废掉武魂，竟然还能爆发出如此战力。一剑，仅仅一剑，皇甫义就被横扫，毫无反抗之力。观众席上，大长老原本还笑容满面，此刻脸上的笑容直接凝固住了。好可怕的剑修，武魂被废转而修炼剑道，还能有如此成就，此人天赋着实恐怖。但没有武魂，武道上限还是太低。人群热议，凌晨爆发出的实力足够惊艳，但在场那些5级宗的弟子坚持认为武魂才是一切。整个大禹皇朝剑道传承断绝，剑修又能走多远？而且剑修之路越是到了后面，就越需要武道境界的支撑。此子确实惊艳，但宗主华阳眼中闪过一抹光彩，随后摇了摇头。凌晨能够重创皇甫义，如此天资可谓风华绝代。只是皇甫义有5星武魂，而凌晨只能修炼剑道。人群中，柳嫣然美眸中异彩连连，她心中那位风采绝世的少年回来了。谁说没有武魂就不能展现锋芒？试问青州年轻一辈，谁能与他比肩？柳嫣然冷冽的目光扫视全场，将那些嘈杂的议论声压了下来。黄金站台上，皇甫义单膝跪地，气息萎靡，脸色苍白如纸。他的脸上满是怨毒之色，神色狰狞无比。我不服！皇甫义狞笑，突然暴起，身后瀚海蛟龙武魂虚影不断震荡，散发出可怕的武魂威压。被斩断一条手臂，皇甫义却没有彻底失去战斗能力。他的5星瀚海蛟龙武魂还没有展现出真正的威能。此刻武魂本源燃烧，皇甫义不惜代价，眼神变得疯狂无比。凌晨，我要你死！皇甫义气息狂暴，彻底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去年武道大会，皇甫义败在凌晨手中，一直想要报仇，没想到如今凌晨武魂被废，皇甫义与凌晨一战，还是被碾压。他心中积压许久的怒火彻底被点燃，为了杀凌晨，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虚空中突然有浪花出现，而后迅速凝聚成一杆长矛。瀚海蛟龙武魂拥有的天赋，瀚海之矛。这是皇甫义的底牌，威力极强，但以皇甫义的境界，想要将其施展出来，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驻守。观众席上，宗主脸色一变，想要阻止皇甫义，却已经来不及。皇甫义和凌晨都是天骄，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宗主并不想看到如此局面。皇甫义燃烧武魂本源，就算能击杀凌晨，事后也必定元气大伤，断掉一条手臂，还可以寻找灵丹妙药恢复。燃烧武魂本源，想要恢复，那就难了。大长老没有说话，嘴角露出一抹森然之色。他希望皇甫义能镇杀凌晨，哪怕是付出一些代价。此战之后，凌晨陨落，皇甫义仍然是5级宗最妖孽的天才之一。5级宗还是会倾尽全力培养。没有武魂，看你如何抵挡我的瀚海之矛。皇甫义神色疯狂，手持瀚海之矛破空杀来。刹那间，虚空巨震，蛟龙之力爆发，瀚海之矛所过之处，
卷起漫天水浪。凌晨眼中闪过一抹寒芒，黄甫义想要他的命，那么他不会有任何手下留情。突然间，凌晨脚步踏出，施展凌波步法，速度快到不可思议，如一道流光闪过。眨眼之间，凌晨出现在黄甫义身前，一掌轰出。凌晨的掌法平平无奇，并不是什么厉害的武学招式，但在他的掌心之中却有一朵小火苗在跳动。在水浪的遮掩之下，没有人能看到凌晨掌心中的小火苗，那是神龙之火，至尊神龙武魂带给凌晨的天赋。神龙之火焚尽一切，瀚海之矛顷刻间消失。在神龙之火面前，瀚海之矛不可能维持形态，瞬间蒸发干净。黄甫义瞳孔剧烈收缩，嗅到了一股死亡的危机。吃了！一道剑光闪过，剑气横扫而出。黄甫义眼前一黑，失去了所有意识，一颗头颅被斩了下来。水浪消散，演武场之中，众人看到如此场面，一时间鸦雀无声，寂静，场面死一般寂静。黄甫义燃烧武魂本源，施展出杀招的情况下，竟然被斩杀。没有人知道瀚海之矛是如何消失的。凌晨释放神龙之火极为隐秘，至尊神龙武魂以及神龙之火都是凌晨的底牌，在他羽翼未丰之前，不可能让人看到。正好黄甫义施展瀚海之矛的时候，卷动漫天水浪，可以遮挡视线。黄甫义的尸体倒在地上，黄金站台被鲜血染红。所有观战的武极宗弟子心脏一阵抽搐，心中的震撼难以形容。大胆凌晨，你敢残害同门，本座今日就清理门户。大长老怒极，直接出手，身形如雄鹰一般飞掠而来，速度极快。他的武魂乃是五星天空之鹰武魂，擅长的就是速度。得意弟子黄甫义死在凌晨手中，此刻大长老愤怒无边。住手！宗主脸色一变，事出突然，他还没反应过来，眼看大长老暴起，他已经来不及阻止。黄甫义已经死了，宗主不想看到凌晨也陨落。大长老脸色阴沉，不顾宗主阻拦，强行出手。凌晨的天赋太惊艳，大长老已经与凌晨结怨，就绝不能给凌晨成长起来的机会。今日他必杀凌晨。凌晨脸色阴沉，体内灵力激荡，隐隐还有一股神龙之力爆发，武魂将要破体而出。凌晨不可能坐以待毙，逼不得已只能召唤武魂。突然间，一道倩影快步冲来，速度极快，挡在了凌晨身前。他眸光坚定，冷冷道：老东西，你想动他，那就先杀了我。大长老脸色阴沉，犹豫了片刻。柳嫣然不仅是武极宗圣女，还有深厚背景，大长老动谁都不敢动她。大长老没想到柳嫣然会不顾自身性命危险前来相救凌晨，只是一瞬间的耽搁，宗主已经追了上来，拦住大长老。武极宗会武，弟子争斗有伤亡在所难免，大长老，你想直接处决凌晨，未免也太急了。就算凌晨有罪，也应该有长老会商议，最后由本宗主来决断。宗主冷哼一声，感觉很没面子，大长老的行为明显越界了。这些年，大长老在武极宗拉拢了不少党羽，行事越发肆无忌惮。宗主，此子残害同门，难道不该杀？大长老怒斥：你眼睛瞎了，看不到是黄甫义先动了杀心，他想杀凌晨，难道还不准凌晨反抗？柳嫣然硬刚大长老，众目睽睽之下，一点面子不给。大长老脸色越发阴沉，却也无可奈何。事已至此，大长老现在不可能镇杀凌晨，只能以后再找凌晨清算。凌晨，武极宗会武，你夺得第一，按照规定可以获得奖励。宗主冷冷盯着大长老，让他去取会武奖励。大长老气得当场拂袖离去，由其他长老前来发放奖励。一滴蛟龙血盛放在玉瓶之中，散发出强大的气息。蛟龙血极为珍贵，对拥有龙类武魂的凌晨而言帮助极大。此外，还有极品聚灵丹100颗，以及灵阶极品灵器凌风剑，剑长3尺，通体寒光闪闪。凌晨握住剑柄，挥剑发出一道剑鸣声，仿若龙吟，剑鸣清脆，确实是一把好剑。灵阶极品灵器在青州城境内属于珍宝，武极宗会武拿出的奖励确实丰厚。凌晨，你先回去，黄甫义之事我自会秉公处理。宗主拍了拍凌晨肩膀，脸上带着一抹笑意。凌晨的天赋他很是欣赏，而且此子行事果断，不拖泥带水，心性极佳。若是凌晨武魂还在，宗主都想收他为亲传弟子，好好栽培了。谢过宗主。嫣然，多谢了。凌晨向宗主和柳嫣然抱了抱拳。刚才危急时刻，如果不是柳嫣然站出来，凌晨恐怕要暴露自己的武魂。武魂被废，还能觉醒全新的武魂，这种情况在大禹皇朝恐怕没有出现过。而且凌晨觉醒的武魂极强，乃是顶级武魂。若是被人发现，
指不定会将他抓起来切片研究。陈哥，不必客气的，我们都订婚了，应该互相帮助。柳嫣然眨了眨美眸。凌晨微笑，没有多说，转身离去。演武场之中，一道道火热的目光投来，所有武极宗弟子都是羡慕不已。今日凌晨夺冠得到的资源奖励极为丰厚。内宗院落，夜幕降临，凌晨在房间修炼，吸收一滴蛟龙血。至尊神龙武魂冲出，在蛟龙血的滋养之下，武魂散发出的威压更强了。至尊神龙武魂虽然是顶级武魂，但还远远没有发挥出真正的威力。吸收蛟龙血可以激发至尊神龙武魂的潜能，不断强化。一滴蛟龙血很快就被凌晨炼化完毕。他心念一动，掌心之中出现了5朵神龙之火。原先是3朵小火苗，现在增加了2朵，神龙之火的威力提升不少。凌晨与黄甫义激战的时候，只是释放出1道神龙之火，就轻松击溃瀚海之矛。如今神龙之火更强，凌晨更有底气。看来以后需要找到更多强大的蛟龙血，甚至是真龙之血。凌晨心道，大禹皇朝疆域广阔，在青州城只能找到蛟龙血，而在皇城之中或许会有真龙之血存在。服下1颗极品聚灵丹，凌晨吸收其中灵力，流转周天。武魂加持之下，凌晨修炼的速度极快，100颗极品聚灵丹，短短几个时辰便是炼化了10颗。与此同时，凌晨的境界突破到了灵纹4重，拥有顶级武魂，修炼速度就是如此之快。而且凌晨的至尊神龙武魂还远远没有发挥出顶级武魂应有的能力。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房门外有一阵轻盈的脚步声传来。凌晨收了武魂，站起身来，停止修炼。陈哥，休息了吗？是柳嫣然的声音。凌晨打开房门，将柳嫣然请了进来。深更半夜，柳嫣然来访，让凌晨觉得奇怪，气氛有些尴尬。柳嫣然入座，侍女雪儿前来侍奉。陈哥，会武结束之后，宗主紧急召开长老会，商议如何处置你。大长老自是想置你于死地，但宗主力保，黄甫义之死都是他咎由自取，不会有人追究你的责任。柳嫣然轻声开口。多谢了。凌晨心中感激，想必柳嫣然是得知结果之后，立刻亲自赶来通知他。陈哥还是要小心大长老，此人行事阴狠毒辣，恐怕不会就此放过你。柳嫣然正色道。我明白。凌晨心中有数，只要他还在武极宗，大长老有很多办法对付他。但凌晨不惧，如今的他早就不是武魂被废之时那般落魄。灵纹4重的修为、剑师境界以及顶级武魂的加持，让凌晨现在的战力达到极为恐怖的程度。在灵纹境可称无敌。青州武道大会还有1个月开始，我听说苏瑶已经获得大禹学院真传弟子名额，他扬言要拿下武道大会冠军，带着荣誉离开青州，前往皇城。柳嫣然缓缓道。闻言，凌晨眼中闪过一缕寒芒，苏瑶欠他的债该还了。青州武道大会我会参加。凌晨沉声道。据说苏瑶的武魂已经达到6星级，灵剑宗宗主宣称苏瑶在外力炼时获得逆天机缘，所以有这番成就。柳嫣然轻声细语。凌晨嘴角勾起一抹森然弧度，苏瑶所谓的机缘便是吞噬他的武魂。苏沫当然不会将此事公之于众，一句机缘便想掩人耳目。凌晨没有解释什么，真相不重要，唯有实力才是一切，有实力人们才会好好听他说话。陈哥，你参加武道大会势必与苏瑶争锋，在此之前我想邀你再去一趟太仓秘境。今年武道大会我也想参加，去太仓秘境历练，有机会获得机缘，提升实力。柳嫣然微笑。好。凌晨直接答应下来。太仓秘境确实有很多机缘，昔日凌晨曾去太仓秘境探索，但无法窥其原貌。何时出发？柳嫣然又道。明天。到时我来叫你。柳嫣然转身离去。凌晨继续修炼，吸收聚灵丹的药力，炼化灵锋剑。灵锋剑威力不俗，适合现在的凌晨使用。翌日天明，柳嫣然大清早就来找凌晨。距离青州武道大会时间不多了，去太仓秘境历练可能也要很快，因此必须抓紧时间。凌晨与柳嫣然一起御剑而行，前往太仓山脉。太仓秘境就在太仓群山之中。聚灵境体内灵力汇聚，可以驾驭灵气御空飞行。凌晨记起灵锋剑，柳嫣然则是脚踏一杆红缨枪。陈哥，你我不如同城，可以节省一些灵力。飞行过程中，柳嫣然突然道。凌晨点头，没有多想。御剑飞行消耗不小，两人同城可以由一人控制灵气，确实可以节省许多灵力。柳嫣然也不客气，跳上了凌晨的灵锋剑。他距离凌晨很近，凌晨嗅到了淡淡的清香味，想来是他的体香。抓紧了。凌晨御剑飞天，加快速度。柳嫣然并没有抓紧，
而是选择了报警。一时间气氛有些暧昧。2个时辰之后，凌晨和柳嫣然抵达太仓山脉，轻车熟路找到太仓秘境入口处。青州各大宗门的弟子有不少人前来太仓秘境历练。太仓秘境常年开启，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其中寻求机缘。在场有不少灵剑宗的弟子。凌晨看到了熟人，一位黑衣少年，灵剑宗真传弟子陈轩。此刻陈轩打量着凌晨，嘴角泛起一抹嘲弄之色。凌晨，你没了武魂，还来太仓秘境历练，有何意义？陈轩曾经追随凌晨，乃是灵剑宗真传弟子当中最妖孽的一个。灵剑宗年轻一辈，除了凌晨和苏瑶之外，陈轩最强。以前的陈轩对凌晨毕恭毕敬，凌晨有空的时候也会指点陈轩修炼，两人关系不错。如今凌晨被逐出灵剑宗，陈轩却是一副小人嘴脸。没了凌晨的压制，现在陈轩是灵剑宗新任圣子。凌晨眼神漠然，直接无视了陈轩，从他身边走了过去，进入太仓秘境。陈轩脸色阴沉，凌晨竟敢无视他的存在。有些人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难道以为成了灵剑宗圣子就是青州第一天骄了？柳嫣然神色冰冷，美眸中满是寒意。她不允许有人讽刺凌晨，阴阳怪气。陈轩暗自握紧双拳，眼中闪过一抹杀机。最近凌晨在武极宗表现亮眼，陈轩有所耳闻。陈轩来太仓秘境，除了寻求机缘之外，还有一个任务，便是斩杀凌晨。苏沫后悔了，当日不该放凌晨离开。凌晨武魂被废，还能在武极宗会武夺冠，可见其天赋之妖孽。苏沫得知凌晨崛起，如鲠在喉，恨不得立刻将凌晨置于死地。陈轩带着10多位灵剑宗真传弟子走进太仓秘境，人群中有一位青衣少年，眼中有一抹轻蔑。他虽然走在陈轩身后，但气场更强。周兄，待会收拾凌晨那小子，还得仰仗您出力。陈轩脚步顿了顿，满脸堆笑。好说，区区一个废物，我想杀他易如反掌。不过既然来到了太仓秘境，不妨先寻找一些机缘，若是遇到那小子，顺手解决就是了。青衣少年脸色倨傲，完全没把凌晨放在眼中。在他看来，青州城所谓的天骄根本就是垃圾。他是大禹学院内院天才周阳，在大禹学院随便挑一位内院弟子出来，都能吊打青州的妖孽人物。太仓秘境内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唯有依靠灵气散发出微弱的光芒。凌晨与柳嫣然来过太仓秘境，对这里的情况还算熟悉。两人走上一处甬道，视线前方隐隐有一间密室存在。太仓秘境的密室往往都有机缘宝物。甬道上突然有一道血光闪过，是一只巨大的血蝙蝠，散发出嗜血的气息，凶残无比。凌晨反应极快，拔剑斩出，凌风剑在空中发出一道剑鸣声，宛若龙吟。下一刻，血蝙蝠被斩成2半，鲜血溅了一地。陈哥，快走！柳嫣然拉着凌晨的大手，加快了脚步。按照他的经验，死了一只血蝙蝠，很快就会有更多血蝙蝠过来。太仓秘境之中，血蝙蝠不知道有多少。柳嫣然上次来太仓秘境的时候，不慎被一大群血蝙蝠困住，便是凌晨替他解围。两人身形如电，很快走过甬道，抵达密室。密室之内有一尊傀儡，浑身是血，散发出凶戾气息。血傀，这是太仓秘境的傀儡，似是以精血炼制而成，实力极强。凌晨上次来就遇到过。看到有人闯入，血傀眼中凶光闪烁，直接扑杀过来。小心！柳嫣然反应很快，挡在了凌晨的身前，召唤出一道凤凰虚影。5星冰凤武魂，强大的武魂威压散发而出。柳嫣然身边环绕朵朵冰花，漫天冰花快速凝聚，成为一道冰凌，激射而出。突然间，一道剑光闪过，剑气激荡，仿佛要劈开虚空。血傀刚有所行动，就被凌晨一剑斩成了2半。柳嫣然张了张嘴，看来他的速度还是慢了。血傀化为一滩血水，密室当中有一枚青色印记突然自虚空之中飞出。太仓印记，其内蕴含庞大的灵力，可以拿来修炼，效果比灵阶极品聚灵丹都要好很多。上次凌晨来太仓秘境历练的时候，就得到过许多太仓印记。凌晨手握印记，将其送到柳嫣然身边。陈哥，血傀是你杀的，太仓印记自然应该归你。柳嫣然微笑，好，那就下一枚印记再给你。凌晨也不客气，将其收好。走出密室，踏上甬道，凌晨突然眼神一凝。陈轩带着10多位灵剑宗真传弟子堵住了去路，这是太仓印记的气息。凌晨，将印记交出来，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点。陈轩狞笑，眼中杀意丝毫不加掩饰。跟他废话什么，直接杀了，抢夺印记就是。周阳语气平淡，眼神冰冷，根本就没把凌晨放在眼中。
凌晨身旁的柳嫣然倒是让周阳很感兴趣，他眼中闪过一抹邪恶之色。周兄，此人虽然没有武魂，但据说剑道实力了得，不可大意。陈轩正色道：剑修？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练剑？笑死人了。周阳神色轻蔑，剑道传承断绝的大环境下，所谓剑修不过笑话。陈轩阴沉着脸，带着身边众多真传弟子杀出。柳嫣然召唤出5星冰凤武魂，片片冰花飘荡，寒气袭来，冰冷刺骨。柳嫣然正要动手，却见一道剑光闪过，剑气如狂风，横扫全场，鲜血飞溅。陈轩身边的真传弟子瞬间被剑气斩灭，头颅抛飞，身首异处。陈轩脸色巨变，召唤金羽鹰武魂，正要发力，却见一道剑芒在他瞳孔之中迅速放大。陈轩心中大骇，催动护体铠甲，转攻为守。金羽鹰武魂化出一对金色双翼，将其护住。下一刻，金色双翼崩溃，护体光照破灭，灵阶极品的护体铠甲无法抵挡凌晨一剑。陈轩整个人被剑气拦腰斩断，横死当场。周阳脸色狂变，没想到凌晨的实力如此恐怖。陈轩并不弱，成为灵剑宗圣子之后，宗主苏沫直接为他灌顶，将其境界提升到了灵文5重，而且给了他一件珍贵的护体铠甲。陈轩的金羽鹰武魂同样达到了5星层次，只是不如凌晨以前的是天虎武魂那般强大。如此实力被一剑秒杀，周阳看不懂。但很快周阳反应过来，唤出紫电雕武魂，身形暴掠而来，打出一片紫色闪电。周阳好歹是大禹学院内院天才，战斗经验丰富，很快调整好了心境。在他看来，凌晨剑道再强，终究没有武魂作为支撑，根基不足。此刻周阳火力全开，没有任何大意轻敌。他的紫电雕武魂属于5星极品层次，比陈轩要强得多。紫色闪电从天而降，周阳轰出狂暴一拳，拳风呼呼作响，伴随着一道道紫色闪电，威力惊人。柳嫣然体内灵力爆发，凝聚出一道冰灵杀出，挡住紫色闪电轰击。与此同时，一道剑光亮起，凌晨手持凌风剑，施展御风剑诀，快到不可思议。一剑出，狂风呼啸，剑气纵横，周阳的一条手臂直接飞了出去，鲜血横流。我是……周阳正要说话，喉咙突然爆出一道血线，他眼睛瞪得滚圆，感觉冰冷无比，生机在流逝。你……下一刻，周阳栽倒在地，没了气息。他想说他是大禹学院弟子。柳嫣然沉声道：不管是谁想杀我，他就该死。凌晨眼神很冷，出手狠辣无情，对敌人凌晨从来不会心慈手软。陈哥，今日是我杀了周阳。柳嫣然看着凌晨的眼睛，表情凝重。周阳是大禹学院的人，凌晨杀了他，大禹学院很可能派人来报复。但柳嫣然不惧，她是柳家小姐，背景深厚。柳家在大禹皇朝称得上顶尖家族，柳嫣然本应该在柳家修炼，但天赋在柳家当中不算拔尖。柳家培养家族弟子喜欢采用放养的方式，天赋不够的弟子很有可能被派出去历练，以后若是展现出足够妖孽的天赋，实力强大之后就能回归家族。周阳只是大禹学院内院弟子，而非真传弟子，大禹学院不会为了他跟柳家过不去。当然前提是柳嫣然足够优秀，能得到家族认可，否则家族不会管他。我做的事我一力承担，嫣然你不必如此。凌晨正色道。柳嫣然眨了眨眼，好了，谁杀的都不重要，我们还是看看他们身上有什么宝物吧。凌晨点头，开始清点战利品。陈轩和周阳实力都不弱，身上宝物不少，太仓印记有2枚，此外还有52颗灵阶极品聚灵丹，以及7件灵阶上品灵器，2件灵阶极品灵器。陈轩用的护体铠甲不错，可惜损坏了。周阳有一件拳套，用来加强他的拳法威力。拳套归你，聚灵丹也归你，其他灵器我要2件就好了。柳嫣然笑了笑，还是平分吧。凌晨看了他一眼，这女人遇到什么好处都让着凌晨，让凌晨有些不好意思。刚才一战柳嫣然也有出力，否则凌晨没那么快击杀周阳。我不喜欢拳套，太丑了，聚灵丹也还有挺多存货的。柳嫣然微笑。凌晨没有再说什么，按照柳嫣然的意思分配完宝物，继续前行。太仓秘境内有不少密室，其中大部分都有血魁以及太仓印记。走了约莫1个时辰，凌晨和柳嫣然总共搜集到了10个太仓印记。2人平分，凌晨吸收太仓印记当中的灵力，境界很快突破到了灵文5重。柳嫣然张了张嘴，怀疑凌晨身上有秘密。按理说凌晨武魂被废，修炼速度不可能如此之快的，不过柳嫣然没有多问。2人继续在黑暗中前行，不多时来到了一座石桥上，石桥尽头是一片深渊，血光漫天，那妖异的血色光芒以及浓郁的血腥气令人望而生畏。
又是血灵渊。柳嫣然轻声呢喃，想到了往事。上次柳嫣然就是在血灵渊附近遇到了血蝙蝠袭杀，凌晨救了他，将他带到安全的地方。血灵渊号称太仓秘境最危险之地，进去九死一生。当时柳嫣然有所顾虑，没敢进入血灵渊。凌晨去了，拼尽全力，身受重伤，最终夺取到了一颗天灵丹。如今再次来到血灵渊，凌晨眼中闪烁锋芒。危险与机遇并存，去血灵渊可能得到更大的机缘造化。凌晨想要快速提升实力，报血海深仇，那么血灵渊就是很好的选择。陈哥，你想去？柳嫣然低声道。是，我陪你。柳嫣然语气坚定，虽然对血灵渊心存畏惧，但他不放心让凌晨一个人前往。你留下，我进去。不，我们一起还能有个照应。凌晨深深看了他一眼，而后纵身一跃，跳入血色深渊。柳嫣然紧随其后，没有片刻犹豫。血灵渊内，凌晨放眼望去，四周一片暗红色，血光冲天，成群结队的血蝙蝠突然冲了过来，气息狂暴。凌晨挥剑斩出，柳嫣然掌风呼啸，释放出一股寒冰真气。300多只血蝙蝠声势浩大，每一个都有堪比凌文镜的战力，一般的天才还真对付不了。凌晨与柳嫣然并肩而战，杀到手软，终于将血蝙蝠全部斩灭。前方有一条小径，没了血蝙蝠的阻拦，两人轻松走过。一间血色密室就在眼前。凌晨与柳嫣然调整好了状态之后，开启密室。其内没有血魁，只有一方石桌，其上摆放着一个玉瓶。玉瓶当中有许多白色丹药，隐隐有一股药香味传出。凌晨拿起丹药，确定是玄灵丹。丹药圆润，色泽饱满，没有杂质，乃是玄阶极品玄灵丹，总共有20颗，价值不菲。玄阶丹药虽然不如天阶，但在五级宗也很珍贵，总共都没多少。太仓秘境的机缘确实丰厚。凌晨与柳嫣然平分了玄灵丹，而后服下丹药，开始修炼。玄灵丹适合灵海境的武者服用，可以增强体内灵力。凌晨现在只是灵文境，服用玄灵丹可能会有危险，不过只要武魂足够强，一切都不是问题。玄阶极品丹药照样可以快速炼化吸收。凌晨的气息在上涨，炼化药力的速度极快。柳嫣然一直在凌晨的身边，美眸中异彩闪过。凌晨的修炼速度让他惊讶。凌晨修炼过程中并没有把武魂召唤出来，但武魂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高品质的武魂不仅可以赋予武者强大的天赋，更是能够提升修炼效率。走出密室，前方有一条血河，血河之中透着危险的气息，一眼望不到尽头。还有许多密室矗立在血河之中，按照凌晨的经验，密室当中肯定有机缘。嫣然，你状态如何？凌晨问道。不用担心我，走吧，通过血河得到机缘，我们应该就能离开了。柳嫣然笑了笑。血灵渊的出口不知道在何处，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凌晨眼神坚定，跨入血河之中。河水有着强大的腐蚀性，体魄若是不够强大，浸泡在血河的时间久了，恐怕全身都要腐烂。好在河水并不深，只到胸口位置。时间流逝，凌晨与柳嫣然连续闯过了10间密室，获得的极品玄灵丹加起来有130多颗，乃是一笔丰厚财富。但越是深入血河，河水对身体的腐蚀就越发严重，柳嫣然逐渐难以支撑。凌晨的情况要好一些，至尊神龙武魂的存在让凌晨的肉身极强。血河之中还剩下最后一间密室，除此之外乃是一片血色汪洋，看不到尽头。凌晨与柳嫣然走入密室当中，遇到了3尊血魁，皆是灵海境层次。走！打开密室大门的瞬间，柳嫣然脸色巨变，将凌晨推开，为他殿后。凌晨眼中闪过一缕寒芒，并未离开，而是祭出凌风剑，斩出一片剑影。刹那间，2尊灵海境血魁从中裂开，一剑瞬杀。他们只是刚刚达到灵海境的范畴，而且身为傀儡，不能与真正的灵海境武者相比，无法抵挡凌晨的剑气。但还有一尊血魁更强，极为难缠，其战力至少相当于灵海3重境的武者。柳嫣然轰出一掌与血魁激战，寒冰真气喷发而出，却是无法将其冻结。他召唤出了5星冰凤武魂，凝聚出朵朵冰花，拖延血魁的行动。轰！骤然间，冰花破碎，血魁一拳打出，卷动狂风，狂暴的灵力扑面而来。柳嫣然闷哼一声，被震飞出去，坠落在地，嘴角溢出鲜血。灵海境体内灵力如渊如玉，不是灵文境可以与之相比的。柳嫣然天赋虽然不错，但想跨越一个大境界杀敌很难。凌晨见状，挥剑斩出，剑气狂飙，刹那间血魁发出一道怒吼声，身形暴退，身上出现一道剑痕。
堪比林海三重境的血魁在凌晨剑下受伤了，但他的剑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凌晨当机立断，一掌轰出，打出一道神龙之火。在不召唤武魂的情况下，只能释放出一道神龙之火，毕竟武魂的威力没有彻底展现出来。血魁与凌晨交战，沾染神龙之火，身躯散发出一股腥臭味，竟然在快速溶解。很快，血魁成了一滩血水。柳嫣然看得心惊肉跳，没想到凌晨的实力如此强大，连林海三重的血魁都能斩灭。刚才凌晨释放出的那一道火苗，扭曲空间，恐怖无比。不过柳嫣然没有多问，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三尊血魁被灭，密室当中出现一个宝盒，其中有50颗极品玄灵丹，1颗极品天灵丹，还有一件金丝软甲。金丝软甲散发出强大的灵力波动，是一件玄阶极品宝物。天灵丹更加珍贵，药效逆天，只是以凌晨现在的境界难以吸收炼化。凌晨将宝物取走，来到柳嫣然面前，为她服下疗伤丹药。柳嫣然脸色苍白，体内灵力堵塞，受了内伤。凌晨没有多说，双掌按在柳嫣然背部，助其疗伤，吸收药力。柳嫣然蹙眉，轻声道：“陈哥，不必如此，我自己可以的。”凌晨并未离开，刚才柳嫣然不顾自身安危，想为凌晨断后。一路走来，遇到种种机缘，柳嫣然都不争不抢。如今柳嫣然受伤，凌晨总要做点什么。凌晨体内一股雄厚的灵力爆发，输送到柳嫣然体内，助其疏通经脉。突然间，凌晨脸色微变，在柳嫣然体内感应到了一股极强的毒性，这是蝎毒。凌晨瞳孔一阵收缩，想到了很多。如果他没猜错，柳嫣然中了紫电蝎毒。凌晨对这种毒素极为熟悉，因为这是他曾经的师尊苏沫最擅长的手段。苏沫拥有5星紫电蝎武魂，武魂天赋便是蝎毒，他的灵力当中都携带着剧毒。嫣然，你与苏沫交过手？凌晨心念电转，想到当日在灵剑宗山脚下遇到柳嫣然的情景，当时他似乎就状态不佳。在灵剑宗的地盘，柳嫣然想带走凌晨，又岂会那么容易？柳嫣然轻轻点头。你为何会与苏沫交手？凌晨凝视着他，心情复杂。柳嫣然温柔一笑，苏沫老贼欺你，我怎能不管？当时我得知你被废武魂，被逐出宗门，便立刻赶来灵剑宗，想找苏沫讨个说法。我与苏沫定下赌约，只要能接下他一掌，他就认由我带你离开，绝不阻拦。苏沫老贼很自负，但他一掌没能打死我，后来我便找到了你。闻言，凌晨心中百感交集。嫣然，你为何不让武极宗长辈出面？当时师尊在闭关修炼，我不想打扰他，便自己来了。柳嫣然轻声道。凌晨心中感动，原来柳嫣然默默为他做了这么多。柳嫣然说得轻巧，但苏沫是灵海9重巅峰的强者，服用了天灵丹以后，很可能已经突破到灵海之上。柳嫣然与他对战，其中艰辛可想而知。当日柳嫣然带凌晨回到武极宗以后，便匆匆去闭关。如今看来，他闭关根本不是为了修炼，而是去疗伤。嫣然，谢谢。凌晨心中有很多话想说，但千言万语只有一句谢谢。最难消受美人恩。陈哥，都是过去的事了，不用想太多的。我们早就定下了婚约，应该互相帮助的。柳嫣然美丽的脸上露出一抹动人笑容。嫣然，别说话了，我助你逼出蝎毒。凌晨面色沉凝，体内灵力爆发而出。陈哥，不必为我损耗太多灵力，我没有大碍。柳嫣然急道。凌晨并未回应，直接召唤出至尊神龙武魂。一道血色龙影盘旋在凌晨身边，恐怖的武魂威压释放而出。柳嫣然脸色微变，没想到凌晨竟然能再度觉醒武魂。他惊讶之余，心中欣喜无比，替凌晨感到高兴。拥有如此强大的武魂，凌晨的武道之路注定惊艳。曾经那位纵横同代的天骄，在武魂被废之后重新展露锋芒，凌晨还是那个风采无双的少年。至尊神龙武魂咆哮，一丝神龙之力爆发，在柳嫣然体内激荡。下一刻，柳嫣然吐出一口黑血，脸色苍白无比。凌晨松了一口气，终于将他体内的紫电蝎毒逼出来了。紫电蝎毒很难缠，一旦沾染，难以化解，除非有灵海巅峰境强者损耗大量灵力为其逼毒，否则毒素残留体内，柳嫣然将会全身溃烂而亡。凌晨的神龙之力天生克制各种剧毒，一丝神龙之力彻底治愈柳嫣然。谢谢。柳嫣然说话有气无力，身体还未完全恢复。凌晨守在他身边，以防还有其他血鬼杀出。时间流逝，约莫1个时辰之后，柳嫣然的气色恢复了很多。陈哥，以后你的武魂千万不可在人前展现。柳嫣然正色道。凌晨的武魂太强，
他甚至看不出其品级，很有可能是超越5星层次的存在。凌晨在他面前展现底牌，这种信任感让他心中很暖。放心，我明白。凌晨缓缓道：我好了，我们继续走吧。柳嫣然微笑，迈着修长的玉腿，在血河之中缓缓前行。体内紫电蝎毒驱散，他的实力恢复，对血河的抗性也增加了不少。而且一路走来，得到了不少太仓印记和极品玄灵丹，柳嫣然的实力也有所提升。他的冰凤武魂属于5星顶尖层次，而且潜力极大，天赋称得上妖孽。血河一望无际，凌晨与柳嫣然走了2个时辰，还是没有看到出口。血河之中偶尔会有血鬼杀出，其中不乏林海境的存在。两人举步维艰，虽然得到了很多玄灵丹，但若无法离开血灵渊，再多的资源对他们而言都没有意义。凌晨将金丝软甲给了柳嫣然，玄阶灵甲的防御能力很强，但走到了血河深处，可怕的腐蚀力量袭来，他难以支撑。不知过去了多久，凌晨拉着柳嫣然的玉手，在血河之中艰难前行。柳嫣然摇摇欲坠，突然停住了脚步。陈哥，你自己走吧，不用管我。柳嫣然笑容凄美，她不想成为凌晨的累赘。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凌晨眼神坚定无比。你带上我，这样我们2人都无法走出血河。如果只有你一人，还有机会的。柳嫣然轻声开口，血河之水在她全身蔓延，强烈的腐蚀之力让她痛苦无比。她无法坚持下去，选择了将生的希望留给凌晨。拿走金丝软甲，还有我身上的丹药，你一定可以走出去的。柳嫣然又道：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凌晨心中五味杂陈。因为我喜欢你啊。柳嫣然凄美一笑，伸出玉手，似是想去抚摸凌晨的脸颊，但他的手无力垂下。为了对抗血河，他体内的灵力几乎损耗殆尽，虚弱无比。陈哥，跟你在一起我很开心。柳嫣然轻声呢喃。她容貌极美，身边有无数追求者，但她性情冷傲，对那些男人不假辞色，唯独对凌晨温柔以待。犹记得初见面，凌晨俊美无愁，风采绝世，她芳心暗许。后来多次接触，表明心迹，2人就此定下婚约。在太仓秘境，世人畏惧雪蝙蝠，纷纷弃他于不顾，唯有凌晨不惧危险，不求回报，将他从绝境之中救出。不知何时起，凌晨那绝世风采就一直烙印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凌晨暗叹一声，没有再说什么，将柳嫣然背了起来，缓缓前行。背部传来一股温热柔软的感觉，凌晨却没心情想太多，他必须带着柳嫣然一起活着离开。陈哥，放我下来！柳嫣然娇躯颤动，想要挣脱，但凌晨将其双腿扣住，纹丝不动。柳嫣然浑身无力，眼前一黑，彻底晕了过去。血河一望无际，但凌晨没有失去希望。5道神龙之火释放而出，焚烧血河。血河在蒸发，但河水太多，起到的效果并不显著。凌晨释放出的神龙之火只是小火苗，至尊神龙武魂的真正威能，他还无法施展出来。不知走了多久，凌晨体内灵力消耗巨大，脸色变得苍白。前方隐隐看到了一片白光，凌晨心念一动，祭出玲珑塔。玲珑塔神秘莫测，曾经吸纳一缕武圣意志。凌晨不知道玲珑塔是否能克制血河，但情况危急，总要试试。很快，玲珑塔掉到了血河之中，激起一片血水，没了动静。凌晨皱眉，看来玲珑塔无效。他想到了藏天剑，这是玲珑女帝送他的佩剑，或许有机会抵抗血河。不过催动藏天剑消耗的灵力很庞大，就在凌晨打算取出藏天剑之时，血河突然沸腾了。玲珑塔绽放出璀璨的光华，而后整条血河化作一道血光，被玲珑塔吸收。凌晨心中狂喜，玲珑塔竟然真的可以吸收血河。一缕武圣意志从玲珑塔之中散发而出，强大无匹。整个血灵渊突然剧烈震动起来，泥沙俱下，漫天血光消散。凌晨看到了前方的河岸以及一处洞口，他背着柳嫣然，系起凌风剑，快速穿行。先前有血河存在的时候，不方便御剑飞行，血河的腐蚀之力会影响灵气，强行御剑飞行，体内灵力消耗会更快。如今血河消散，凌晨带着柳嫣然急速飞行，很快抵达河岸。前方有一处洞口，传递出空间波动，穿过洞口，或许就能离开血灵渊了。突然间，一道血色身影飘然而来，出现在凌晨眼前，没有任何征兆，犹如鬼魅。凌晨眼神警惕，释放剑气护体。一位血衣男子凝视着凌晨，眼神复杂，有欣慰，有伤感。老奴参见少主。血衣男子双膝跪地，神色恭敬。你是何人？凌晨往后退了3步，并未放松警惕。
血衣男子实在太诡异，明明只是一道残魂虚影，散发出的威压却极强。他叫凌晨少主，而凌晨根本就没见过他。老奴太仓武王。大禹武圣，是我主。血衣男子缓缓开口，眼神飘渺，似是在追忆往事。大禹武圣是整个大禹皇朝的奠基之人，曾经太仓武王追随大禹武圣征战天下，度过了一段辉煌时光。而今太仓武王只剩下一道残魂留下，却没想到有朝一日还能遇到大禹武圣的后人。凌晨眼神微凝，心中震动。太仓武王1000年前闻名天下，是大禹皇朝有名的将军。太仓武王称呼凌晨为少主，那便是将凌晨当成了大禹武圣的后人。凌晨心念电转，自己是孤儿，身份不明，而大禹武圣是1000年前的人物，自己不太可能与大禹武圣扯上关系。要说关系的话，或许唯有玲珑塔吸收的大禹武圣意志了。太仓武王，你如何确认我的身份？凌晨反问道。少主身上有一丝圣主意志残留，若非圣主后人，不可能传承其意志。而且你的武魂是龙，圣主的武魂也是龙，错不了。太仓武王郑重道。闻言，凌晨不动声色，心中却是清楚，他能得到大禹武圣意志，靠的都是玲珑塔吞噬，而不是大禹武圣主动传承下来的。可惜时间久远，你体内的武圣意志太微弱了，你的龙魂与圣主也有一些区别。太仓武王感慨，前辈既然是我先祖故人，可有办法送我离开血灵渊？凌晨不再深究身份之事，而是转移话题。太仓武王既然认错了人，那就将错就错，露馅反而不妙。凌晨之前展现出至尊神龙武魂，太仓武王都看到了，不过他似是没有看穿至尊神龙武魂的恐怖之处。少主天资惊艳，既然走出了血河，本就可以离开血灵渊。不过在少主离开之前，老奴还有一件礼物要送给少主。太仓武王微笑，多谢前辈。凌晨眼睛一亮，武王境界极高，在灵海境之上是造化境、命轮境，然后才是武王境。放眼大禹皇朝，武王境强者可谓一方诸侯，实力雄厚无比。太仓武王能拿得出手的礼物，自然不会差。太仓武王身躯一震，释放出一道精神力，进入凌晨的识海当中。凌晨的识海内呈现出壮观景象，一位血衣男子在千军万马围攻之下，杀了一个7进7出，血光滔天。他每一掌轰出，都会带走一群强者的生命，杀得尸横遍野，流血飘橹。王阶武学万里血河掌，太仓武王赖以成名的绝学，在青州城当中，灵阶武学已经很珍贵，玄阶武学更加罕见，天阶武学恐怕要在大禹皇朝那些顶尖的大宗门当中才有可能找到。至于王阶武学，更是凤毛麟角一样的存在。在凌晨的识海当中，太仓武王将万里血河掌完整演练了一遍。凌晨记住了招式的变化，开始推演。太仓武王取出一滴黑色精血，漂浮在半空中。少主，这是老奴以诸多武王境强者尸身祭炼而成的一滴精血，炼化这滴精血有助于你修炼万里血河掌，具体能修炼到什么程度，就看你自己的天赋了。太仓武王说完，身形缓缓消散。凌晨得到王阶武学传承，暂时没有离开血灵渊的想法，倒不如留在这里静心修炼。柳嫣然还在昏迷当中，凌晨为他服下了丹药，助他吸收药力，然后便是全身心投入到了修炼当中。万里血河掌威力极强，一掌出，卷动滔天血河，腐蚀一切生机，尸横万里。太仓秘境当中的血河，也仅仅是万里血河掌威力的冰山一角，王阶武学的威力不容置疑。凌晨现在修炼的御风剑诀和凌波步法，其实都只是灵阶武学。凌晨将其修炼到巅峰，威力已经很强。王阶武学万里血河掌，若是修炼有成，凌晨就算对上灵海巅峰的强者都有一战之力。血灵渊内一片寂静，唯有掌风破空之声。凌晨双掌不断轰出，按照万里血河掌的修炼法门，吸收一滴黑色精血入体。万里血河掌的招式，凌晨完全记住，且逐渐熟悉。凌晨突然觉得，万里血河掌的招式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杀气，是气势，是灭杀一切，杀得尸山血海，屠尽一切敌的决心。以滔天气势卷动血河，让所有敌人在血河之中沉沦，化为累累尸骨。凌晨心中明悟，领悟到了万里血河掌的精髓。一天过去，凌晨已经彻底炼化武王境强者的精血，至尊神龙武魂加持下，炼化精血的速度极快。凌晨感觉气血冲天，体内生机旺盛到了极点，灵力也随之暴涨，境界突破到了灵文7重。凌晨的掌心之中逐渐凝聚出了一道血色纹路。万里血河掌出有所成。什么情况？虚空颤动，血衣男子再度浮现而出，太仓武王又来了。此刻的太仓武王表情极为夸张，震惊无比。
这可是万里雪河掌，他的成名绝学，咋可能凌晨一天就学会了？掌心凝聚出血纹，便是万里血河掌修炼成功的标志。这才一天，就算有太仓武王提供的一滴武王精血，凌晨也不可能这么快就练成啊！吸收武王精血的速度快也就罢了，悟性还如此之高，简直恐怖如斯。凌晨有些无语，太仓武王只是一道残魂，之前他消失，凌晨还以为他是彻底消散了。前辈，你不是走了吗？凌晨摊了摊手，我本来快要消散了，被你吓得重新凝聚残魂。太仓武王感慨道。凌晨，圣主，你有如此传人，我大禹皇朝可兴啊！少主，老奴去也，这大禹皇朝的未来就交给你了。太仓武王说完，身形再度消散。前辈真走了啊？要不留下来，咱俩再聊聊。凌晨很热情，这可是太仓武王，说不定还能从他身上压榨出宝贝来。但太仓武王并没有再回应。凌晨摇了摇头，大禹皇朝的未来如何，他可顾不上，还是顾好当下，努力修炼。不多时，柳嫣然苏醒过来，看到凌晨身边血光环绕，顿时美眸一凝，不明所以。嫣然，你醒了。凌晨收了血河，微微一笑。万里血河掌修炼有成，他可凝聚出一条血河，如今血河规模不大，如一道血色圆环，不过威力也很惊人了。陈哥，我们没事了吗？柳嫣然打量着四周的环境，发现血河已经干涸，心中惊讶不已。没事了，我们随时可以离开血灵渊。此地危险，我们现在就走吧。柳嫣然美眸中满是担忧，虽然没有了血河，但谁知道血灵渊还有没有其他危险？不急，你先调整状态，恢复伤势。凌晨笑了笑，柳嫣然并不知道太仓武王的存在，如今的血灵渊自然不会存在危险，如果有的话，太仓武王会说。而且以凌晨现在的实力，不惧太仓秘境之中任何挑战。好，柳嫣然静下心来，服下丹药，开始调养。凌晨则是取出玲珑塔，吸收其中的血河之水，修炼万里血河掌。柳嫣然心中一惊，她以为血河彻底蒸发了，却没想到血河会被凌晨吸收。凌晨手中的小塔很神秘，很可怕，连血河都能吸收进去。柳嫣然没有多问，她感觉凌晨身上的秘密太多了，不知道凌晨经历了什么。这玲珑塔是我偶然得到，我也不知道它的来历。凌晨忽然道。挺好看的小塔。柳嫣然轻声开口。凌晨点了点头，继续修炼。万里血河掌吸收强大的精血就能提升威力，一滴武王精血让凌晨快速修炼成功，而血河当中的精血可以让万里血河掌的威力快速变强。修炼了3天时间，凌晨掌心之中出现了3道血纹。休息了3天，柳嫣然的伤势基本痊愈，状态调整差不多了，她的境界也是提升到了灵纹6重。冰凤武魂有着极大的潜力，凌晨隐隐感觉柳嫣然的冰凤武魂很不凡，或许不是5星武魂那么简单。嫣然，走吧。凌晨站起身来，走向洞口。柳嫣然紧随其后，突然主动挽住了凌晨的胳膊，脸上浮现一抹红晕，深蓝色的美眸泛着异彩。我见犹怜。她清冷孤傲，如一朵冰山雪莲，向来对那些所谓的青年才俊不假辞色，唯独在凌晨的面前有些难以自持。凌晨微笑，两人携手走出洞口，回到了太仓秘境。太仓秘境之内还有一些密室存在，凌晨与柳嫣然一路历练，顺手拿了不少太仓印记，两人实力都有所精进，斩杀血魁很轻松。数个时辰后，凌晨和柳嫣然走出太仓秘境，准备回武极宗。太仓秘境之行，凌晨收获颇丰，实力大增，积累了很多资源。接下来要准备青州武道大会。祭出凌风剑，凌晨带上柳嫣然御剑而行，在群山之间穿梭。经过一片山林的时候，突然间一片箭雨射了过来，密密麻麻，其中携带着强大的灵力波动，有人埋伏在山林之中。凌晨脸色不变，打出一条血河，环绕在身边，将那些剑士尽数腐蚀。下一刻，诸多身影御空而起，为首之人乃是一位黑袍老者，他脸色阴冷，释放出强烈的杀气。灵剑宗4长老，宗主苏沫的心腹，实力强劲，5星烈阳雄狮武魂，灵海7重的修为。烈阳雄狮武魂不弱，且4长老的修为极高，超出凌晨一个大境界。4长老的身边还有30位灵剑宗执事，其中有3位灵海境，其余灵文巅峰。如此阵容放在青州城当中堪称恐怖。凌晨释放出的血河让4长老惊讶，如此武学他从未见过。不过4长老很快镇定下来，任凌晨在妖孽终究只是灵文境，而且武魂还被废了。这一次4长老带来的强者可不少。凌晨，既然出来了，就不必活着回去了。想不到你武魂被废，竟然还能镇杀陈轩。剑道之路
确实逆天，宗主当日就不该放你离开。四长老眼神戏谑，陈轩死亡，林剑宗那边很快得到消息，知道他的行动失败了，要杀凌晨，派年轻一辈天骄过来恐怕不行，需要林海境的强者出手。苏沫已经意识到了凌晨的威胁，这一次直接让四长老出手，为的就是一击必杀。林海器重的四长老对凌晨而言绝对压制，凌晨已经是5级宗圣子，尔等就不怕我5级宗报复？柳嫣然挡在凌晨身前，怒斥道：凌晨只是5级宗内宗弟子，当我凌剑宗没有耳目不成？再说，就算凌晨是圣子，今日我也必杀他。四长老脸色狰狞，一声令下，凌剑宗30位执事一起杀出，声势惊人。柳嫣然召唤冰凤武魂，漫天冰花绽放。四长老浑身一震，一缕烈焰释放而出，焚烧虚空。烈阳雄狮武魂带给他的天赋乃是烈阳之火，强大的武魂加上林海器重的修为，足以镇压全场。凌剑宗的30位执事实力同样强大，柳嫣然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却见一道剑芒斩出，横扫虚空，剑气狂飙。御风剑诀，凌晨施展到了极致，剑随风动。凌剑宗的灵文劲武者一个照面就被剑气秒杀，毫无还手之力。剩下3位林海境执事皆是脸色大变，凌晨身边环绕一条血河，血河爆发出恐怖威能，有着惊人的腐蚀之力。3位林海境瞬间被血河卷入其中，发出凄厉的惨叫声，片刻间化为白骨。王阶武学的威力不是他们所能想象的，哪怕凌晨只是小有所成，同样可以秒杀他们。四长老是放出的烈阳之火融化冰霜，柳嫣然与他交战，遭到了压制。柳嫣然天赋惊艳，但在巨大的境界压制面前显得无力。四长老大惊失色，没想到片刻间凌晨就把他带来的人都杀完了。他的瞳孔剧烈收缩，脸色忌惮无比，心中杀意更盛。凌晨的天赋太妖孽，甚至连武魂都没释放出来，就能越级斩杀林海境。今日四长老必须彻底将他铲除，永绝后患。烈阳爆！四长老大喝一声，体内灵力完全爆发而出，烈阳雄狮武魂腾空而起，散发出武魂威压，损耗武魂本源。为了斩杀凌晨，四长老不顾一切拼了。更多烈阳之火轰出，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火炉，温度恐怖。凌晨面无表情，体内冲出一道武魂虚影，一条血色巨龙至尊神龙武魂。见状，四长老心中大骇，满脸不可置信。你竟然……四长老话还没说完，凌晨轰出5道神龙之火，召唤出武魂，再施展神龙之火，其威力可以达到极致。四长老战力恐怖，凌晨没有丝毫大意。神龙之火横空，四长老脸色惨变，所释放出的烈阳之火根本就不堪一击，如3岁孩童面对一尊巨人。刹那间，四长老灰飞烟灭，被焚烧成一片虚无。神龙之火就是如此恐怖，让凌晨能跨越一个大境界，强势阵杀四长老。山林间，寒风掠过，凌晨收了至尊神龙武魂，脚踏虚空，神色冰冷。此处并无其他人，所以刚才凌晨直接召唤武魂，爆发出杀招。四长老与凌晨在血灵渊遇到的那些血鬼不同，乃是真正的武者，拥有高品质的武魂，掌握强大的武学，战力滔天。今日一战也让凌晨知道了自己的实力深浅。施展血河，召唤武魂，各种杀招爆发的情况下，凌晨就算对上林海9重境，照样可以一战。陈哥，你没事吧？柳嫣然美眸微凝，心中担忧。刚才凌晨爆发出的杀招太可怕，他不知道凌晨的武魂是什么品级，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远远超过5星级。如此逆天的武魂，凌晨想将其威力发挥出来，付出的代价必然不小。毕竟凌晨的境界并不高。我没事，嫣然，走吧，我们快切回宗门。凌晨将灵剑宗众多强者的储物带取走，然后祭起剑光，破空而去，全速前行。凌晨担心灵剑宗还有强者，刚才凌晨是放出5道神龙之火，损耗了大量灵力，不宜再战。抓紧我！凌晨控制灵风剑如雄鹰横空而过，速度极快。柳嫣然点头，轻轻抱住了凌晨，脸色微红，享受此刻的宁静。1个时辰之后，凌晨和柳嫣然回到5级宗，路上有惊无险。苏沫对四长老的实力想必很有信心，只派了四长老前来，没有其他埋伏。谁能想到林海7重的四长老带着灵剑宗精锐前来，还能被凌晨强势镇杀。5级宗，圣女请功。柳嫣然将所有侍女屏退，与凌晨独处。凌晨取出了30多个储物袋，打开查看，里面有很多不错的宝物。四长老作为灵剑宗高层，随身携带的宝物当然不少，其中有3件玄阶极品灵器，还有400多颗玄阶极品玄灵丹，以及2颗天阶极品天灵丹。玄灵丹的效果比聚灵丹更好，
天灵丹更是价值连城。接下来，凌晨与柳嫣然平分了宝物。之所以来柳嫣然的寝宫，主要因为这里安静，附近没有耳目。凌晨日常居住在内宗院落，人多眼杂，不便分配宝物。陈哥，不用给我这么多，我也用不完。你武魂特殊，修炼需要更多丹药。柳嫣然看着桌上摆着的一堆储物袋，秀眉微蹙。凌晨连最珍贵的天灵丹都给了他一颗，给你就拿着。凌晨笑了笑，好吧。柳嫣然没再多说，心中很暖。夜深了，你早些休息，我走了。凌晨起身，迈步离开。等一下。柳嫣然脸色微红，眼神复杂，似是想说点什么。还有事。陈哥，欢心灵是可以用来传音的。柳嫣然轻声开口。知道了。凌晨扬了扬手，快步离开。柳嫣然的意思凌晨都懂，不过现在还是修炼为主。没事的话，凌晨肯定不会用欢心灵去联系他。回到内宗院落，凌晨取出玄灵丹，开始修炼。翌日，凌晨感觉到了欢心灵的异动，散发出了微弱的光泽。凌晨取出欢心灵，释放出精神力，侵入其中。陈哥，早。是柳嫣然的声音。早。师尊说今日召开长老会，立你为圣子，你可以稍微准备一下。好。凌晨撤走精神力，结束了聊天。欢心灵确实很方便，只要距离不是太远，释放出一缕精神力就能互相联系。凌晨隐隐感觉欢心灵可能不是灵阶灵气那么简单。使用欢心灵的时候，给凌晨一种神秘感，虽然没有玲珑塔那般强大，但散发出的灵力也不俗。很快，凌晨聚到五级宗议事大厅，宗主华阳还有大长老以及诸多核心长老在列。册立圣子乃是宗门大事，皇甫一死了，五级宗圣子之位空缺，总要有人顶上。五级宗年轻一辈当中，凌晨的实力已经是顶尖，我欲立凌晨为圣子，诸位可有异议？宗主华阳犀利的目光扫视全场。我不同意。大长老阴沉着脸，他的宝贝徒弟皇甫一死了，他还没找凌晨算账，怎么可能让凌晨成为新任圣子？我也反对。我不同意。大长老身边有不少心腹，这些年大长老羽翼渐丰，逐渐能够与宗主华阳抗衡了。华阳脸色不变，当然知道大长老不会同意，不过此事由不得他。大长老既然不同意，那么你认为谁来做圣子更加合适？华阳淡淡道。大长老面色沉凝，暂时没有合适人选，那就空着。凌晨残杀同门，性情暴戾，不适合做圣子。大长老心中有数，五级宗年轻一辈，现在没有人能与凌晨争锋，除了凌晨之外，其他弟子根本就没可能成为圣子，圣子之位不能空缺。至于大长老所说凌晨性情暴戾，更是无稽之谈。皇甫意欲杀他，凌晨难道要任他宰杀？此事长老会早就讨论过，凌晨无罪，大长老不必再提。华阳语气冷厉，咄咄逼人，在其身边有不少心腹长老附和。凌晨实力虽强，但没有武魂，如何能做圣子？圣子之位更重要的是天赋，而非现在的实力。大长老话锋一转，嘴角露出一抹冷笑，谁说凌晨没有未来？剑道之路亦是一条光明大道，大长老若是不服，叫几个你看中的弟子来与凌晨切磋一番就是。华阳淡淡一笑，大长老不说话了，真要切磋，无非就是找虐而已。他座下的几个弟子不可能是凌晨的对手，若没有人，那就不用浪费时间了。华阳一言而决，立凌晨为圣子。大长老拂袖而去。册封仪式很快结束，五级宗圣子地位崇高，享受宗门最好的资源待遇。凌晨对圣子之位原本不感兴趣，无意争夺，但华阳看中，非要立他为圣子，他只好接受。凌晨，你随我来。仪式结束之后，华阳招了招手，带凌晨来到一间内室当中。随后华阳取出了一个玉瓶，玉瓶当中赫然有一滴淡金色的鲜血，散发出一股龙威。蛟龙血，此物比你上次会武得到的奖励更好一些，希望对你有用吧。华阳微笑。凌晨抱了抱拳，道谢。上次五级宗会武，华阳便看出来凌晨对蛟龙血极为渴望，想必此物对他有大用。凌晨，你说实话，你的武魂是不是已经恢复？华阳突然道。宗主说笑了，武魂被废，岂能恢复？凌晨脸色平静，心中毫无波澜，知道华阳在试探他。可惜，可惜。华阳感叹，心中还是有些不幸。在他看来，凌晨身上肯定有秘密，只是凌晨不愿透露，他也不好再问。其实华阳找过柳嫣然，想打听凌晨武魂之事，对此柳嫣然闭口不提。即便对自己师尊，柳嫣然同样守口如瓶。他知道凌晨的武魂真相一旦暴露，很可能会引来灾祸。
宗主若无事，晚辈就先告辞了。凌晨缓缓道：青州武道大会将要开始，你是5级宗圣子，届时可以直接参加决赛。我知你与苏瑶有怨，此次武道大会苏瑶也会参加，她攀上了大禹学院圣子慕容秀，到时你行事还需谨慎。华阳出言提醒。宗主放心，我明白。凌晨说完转身离去。大禹学院圣子，凌晨现在确实惹不起，但凌晨与苏瑶的仇怨必须解决，无论苏瑶有什么靠山，凌晨都不惧。圣子殿内，凌晨取出淡金色蛟龙血，开始修炼。圣子的待遇自然与内宗弟子不同，圣子殿处于5级宗灵脉汇聚之地，乃是极佳的修炼宝地。淡金色蛟龙血被凌晨吸收到了体内，快速炼化。过程中，凌晨甚至没有召唤出自己的武魂，武魂不显化，修炼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效率稍微慢一些。华阳既然开口问凌晨，说明已经有所怀疑，凌晨必须谨慎。就算华阳对凌晨不错，凌晨也不可能将自身底牌暴露出来。当日在血灵渊，凌晨在柳嫣然面前显现武魂，也是濒临绝境，无奈之举。好在柳嫣然值得信任，不至于害凌晨时间流逝。凌晨在圣子殿修炼了半个月，极品玄灵丹还有不少存货，剩下100多颗。天灵丹倒是没有急着炼化，目前服用玄灵丹完全足够了。作为5级宗圣子，宗门提供的丹药只是中品玄灵丹，凌晨反倒是没有吸收。半个月来，凌晨的境界突破到了灵文8重，蛟龙血也炼化完毕，如今可以释放出7道神龙之火。现在凌晨的实力有多强，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这一日，青州武道大会开始，主办方乃是灵剑宗。青州境内有3大宗门，5级宗、太初门和灵剑宗。青州武道大会3大宗门轮流举办，今年轮到灵剑宗。大清早，柳嫣然来找凌晨，一起去青州城演武场。5级宗内诸多弟子一起出发，声势浩大。柳嫣然与凌晨并肩而行，身后投来了一道道火热的目光，羡慕、嫉妒。柳嫣然可是5级宗无数弟子心中的女神，她向来是冰山美人，对任何弟子的态度都很冷淡。今日她与凌晨同行，神色间似是颇为热情。青州城一座大型演武场内，3大宗门的高层基本上都到齐了。灵剑宗苏沫、5级宗华阳都在，带着各自宗门的长老，泾渭分明。太初门的存在感比较低一些，近年来太初门年轻弟子的表现并不出彩。不过听说最近太初门出了一位天骄，名为洪泽，拥有5星当中顶尖的武魂，天赋颇为惊艳。青州武道大会主要就是3大宗门之间的争锋，当然还有一些不入流的宗门以及一些家族子弟参加。广阔的演武场之中，一位红裙女子迈着修长的玉腿款款而来，她容貌极美，一双桃花眸，行走间扭动水蛇腰，风情万种。灵剑宗圣女苏瑶到了，她就是苏瑶，好漂亮。听说苏瑶很快就要去大禹学院，如此天赋当真令人羡慕。我敢断言，这一届武道大会苏瑶肯定能夺冠。各种议论声传来，苏瑶的出场极为惊艳。此刻天际之中突然有一道剑光破空而来，一位白衣男子御剑凌空降临演武场。凌晨到了，柳嫣然紧随其后抵达演武场，人群顿时炸开了锅，目光汇聚在柳嫣然的身上，移不开了。柳嫣然容貌倾国倾城，比苏瑶更美，两女气质截然不同。苏瑶如热情的玫瑰，美则美矣，却有一股危险的气息。柳嫣然却是如一朵冰山雪莲，气质清冷，仿若仙女凌晨不染尘世烟火。两女站在一起，仿佛世间最美的风景。苏瑶看了凌晨一眼，嘴角微微扬起。凌晨，你何必再来参加武道大会？自取其辱吗？苏瑶说话间神色高傲无比。如今的苏瑶武魂进阶为6星，放眼整个大禹皇朝，天赋都可以称得上惊艳。而凌晨武魂被废，在苏瑶看来，他与凌晨注定是2个世界的人。凌晨什么都没说，脸色冰冷，走向了后场区域。任何话语都是多余，今日唯有用实力证明一切。苏瑶夺凌晨武魂，这笔账今日必须清算。时间流逝，不多时，远空之中有人乘坐灵鹤前来，传出嘹亮的鹤鸣声。2道身影降临而来，一位灰袍老者，还有一位锦袍少年。灰袍老者到来，灵剑宗、5级宗和太初门的高层纷纷前来迎接，神色恭敬。什么风把公孙道友吹来了？华阳脸色沉凝，公孙野乃是大禹学院的院长老，身份尊贵。相比之下，他这个5级宗宗主在公孙野的面前不值一提。来看看杀我徒儿之人实力如何？公孙野眼神阴冷，如毒蛇一般盯着凌晨。你弟子周阳是我杀的。柳嫣然突然站了出来，
面色沉凝。是吗？公孙野眼中寒芒一闪，他并不知道击杀周阳的人是谁。其实周阳的死对公孙野而言也无关紧要，他来只是给慕容秀一个面子，顺便找回自己的脸面。弟子被人杀了，做师尊的若是不做点什么，脸上无光。苏瑶即将与慕容秀联姻，慕容秀在大禹学院之中地位崇高，公孙野作为内院长老都想与其交好。这一次青州武道大会，苏沫亲自去了一趟大禹学院，请公孙野前来观战。四长老的死让苏沫不安，所以请公孙野出面确保万无一失。周阳死在了太仓秘境，没有人看到是谁杀了周阳，但苏沫可以肯定周阳的死跟凌晨有关。周阳是我杀的。凌晨脚步迈出，将柳嫣然拦在身后。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柳嫣然脸色微变，眼神复杂。很好，有胆量。公孙野冷笑，并未直接出手，以他的身份还不屑于亲自对付一个晚辈。反正在公孙野看来，凌晨很快就要死。武道大会上，灵剑宗的苏瑶便不会放过凌晨。连武魂都没有的废物，你哪里来的勇气参加武道大会？公孙野身边一位锦袍少年冷笑，眼中满是轻蔑。他是大禹学院真传弟子慕容光，天赋惊艳，慕容秀是其兄长。苏瑶要参加青州武道大会，慕容秀在大禹学院修炼，没空前来，便是让慕容光走一趟。等武道大会结束之后，公孙野和慕容光便要带苏瑶去大禹学院。闭嘴！柳嫣然柳眉倒竖，眼中满是寒意。他不允许有人诋毁凌晨。在他眼中，凌晨天资绝世，风采无双，镇压同辈天骄。区区5级宗圣女，不过井底之蛙也罢。今日我就看看你们青州的武道大会有多精彩。慕容光淡漠一笑，坐在贵宾席。公孙野和慕容光的到来，让青州武道大会的气氛变得格外压抑。苏瑶心中得意，今日武道大会，他必将是最耀眼的存在。有公孙野在场，他的表现日后也会传到大禹学院，他要嫁给大禹学院圣子，天赋与名声自然都不能差。青州武道大会便是他扬名之时，他从青州走出，必须是青州第一天骄。武道大会正式开始，前面2轮的比赛乏善可陈，各大宗门派出来参赛的弟子天赋虽然不错，但还达不到青州顶尖水平。2个时辰之后，武道大会进展到了决赛阶段，3大宗门各自都有圣子、圣女，可直接参加决赛，占据6个名额。一路从初赛杀上来的只有4人，总共10人参加决赛，以抽签形式决定对手。武道大会冠军的奖励是一把玄阶灵剑，灵剑宗珍宝赤阳剑。往年的青州武道大会，主办方拿出来的冠军奖励顶多就是灵阶极品灵器，今年灵剑宗出手极为阔绰，直接将玄阶灵器拿了出来。赤阳剑属于玄阶中品灵器，价值连城。灵剑宗敢拿出来当做奖励，因为对苏瑶有着绝对的信心，相信他能夺冠。反正最终赤阳剑都会给他，不可能便宜了外人。6星武魂在青州城，唯有苏瑶。决赛第一战，凌晨抽到了灵剑宗新任圣子徐星。徐星的天赋比上任圣子陈轩更加惊艳，只不过陈轩是苏沫嫡系，才被封为圣子。陈轩死在太仓秘境，圣子之位自然落到了徐星的手里。如今灵剑宗年轻一代，除了苏瑶之外，只有徐星能撑场面了。他有5星玄龟武魂，在青州城也算惊艳。柳嫣然抽到的对手乃是太初门洪泽，太初门近来最惊艳的人物。决赛第一场，凌晨对战徐星。凌晨，你曾经有过辉煌，但现在的你不配与我争锋。站台上，徐星脸色倨傲，他成为圣子以后，得到灵剑宗大力栽培，苏沫亲自为他灌顶。最近徐星最近实力突飞猛进，有信心能够压制凌晨。至于4长老劫杀凌晨一事，徐星并不清楚，此事乃是宗门隐秘。4长老突然暴毙，死因并未在灵剑宗公布。徐星说话间召唤出5星玄龟武魂，浑身青光闪烁，正要动手，突然间凌晨拔剑斩出，一道剑气扫射而来。下一刻，徐星发出惨叫，武魂溃散，身上飙出一缕鲜血，身形暴退，直接跌出战台。一剑，徐星完败。在凌晨的面前，他甚至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玄龟武魂最擅长的就是防御，徐星已经展现出武魂威能，将防御拉满，但还是无用。徐星眼中有一抹绝望之色，凌晨的强大让他道心破碎。曾经徐星是凌晨的师弟，一直活在凌晨的阴影之下，天赋和实力都被压了一头。凌晨武魂被废之后，徐星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扬眉吐气，成为灵剑宗最顶尖的天骄之一，但事实证明他想多了。凌晨没有展现武魂，照样可以一招击败他，他根本不配与凌晨争锋。
苏瑶眼中露出一抹异色，随后脸色很快变得平静。凌晨的剑道实力确实很强，但苏瑶照样有信心可以压制他。决赛第一场，苏瑶抽到的对手乃是太初门的一位圣女，展现6尾妖狐武魂的苏瑶实力极强，仅仅一招就将其击败。苏瑶的境界如今更是达到了灵海境，14岁的灵海境放在大禹皇朝都算得上天才。得胜之后的苏瑶更加意气风发。凌晨始终面色平静，心中没有波澜。接下来，柳嫣然对战台出门圣子洪泽。站台上，洪泽眼神邪恶，盯着柳嫣然的丰满娇躯看个不停。柳圣女，反正你也打不过我，倒不如握手言和。你直接跟我去太初门，做我道侣。洪泽大笑，满脸邪恶之色。整个青州当中，柳嫣然乃是第一美人，她的容貌放在大禹皇朝之中，恐怕也少有人能及。闻言，柳嫣然眼中闪过一抹寒意。人群中，柳嫣然看到了一位紫袍中年男子，他的存在让柳嫣然娇躯一颤，眼神变得坚定。柳家3长老到了。柳嫣然是柳家嫡系，放养在青州城。如今青州武道大会正是检验柳嫣然修炼成果的时候，如果柳嫣然表现出色，3长老就会带她回柳家。柳嫣然看向凌晨，眸光澄澈，似是一泓秋水。今日武道大会，柳嫣然必须得到3长老的认可，如此或许可以帮到凌晨。大禹学院公孙野来者不善，柳嫣然担心他会不顾脸面，强行对凌晨出手。柳圣女，你可想好了？洪泽召唤出一只雷鸟武魂，浑身缭绕着紫色雷霆，气息狂暴。柳嫣然眼神冷漠，召唤冰凤武魂，释放漫天冰花，强势杀来。站台之上，雷电狂暴，冰雪满天，虚空中一朵朵冰莲绽放，整片演武场都充斥着一股肃杀寒意。这点实力，还奈何不得我？洪泽冷笑，拳法狂暴，携带着雷霆之威，势若千钧。激战当中，柳嫣然的气息突然暴涨，武魂开始蜕变。冰凤武魂冲天而起，绽放出漫天霜华，武魂之威急速攀升，其品质赫然达到了6星级。人群中，柳家3长老脸色微变，眼中闪过一抹金光。柳家当中有不少天骄，柳嫣然虽然是主脉嫡系，但5星冰凤武魂并不算惊艳。柳家年轻一辈觉醒5星武魂者大有人在，但6星武魂不同。此刻柳嫣然武魂蜕变，进阶6星，整个人宛如脱胎换骨。这天地间有些强大的武魂能够不断进化。苏瑶是靠吞噬强大的武魂本源，提升她的妖狐武魂品质。这种方式最为简单粗暴，但想得到强大的武魂本源谈何容易。吞噬比自己弱的武魂本源并不会得到提升。苏瑶现在的武魂是6星级，想要再次提升，至少要吞噬6星级武魂，甚至是更强的存在。柳嫣然的冰凤武魂蜕变靠的不是吞噬武魂本源，而是吸收冰寒属性的天才地宝，不断强化武魂，凝练寒属性灵力。如此方式，除了依靠大量修炼资源的支撑之外，还需要极高的天赋。柳嫣然的冰凤武魂本就有着极大的潜力，可塑性极强。若是弱小的武魂，比如普通的蚂蚁武魂、蚯蚓武魂，上限几乎是定死的，很难有进化空间。双华刃，柳嫣然武魂进化，拥有了新的天赋，漫天冰霜凝聚成一道冰刃，瞬间杀出。洪泽召唤出的雷霆瞬间就被打散，整个人倒飞出去，跌落站台。双华刃威力恐怖，直接打烂了洪泽的护体灵甲。要不是有灵甲守护，这一击洪泽必死无疑。此刻的洪泽如一条死狗，昏死过去。全场震动，各大宗门的长老们眼神都是惊讶无比。6星级武魂，天赋堪称妖孽。苏瑶眼中闪过一抹忌惮之色，将柳嫣然当成了劲敌。柳嫣然还是灵文境，没有突破到灵海境层次，但她的武魂着实逆天。人群中，柳家3长老眼中闪过一抹光芒，柳嫣然的表现确实优秀。武道大会结束之后，3长老打算带柳嫣然回柳家。柳嫣然在外里练了3年多，也是时候回去了。以前柳嫣然在柳家天赋一般，如今武魂进阶6星，前途不可限量。柳嫣然走下站台，柳家3长老身形闪烁，化作一道残影，瞬间来到他身边。嫣然，该回家族了。3长老语气平静。三叔，武道大会还未结束。柳嫣然眼神微凝，没想到3长老这么急。区区青州武道大会没有意义，所谓的冠军奖励，等你回到家族自然会有更好的。3长老神色淡然。柳家底蕴深厚，在大禹皇朝属于顶尖家族，冠军奖励不过就是一件玄阶灵器，3长老自然看不上。他对青州年轻天骄没多大的兴趣，没必要继续留下来观战。三叔，我还是想参加完比赛。柳嫣然眼神坚定。随你吧。
三长老负手而立，继续观战。苏沫察觉到了三长老的存在，请他去贵宾席。三长老很低调，混迹在人群之中，苏沫一开始还真没发现他。柳家三长老属于柳家核心高层，论地位比公孙野更高。大禹学院是强，但公孙野只是那院长老，而不是核心长老。决赛采用循环赛制，凌晨击败了一位灵剑宗弟子，然后与洪泽对上了。洪泽败在柳嫣然的手里，但没有丧失战斗能力，调养了一会，他的伤势已经恢复大半，并且击败了一位五级宗真传弟子。站台上，洪泽扫了凌晨一眼，神色轻蔑：剑师又能如何？不过是没有武魂的废物。洪泽如疯狗一样，一脸凶相，眼中有一抹怨毒之色。昔年在太仓秘境的时候，凌晨得到一块太仓令牌，洪泽出手抢夺，被打成重伤。洪泽回去躺了3个月才好。后来洪泽得到机缘，加上太初门的全力培养，强势崛起，昔日仇怨洪泽一直铭记。他败在柳嫣然手里，很不甘心。如今面对连武魂都没有的凌晨，自觉稳胜，手下败将罢了。凌晨神色淡漠，从未将洪泽当成对手。凌晨，给我受死！洪泽脸色狰狞，眼中爆出杀意。雷鸟武魂召唤而出，洪泽全身环绕雷霆，气息狂暴。凌晨眼神一寒，突然拔剑斩出，行云流水，快到不可思议。剑光如一抹惊鸿，刹那间剑气满乾坤。下一刻，雷鸟武魂崩溃，洪泽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头颅直接被斩了下来，鲜血狂飙，场面死寂。太初门门主脸色巨变，所有太初门长老脸色都是变得极为难看。凌晨，你出手竟如此狠辣！太初门门主狂怒，洪泽是他弟子，倾尽资源培养，却没想到今日洪泽惨死。洪泽敢动杀心，自有取死之道。凌晨走下站台，在太初门众多强者的威压之下，丝毫不惧。太初门厉害，五级宗更强，乃是青州3大宗门之首。凌晨是5级宗圣子，太初门那些老家伙根本不敢拿他怎样。柳嫣然走了过来，与凌晨四目相对，眼神更加担忧。陈哥，武道大会结束之后，跟我一起去柳家吧。柳嫣然轻声开口。嫣然，我会考虑的。凌晨笑了笑，没有多说。柳嫣然的身世，凌晨有所耳闻。当初定下口头婚约，柳嫣然其实没有征求家族同意，只是2人私下约定。他在柳家的父母早就过世了，而且他被放逐在青州，家族对他不管不问，婚事自然没必要征求家族长辈意见。如今柳家3长老既然来了，柳嫣然又觉醒了6星武魂，肯定要回归家族。不过凌晨不太想去柳家，寄人篱下终究不好。家族势力与学院宗门不同，凌晨就算加入柳家，终究是外人，得到的资源培养肯定有限，远不如去大禹学院或者苍兰学院修炼。好，柳嫣然眼波流转，察言观色，猜到了凌晨的心思。很快，下一场比赛开始，柳嫣然的对手正是凌晨。我放弃。柳嫣然没有片刻犹豫，看到对手是凌晨的瞬间，便是宣布放弃。他知道凌晨与苏瑶的仇怨，青州武道大会，凌晨与苏瑶必有一战，柳嫣然不可能与凌晨争。陈哥，你要小心一些。柳嫣然轻声说着，神色凝重。接下来局势已经很明朗，青州武道大会冠军势必在凌晨和苏瑶之间产生。苏瑶一路横扫，没有任何天骄能在他的手里走过一招。此刻万众瞩目之下，凌晨走上站台，苏瑶站在他的对面，嘴角微微扬起，很是得意。我的陈哥哥，想不到你专修剑道还能有如此成就。其实我当初也是迫不得已，陈哥哥，我们可以重修于好的，你就跟在我身边，为我效力可好？苏瑶轻笑，释放出了6尾妖狐武魂，浑身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香味，有强大的精神力释放，营造幻境。6星6尾妖狐武魂可制造幻境，令人防不胜防。凌晨有一刹那的精神恍惚，但很快反应过来，突然斩出一剑，幻境之中的一切瞬间破碎。区区幻境，休想乱我道心！凌晨眼神冰冷，出手绝不容情。苏瑶就是一条毒蛇，凌晨既然看穿了他的真面目，又岂会跟他重修于好？今日凌晨要让苏瑶付出代价，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凌晨，我倒是小瞧你了。苏瑶嘴角扬起一抹冷笑，丝毫不乱，玉指接连点出，劲气激射。他的食指画出一片幻影，恍惚间有飞花飘落。千幻飞花指，苏瑶修炼的玄阶上品武学。灵剑宗当然没有如此强大的武学存在，苏瑶是从慕容秀那里得来。她已经是慕容秀的未婚妻，慕容秀给了她许多好处。玄阶武学的威力远非灵阶武学可以相比。苏瑶天赋极高，修炼千幻飞花指短短1个多月就有所成就，能爆发出不俗的威力。刹那间剑影漫天，
剑气斩来，虚空猎猎作响，飞花凋零，剑气破灭一切。苏瑶发出一道尖叫声，指尖溢出鲜血，无法与凌晨的剑气对抗。剑修就是如此逆天，凌晨连武魂都没召唤出来，以灵纹8重的修为就能压制灵海境的苏瑶。苏瑶脸色惊变，娇躯连连后退，祭出一片金色丝线，如天罗地网，朝着凌晨射杀过来。玄阶极品灵器金蚕断玉丝，慕容秀给他的防身之物。金蚕断玉丝威力极强，催金断玉，金色丝线疏忽而至，在凌晨的瞳孔之中迅速放大。凌晨神色不变，一掌轰出，身边血河环绕，掌心之中3道血纹绽放出一片血光。刹那间，金蚕断玉丝被血河卷入其中，光芒暗淡，遭到腐蚀，无法发挥出威能。苏瑶脸色惨变，正要后退，凌晨身形如鬼魅一般，瞬间到了他的眼前。下一刻，凌晨一把掐住苏瑶的脖子，将其提了起来。苏瑶心中大骇，想要挣脱，但凌晨出手极快，封住了他周身穴道。陈哥哥，饶了我知道错了，当初我不是故意的，都是一时鬼迷心窍。苏瑶眼中有泪花闪烁，楚楚可怜。但凌晨无动于衷。演武场内，全场哗然，各大宗门观战之人心中都是惊讶无比。他们以为苏瑶肯定能以压倒性的优势镇压凌晨，却没想到凌晨直接摧枯拉朽，打得苏瑶毫无反抗之力。此人好恐怖的天赋，这就是剑修的魅力吗？可惜大禹皇朝剑道传承断绝，否则我也要成为剑修。剑道之路谈何容易，有些人练剑一辈子，连剑师境界都无法达到。各大宗门弟子议论纷纷，今日发生一切太过震撼。凌晨，你敢！苏沫突然暴喝一声，眼神阴冷无比。苏瑶代表着灵剑宗的未来，他与慕容秀已经订约，与其成为道侣之后，慕容秀必然会支持灵剑宗的发展。以慕容秀的身份，灵剑宗将会有无比光明的未来，以后取代五极宗，成为青州第一宗门，蒸蒸日上。但若是没了苏瑶，慕容秀绝不可能支持灵剑宗。苏瑶与慕容秀的结合其实就是一场交易。拥有6尾妖狐武魂的苏瑶堪称极品炉鼎，慕容秀只是想借他的身子提升实力罢了。凌晨，你动我嫂子之前可要想清楚了，能不能承受我大哥的报复？慕容光冷笑，眼神倨傲无比。他大哥慕容秀，放眼整个大禹皇朝都是顶级天骄，作为大禹学院圣子，地位举足轻重。凌晨小儿还不放人？贵宾席上，公孙野脸色阴沉，释放出一股恐怖威压，造化境强者带来的压迫感极为可怕。公孙野一直想与慕容秀增进关系，今日将苏瑶救下来，慕容秀算是欠他一份人情。都给我闭嘴！凌晨突然怒喝，冷眼扫视四方，哪怕在造化境强者的威压之下，照样不惧。当日苏瑶与苏沫合谋，吞噬我的是天狐武魂，反污我名声。苏瑶，你欠我的，今日要双倍奉还。凌晨眼中闪过一抹厉色，在苏瑶的体内感应到了熟悉的气息，有一种血脉相连的感觉，那是天狐武魂的本源之力。苏瑶吞噬了凌晨的武魂，却没有彻底将其炼化。凌晨心念一动，瞬间与是天狐武魂产生联系。苏瑶的6尾妖狐武魂当中，有一道血色猛虎虚影缓缓分离出来。是天狐与妖狐武魂终究不同源，而且凌晨的是天狐武魂属于5星当中顶级存在，苏瑶想要强行将其炼化，没有那么容易。此刻是天狐武魂本源被抽出，各大宗门观战之人瞬间明白真相。传闻凌晨因为非礼苏瑶，被苏沫当场废掉武魂，原来都是假的。我一直都觉得此事蹊跷，苏沫不太可能直接废掉凌晨的武魂，原来是让苏瑶吞噬了。怪不得苏瑶的武魂能快速进阶到6星级。演武场内各种窃窃私语声响起。够了！苏沫直接冲上站台，灵海9重境的威势爆发而出。当我不存在吗？华阳身形飞掠而起，如一只雄鹰，瞬间拦住苏沫。滚开！苏沫与华阳大打出手，灵剑宗与五极宗的长老们蠢蠢欲动，眼看要爆发一场大战。凌晨，本座让你放开他。公孙野身形闪烁，不顾身份，直接杀上站台。凌晨眼神很冷，收回是天狐武魂本源之后，苏瑶的妖狐武魂变得很虚弱，跌落到5星层次。凌晨，到此为止吧，我背后有人，再敢动我，你会死得很惨。苏瑶脸色狰狞，虽然他的妖狐武魂被打回原形，但只要武魂还在，就有重新崛起的机会。我说过，要你双倍偿还。凌晨眼中寒芒一闪，催动玲珑塔，刹那间，玲珑塔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吞噬之力。玲珑塔连武圣意志都能吞噬，区妖狐武魂当然也能吞噬。此塔虽然是玲珑女帝所有，但凌晨也是能够使用的。苏瑶突然发出惨叫声，妖狐武魂瞬间崩溃，武魂本源之力消散一空。
他的武魂被废了。一切发生的太突然，毫无征兆，甚至没有人看到凌晨如何出手。玲珑塔挂在凌晨的身上，很隐秘。玲珑塔吞噬武魂的时候，在场之人也无法看穿。我的武魂，这不可能！苏瑶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毫无血色，感觉前方一片黑暗，失去了未来。绝望，彻底绝望。武魂被夺，凌晨经历过的，要让苏瑶也经历一遍。苏瑶不择手段，一心只想往上爬，如今失去了武魂，简直比杀了他还要难受。没有武魂，意味着没有未来。他与慕容秀的婚约也将会成为泡影。没有6尾妖狐武魂，对慕容秀而言，苏瑶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一切都在电光石火之间发生。公孙野赶到站台上的时候，凌晨已经废了苏瑶。此刻，公孙野怒火中烧，杀心大起，直接一拳朝着凌晨的面门轰杀过来，携带恐怖的灵力。造化境强者，势不可挡。小心！华阳脸色巨变，奋力一击，逼退苏沫。就在华阳要来援助凌晨之时，身边的大长老突然动手，将他拦住。大长老，你疯了吗？华阳震怒，没想到大长老如此不顾大局。宗主，我都是为武吉宗考虑。凌晨得罪了公孙野和慕容秀，必死无疑。我武吉宗若要庇护他，就是与大禹学院为敌。大长老沉声道。此刻的大长老心中暗爽，本来他还没办法收拾凌晨，这下好了，凌晨当众废了苏瑶，把公孙野得罪死了，大长老完全有理由出手。三叔，陈哥愿意加入柳家，求你出手救他。柳嫣然心慌意乱，向三长老求助，但三长老摇了摇头，根本就不在意凌晨。柳嫣然快步冲出，想为凌晨助战，但三长老如鬼魅一般，瞬间出现在他身前，将他拦住。嫣然，你天赋不错，应该好好修炼，不可被儿女私情左右。三长老沉声道。柳嫣然心中绝望，感到深深的无力。下一刻，公孙野一拳杀到，凌晨身边环绕的一道血河瞬间被打散，而后凌晨身形暴退，嘴角溢出鲜血。奇怪的是，以公孙野的实力，一拳竟然没能轰杀凌晨，甚至连重创凌晨都没做到。关键时刻，凌晨的玲珑塔散发出一阵温热，守护凌晨不可能。公孙野脸色大变，他堂堂造化境强者，凌晨却连武魂都没有，差距如此悬殊，公孙野想不明白，凌晨凭什么能活下来？此子太过古怪，身上肯定有秘密。此刻，苏瑶瘫软在地，浑身是血，武魂被夺，如血肉剥离，痛苦无比，痛的不仅是身体，还有心。苏瑶心如死灰，怨恨、后悔、不甘，各种负面情绪涌来。他在想，当初若是不利欲熏心，不谋夺凌晨的武魂，他的结局也不会如此。在他心中，利益永远放在第一位，背叛凌晨是畏利，与慕容秀定下婚约也是如此。他悔，他恨，但一切已成定局，无法挽回。失去武魂，他的人生注定一片黑暗。他蜷缩在地，没有人理会他，就连他的亲生父亲苏沫，此刻都没有将他扶起来。他仿佛彻底被世界遗忘。三叔，你若不帮陈哥，我绝不会跟你回家族。柳嫣然突然道。你在威胁我？是。柳嫣然眼神坚定无比，无论如何，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凌晨出事。凌晨能挡住公孙野一击，已经是万幸。公孙野若是再出手，凌晨恐怕很难抵挡。在场只有柳家三长老可以压制公孙野。此子见到实力不俗，但终究没有武魂，我柳家不会要他。一个没有武魂的废人，如何能配得上柳家小姐？嫣然，你天生不凡，与他注定是两个世界的人，千万不要被感情所困。三长老语重心长劝说。柳嫣然是柳家主脉嫡系，只是其父母早亡，无人庇护他。如今他武魂成长到6星，回到家族以后，家族必定重用。三长老其实也不想与他关系闹僵，以凌晨的实力，若想加入柳家，其实完全没有问题。只不过三长老不希望柳嫣然与凌晨来往。凌晨得罪了慕容秀，注定要死。三叔，陈哥若是死了，我也没有必要活在世上。柳嫣然眼神决然。罢了。三长老心中暗叹，看来柳嫣然对凌晨情根深重，只能等以后回到家族再好好敲打了。我可以保他一命，但带他去柳家绝无可能。三长老缓缓道。多谢三叔。柳嫣然欣喜，他也知道凌晨无意加入柳家，只要三长老愿意出手相助，这就够了。说来缓慢，但柳嫣然与三长老都是传音交流，很快便是达成协议。站台上，武吉宗和灵剑宗的长老们爆发混战，太初门也加入进来，一起针对武吉宗。华阳面临极大的压力，大长老还在关键时刻被刺，现在是内忧外患，无力支撑。公孙野眼神阴冷，爆出可怕杀机，再次出手。他就不信
以他的实力，还无法镇杀一个林文静的少年。公孙野，给我一个面子，放他离开。突然间，三长老身形一动，化作一片残影，速度快到不可思议，瞬间出现在公孙野面前。公孙野脸色微变，柳家三长老在大禹皇朝算是顶尖强者，这个面子他不想给也得给。凌晨与柳家应该没有关系吧？公孙野沉声道：没关系，但我要保他，有问题吗？三长老淡淡开口，面无表情。三长老既然出面，我不出手就是，不过其他人我可管不着。公孙野阴沉着脸，你们一群老家伙，若还要为难凌晨，就是跟我柳青过不去。三长老目光扫视全场，神色威严。苏沫气得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柳家三长老柳青在柳家位高权重，且实力极强。柳青既然发话了，就是给苏沫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再动手。太初门门主五极宗大长老同样停止了争斗，场面瞬间安静下来。柳前辈，凌晨废了我嫂子武魂，我要找他算账。以前辈的身份，想必不会管我们年轻人的事情吧？人群中，慕容光站了出来，脸上带着一抹讥讽之色。苏瑶被废了，慕容光若是就这样回去，没法跟慕容秀交代。他要取凌晨项上人头回去交差。你自便。柳青脸色淡漠，凌晨的死活，柳青不关心。他原本就看不上凌晨，只是因为柳嫣然态度过于强硬，柳青才被迫替凌晨出头罢了。嫣然，现在可以跟我走了吧？柳青催促，语气有些不耐。我要看到陈哥安然无恙回到宗门，再离开。柳嫣然语气坚定。够了。柳嫣然，莫要仗着有些天赋就敢放肆。柳青彻底怒了。六星武魂在柳家确实称得上天才，但也不算最顶尖。柳嫣然今日提出的要求太多了。嫣然，你跟他走。凌晨走了过来，温柔一笑。放心，我不会有事。柳嫣然摇头。慕容光耀对付凌晨，他怎能放心离开？凌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谈情说爱？还不速速滚来领死！慕容光暴喝一声，满脸杀气。此刻苏瑶还躺在地上，没有人去扶他，也没有人在意他的死活。慕容光想杀凌晨，也不是为了苏瑶，而是为他大哥慕容秀的脸面。你确定要与我一战？凌晨转身，眼中有一抹森然之意。坐井观天的废物罢了，难道你以为在青州武道大会夺冠就举世无敌了？在我眼中，你如同蝼蚁。今日便让你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天骄。慕容光浑身一震，一道银狼武魂破体而出，散发出强大威压。6星顶尖的银狼武魂，慕容光的天赋称得上惊艳。武魂附体，此刻慕容光爆发出可怕杀机，挥出6道银爪撕裂虚空。银爪是慕容光的武魂天赋，威力极强，他的境界更是达到了灵海5重境，不弱于青州各大宗门的长老。刹那间，6道银色爪引破空杀，来凌晨不动声色，一掌轰出，血河呼啸。万里血河掌，王阶武学展现出恐怖威能，6道银色爪影刹那间崩溃。慕容光脸色一变，银狼武魂显化出的虚影都开始动摇了，体内气血翻涌，一股可怕的腐蚀之力袭来，让他全身开始溃烂。这不，慕容光正要说话，突然感觉脖子一凉，喉咙处爆出一道血线。凌晨一剑挥出，剑气横空，将其斩灭。灵海5重的天骄慕容光刹那间横尸当场。这场面寂静，有寒风吹过，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味。3大宗门的强者全都是目瞪口呆，就连公孙野和柳青都是脸色大变。苏瑶全缩在地上，看到凌晨一剑震杀慕容光，内心狂战，大脑一片空白。他的心中百感交集，有懊悔，有仇恨，还有强烈的无力感。他一直以为失去武魂的凌晨将会沦为废人，不可能追上他的脚步，但事实证明他错了。凌晨依然是那个风采无限的少年，连大禹学院天骄慕容光他都能一剑震杀。苏瑶，你当日背叛废我武魂，可曾想到会有现在？凌晨眼神凌厉，黑发张扬，气势恐怖无比。苏瑶沉默不语，心中怨毒，他恨当初自己夺走凌晨武魂之后没有果断将其击杀。他如今武魂被废，绝望之际，心中却是又诞生了一股希望。凌晨武魂被废，还能重新修炼，他为何不行？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你以为废你武魂就够了吗？凌晨嘴角掀起一抹森然之意，突然一剑斩出。苏瑶眼前寒芒一闪，喉咙瞬间爆出一股血线。你！他眼睛瞪得滚圆，死不瞑目。他以为凌晨废他武魂，让他活在痛苦当中，不会要他性命。没想到凌晨还是杀了他。远处柳嫣然美眸泛着异彩，这是他喜欢的男人，永远那么惊艳，
没有人能掩盖他的光芒。当他羽翼丰满，展现武魂之威，恐怕整个大禹皇朝都要为之风云色变吧。凌晨，你可知道你杀的人是谁？公孙野眼神阴冷，杀意无法掩饰。苏瑶死了，公孙野当然不在乎，但慕容光身份不一般。慕容光是慕容秀一母同胞的弟弟，从小极为宠爱。得知此事以后，慕容秀恐怕会疯狂。无论是谁，他想杀我，便该死。凌晨懒得搭理他。此刻，凌晨察觉到了玲珑塔的异动。玲珑塔散发出一股温热，其内第二层空间开始震动。凌晨记得玲珑女帝说过，玲珑塔是封印状态，上次吸收武圣意志，玲珑塔的封印有所松动。在太仓秘境的时候，玲珑塔吸收了部分血河，如今还吞噬了苏瑶的武魂本源。区区妖狐武魂本源对玲珑塔而言当然不算什么，但算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以武圣意志为基础，加上血河和武魂本源，玲珑塔吞噬了诸多力量。第二层的封印终于动摇了凌晨的意识，进入到了玲珑塔内部空间，突然看到一只紫色的猫爪伸了出来。凌晨脸色微变，猫爪？什么鬼？小小的紫色猫爪释放出一股恐怖的威压，比造化境的公孙野还要恐怖。前辈，这猫爪是什么情况？凌晨试图呼唤玲珑女帝，但没有得到回应。小家伙，不要找前辈了，他很忙的。突然间，凌晨识海之中传来一道稚嫩的女子声音：“你是谁？”凌晨心中惊讶，似是想到了什么。天幻猫妖，就是我了。女子声音再度传来，说话之际还动了动猫爪。天幻猫妖，凌晨暗道自己的猜测没错，果然是猫咪在跟他说话。紫色的猫爪看起来很可爱的样子，但凌晨很警惕，毕竟不知道天幻猫妖的深浅。若她是一个老妖婆，想谋财害命，凌晨怕是无法抵挡。你是玲珑女帝前辈的宠物？凌晨问道。人家才不是宠物。天幻猫妖哼哼道。那你为何会在玲珑塔第二层？别问那么多了，小家伙，多吞噬一些武圣意志，我很快就能出来了。到时候谁欺负你，我可以帮你打架。紫色猫爪挥了挥，凌晨嘴角抽了抽，武圣意志可不是什么大白菜，不是每一座武圣雕像当中都蕴含武圣意志的。五级宗先祖或许与大禹武圣有些联系，否则五级宗供奉的雕像之中不可能存在武圣意志。没有武圣意志的话，强大的武魂本源也是可以的，还有鱼类妖兽也可以，都能助我提升实力，破开玲珑塔第二层封印。天幻猫妖又道。猫前辈，这需要时间。凌晨担心天幻猫妖出来以后，直接一巴掌就把他拍死了。不知道天幻猫妖的根脚，凌晨哪里敢把它放出来。小家伙，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你这么好看，我可舍不得欺负你。天幻猫妖似是猜到了凌晨的想法，急忙传音。这还是日后再说吧。凌晨收回精神力，直接结束了聊天。精神力传音只是一瞬间发生，此刻公孙野杀气滔天，欲亲自动手镇杀凌晨。公孙野，你当我不存在吗？柳青脸色阴沉，公孙野竟然还想对凌晨出手。柳青，你应该知道此子保不住，相反你还要承受慕容秀的怒火，如此做法对你柳家有何好处？慕容秀黄口小儿罢了，我会惧他。柳青轻蔑一笑，大禹学院确实强大，但柳家也不是软柿子。柳青在外行事，绝不能丢了面子。而且柳青对凌晨的看法已经改变。凌晨击败苏瑶的时候，柳青还没有如此动容。苏瑶毕竟只是刚刚达到灵海境，而且武魂并不稳。但凌晨镇杀慕容光，在没有武魂的状态下能有如此壮举，简直恐怖。放眼大禹皇城，能做到的人都不多。柳青怀疑凌晨的身上有秘密，或许他的武魂已经恢复，也未可知。无论如何，柳青今日必须将凌晨保下来。很好，柳青，今日之事我会如实告知慕容秀。公孙野冷哼一声，转身离去。柳青深深看了凌晨一眼。你若愿意加入柳家，可以成为柳家内堂弟子，以后表现出色，有机会迎娶柳家嫡系小姐。柳青眼中有一抹期待之色，开出了不俗的条件。外姓之人加入柳家，能直接成为内堂弟子的并不多。抱歉，我暂时没有去柳家的想法。凌晨抱了抱拳，郑重道。柳青的眼神让凌晨心中不安。若是去到柳家，凌晨担心柳家派人研究他的武魂，对他不利。倒不是凌晨不信任柳嫣然，而是不想立于危墙之下。去柳家并非明智之举，以后若想好了，柳家随时欢迎你。柳青摇了摇头，眼中难免失望之色。他承认自己之前看走眼了。如果柳青一开始就拉拢凌晨，而不是心存轻视，或许凌晨的态度会有所不同。陈哥，保重。柳嫣然眼神黯然，虽然心中不舍，但也理解凌晨的选择。凌晨的身上
秘密太多。家族势力与宗门、学院不同，凌晨若真去了柳家，那就身不由己了。柳青带着柳嫣然祭起灵气，御空离去。武道大会落幕，苏沫眼神怨毒无比，带着灵剑宗的高层离去。这一届武道大会由灵剑宗主办，夺冠之人奖励一件玄阶灵剑赤阳剑。赤阳剑可是灵剑宗的镇宗之宝，却白白送给了凌晨。苏沫当然不想给，但青州武道大会各大家族在场，还有许多二流宗门在场见证。灵剑宗要是不给奖励，恐怕沦为青州笑柄。此战灵剑宗可谓损失惨重，好不容易攀上了大禹学院的关系，如今彻底成了一场空。凌晨，我不会放过你的。苏沫眼神冰冷，怒火冲天。不过柳青有言在先，华阳也极力保护凌晨。苏沫现在想动凌晨根本不可能。各大宗门强者陆续离开，凌晨在华阳的护送之下回到武极宗。一路上大长老面色阴沉，虽然没有再动手，但谁都能看出来武极宗内部矛盾激化，山雨欲来。当晚华阳来到圣子殿与凌晨谈话。凌晨，你要尽快离开武极宗，去苍兰学院。华阳面色凝重无比。若凌晨只是得罪了灵剑宗，武极宗可以替他遮风挡雨，但大禹学院不同。凌晨斩杀慕容光，其大哥慕容秀的报复恐怕很快就会到来。宗主建议我去哪里？凌晨问道。去苍兰学院，只有苍兰学院可以扛住慕容秀的压力。以你的剑道实力，成为苍兰学院的弟子并不难。凌晨点头，苍兰学院是大禹皇朝第二学院，能够与大禹学院抗衡，确实是不错的选择。我亲自带你去苍兰城。华阳肃然道。宗主不必劳烦了，我自己去就好。不行，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华阳坚持，凌晨没有再拒绝。在华阳看来，以凌晨的天资，未来的大禹皇朝必定有他的一席之地。与凌晨结下善缘，其实就是在投资。华阳一直相信自己的眼光，既然选择了全力培养凌晨，那就一条路走到底。当晚，华阳带着二长老、四长老、五长老诸多武极宗高层亲自护送凌晨离开。此行华阳极为重视，派出的武极宗强者很多。华阳担心灵剑宗苏沫派强者来截杀凌晨，不得不防。如今凌晨绝对是苏沫的眼中钉、肉中刺。不过苏沫恐怕也不会想到华阳如此迫不及待，武道大会刚结束就带凌晨连夜离开青州。夜色深黑，青州城郊外一处偏僻的密林上空，华阳、凌晨以及武极宗的众多高层御空飞行。突然间，身后有破空之声传来，一道道身影冲出，有15人，速度极快。其中赫然有一位造化境的强者公孙野，此外还有武极宗大长老。公孙野身形如电，眨眼之间便是拦住了凌晨一行人的去路。跟造化境的强者比速度，林海境肯定完败。华阳脸色惊变，没想到他一直在防范灵剑宗，出问题的反而是武极宗内部。是谁泄露了我的行踪？华阳冰冷的眼神扫视周围众人，却见五长老走到了大长老身边，嘴角带着一抹冷笑。华阳，你与公孙前辈为敌，注定不会有好下场。所谓良禽择木而栖，你也不要怪我。好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华阳震怒，五长老一直是他的心腹，曾经还是生死兄弟，一起浴血拼杀过。华阳没想到背叛他的人竟然是五长老。若非五长老泄露行踪，暗中与大长老联系，大长老不可能这么快追过来。一个大长老倒也罢了，关键是公孙野还没走。大长老竟然联系上了公孙野，想借公孙野的手除掉凌晨和华阳。白天武道大会结束之后，公孙野不过是假意离开。柳青走了，没有人庇护凌晨，公孙野可以肆无忌惮。小小的青州城，没有人可以拦他。杀！公孙野没有多说，眼中爆出恐怖杀意，只想取凌晨的项上人头。走！华阳带着几个心腹长老为凌晨殿后。凌晨没有犹豫，记起赤阳剑，破空离去。公孙野立刻追了过来，如一头猎鹰，嗅觉敏锐无比，锁定了凌晨的契机。公孙野的目标只是凌晨，至于华阳的性命，他根本不在乎。凌晨离开，华阳反而是安全的。以大长老的实力，还无法战胜华阳。群山之上，凌晨急速飞行，释放出一条血河，阻拦公孙野去路。公孙野眼中闪过凶厉之色，对凌晨极为忌惮。凌晨打出的血河携带着惊人的腐蚀之力，如此强大的武学，连他都没有见过。公孙野可以肯定，凌晨身上有秘密，很可能有莫大的机缘。只要斩杀凌晨，他就能得到凌晨身上的所有宝物，甚至有机会得到凌晨施展出的血河武学。小家伙，别跑了，我帮你打死他！突然间，凌晨识海当中传来一道稚嫩的女子声音。玲珑塔第2层内，一道紫色猫爪伸了出来，
散发出强大妖气。猫前辈，你真有能力杀他？凌晨皱眉。天幻猫妖给凌晨的感觉很强，但凌晨现在并不想把它放出来，总感觉天幻猫妖很危险的样子。废话，区区造化镜跟虫子没有什么区别。小家伙，玲珑塔第2层的封印还没彻底开启，我现在也没办法出来，只要你找机会靠近公孙野，我就能打死他。天幻猫妖语气坚定，猫爪不断挥动，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渴望战斗。好，凌晨眼中寒芒一闪，造化镜想杀他照样要付出代价。下一刻，凌晨骤然转身，施展出凌波步法，脚踏虚空，一剑斩出。赤阳剑属于玄阶灵气，凌晨得到它还没多久，就将其炼化成功。有了玄阶灵气，配合凌晨的御风剑诀，可以发挥出惊人的威力。剑师境界，一剑出，剑气横扫3000里，绝非开玩笑。凌晨还没达到剑师巅峰境界，但释放出的剑气也足够惊人。找死！公孙野眼中寒芒爆闪，感觉遭到了严重挑衅。凌晨区区一个灵文境，还敢跟他正面一战？当他造化境的修为是摆设吗？造化境体内的灵力浓郁程度远超凌晨100倍不止。一套狂暴的掌法施展而出，公孙野的头顶上空浮现出了一只大鸟，那是他的青翼灵鸟武魂，赋予公孙野极快的速度，且能够掌控风的力量。公孙野一掌出，卷动狂风，虚空发出呜呜声响，骇人无比。凌晨释放出的剑气尽数被狂风吹散。与此同时，一条血河席卷而来，公孙野早有准备，双掌不断轰出，卷动一片风暴，将血河冲散。万里血河掌作为王阶武学，威力当然恐怖，但凌晨的境界与公孙野差距太大。此刻，凌晨和公孙野还是有一段距离，无法近身。差一点，还差一点，小家伙，加油啊！天幻猫妖热切无比，凌晨几乎可以脑补出他在玲珑塔第2层空间挥舞猫爪，急不可耐的场面了。这只猫是真的很想打架啊！凌晨咬了咬牙，直接祭出藏天剑。藏天剑外观平平无奇，闪烁着淡淡色血色光芒，并没有多么强大的灵气波动散发出来，以至于只看外表的话，藏天剑连灵气都算不上，就是一把凡铁。笑话，一把破铜烂铁，还想跟我斗？公孙野狞笑，掌风呼啸而来，狂暴无比。凌晨挥剑斩出，藏天剑划过一道血色光芒，漫天狂风突然消散。公孙野脸色一变，青翼灵鸟武魂提名，凝聚出一道风之屏障，将其护住。不知为何，在凌晨的剑下，公孙野感受到了强烈危机。刹那间，血色剑芒斩出，风之屏障直接裂开，而后公孙野的脑袋直接被斩了下来。造化镜陨灭。凌晨愣住了，他原本只想靠近公孙野，然后给猫猫机会的，却没想到凌晨自己就终结了一切。藏天剑这么强的吗？凌晨人麻了，同时产生了强烈的虚弱感。藏天剑确实很强，只一剑几乎抽空了凌晨体内的所有灵力。喵！玲珑塔之内，天幻猫妖气的浑身炸毛了。他还没动手呢，为何敌人就死了？小家伙，你现在就能使用藏天剑了吗？太离谱了吧！天幻猫妖知道藏天剑的可怕，此剑不是谁想用就能用的。凌晨区区灵文境就能展现出藏天剑的威能，属实妖孽。猫前辈，你也认识此剑？这到底是什么品级的剑？凌晨追问。现在的你太弱了，还没资格知道。玲珑塔当中，天幻猫妖一双猫爪环抱胸前，哼了哼，心情不太好。原本还想展现实力，嘎嘎乱杀，让凌晨惊叹他的强大，但机会就这样错过了。猫前辈，还有五级宗大长老，可能需要你帮忙处理一下。凌晨传音道。不去，区区灵海境，不配让本喵动手。天幻猫妖直接把猫爪缩了回去。凌晨无语，要不是刚才那一击抽空了凌晨大部分灵力，他现在就杀回去了。不过话说回来，以凌晨的武魂强度，吸收丹药修炼的效率很高，可以快速恢复灵力损耗。当下凌晨双膝盘坐，连续服下10颗极品玄灵丹，体内灵力顿时爆发，如井喷一样。至尊神龙武魂显化而出，凌晨凝聚灵力的速度极快，短短一炷香的时间过去，灵力就恢复的差不多了。与此同时，凌晨的境界突破到了灵文9重。小家伙，你需要尽快吸收龙血，否则你的至尊神龙武魂就废掉了。识海当中再次传来天幻猫妖的声音。凌晨皱了皱眉，询问他何意。至尊神龙武魂是顶级武魂，而你现在发挥出的威力连7星级武魂都不到，你的武魂若是一直无法成为完全体，影响你的未来，明白吗？天幻猫妖解释道。凌晨点了点头。猫前辈，请问什么才是完全体？什么猫前辈？
我很老吗？叫我尊贵的阿紫小姐。天幻猫妖哼了哼，对凌晨的称呼并不满意。这……凌晨脸色尴尬，感觉这称呼有点怪怪的，太长了。要不还是叫阿紫吧？凌晨试探性问道。随便你啦，记住，当你能凝练出100条龙纹的时候，至尊神龙武魂就算完全体。闻言，凌晨愣了一下。龙纹？他现在1条都没有。笨蛋，你体内的神龙之力可以用来凝练龙纹，你还没有龙纹，那是因为你的神龙之力太弱了。总之，尽快去找龙血吧，本小姐要睡觉了。阿紫说完，主动关闭了聊天。凌晨恢复了状态，直接去找华阳。密林之中，华阳还在跟大长老激战，双方均势。大长老拉拢了10多位长老，都是灵海境的存在，但华阳的战力极强，身边的心腹长老也不少。看到凌晨出现，大长老大吃一惊。凌晨没有任何废话，祭出赤阳剑，一剑斩出，剑气扫射而出，一条血河出现，携带惊人的腐蚀力量袭向大长老。大长老正在与华阳交战，受到牵制，血河横空而来，大长老发出惨叫声，浑身开始溃烂。随后一道剑芒斩来，直接破开大长老的护体灵甲。华阳一掌震碎其心脉。大长老死！剩下的那些长老一个个惊骇莫名，此刻的他们群龙无首，心中都有畏惧之意。公孙野出手都没能斩杀凌晨，大长老一脉的人实在无法理解。公孙野人都没了，反倒是凌晨出现在他们面前，助华阳强势镇杀大长老，彻底奠定局势。愿意臣服者不杀，负隅顽抗者杀无赦。华阳说话间散发出恐怖的气势。树倒猢狲散，大长老没了，其他长老根本不敢造次。五长老反应最快，直接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宗主，都是大长老逼我的。五长老正在说话，华阳直接一掌轰了下来，将其脑袋拍碎。对于叛徒，华阳绝对无法容忍。对大长老一脉的其他人，华阳却是没有下杀手。他们都是5级宗高层，若是一下子全部杀了，有损5级宗底蕴。不过他们曾经是大长老的人，华阳就算不杀他们，以后也不可能重用。凌晨，公孙野呢？他不是在追杀你吗？华阳面色凝重，不知道，突然就不见踪影了。凌晨摊了摊手，他当然不可能明说是他杀了公孙野。区灵文镜斩杀造化境大能，说出去恐怕没人相信，而且可能惹来麻烦。华阳深深看了凌晨一眼，知道凌晨不愿多说，他也不好再问。既如此，我继续护送你去苍兰学院。宗主，我一个人去就好，5级宗还需要你来坐镇。凌晨沉声道。华阳思虑片刻，郑重点头。眼下5级宗内乱，他若是不在宗门镇守，5级宗还真有可能出乱子。宗主，今日护送之恩，晚辈铭记于心。凌晨抱了抱拳，大步离开。华阳对凌晨不错，在5级宗，凌晨也享受到了很好的资源待遇。现在的凌晨还无法回馈宗门，只能等以后了。记起赤阳剑，凌晨踏空而行，在群山上空飞驰眺望远山。凌晨眼底深处闪过一抹寒芒。青州，灵剑宗，我凌晨迟早要杀回来。凌晨与灵剑宗的仇怨还不算完。苏瑶是死了，但苏沫还活着。接下来凌晨要尽快找到龙血，提升实力，再找苏沫讨回血债。大禹皇朝，苍兰城内行人络绎不绝。苍兰学院坐落于苍兰城郊外，乃是大禹皇朝的第2学院。曾经苍兰学院的底蕴可以与大禹学院比肩，现在也不差多少。凌晨斩了慕容光，自然不可能去大禹学院自投罗网。苍兰学院是最好的选择，如果学院当中能找到龙血的话，那就再好不过。龙血珍贵，整个大禹皇朝恐怕都没多少，苍兰学院毕竟是顶尖学院，或许会有龙血储存。凌晨来到苍兰城郊外，眼前是一片连绵群山。苍兰学院坐落于群山深处，凌晨御剑而行，很快便是到了学院主峰。山门口有一排苍兰学院守门弟子，气息皆是不俗，大部分都是年轻的灵海境。来者何人？一位守门弟子站了出来，扫了凌晨一眼，神色淡漠。凌晨灵文9重境，放在苍兰城来看，算不上妖孽。苍兰学院弟子15岁之前突破到灵海境，才能称得上天骄。青州5级宗凌晨想加入苍兰学院。凌晨表明来意，我苍兰学院1年1度的考核时间已经过了，除非是大禹皇朝出名的天才人物，否则学院不会单独为你开设考核。守门弟子眼神轻蔑，连连摇头，心想每年都有自命不凡的人，以为能搞特殊，不到灵海境，学院不会专门考核你的，滚吧！笑死了，学院考核时间都过去了，你还妄想加入学院，自己有多少斤两，心里没点数吗？
几个守门弟子讥笑连连。作为苍兰学院弟子，他们在凌晨的面前很有优越感。我很强的，你们若不信，可以让学院长老过来一试。凌晨正色道。闻言，一群守门弟子都愣了一下，随后哄堂大笑。强？林文静能有多强？青州那种小地方出来的人，真是井底之蛙，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不到林海境也敢说强？小子，你哪里来的自信？各种讥讽声传来，凌晨脸色沉凝，转身离去。苍兰学院是不错的选择，但凌晨也并非一定要加入苍兰学院不可。大禹皇朝还有很多不错的宗门学院，以凌晨的天赋选择一方宗门加入并不难。小家伙，别忙着走，这里有龙血的。玲珑塔内，天幻猫妖阿紫突然传音：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凌晨并未回头，就算苍兰学院有龙血，又能如何？偌大的大禹皇朝，凌晨就不信还找不到一份龙血了。留步！突然间，苍兰学院内一位灰袍中年男子快步走来。看到凌晨的瞬间，他的眼中闪过一抹微不可察的寒芒。年轻人，我可以专门为你进行一次考核。灰袍男子笑了笑，眼中有期待之色，态度跟那几个守门弟子完全不同。凌晨心中诧异，自己并未见过灰袍男子，而他似是很看好凌晨。马长老，此人区区林文静，值得您亲自考核他吗？一位守门弟子走上前来，心中嫉妒。本座行事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灰袍男子脸色一沉，释放出一股可怕气势，赫然是一位造化境强者。前辈打算如何考核？凌晨停了下来。很简单，你跟我来。马长老在前面带路，凌晨走入苍兰学院，不多时看到了一口铜钟，敲响铜钟，就算你过关。马长老笑了笑，铜钟很重，而且还有阵法的加持，年轻弟子想撼动铜钟并不容易，释放你的武魂吧。马长老眼中闪过一抹金光，似是对凌晨的武魂很好奇。敲响铜钟并不需要武魂，凌晨淡淡道，他的至尊神龙武魂不想暴露出来。狂妄小子，马长老愿意给你机会，那是马长老大度，你还敢如此无礼？不用武魂就能撼动铜钟？你以为你是谁？依我看，这小子是武魂品级太低，不好意思展现出来。几个守门弟子凑了过来，满脸戏谑之意。凌晨脸色难看，这些苍兰学院弟子就跟苍蝇一样恶心，他们想在凌晨的身上找优越感。凌晨若是展现风华，他们脸上的表情恐怕会很精彩。小家伙，其实我可以帮你伪装武魂的。阿紫突然传音过来。闻言，凌晨心中大喜，至尊神龙武魂是他的底牌，如果能伪装起来，以后行事就方便了许多。请前辈出手相助。凌晨回应道。那就伪装成猫咪武魂吧。玲珑塔空间内，凌晨看到了一只紫色的小猫爪晃来晃去，下一刻，凌晨感应到一股神秘的力量进入体内，影响到了他的至尊神龙武魂。武魂的威力倒是没有减弱，跟之前没有多大的区别。小家伙，你现在试一下召唤武魂。阿紫嘻嘻一笑，发出喵喵的叫声，很欢乐的样子。好。凌晨心念一动，召唤出武魂，不再是血色巨龙，而是一只紫色的小猫咪。阿紫估计是以它为模板创造出来的武魂形象。凌晨感觉很神奇，不知道阿紫如何做到的。阿紫很神秘，实力更是逆天。谢了。凌晨心情不错，伪装出来的小猫咪武魂散发出的气息不强，仅仅3星级。3星武魂放在青州城都只能说是平平无奇了，在苍兰城更加平庸。看到凌晨的武魂，马长老皱了皱眉。凌晨身边那些苍兰学院的弟子更是发出各种讥笑声。我还以为有多强的武魂，原来只是区区3星级。3星猫咪武魂，林文静修为，妄想成为苍兰学院弟子，可笑。井底之蛙是这样的，或许他真的认为自己很强吧。守门弟子们很喜欢看乐子，各种议论，场面嘈杂。肃静。马长老挥了挥手，人群很快安静下来。凌晨，你可以开始了。马长老指了指身边的铜钟。凌晨收了武魂，一拳轰出，体内灵力宣泄而出，隐隐间还有一股神龙之力。敲响铜钟，考验的无非就是力量。凌晨的境界不高，但体内的神龙之力恐怖无比。一拳轰出，铜钟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在场所有苍兰学院弟子都是大惊失色。刹那间，铜钟碎裂。凌晨一拳不仅敲响了铜钟，更是直接将其打爆。历年来，参加苍兰学院考核的弟子很多，其中优秀者无非就是连续敲响铜钟达到3次就算出类拔萃了。如今凌晨的成绩让人无语，历年的考核当中恐怕都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马长老眼中闪过一抹隐晦的寒芒，开口说道：年轻人天赋不错，若能通过第2关的考核，
就是我苍兰学院正式弟子了。凌晨点了点头，对第二关的考核方式有些好奇。马长老，这童中是不是出现了问题？这小子区3星武魂，怎么可能一拳打爆童中？有弟子上前质问。凌晨的表现太过惊人，他们无法相信。你自己做不到，不代表别人做不到。凌晨负手而立，神色淡漠。你……守门弟子脸色涨红。理论上来说，童中不会有问题，只是他不想承认罢了。凌晨的天赋远远比他优秀。凌晨的身后突然有一道身影走来，是一位衣衫褴褛的中年男子。他蓬头垢面，身上散发出一股臭味，手里拿着一个酒葫芦，腰间配着一把长剑。刚才童中碎裂，动静很大，此人应该是被吸引过来的。他盯着凌晨，似是很感兴趣。小家伙，我看你骨骼清奇，天生就是剑修的好苗子，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凌天剑门？男子一边说话一边喝酒，脸上的表情很是享受，仿佛他喝的是琼浆玉露。凌天剑门，凌晨眼珠子转了转，并没有听过凌天剑门的名号。既然以剑门为名，应该是一个剑道宗门。凌晨还算有些兴趣，但相比之下，肯定苍兰学院更好。前辈好意，晚辈心领了，但我正在进行苍兰学院考核。凌晨婉拒。无妨，无妨。中年男子蹲在大门口，继续喝酒。剑痴，你凌天剑门拉人来我苍兰学院是什么意思？马长老脸色阴冷。凌天剑门曾经在大禹皇朝算是一方大势力，可惜早已没落。如今的凌天剑门弟子数量恐怕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大禹皇朝剑道传承断绝，凌天剑门是学剑的地方，没有完整的剑道传承，如何能够兴盛？怎么，你不服气过来与我打一场啊？中年男子嗤笑，眼神轻蔑。他外号剑痴，早年间横行大禹皇朝，罕逢敌手，以至于人们逐渐忘记了他本来的名字，只记得大禹皇朝有个剑痴，乃是一位剑道大能。在剑道传承断绝的情况下，剑痴能够在剑道上有所成就，天赋堪称惊艳。闻言，马长老满脸怒容，却没敢动手。凌天剑门没落了，但不代表剑痴不行。剑痴的实力，放眼整个大禹皇朝都是一流层次。小家伙，或许你应该去凌天剑门。凌晨的识海中传来阿紫的声音。前辈了解凌天剑门？凌晨心中问道。不了解啊。阿紫挥了挥小猫爪，很是可爱，但这个酒鬼实力不错，是一位剑尊。闻言，凌晨眼睛一亮。剑尊在大禹皇朝，剑师都算罕见了。凌晨就是年轻剑师，剑道天赋惊艳。剑师之后是剑宗，然后才是剑尊。凌晨想在剑道上更进一步，只是苦于没有剑道传承，没有名师指点。剑宗放眼大禹皇朝，绝对算是剑道强者，剑尊更是凤毛麟角。阿紫前辈，你如何能确定他是剑尊？凌晨又道。很简单啊，剑尊可以释放剑势，我隐约可以感应到他无形中的剑势存在。阿紫淡淡道。凌晨点了点头，剑势对现在的他而言还太遥远了。凌晨可以释放剑气，拥有极强的杀伤力，但剑气的威力也还没有达到顶峰。至于剑势，则是属于另一个层次的存在。凌晨很快就能进行第二关考核了，你等一下。马长老冷着脸去到内院，不多时牵来一只妖兽铁甲蛟龙，一股凶戾之气散发而出。铁甲蛟龙眼眸血红，有着嗜血之意，气息很恐怖。蛟龙在大禹皇朝之中属于比较罕见的妖兽。昔日凌晨在五级宗参加宗门会武，冠军奖励就是一滴蛟龙血。蛟龙血很珍贵，眼前的铁甲蛟龙血脉很强，对凌晨的武魂应该会有帮助。阿紫前辈，这条蛟龙如何？不太行，血脉太差了，不过聊胜于无吧。阿紫声音慵懒。凌晨眨了眨眼睛，阿紫的眼界还挺高。蛟龙终究不是真正的巨龙，龙血有差距是很正常的。在铁甲蛟龙的攻击之下，坚持1炷香的时间，你就算通过了考核。马长老淡淡道。明白。凌晨眼中燃烧着战意，与铁甲蛟龙大战算是一次极好的磨练机会。在场那些守门弟子看到铁甲蛟龙出现的瞬间，眼中都是露出畏惧之色。铁甲蛟龙无形中散发出的威压让他们心胆皆寒。以前不是跟猛虎对战就行吗？为何现在换成蛟龙了？马长老竟然特意提高了考核难度。有几个守门弟子窃窃私语，眼中的畏惧之色无法掩饰。凌晨并不在意，与铁甲蛟龙对战正合他心意。吼！刹那间，铁甲蛟龙发出了一道龙吟声，撼动天地，可怕的龙威释放而出。灵海境，凌晨以灵文境修为，想要战胜铁甲蛟龙，难度很高。此刻，铁甲蛟龙眼眸血红，充斥着嗜血的杀意，似是处于狂暴状态。刹那间，铁甲蛟龙化作一道黑影杀了过来，速度快到极致。
一条粗大的龙尾横扫而来，几乎要撕裂虚空。凌晨不惧，拔出赤阳剑，一剑斩出，虚空中画出一片残影。一念起，剑气生，剑气扫荡之下，铁甲蛟龙发出一道怒吼，黑色的鳞片上竟然破开一道剑痕。铁甲蛟龙向来以防御著称，想要破开它的鳞甲防御，谈何容易？就算林海境强者出手，都未必能压制铁甲蛟龙。而凌晨只出了一剑，剑师，他竟然是剑师，好年轻的剑师！大禹皇朝剑道传承不是断绝了吗？他为何还能修炼到剑师境界？恐怖如斯！一众守门弟子震撼到麻木了。那些之前嘲讽凌晨的人，此刻脸上都是火辣辣的，颜面无存。有人嘲笑凌晨只是井底之蛙，而他们口中的井底之蛙，天赋却远在他们之上。如此年轻的剑师，在大禹皇朝堪称凤毛麟角。坐在地上喝酒的剑痴突然喷出一口酒水，眼睛瞪得滚圆。这家伙竟然真的是剑道天才，捡到宝了！剑痴狂喜。他之前说凌晨骨骼清奇，是练剑的好苗子，不过是信口胡诌。这番话他不知道跟多少年轻人说过，但最终愿意来凌天剑门的没几个。他没想到凌晨不仅是剑修苗子，还达到了剑师境界。不远处，马长老见状，眼中闪过一抹冷电，蕴含杀机。铁甲蛟龙吃痛，眼中一片血红，更加狂暴，发出震天龙吟声，再度杀了过来。小家伙，这铁甲蛟龙吃了废血丹，不要跟他硬拼。剑痴突然说道。凌晨脸色微变，他一直觉得铁甲蛟龙不对劲，没想到这蛟龙竟然嗑药了。只是一场考核，马长老却给铁甲蛟龙喂药，其心可诛。以铁甲蛟龙的实力，就算不嗑药，给新入门的弟子提供考核完全够了。多谢前辈告知。凌晨语落，挥动赤阳剑，斩出一片剑影。众人只见白光一闪，下一刻，铁甲蛟龙一只龙爪直接被斩了下来，鲜血如注。铁甲蛟龙痛苦无比，散发出一股狂暴凶戾之气，眼神仿佛要杀人。吃了废血丹，铁甲蛟龙一直处于狂暴状态，杀心很重。遭到重创的铁甲蛟龙更是愤怒无边。吼！龙吟之声响彻天地，铁甲蛟龙突然腾空而起，仅剩的一只龙爪震杀下来。小家伙，不要硬来，随我去凌天剑门吧，区苍兰学院，不带也罢。剑痴说话之间就要出手将凌晨救下。铁甲蛟龙攻势太猛，在废血丹影响之下，几乎丧失了理智。剑痴可不想看到一个剑道好苗子惨死在龙爪之下。凌晨没有说话，刹那间，手中赤阳剑化作9道剑光横空掠过。凌晨体内一股神龙之力悄然爆发，这一剑的威力达到了极致，一时间剑气如虹。吃了！下一刻，铁甲蛟龙发出一道惨嚎，肉身直接被拦腰斩断。防御再强，在凌晨的剑下照样不堪一击。以神龙之力加持剑道，凌晨完全可以跨越大境界震杀铁甲蛟龙。放肆！敢杀我苍兰学院豢养的妖兽，找死！马长老眼神阴狠，突然抱起，放出一根毒针，急速破空而来。小心！剑痴脸色一变，没想到马长老如此不要脸，身为造化境，竟然对一个灵文境少年下手。马长老眼中满是杀意，出手毫不留情，明显想要凌晨的命。就算凌晨杀了铁甲蛟龙，马长老也不该动杀心。他想杀凌晨，恐怕另有原因，铁甲蛟龙的死只是借口罢了。毒针破空而至，快到不可思议。马长老显然早有预谋，铁甲蛟龙刚死，毒针几乎同时杀出。剑痴拔出一把木剑，一剑斩出，刹那间剑气如海潮一般狂涌而来。毒针在凌晨的瞳孔之中不断放大，关键时刻，玲珑塔散发出温热，将那毒针汲取进来。毒针看着像是进入凌晨体内。马长老大喜，但他脸上的表情很快就僵住了。他感应不到毒针的存在了，所有联系都被切断。而且凌晨毫发无伤，毒针压根就不在他的体内。剑痴一剑扑空，有些愕然，以他的眼力都没看出来毒针如何消失的。凌晨，你敢杀铁甲蛟龙，本座要将你送到执法殿接受审判。马长老很快恢复镇定，取出苍兰学院传讯灵器，通知执法殿长老，这里是苍兰学院，在他的地盘，想弄死凌晨还不是轻而易举。铁甲蛟龙在苍兰学院豢养的妖兽当中，确实算是比较强的。死了一头蛟龙，此事可大可小。老狗，你若不给铁甲蛟龙下药，他也不会死。慕容秀让你来杀我，你本可以直接动手，但你偏要以考核为名，借铁甲蛟龙之手杀我，手段如此卑劣，你这种货色还有脸当苍兰学院长老？凌晨心如明镜，瞬间猜到了一切。马长老必然是受慕容秀所托，要他的命。
凌晨的仇家只有苏沫和慕容秀，以苏沫的能耐，估计无法请动马长老。胡说八道！马长老否认，脸色阴沉到了极点。来人，给我拿下他！马长老一声令下，在场10几个守门弟子一动不敢动。开什么玩笑？凌晨连铁甲蛟龙都能镇杀，让他们拿下凌晨，那是送人头。马长老骂了一句废物，亲自动手打出恐怖的一拳，体内灵力暴动。马长老不知道毒针怎么消失的，但他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堂堂造化境，如果还不能镇杀林文静，可以去找块石头撞死了凌晨是我剑痴看上的人。剑痴眼中寒芒一闪，手中木剑展出，刹那间可怕的剑气形成一道气浪破空而来。马长老脸色一变，剑痴，你应该知道这里是苍兰学院，容不得你放肆。马长老自身的实力绝非剑痴对手，但他已经通知执法殿长老，有恃无恐。小家伙，我忍不住了，好痒啊！这老东西敢欺负你，我帮你打死他！玲珑塔内，阿紫挥动猫爪，突然气息大涨。马长老刚杀过来，虚空中突然有一记小小的猫爪飞出，只是一道猫爪虚影，小巧玲珑，很不起眼，不仔细看的话根本就无法察觉到。轰！下一刻，马长老的脑袋炸裂开来，鲜血溅射一地。凌晨愣住了，不是，天幻猫妖说动手就动手，凌晨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而且天幻猫妖的实力有些离谱，猫都没出来，只是凝聚出一道猫爪虚影，就秒了一位造化境强者。凌晨对玲珑塔的来历更加好奇了。玲珑塔第2层的天幻猫妖实力就如此恐怖，更高层次的存在无法想象，第9层的玲珑女帝更是传说中的地境大能。小家伙，放我出来，我手痒，我要嘎嘎乱杀！阿紫传音，声音急切无比。凌晨嘴角抽动了一下，玲珑塔第2层都还没彻底开启，就算凌晨想放阿紫出来也没办法。先前马长老释放出的毒针是一件不错的灵气，已经被玲珑塔吞噬了。玲珑塔不仅能够吞噬武圣意志，还能吞噬血河灵气。此刻玲珑塔第2层剧烈动摇，阿紫的2只猫爪都伸了出来，不断乱蹬，但还是无法彻底出来。这什么情况？剑痴傻眼了，释放出的剑气再度落空，斩了个寂寞。马长老怎么死的，连剑痴都没看明白，莫名其妙，头颅就炸开了。不过剑痴没时间想太多，当务之急是带凌晨安全离开。凌晨，速走！剑痴冲了过来，一把抓住凌晨的胳膊，然后记起木剑，快速破空离去。马长老身死，苍兰学院的其他长老恐怕很快就会到。还好剑痴的速度足够快，如一道流星划破天际，眨眼间消失不见。别走啊，我还没开始乱杀呢！阿紫胡乱挥动猫爪，很不甘心的样子。但阿紫的声音只有凌晨能听到，剑痴压根就不知道阿紫的存在。群山之上，剑痴带着凌晨御剑横空，身后暂时没人追来，剑痴松了一口气，目前是安全了。只要把凌晨带到凌天剑门，不怕苍兰学院找麻烦。马长老只是苍兰学院的外院长老，地位有限，苍兰学院还不至于为了他跟凌天剑门彻底开战。近年来凌天剑门凋零，没几个弟子，老一辈也死得差不多了，但剑痴很强，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宗门。姓马的家伙有个女儿，加入了慕容家，算是慕容家姻亲。剑痴缓缓道。凌晨点了点头，跟他猜的一样，马长老肯定跟慕容秀有关系。你跟慕容家族有仇？剑痴又道。杀了慕容光。凌晨话语平静。剑痴竖起了一根大拇指，了不起，不愧是我看中的剑修苗子，连慕容秀亲弟弟都敢杀。在大禹皇朝，慕容秀地位超然，就连皇子都对他极为客气。大禹学院号称大禹皇朝皇家学院，其内精英汇聚。慕容秀天资绝伦，乃是大禹学院圣子，第一天骄。他想杀我，我自然不会放过他。凌晨淡淡道。如此说来，你更应该去凌天剑门，只有我凌天剑门可以护你周全。剑痴微笑。前辈，你看我现在还有的选择吗？凌晨指了指自己的胳膊。一路上剑痴都抓着他的胳膊，几乎是把他挟持过来的。当然凌晨对剑痴印象还不错，在苍兰学院的时候，剑痴几次出手相助，虽然没起到什么效果，但剑痴至少帮过凌晨。抱歉啊，刚才有点紧张，失礼了。剑痴嘿嘿一笑，松开凌晨的胳膊。你放心，我凌天剑门从来不会强迫任何弟子加入，一切都是出于自愿。以你的天赋，如果加入凌天剑门，肯定能够得到最好的资源，整个宗门全力培养。剑痴拍了拍自己的胸口，打包票。凌晨眨了眨眼睛，笑道：前辈，凌天剑门可有龙血？龙血？那当然有。剑痴满脸微笑，笃定说道。凌晨皱了皱眉，虽然剑痴说的斩钉截铁，
但不知道为什么，凌晨感觉他有点不靠谱。前辈，凌天剑门可有剑道传承？凌晨又道，凌天剑门就是剑道宗门，怎么可能没有剑道传承？小家伙，在大禹皇朝，你去任何宗门、学院都没有完整的剑道传承，唯有我凌天剑门一枝独秀。剑痴神色傲然，如今的凌天剑门没落了，远远比不上巅峰时期，但单论剑道传承，不可能会差。明白了，凌晨点头，只要有剑道传承，未来他的剑道之路就能更进一步。剑修之路举步维艰，没人指点，没有传承，势必更加艰难。凌天剑门或许是一个好去处。前辈，凌天剑门现在有多少弟子？实力如何？凌晨与剑痴一边赶路，一边打听情况。凌天剑门弟子很多，实力都很强的。小林子，你完全可以放心，来到我凌天剑门，不会有任何同门瞧不起你。以后如果有人欺负你，你师兄师姐也会为你撑腰。我们凌天剑门别的没有，主打一个团结。剑痴说话间，脸上满是笑意，似乎对凌天剑门的氛围很满意。闻言，凌晨对凌天剑门有些期待了，一个团结的宗门，比那些内部斗争激烈，走在路上都会有人嘲讽你两句的宗门，好太多了。剑痴一路带着凌晨翻山越岭，凌晨越走越感觉不对劲。他以为凌天剑门所在之地应该大气辉煌，但剑痴竟然把他带来了一处山沟沟，四周荒无人烟，只有毒虫猛兽。剑痴前辈，我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吗？凌晨苦笑，总感觉剑痴不靠谱，是个坑货。小友，你来都来了，不如去凌天剑门看看再走，我保证绝不会让你失望的。咱们凌天剑门虽然偏僻了一些，但习武之人讲究的就是静下心来苦修，远离市井繁华之地，反而更好。剑痴说的头头是道，凌晨承认他说的有道理，但还是感觉有一点点不对劲。很快，剑痴驾驭灵剑降落在地，凌晨视线前方有一处破败的院落，以茅草堆积而成，若是刮风下雨，凌晨怀疑屋顶都会被掀飞。前辈，还有多远啊？凌晨忍不住问道。已经到了，剑痴好整以暇地说道。凌晨，我辈剑修不要看重那些外在的环境，只要有个地方能够安心修炼就行了。年轻人，你说是不是？剑痴满脸堆笑。所以这就是凌天剑门。凌晨张大了嘴巴，震惊无比。说好的，凌天剑门弟子很多，实力很强呢。宗门环境凌晨可以不追求，反正有个地方能修炼就行。但凌天剑门如此破败，恐怕也不会有几个弟子吧。没有同门师兄弟，以后凌晨跟谁切磋？凡事不能只看外表，我凌天剑门有剑道传承，这就不是其他宗门能够碰瓷的了。剑痴神色肃然，娓娓道来。小家伙，你放心，答应你的东西一个都不会少的。凌晨对剑痴的信任度大大降低，但已经上了贼船，现在想跑路恐怕来不及了，只能去看看凌天剑门到底如何。走进院落，有一位青衣少女扎着2个马尾辫，蹦蹦跳跳跑了过来。师傅，您老人家带师弟来了呀，太不容易了。青衣少女有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走到凌晨身边，绕着凌晨转圈，看来看去，似乎很好奇。小哥哥长得真好看。青衣少女微笑，水汪汪的眼睛弯成了月牙，很是可爱。她有着婴儿肥的脸蛋，身材微胖，但胸脯发育并不好，身高也不高，显然还在长身体的年纪，是个美人胚子，看起来小巧可爱。小妹妹也很可爱。凌晨微笑，师傅，以后小哥哥就是我的三师弟了吗？青衣少女声音软糯。剑痴一时语塞，凌晨则是愣在原地，久久没有回过神来。什么情况？三师弟？所以说凌天剑门只有2位弟子，在凌晨来了之后，有了第3位。剑痴前辈，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没做，我得先走一趟。凌晨说完，转身就开溜。什么鬼？堂堂一个宗门，竟然只有2位弟子，太离谱了！小友且慢。剑痴追了上来，满脸堆笑，嘿嘿笑道：小友，我凌天剑门确实没落了，但门内弟子个个都是天骄，主打的是一个精英化路线啊。这凌晨哑口无言。理论上凌天剑门确实是精英化，全部资源都倾斜在2个弟子身上了，但凌晨考虑的问题是，以凌天剑门的破败情况，真的还有修炼资源吗？剑痴前辈，你老实说，凌天剑门真有剑道传承吗？凌晨正色道。别的细节凌晨可以不在意，但凌天剑门如果连最基本的剑道传承都没有，那凌晨必然不可能留在这里。有，我敢以名誉起誓，真有。剑痴一脸严肃。凌晨翻了翻眼皮，心说您老人家现在还有名誉可言吗？竟然诓骗一个年轻人，简直无耻之尤。察觉到了凌晨眼中的异样，
剑痴不好意思笑了笑。我凌天剑门有一门正派绝学，叫做凌天剑谱，凡入门弟子皆可修炼。只要你加入凌天剑门，我立刻将剑谱给你送来，绝不含糊。剑痴说的煞有介事，凌晨将信将疑。小哥哥，师父说的没错，我们凌天剑门确实有凌天剑谱，听说很厉害的。青衣马尾辫少女嘻嘻笑道：小姑娘，你学会了吗？我天资愚钝，没能学会，但小哥哥看起来很聪明的样子，应该没有问题。青衣马尾辫少女很会说话。前辈，咱们事先说好，如果没有好点的剑谱，我还是要另寻其他宗门。凌晨把丑话说在前面，毕竟凌晨走出青州出来就是为了提升实力，留在凌天剑门总要有足够的理由。剑道传承确实珍贵，大禹皇朝2大学院都未必能拿出高品质的剑法秘籍。玄阶剑法秘籍其实就算不错了，凌晨以前在5级宗修炼的御风剑诀还只是0阶，配合他的剑师境界，威力就已经不俗。这个你大可放心，包你满意就是了。剑痴嘿嘿笑道。凌晨点头，硬着头皮跟剑痴走进院落。院落很简陋，只有2进，外边是青衣少女和另外一位弟子居住的地方。剑痴住在内院，那位弟子外出了，还没回来。青衣少女很活跃，一直在跟凌晨聊天，问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凌晨从何而来，青州城好不好玩，有什么好吃的之类。交流中，凌晨得知他名叫周灵素，年纪不大，却是凌天剑门最早来的弟子，算是大师姐。不多时，一位黑脸少年从外面赶回来，肩上扛着一头野猪。黑脸少年看到凌晨，顿时挠了挠头。师父，这位兄弟是谁啊？黑脸少年问道。这是你凌师弟，新入门的。凌晨，他是你二师兄铁牛。剑痴简单介绍了一番。铁牛师兄好。凌晨抱了抱拳，算是打过招呼。俺们凌天剑门终于有第3位弟子了，可喜可贺啊！师父，我去杀猪，今晚吃烤乳猪咋样？铁牛一脸兴奋。剑痴黑着脸，少说话，多做事。好嘞。铁牛扛着一头大黑猪去厨房做菜去了。前辈，凌天剑门弟子平日里吃饭都是自己出去打野味。凌晨忍不住问道。这是我们凌天剑门的老传统了，初衷其实就是为了历练门中弟子，与林中野兽搏杀，效果很不错的。剑痴嘿嘿笑道。凌晨无语，没钱就没钱，还能说得如此冠冕堂皇，剑痴的脸皮不是一般的厚。现在凌晨对凌天剑门的资源基本上不抱任何希望了。前辈之前说凌天剑门有龙血，也是诓我的吧？凌晨不咸不淡地说道。小家伙，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以我的身份怎么可能诓你？剑痴一本正经说道。凌晨满脸不信。真有龙血，到时候你跟铁牛一起去乾隆山脉历练，想要得到龙血还不是轻轻松松。剑痴嘿嘿一笑。凌晨，乾隆山脉当然不会是凌天剑门的领地。剑痴这是在给凌晨画饼。前辈确定乾隆山脉有龙血吗？凌晨正色道。确定，乾隆山脉隐藏了一条巨龙，只要你修炼有成，日后得到龙血很轻松的。剑痴笃定道。凌晨点了点头，别的不说，现在至少得到了与龙血有关的情报。至于夺取龙血的难度，凌晨心中有数，绝不可能像剑痴说的那么轻松。好了，天色晚了，先吃饭吧。剑痴微笑，拉着凌晨的手，热情无比。铁牛负责狩猎，兼职大厨。一只烤乳猪在铁牛的精心准备之下端了上来。当晚，凌天剑门全宗聚在一起，大快朵颐。大师姐周灵素在众人当中身材最娇小，但胃口最大，且吃饭的时候丝毫不顾形象，吃得满嘴都是油。铁牛长得5大3粗，脸色黝黑，吃饭反而比较文静。吃完饭，剑痴吩咐铁牛给凌晨安排了一间房，房间简陋，凌晨也不在意，开始修炼。让凌晨有些意外的是，凌天剑门选址竟然在灵气汇聚之地。凌晨在破败的房间之中修炼，吸纳浓郁的天地灵气，感觉效果比在5级宗的时候好多了。凌晨心情好了一些，看来凌天剑门还不算太离谱，至少在这里修炼是可以的。翌日清晨时分，剑痴来找凌晨，掏出了一本剑谱。剑谱封面上写着凌天2字，格外显眼。小臣子，这是我凌天剑门绝学凌天剑法，你剑道天资不错，10年之内可有小成，先把剑谱记下来，记住之后再还给我。还有，剑谱是宗门绝密，千万不可外传。剑痴面色严肃。凌晨收下剑谱，郑重道：前辈放心，现在还叫前辈，小家伙该改口了。剑痴微笑。门主。凌晨抱了抱拳。闻言，剑痴顿时脸色黑了。周灵素嘴里吃着糖葫芦，一蹦一跳跑了过来，嘻嘻一笑。师父他老人家是想收你为弟子呢。小哥哥肯定觉得师父不靠谱，
对吧？周灵素说话毫无顾忌，让剑池感觉很没面子。凌天剑门以剑道著称，如今内门只有3个弟子，其中周灵素和铁牛并不擅长剑道。剑池尝试教导他们剑道，但他们如朽木一般，根本不开窍。后来剑池直接摆烂了。如今剑池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位剑道天骄，当然想将其收为弟子。凌晨脸色尴尬，主要是剑池的表现给凌晨一种很不靠谱的感觉。凌晨担心拜师之后容易被坑。罢了，你刚入门，倒是不必急着拜师，先认真修炼吧。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来问我。剑池拍了拍凌晨的肩膀，转身离去。老师慢走。凌晨微微躬身。剑池愿意将剑法秘籍传给凌晨，凌晨叫他一声老师也应该。至于拜师的话，凌晨暂时没有想法。师尊与老师一字之差，却也有很大差别。各大学院之中，传授课业的都是老师，而师尊往往需要收徒，传承衣钵。房间之中，凌晨打开剑谱，开始修炼凌天剑法。剑谱第1页写有修炼总纲，剑修最要远离的就是感情。凌晨看到总纲，陷入沉思当中。昔年创造凌天剑法之人，属实有点奇葩了。练剑为何一定要远离感情？难道凌天剑法是绝情剑道？凌晨带着好奇心翻开了下一页。凌天剑法第1式，心中无女人，拔剑自然神。凌晨嘴角狠狠抽动了一下。凌天剑法一剑凌天，情人祭天，法力无边，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冒得感情。剑修不被感情羁绊，出剑的时候就能做到心无旁骛，足够快。凌晨很快看完剑谱，总结出了重点。远离女人其实不是凌天剑法最关键的，凌晨觉得快才是。远离女人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内心平静，不被儿女情长影响。有没有可能当初创造凌天剑法的前辈太极端了？其实就算有女人，在出剑的时候同样能够做到心无旁骛吧。凌晨心中想到，在练剑初期的时候，女人确实会影响剑修，比如晚上缠绵悱恻，共赴云雨，长此以往，剑修哪里还有心情练剑？凌晨认为女人对剑修的影响主要还是在练剑的积极性上，不够努力，就算剑道天赋再好，恐怕也很难修炼到巅峰。剑谱还算详细，每一页都有招式心法以及插图，图上2个小人摆出各种奇怪的剑招姿势。凌晨看一遍，记住了心法口诀以及招式。对于凌晨而言，这并不难，精神力强一些都能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女人只会影响老夫拔剑的速度。凌天剑法欲修炼到极致，老夫的建议是挥剑自宫。剑谱最后一页还有2句忠告，落款是凌天剑圣。凌晨无语，好家伙，挥剑自宫属实没有必要。这位凌天剑圣前辈到底在女人身上吃了多大的亏？凌晨感慨。凌晨认为依靠大毅力就能摆脱女人的影响，专心修炼剑道。修炼的日子过得很快，转眼间3天过去。凌晨除了1日3餐之外，其他时间都是在修炼，甚至没有睡觉。凌天剑门条件简陋，给凌晨安排的房间破破烂烂，一到晚上刮风下雨，声音贼响，很难入睡。凌晨倒不如熬夜修炼。如今凌晨灵文9重境，精力旺盛，就算1个月不眠不休都是可以的。练剑3日，凌晨有很多心得体会，感觉已经掌握了凌天剑法的诀窍。此刻朝阳初升，凌晨走出房间，手持一柄木剑，挥洒自如。木剑画出一片剑影，空气中发出呼呼声响。凌晨出剑极快，修炼了凌天剑法，比凌晨之前使用的御风剑诀提升明显，出剑速度至少快了3倍。一眼看去，仿佛凌晨同时在挥舞10几把剑，一片剑影横空，气势惊人。小哥哥好厉害！周灵素嘴里啃着馒头，出来晒太阳，正好看到凌晨练剑，不由得连连喝彩。凌天剑门内，凌晨练剑，剑气呼啸，展出一片剑影。周灵素震惊不已，他曾经修炼过凌天剑法，但是因为剑法难度太高，久久无法入门，就放弃了。修炼凌天剑法需要专心致志，男人修炼需要忘掉女人，拔剑自然神。周灵素还小，并不会惦记着男人，只有美食才能影响他专心练剑。周灵素是个吃货，无肉不欢，每天思考的问题大部分时候都是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明天吃什么。他能专心练剑就有鬼了。此刻周灵素看到凌晨挥剑如雨，行云流水，不由得连连喝彩，佩服不已。剑痴听到动静之后出来查看情况，看到凌晨练剑的身影，一时间剑痴呆住了。什么情况？我不是3天前给你的凌天剑谱吗？剑痴一脸懵逼，还期待着凌晨能找他请教凌天剑法。如此，剑痴就可以在凌晨的面前展现自己强大的剑道实力，让凌晨心服口服，
拜他为师。剑痴万万没想到，短短3天过去，凌晨的凌天剑法就入门了。不仅入门，似乎还把握住了凌天剑法的精髓。凌晨师展出的剑招已经不拘泥于凌天剑法的固定剑招，而是汪洋恣肆，剑随心动，忘掉固定招式，领会凌天剑法的意境。凌晨的凌天剑法接近大成，领悟到位了，现在差的只是火候。嘶！剑痴倒吸一口凉气，震惊到双眼呆滞。绝世天才，捡到宝了！剑痴突然变得兴奋不已。凌天剑门好不容易收了2位弟子，偏偏周灵素和铁牛的剑道天赋都不咋地。周灵素天天啃鸡腿，吃肉包子，压根就没心思修炼。天赋是有，但都用在了美食上。铁牛对剑不感兴趣，认为剑不实用，他喜欢斧头。上山砍柴或者打猎的时候，斧头都很实用，而且霸气，适合铁牛的气质。凌天剑门2弟子，一个正经的剑修都墨。此刻看到凌晨剑法有成，剑痴感慨万千。终于，凌天剑门要站起来了吗？大禹皇朝各大宗门学院每年都会举行大比。凌天剑门以前就是垫底的存在，弟子数量少，实力也不够逆天。如今凌晨来了，剑痴认为今年的大禹皇朝大比很有希望，至少进个前10吧。不多时，凌晨收剑，汗如雨下，施展了一遍凌天剑法，感觉浑身舒畅。凌晨，你有什么疑问吗？剑痴微笑道。凌晨想了想，随后摇头。练剑的过程中还真没遇到什么困难，一切都很顺利。好，我凌天剑门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铁牛，今晚加餐，去杀1头牛，2只鸡，多准备几个菜。剑痴吩咐道。好耶！周灵素欢呼雀跃。可是师傅，没有食材了。铁牛挠了挠头。那就去梁山狩猎。剑痴翻了个白眼。没有食材，当然要出去找。凌天剑门弟子主打一个自食其力，自给自足。好嘞！铁牛操起大斧子，准备好狩猎工具，出发。凌晨和周灵素跟了上来。周灵素对狩猎一直很感兴趣，看到喜欢吃的妖兽就让铁牛帮忙拿下。凌晨则是练剑有成，一起去狩猎，可以验证自身实力。听说梁山当中有不少厉害的妖兽，凌天剑门就坐落于梁山。梁山一片荒凉，人迹罕至，但其中还是有一些吐着妖兽的。偶尔会有狩猎队伍前来梁山寻找野味，一些血脉强大的妖兽可以卖出不错的价钱。50，梁山一处山林之中，凌晨一行3人缓缓前行。突然间，有一道嘹亮的声音传来，一头浑身燃烧着烈焰的老鹰横空掠过。老鹰眼神锐利，俯视着下方，看到凌晨、周灵素和铁牛，老鹰眼中闪烁着凶光。凌晨境界并不高，铁牛和周灵素都是灵海境，但也没比凌晨高太多。烈焰鹰乃是灵海6中的妖兽，实力强劲，血脉强大。糟糕，是烈焰鹰！铁牛脸色微变，在梁山狩猎许久，铁牛懂得趋利避害，遇到强大的妖兽，第一时间肯定要跑路。烈焰鹰灵海6重境，在梁山地带属于一流层次，不好对付。可是我没吃过鹰肉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周灵素并没有跑路，嘴角流出了口水，很不争气。铁牛狂翻白眼，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着吃。师姐，你快跑，我殿后。铁牛推了周灵素一把。周灵素反应过来，依依不舍，撒开脚丫子，开始跑入灵师地。你怎么回事？铁牛已经做好了准备，防御拉满，浑身流转着暗金色的光泽。铁牛肉身横练，武魂也与防御有关，主打一个皮糙肉厚。以前铁牛跟周灵素出来狩猎过很多次，遇到危险往往都是铁牛挡在最前面。师兄不必担心。凌晨笑了笑，没有离开，眼中反而露出一股战意。烈焰鹰想要他们的命，怕是没那么简单。不行的，烈焰鹰很强，我曾经跟他交过手，你快走。铁牛脸色焦急，但他话音刚落，一道赤色光团轰了下来，烈焰鹰口吐烈火。山林之中有许多枯树，瞬间被火焰点燃。烈焰鹰从高空俯冲下来，眼神锐利，透着杀机。一对金色利爪朝着凌晨抓了过来，速度极快。烈焰鹰有一定的智慧，看出铁牛不好对付，所以选择向凌晨下手。来得好！凌晨拔剑，斩出一片剑影，可怕的剑气肆虐而出。一剑凌天，凌天剑法在凌晨的手中发挥出极强的威力，快到不可思议。剑光闪过，烈焰鹰突然停在半空中不动了。铁牛一脸愕然，下一刻，烈焰鹰的脑袋爆出一道血光，直接飞了出去，鲜血狂飙。灵海境烈焰鹰横死当场。这铁牛呆住了，他还没出手呢，战斗已经结束。凌晨的剑法威力太离谱，一剑秒杀。要知道，
烈焰鹰肉身强横，防御比人族同境界武者往往更强。想要一剑瞬杀烈焰鹰，估计灵海9重都很难做到。不愧是林师弟，今晚有鹰肉吃了。周灵素开心极了。鹰肉不好吃的。凌晨微笑摇头，可是我想试一下，以前都没吃过呢。周灵素口水直流。烈焰鹰可不是一般的老鹰，而是血脉强大的妖兽，血肉滋补，人族武者吃了可以增强气血，强身健体。突然间，山林深处有一阵脚步声传来。不好意思，这只烈焰鹰是我先看上的。一位黑衣少年快步走出，身后跟着10位劲装男子，都是身材高大，一脸凶相。周灵素脸色一变，认出了那黑衣少年。李家，李元胜，原来是你，躲在凌天剑门修炼能有什么前途？倒不如跟我回李家。李元胜大笑，盯着周灵素微微鼓起的胸脯，神色猥琐。周师姐，他是谁？凌晨上前一步，将周灵素护在身后。黑衣少年来者不善，气焰嚣张，恐怕会对周灵素不利。李家的李元胜，苍兰学院内院弟子。林师弟，我们走吧。周灵素扯了扯凌晨的袖子，不想跟李元胜起冲突。李家势大，乃是大禹最顶级的家族，而且李元胜在苍兰学院混得不错，乃是内院天骄。好。凌晨提着烈焰鹰转身要走。李元胜身边几个苍兰学院弟子迅速围了过来，堵住了凌晨的去路。周灵素是我未婚妻，今日我要带她回家族完婚。李元胜森然一笑。周灵素今年刚满11岁，身材都还没发育完全，只是个小姑娘，李元胜还就好这口。想到待会凌辱周灵素的刺激画面，他兴奋不已。周师姐，他说的可是真的？凌晨沉吟道。周灵素沉默不语，眼中隐隐有泪花闪烁。铁牛突然说道：周家想巴结李家，拿师姐当筹码。当日师姐逃出来，正好遇到师尊，要不是有师尊在，师姐估计就被强行嫁到李家了。铁牛与周灵素相处的时间比较长，知道她的身世。周灵素眼角有泪水滑落，想到了伤心往事。小子，你应该就是凌晨吧？你已经上了我苍兰学院的通缉榜，取你项上人头，可得一件玄阶极品灵器。你的命还挺值钱。李元胜狞笑，身边10位苍兰学院弟子眼中也是有贪婪之色。当日凌晨去苍兰学院参加考核，斩杀马长老，苍兰学院震怒。其实马长老并不是学院核心长老，地位一般，但凌晨在学院里面杀了他，还安全离开，苍兰学院很没面子。听说马长老死在你手里，多半是谣传了。区区凌文静没有剑痴相助，你又怎么可能做到？今日剑痴不在，你的命我收了。李元胜眼中满是寒意，透着杀机。身边10位劲装男子走了过来，气息强大，都是灵海境6重以上的存在。他们释放出凌厉的杀气，听李元胜命令行事。李元胜不仅是苍兰学院内院天骄，还有李家给他撑腰，行事肆无忌惮。李家乃是大禹皇朝豪门世家，底蕴深厚，10位灵海境气势惊人。周灵素吓得花容失色。不要为难我师弟，我跟你走。周灵素站了出来，心中焦急，不想因为自己而连累了凌晨、铁牛。不为难，只是想借你师弟项上人头一用。至于你，只要把本公子伺候爽了，本公子自然会好好疼你。李元胜狞笑，刹那间，苍兰学院10位灵海境的天骄围杀过来。铁牛召唤出了铁甲犀牛武魂，肉身防御暴涨。你们先走，回去找师尊，我来殿后。铁牛脸色坚毅，将凌晨挡在身后。凌晨毕竟是小师弟，铁牛又以肉身防御见长，关键时刻必须站出来。想杀我，凭你们也配？凌晨眼底深处闪过一抹寒芒，突然一掌轰出，一条血河呼啸而来。万里血河掌。凌晨出手果断，率先冲过来的3位苍兰学院弟子还没反应过来，肉身直接就被血河融化了。万里血河掌威力远远超过他们施展出的武学，王阶武学放在大禹皇朝都是逆天的存在，对在场苍兰学院的弟子而言绝对是降维打击，一招秒杀。剩下几个苍兰学院弟子都是大惊失色，没有想到凌晨的实力如此恐怖，不要大意轻敌，一起上，给我弄死他。李元胜脸色阴冷无比，如同一条毒蛇。下一刻，李元胜浑身一震，召唤出了武魂。一条黑色大蛇突然出现，乃是李元胜的武魂冥蛇武魂。冥蛇武魂属于5星当中的顶级存在，威力不俗。小子，你区区凌文静，拿什么跟我斗？你的武学威力确实不错，但……李元胜正在说话，突然发现凌晨展出一道剑芒，虚空中剑气狂飙，一剑出，剑气生。剑师，你！李元胜大惊失色，凌晨竟然是一位剑师，如此年轻的剑师，大禹皇朝屈指可数。剑气横扫长空，7位苍兰学院的弟子鲜血狂涌，
根本就不是凌晨的一招之敌。眨眼之间，只剩下了李元胜一个人。铁牛愣住了，原本还打算拼死一战，拖延时间，却没想到凌晨一瞬间就解决了10位强敌。苍兰学院的内院弟子绝不是弱者，但在凌晨的面前不堪一击。不可能！李元胜大惊失色，眼神惊恐无比，操控冥蛇武魂放出一股毒雾，然后转身跑路。李元胜不是傻子，知道了凌晨的恐怖，无心恋战。师尊，救我！李元胜大吼一声，眼神惊恐无比。在凌晨的剑下，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危机。这次前来梁山狩猎，由苍兰学院内院陆长老带队。李元胜追击烈焰鹰，与陆长老拉开了距离。山林之中有一道白色身影飞掠而来，速度极快。陆长老听到战斗声响，感受到了灵力波动，立刻前来查看。轰！凌晨一掌轰出，打出一条血河，宛若一条血色巨龙呼啸而来。血河威力极强，摧枯拉朽，以李元胜的实力根本就不可能抵挡。李元胜的天赋再强，但也只是灵海境，不到造化境，凌晨都可以一招秒杀。住手！陆长老出现，看到那一条恐怖的血河，顿时脸色大变。以李元胜的实力，在苍兰学院内院弟子当中都是顶尖存在，但凌晨的杀招太强。是，李元胜催动护体灵甲，将防御提升到了极致。但下一刻，李元胜消失在了血河之中，血河腐蚀一切，李元胜尸骨无存。放肆！陆长老脸色大变，他没想到凌晨出手如此果断，不留一点余地。小子，你可知道你杀的人是谁？陆长老怒极，眼中爆出冰冷杀机。今日若不杀凌晨，他无法跟李家交差。李元胜是李家家主之子，李家家主与陆长老交情不错，让陆长老在学院关照李元胜。如今李元胜惨死，陆长老愤怒无边。周师姐，铁牛师兄，你们先走。凌晨脸色凝重，知道陆长老不好惹，乃是造化境的强者。如今陆长老想杀的只是凌晨，凌晨不想连累了周灵素和铁牛。林师弟，我留下来帮你。铁牛眼神坚定，他认识凌晨的时间不长，但有同门情分在，他不可能丢下凌晨不管。林师弟，周灵素正要说话，凌晨一个箭步冲出，去到密林深处。小畜生，哪里跑？陆长老追了过来，脚步如风，速度极快。周师姐，铁牛，我有办法应对，你们先回去找老师帮忙。凌晨大声喊道。铁牛，怎么办？周灵素摸了主剑，心中焦急无比。快回去找师尊！铁牛迅速做出了决断，带着周灵素快速撤走。铁牛心中清楚，以他的实力，绝对不可能是苍兰学院陆长老的对手，留下来无济于事。林师弟真的有办法吗？周灵素小脸苍白，只能希望林师弟吉人天相了。我们尽快回去，请师尊出手。铁牛祭出灵气，是一把大斧头，御空而行。周灵素跟了过来，来不及想太多。密林当中，凌晨如猿猴一般在林间穿梭，身手矫健。过程中，凌晨尝试催动玲珑塔，造化境的存在超过凌晨2个境界，关键时刻只要摇人了，或者祭出藏天剑。但藏天剑威力太强，对凌晨的损耗极大，凌晨暂时还不想动用。阿紫姐姐在吗？凌晨开启玲珑塔内部空间，很快玲珑塔第2层伸出了2只紫色的小猫爪。姐姐，我一直都在的。阿紫语气慵懒，像是刚睡醒的样子。阿紫姐姐，你不是想打架吗？现在有机会了。凌晨微笑，之前想打架，现在不太想了。阿紫好整以暇地说道。在苍兰学院的时候，阿紫几次想动手都没能如愿以偿，然后他就躺平了。既然暂时无法离开玲珑塔，不如在里面好好休息。阿紫，他很强的，我估计他比你厉害很多，你该不会怕了吧？凌晨一边跑路一边传音说道。强，在我眼中跟蝼蚁没有区别。阿紫动了动小猫爪，装了一波逼。我不信，此人至少是造化6重，甚至更强。凌晨又道，区区造化境罢了，就算是造化9重又能咋地？小林子，你找机会靠近他，姐姐帮你打死他。阿紫受不得激将法，凌晨竟敢怀疑他的实力，不能忍，必须在凌晨的面前展现一番，让他知道自己的厉害。好的。凌晨嘴角掀起一抹弧度，按道阿紫还是太年轻啊，一点激将法就受不住了。很快凌晨停下了脚步，陆长老追了过来，眼中布满了杀意。小子，你不是跑得很快吗？怎么不逃了？陆长老冷笑，看出凌晨境界并不高，体内灵力强度根本无法与造化境相比。刚才凌晨施展身法武学全速跑路，对灵力的消耗肯定是巨大的。
我是凌天剑门弟子，你想对我如何？凌晨眼中露出畏惧之色，脚步连连后退。笑话，凌天剑门算个什么东西？本座就算现在把你宰了，剑痴也不敢怎么样。你既然杀了李元胜，那就必须有一个交代。能死在本座的手里，算是你的荣幸了。陆长老身形一闪，如一道幻影，快速冲来，劈出一掌。可怕的掌风呼啸而来，虚空鼓荡，狂暴的灵力如海潮一般涌来。造化境，体内灵力繁衍到了极致，夺天地造化，改造肉身。造化境的一击，绝非凌文境可以抵挡。不要！凌晨脸色惶恐，惊骇欲绝，有一种死刑犯即将面对死亡的既视感。给我死！陆长老狞笑，劈头盖脸的一掌在凌晨瞳孔之中不断放大。下一刻，陆长老突然僵住了，狂猛的一掌迟迟无法落下，他的眼神迅速灰暗下去，体内生机全无。扑通，陆长老的尸体倒了下去，身上没有任何伤口，毫无征兆离开世间。这……凌晨愣了一下，刚才他隐隐看到一道紫色幻影闪过，然后陆长老就没动静了。阿紫的实力有点离谱，陆长老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好弱呀！造化境的生机对开启玲珑塔第2层没有什么帮助。阿紫叹了口气，抖了抖紫色的小猫爪，似是有点郁闷。没事，等我找到龙血，再助你开启第2层，放你出来。凌晨微笑道：龙血珍贵，小林子，你还是留给自己用吧。你的至尊神龙武魂是顶级武魂，不能埋没了你的天赋，你很需要龙血。阿紫伸回了猫爪，懒洋洋说道：明白了，阿紫姐，谢谢。凌晨郑重道：这一次若是没有阿紫出手，凌晨肯定要动用藏天剑，到时候陷入虚弱状态，若是再遇到危险，那就很被动了。小事小事，我要睡觉了。阿紫打了个哈欠，结束了聊天。凌晨没再打扰他，搜刮陆长老身上财物，然后释放出一缕神龙之火，将其肉身焚灭，直接毁尸灭迹。陆长老在苍兰学院地位应该不差，他死了，苍兰学院肯定会追查。凌晨直接毁掉所有痕迹，想查到他的身上没那么容易。而且谁能想到区区凌文境的凌晨能够弄死陆长老？记起灵剑，凌晨在山林之中穿行，约莫半个时辰之后，与周灵素、铁牛和剑痴相遇了。看到凌晨出现，周灵素和铁牛都是愣了一下。林师弟，你没事了？苍兰学院陆长老呢？铁牛急忙跑了过来，查看凌晨状态，发现凌晨毫发无伤。铁牛顿时摸了摸后脑勺，很是不解。陆长老没了。凌晨缓缓道：什么？他不是在追杀你吗？铁牛脸色一变，不知道，我跑着跑着，陆长老人就没了，我哪知道。凌晨摊了摊手。啊，这……铁牛愣住了，周灵素也愣住了。剑痴深深看了凌晨一眼，怀疑凌晨身上秘密不小。上次在苍兰学院的时候，马长老也是不明不白就死了，不过剑痴没有多问。每个人都有秘密。回去吧，这段时间待在凌天剑门，不要出去。剑痴带队回去。回去以后，铁牛负责做饭，搞了一顿烧烤烈焰鹰肉。烈焰鹰是一种妖兽，血肉大补，可以增强武者气血。凌晨大口吃肉，全程没有说话。周灵素是个吃货，沉浸在享受美食的快乐当中，早就把之前的事情抛之脑后了。铁牛也是个铁憨憨，全程只顾着吃。中午、晚上连续吃了2顿烈焰鹰肉，凌晨感觉气血旺盛，内心躁动不安。回到房间当中，凌晨静下心来修炼。武者精力充沛，加上凌晨年轻，容易产生一些冲动，其实可以理解。不过凌晨很认同凌天剑法的观点，心中无女人，拔剑自然神。以凌晨的年纪，正应该努力修炼，成家立业什么的，还是等日后再说。时光如水，一晃眼过了2个月。期间铁牛不再外出狩猎，每日的食物都是剑痴带回来的。凌天剑门虽然没落了，但好在弟子不多，需要的资源还是可以供应的，不像其他大门大派，弟子动辄数万人，需要海量的资源。凌天剑门只有3位弟子，铁牛和周灵素都很能吃，新来的凌晨也一样。年轻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多吃一些也正常。凌晨现在每顿都要10斤妖兽肉，武者每日最好都要吃妖兽肉，条件好的直接服用丹药。每日3餐其实就是在修炼。强大的妖兽肉对增强武者气血有着极大的好处，气血旺盛了，武者实力就越强，可以更好发挥出武魂的威力。修炼了2个月，凌晨吸收了很多玄灵丹，以及1颗天灵丹，突破到灵海境2重，从灵文到灵海提升了一个大境界。其实凌晨现在服用天灵丹还太早，有点浪费了。极品天灵丹完全可以助灵海9重的武者冲破瓶颈，迈出一个大境界。不过在凌晨看来，丹药是拿来吃的，
而不是拿来收藏的。只要能快速提升实力就行，以后还有机会再找天灵丹。灵纹禁武者可不断凝练体内的灵力，诞生灵纹。当灵纹达到一定的数量，便能突破极限，化为灵海。灵海顾名思义，便是一片灵力海洋。灵海禁武者体内灵力如汪洋大海一般，源源不断。如今凌晨灵海二重境，根基稳固，且凌天剑法修炼到了大成。凌天剑法有很多繁复的招式，但修炼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字，那就是快。掌握了凌天剑法的剑招之后，凌晨很快忘记了所有剑招。出剑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天下之剑，唯快不破。凌晨领悟了凌天剑法的终极仪式，名为凌天一剑。凌天一剑的威力有多强，凌晨现在还没概念，修炼了2个月，一直没有跟人实战。剑痴不让凌晨离开凌天剑门。期间，苍兰学院长老来过好几次，调查李元胜和陆长老的死因。李元胜天赋不弱，在苍兰学院内院都算佼佼者。陆长老地位更高，身为长老，既然说没就没了，苍兰学院很没面子。苍兰学院高层怀疑是剑痴出手杀了李元胜和陆长老，但没有证据。梁山附近唯一的宗门就是凌天剑门，有实力斩杀陆长老的只有剑痴了。苍兰学院虽然怀疑，但也没有直接杀到凌天剑门。凌天剑门曾经底蕴深厚，宗门看似破败，但还有许多护宗杀阵存在，且剑痴本人实力极强。剑修每一个都不好惹，况且是剑痴这样的大剑修，在整个大禹皇朝都是顶尖高手。凌晨前休2月，一直在防范苍兰学院和李家来找麻烦，但来的人都被剑痴应付过去了。凌天剑门一如既往安静祥和。凌晨愈发觉得凌天剑门底蕴不俗，剑痴更是深不可测。这一日中午时分，凌天剑门3位弟子和剑痴聚在一起享用午餐。铁牛憨厚老实，没什么本领，也不太会说话，但厨艺还不错。今天的午餐是一大盘红烧猪蹄以及熟牛肉，还有一些蔬菜。红烧猪蹄和熟牛肉，所有的食材都是妖兽血肉，滋补效果显著。周灵素大快朵颐，丝毫不顾形象，甚至连筷子都不用了，直接用手拿着一大块牛肉撕咬起来。看他那样子，凌晨怀疑他连盘子都要吃下去了。铁牛还算斯文一些。凌晨，你突破到了灵海境，进展不错，但不要一味提升武道境界，剑道也需要认真钻研的。剑痴吃了一口蔬菜，缓缓说道：多谢老师提醒，我一直有在认真修炼凌天剑法。凌晨回应道。2个月相处，凌晨对剑痴的观感好了很多，心中颇为敬重。当初剑痴把凌晨忽悠来凌天剑门，看到凌天剑门破烂的环境，凌晨一度想回去，但随着与剑痴相处，凌晨发现剑痴为人还是很不错的。在凌天剑门别的不说，至少顿顿有肉，而且凌晨修炼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去请教剑痴，他都会耐心解答。吃完了吗？剑痴看了凌晨一眼。凌晨吞下一口牛肉，点了点头。走，跟我练练。剑痴走出房间，来到庭院空旷之地，取来一把木剑。铁牛扔下一个大猪蹄子，跑出来围观。很久没有看到师尊动手了，铁牛也是想学习一下。周灵素还在里面吃着东西，对他而言，天下任何事情都没有享用美食重要。你既然说一直都在修炼凌天剑法，现在到了哪个层次了？剑痴淡淡道：应该修炼到大成了，但我不是很确定。凌晨想了想，然后说道：剑痴愣了一下，随后一剑斩出，剑锋呼啸而来，狂暴的剑气卷动黄沙落叶，可怕无比。隐隐间有一股剑势朝着凌晨笼罩而来。凌晨不敢怠慢，挥动木剑，一剑斩出，快若惊鸿。这一剑看似平平无奇，但速度极快，剑出只能看到一片剑影。两人交手极快，铁牛只看到剑影一闪而过，随后剑痴往后退了2步，凌晨却是纹丝不动。庭院中有狂风掠过，剑痴满脸愕然之色，刚才他释放出的剑势竟然动摇了。拥有剑势乃是见尊敬强者的标志。剑痴固然没有用全力，但凌晨仅仅剑师境界却能撼动他的剑势，天赋简直恐怖。凌晨，你可知道剑师之上是什么境界？剑痴沉声道：剑宗，剑尊。你现在仅仅剑师境，虽然凌天剑法大成，但剑气太弱，剑道境界还需要提升。凌天剑法的威力你还无法发挥出来，如果你能突破到剑宗境，那才像点样子。剑痴正色道：多谢老师指点。凌晨抱了抱拳，下山去吧，一直在凌天剑门，你得到的成长有限，去乾隆山，那里有你需要的机缘。剑痴缓缓开口：老师是说乾隆山有龙穴？凌晨眼睛一亮，阿紫一直在催促凌晨去找龙穴。事实上，凌晨也感觉到至尊神龙武魂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明明是顶级武魂，绝不至于只有现在的威力。不错，我得到情报，乾隆山有一条黑血玄龙，最近时常发出悲鸣声，疑似寿元将近。各大学院、世家天骄最近都打算前往乾隆山寻求机缘，你若是去一趟，或许会有收获。不过，苍兰学院和李家那边可能会找你的麻烦，你要慎重考虑。剑痴说话间，喝了一口酒。他记得当初忽悠凌晨来凌天剑门，就是谎称凌天剑门有龙血。如今剑痴提供了关于龙血的情报，勉强也算糊弄过去了。多谢老师告知。凌晨抱了抱拳，既然知道了乾隆山的情况，那是非去不可的。2日后，凌晨出发前往乾隆山。周灵素想跟凌晨一起，被剑痴拦住了。凌天剑门弟子少，周灵素的实力明显还不到出师的水平，贸然让他出去历练很危险。当然周灵素也没想着出去历练，他只是想趁机去外面享用各种美食。剑痴不让，周灵素没办法，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凌天剑门了。凌晨现在凌天剑法大成，艺高人胆大，也不怕仇家报复。乾隆山位于皇城郊外3000里，皇城各大世家学院的年轻人经常会来乾隆山历练。乾隆山内各种毒虫猛兽不一而足，实力差一些的去到乾隆山，那就只能沦为妖兽口粮。凌晨抵达乾隆山，眼前是一片崇山峻岭，山脉连绵起伏。路上凌晨遇到了很多人，其中不乏临海境的天骄，估计是各大学院和世家的精英人物。赶来乾隆山历练的基本上都有2把刷子，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深入乾隆山，凌晨看到了很多组队前来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是有组织有队伍的，孤身一人行动的很少。凌晨倒是不以为意，谁让凌天剑门弟子少呢？此刻入夜，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一路上凌晨时不时听到惨叫声，有人被猛兽拖走。黑夜之中，猛兽咀嚼血肉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突然间，凌晨身后有破空之声传来，一位黑衣人不知道从哪个阴暗的角落钻了出来，一刀砍向凌晨的脑袋。噗嗤，一道剑气爆出，那黑衣人还没反应过来，喉咙爆出一道血线，惨死当场。凌晨摸走他身上的储物袋，继续前行。类似的事情不止发生过一次，夜黑风高，正是杀人越货的时候。可惜那人找错了目标。山林深处，凌晨脚步停住，察觉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至尊神龙武魂有所感应。阿紫姐姐，黑血玄龙是不是就在前面？凌晨催动玲珑塔跟天幻猫妖联系。不是啦，一头银甲蛟龙罢了，黑血玄龙在乾隆山最深处。玲珑塔空间之内传出阿紫慵懒的声音。阿紫伸了伸小猫爪，正在睡觉，被凌晨强行唤醒。凌晨了然，凝聚剑气护体，往前走了几步，黑暗中一道银色光影闪过，快若闪电，伴随着一道龙吟之声，一头通体泛着银光的蛟龙杀出。它浑身覆盖鳞片，体型不算很大，如蟒蛇一般，却是散发出惊人的龙威，龙爪挥动之间发出剧烈破空声，速度极快。凌晨不为所动，早就有所察觉，千钧一发之际，拔出赤阳剑，一剑斩出，一道赤色剑芒凌空而过，一剑凌天。凌天剑法的精髓被凌晨发挥得淋漓尽致。剑出，惨叫声响起，银甲蛟龙的一只龙爪直接被斩了下来。不等银甲蛟龙有所动作，凌晨直接冲上去，轰出一掌，万里血河掌。掌出，环绕一条血河，散发出滔天的血腥之气，威力无边。银甲蛟龙头部中了一掌，顿时被打得七荤八素，失去知觉。银甲蛟龙防御很强，在龙鳞保护之下，寻常灵气难伤。但凌晨的万里血河掌威力太强，血河携带腐蚀之力，很快侵蚀了银甲蛟龙的肉身。加上凌晨释放出的剑气，银甲蛟龙毫无抵抗之力，眨眼间成了一具尸体。阿紫，这蛟龙血如何？有点弱了，但总比没有好吧？你可以吸收。阿紫淡淡道。凌晨正欲收起银甲蛟龙的尸身，突然间身后响起咔嚓的声音，有树枝被踩断。一位青衣女子快速走来，拦住了凌晨的去路。青衣女子身边还有20位年轻武者，都是虎背熊腰，气势不凡。李家，李青青，银甲蛟龙留下，人可以滚了。青衣女子态度倨傲，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银甲蛟龙的血肉乃是大补之物，可以直接食用，或者弄成药浴熬炼筋骨。青衣女子身边20位武道强者皆是一脸凶相显然，只要青衣女子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一拥而上。李家很强吗？凌晨直接收走银甲蛟龙尸身，嘴角掀起一抹冰冷弧度。李青青美眸中闪过一缕寒芒。银甲蛟龙尸身不小，凌晨却一下将其收走，使用的明显不是储物袋，而是更加高级的储物戒指，内部空间更大。储物戒指珍贵，各大学院和世家天骄当中拥有的人并不多。
不过李青青并没有将凌晨放在眼中。大玉皇朝有风云榜，年轻一辈只有登上风云榜才是真正的天骄。凌晨的面孔很陌生，根本就不是大玉皇朝成名天骄。风云榜100名录，李青青排名末尾，但也足以横行。我李青青想要的东西就必须得到，给我杀！李青青眼中寒芒一闪，一声令下，身边20位李家天骄一拥而上。他们都是林海境，加上人多势众，有着绝对的把握可以镇杀凌晨。突兀的，夜空之中一道赤色剑影闪过，剑气如狂风骤雨一般袭来。凌晨拔剑，一剑凌天。3位李家弟子首当其冲，被凌晨一剑斩灭。其余李家弟子的攻击被剑气挡下，根本无法伤到凌晨。凌天剑法，你是凌天剑门的人？李青青眼神冰冷，杀意更浓。昔日李家家主之子李元胜在梁山莫名陨落，李家家主震怒，怀疑是凌天剑门动的手。不过剑痴实力强大，且凌天剑门还有一位更加恐怖的剑修，李家家主有所忌惮，暂时没有进攻凌天剑门，只是传出了一道命令，凡李家弟子在外面遇到凌天剑门弟子，杀无赦。李青青本就想杀凌晨，现在更是不得不杀了。小子，能死在本小姐手里也……李青青正在说话，突然间眼前剑光一闪，凌晨一剑斩出，连说场面话的机会都不给他。剑光如惊鸿掠影，凌晨的凌天剑法威力恐怖无比，剑气肆虐之下，又有3位李家弟子身首异处，剩下的人都是满脸警惕之色，他们完全低估了凌晨的战力。林海2重的修为在大禹皇朝年轻一辈根本就不起眼，李青青修为在林海9重，自认为可以轻松碾压凌晨，但此刻的李青青没有刚才的那种自信了。轰！李青青的身后浮现出一道青色身影，那是他的武魂鸾鸟。可怕的武魂威压释放，6星鸾鸟武魂震慑全场，3道青色火雨破空杀来。李青青施展出了武魂天赋，6星武魂在大禹皇朝绝对属于顶尖存在。李青青能名列风云榜，自然有其独到之处。李青青身边那些李家弟子都是精神大振，凌晨丝毫不乱。刹那间，身后浮现出一道武魂虚影，乃是一条血色巨龙，至尊神龙武魂。恐怖的武魂威压释放，在至尊神龙武魂的面前，所谓的青鸾武魂就跟小孩子一样不值一提，气势瞬间就被压制了下去。李青青脸色大变，李家众弟子更是惊骇欲绝。刹那间，凌晨一掌轰出，打出7道神龙之火，神龙之火焚烧一切。李青青释放出的火雨瞬间崩溃，完全无法抵挡。李家10多位弟子在火焰焚烧之下灰飞烟灭，只剩下骨灰随风飘散。明明烈焰焚空，李青青却感觉好冷，娇躯忍不住颤抖，心中惊骇欲死。他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武魂。凌晨的武魂是龙，而且品级极高，完全碾压青鸾武魂。我李家……李青青正要说话，一朵血色火苗飘了过来。李青青惊恐之下催动护体灵甲，全力防御，但他的玄阶灵甲在神龙之火面前就跟纸糊的一样。刹那间，李青青一条手臂便是被焚烧成灰烬。凌晨身上的玲珑塔突然绽放出一道光芒，射到李青青身上。下一刻，李青青的青鸾武魂直接被抽取出来，武魂本源消散一空。不！李青青惨叫，很快在血色火焰焚烧之下化为劫灰。一切都在瞬息之间发生，在凌晨释放出武魂的瞬间，结局就已经注定了。他既然看到了凌晨的武魂，那就必须死。区6星武魂还是太弱了呀！凌晨感慨，刚才是玲珑塔主动抽取李青青的武魂本源，用来修复塔身，不过效果很一般，玲珑塔残缺的一角始终无法补全。凌晨收起地上掉落的宝物，继续前行，融入到了夜色当中。以神龙之火的威力之强，李家众人身上的储物袋都被焚毁了，掉落出不少宝物。好在凌晨能够控制火焰，不然的话，那些掉落出的金币、丹药之类都要被融化。路上，凌晨清点了刚才的收获，金币有3000多个，玄阶丹药有300多颗，品质还不错。李青青好歹是李家天之娇女，身上的资源很丰富。李家势大，乃是大禹皇朝的顶尖家族。不过凌晨毁尸灭迹，手脚干净，想查到他的身上没有那么容易。深夜，一处隐秘的山林当中，凌晨取出了银甲蛟龙的尸身，留下一小半血肉，大部分血肉以神龙之火炼化，提炼出了精纯的龙血。蛟龙血跟纯正的龙血当然没法相比，不过凌晨吸收以后，感觉体内气血旺盛了很多，肉身强化，浑身肌肉隆起。凌晨的至尊神龙武魂同样得到增强，开发出了更多潜力，现在可以释放出8道神龙之火。神龙之火是凌晨的杀手锏，威力巨大，
焚天逐海。唯一的缺陷就是施展神龙之火消耗太大。当然，以后随着凌晨的境界提升，这都不是问题。夜深人静，山林当中气氛静谧，偶尔有乌鸦的嘶鸣声传来。乾隆山内充斥着一股血腥之气，夜黑风高，杀人越货在这里再正常不过。凌晨闭目修炼，调整自身状态，长夜逝去，到了黎明时分，晨光透过树叶照射而来，树影婆娑。凌晨起身，迈步前行。此地还不是乾隆山核心深处，凌晨想得到黑血玄龙精血，还得继续深入。乾隆山越是到了山林深处，危险程度越高。走了一会，突然间，凌晨脸色微变，身上的欢心铃突然发出一阵清脆的铃声，似是有所感应。密林中，一位身材曼妙的蓝裙女子被众人围住，她眉目如画，有着精致的五官，深蓝色的眼眸如宝石一般，耀眼无比。柳嫣然，玄阴果不属于你，交出玄阴果，我或许还能饶你性命。一位黑衣少年脸色阴冷，眼睛盯着柳嫣然胸前丰满之处，有着一抹贪婪之色。蓝裙女子正是柳家小姐柳嫣然，她来乾隆山历练，途中遇到了厉害妖兽，柳家的队伍被冲散了。此刻柳嫣然身边只有一位同伴，名为柳飞云，也是柳家天骄。王和，我柳家也不是好惹的。柳嫣然眼中闪烁寒芒，柳家是不好惹，但只要手脚干净，谁知道是我做的。黑衣少年王和阴冷一笑，眼神愈发贪婪。柳嫣然得到的玄阴果达到了1000年级别，极为珍贵。王和既然遇到了，当然不想错过。嫣然，不如把玄阴果给他们吧。柳嫣然的身后，柳飞云神色惊恐，低声说道。他们脱离了柳家的队伍，眼下王和人多势众，根本打不过。王和是苍兰学院真传弟子，天赋妖孽，名列风云榜，本身战力就很逆天，何况身边还有苍兰学院的10位内院天才。柳嫣然脸色一沉，对柳飞云没有任何好感。此人胆小如鼠，遇到事情只知道退缩。玄阴果是柳嫣然得到的机缘，对他的冰凤武魂有奇效，他当然不愿交出。而且以眼下的局势，就算柳嫣然交出玄阴果，恐怕王和也不会放过他。你若是害怕，自己走就是了。柳嫣然沉声道。柳飞云脸色阴沉，突然一掌轰出，袭向柳嫣然后背。柳嫣然有所防备，以雄魂灵力护体，并未受伤，但在掌风轰击之下往前冲出数步。王和，此事与我无关，我保证守口如瓶。柳飞云身形闪烁，如猿猴一般，速度极快。突然间，丛林间一道血光闪过，有人凌空而来，轰出一拳。柳飞云猝不及防，护体灵力瞬间被破开，发出一道凄厉惨叫声，摔倒在地，如一条死狗。柳嫣然美眸一凝，随后便是看到一道白衣身影从密林当中走出。柳嫣然大喜，美眸中异彩连连。凌晨，到了。是你。王和脸色微变，凌晨之名，苍兰学院很多人都知道。当日，凌晨在苍兰学院闹事，已经被苍兰学院列入必杀名单，更是发出高额悬赏。苍兰学院弟子只要斩杀凌晨，就能得到一件天阶灵器。很好，今日我王和。王和正在说话，突然间凌晨动了，身形如一阵狂风，直接杀出手中赤阳剑，斩出一道赤色剑影，恐怖的剑气凌空斩来，摧枯拉朽。王和脸色巨变，刚想召唤武魂，突然发现身边的10位苍兰学院弟子全部身首异处。吃了！一道赤色剑影在王和瞳孔之中迅速放大，下一刻王和脖子爆出一缕血光，一剑封喉。好快！王和眼神迅速涣散，眨眼间生机消散。在凌晨的面前，他甚至连召唤武魂的机会都没有。是你太慢了。凌晨摇了摇头，原本对苍兰学院的天才还有些期待，没想到这么弱。开打之前非要说什么场面话，浪费时间。凌天剑法主打的就是一个快字，天下剑法唯快不破。既然要决生死，谁有空废话？你……柳嫣然呆住了，良久说不出话来。王和名列风云榜，可称天骄，却被凌晨一剑秒杀。凌晨如今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他。没事吧？凌晨走了过来，声音温和。不久前，凌晨感觉到了欢心灵的异动。欢心灵只有2只，彼此接近的时候会有感应。凌晨猜到柳嫣然在附近，因此赶来相见。柳嫣然遇险，凌晨自然不会坐视不理。昔日在太仓秘境的时候，凌晨与柳嫣然共患难，早就有了情谊。我没事，谢谢。柳嫣然笑了笑，从震惊当中恢复过来。看到凌晨如此强大，柳嫣然也替他开心。苍兰学院弟子水平都是这样。凌晨又道，王和是苍兰学院真传弟子，
排名风云榜第80位，其实不弱的。柳嫣然眨了眨眼睛，轻声开口。凌晨摊了摊手，没有多说，将那些苍兰学院弟子身上掉落的宝物收走，加起来总共800多金币，以及100多颗玄阶丹药，不如李青青富有且慷慨。不远处，柳飞云挣扎着爬起来，眼中满是惊骇之色。他不认识凌晨，没想到此人能有如此逆天的战力，连王和都能一剑秒了。你可知道杀了王和会有什么后果？苍兰学院还有其他真传弟子在乾隆山的。柳飞云冷笑一声，眼中有一抹怨毒之色。刚才他本来都跑了，谁知道凌晨横空杀出，直接将他轰飞，是吗？凌晨嘴角掀起一抹冷笑，突然挥剑斩出一道剑气。你！柳飞云正要抵抗，突然眼前一黑，彻底失去了意识，脑袋飞了起来，横死当场。你死了，就不会有人知道是我杀了王和。凌晨淡淡道。看到柳飞云身死，柳嫣然脸色平静，丝毫不在意。刚才柳飞云不仅自己逃走，还将他送到敌人面前，如此卑劣之人，死了也是活该。陈哥，此地不宜久留。柳嫣然美眸凝重。凌晨点了点头，释放出一缕火焰，毁尸灭迹。山林间寒风吹过，王和、柳飞云等人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被挫骨扬灰前龙山深处一处山涧。凌晨和柳嫣然暂时停下休息。千年玄阴果效果应该不错，嫣然，你先炼化玄阴果，我替你护法。凌晨笑了笑。好。柳嫣然点头，服下玄阴果，放心将自己的后背交给凌晨。时间流逝，3个时辰之后，柳嫣然呼出一口浊气，浑身散发出一股惊人的冰寒气息。千年玄阴果可以滋养武魂，林嫣然只是吸收了部分药力，冰凤武魂威力就有明显提升。他的冰凤武魂有着极大的潜力，在青州的时候，他武魂从5星进阶到了6星。若是得到的机缘宝物足够，后续还能再次进阶，潜力无穷。龙与凤武魂本来就是极为强大的存在，世间少有。结束修炼，柳嫣然站起身来，走到凌晨身边，美眸凝视着他，神色温柔。陈哥，你来乾隆山是来寻找龙血吗？柳嫣然微笑。他其实猜到凌晨可能会来乾隆山，所以他也向家族申请前来乾隆山历练。在太仓秘境的时候，柳嫣然见过凌晨的武魂，龙类武魂若是能够吸收龙血，肯定会有帮助。凌晨点了点头，我与你一起。柳嫣然美眸明亮，满是期待。离开青州回到柳家以后，柳嫣然一直在潜心修炼。她天赋经验，在柳家也得到了丰厚的资源，修为一路突飞猛进，如今已经突破到灵海7重，加上6星冰凤武魂的强大，柳嫣然在大禹皇朝年轻一辈当中也算是出类拔萃了。刚才若非王和人多势众，柳嫣然不会如此被动。好。凌晨笑了笑，两人在太仓秘境配合就很默契，彼此信任，身边有一位值得交付后辈的队友，肯定是好事。大禹皇朝3000里之外，乾隆山外围，夜色当中，2位黑衣人疾驰而行，其中一人一袭黑袍，头戴斗笠，眼神阴冷，却是灵剑宗宗主苏沫。昔日青州武道大会，凌晨强势崛起，击败苏瑶，废其武魂。自那以后，灵剑宗威望大减，且遭到武吉宗打压，每况愈下。苏沫忌惮凌晨此子成长速度太快，若不除掉，后患无穷。后来苏沫悄然离开青州，投奔苍兰学院。苏沫原本想让苏瑶嫁给大禹学院圣子慕容秀，抱上慕容秀这棵大树，但苏瑶没了。慕容秀胞弟死在青州，不找灵剑宗的麻烦已经是万幸了。苏沫知道不可能再跟大禹学院搭上线，只能投奔苍兰学院，让整个灵剑宗成为其附属宗门。苏沫好歹是一宗之主，且最近修为精进，突破到了造化1重，在苍兰学院混了个执事的职务。苏沫身边还有一位黑衣人，乃是苍兰学院长老谢银松。苏沫加入苍兰学院以后，便是在谢银松的手底下做事。苏沫，你确定那小子施展的是王阶武学？谢银松沉声道。确定。那小子武魂被废，在青州武道大会却还能大放异彩。他施展的掌法很诡异，有一条血河，携带惊人的腐蚀之力。如果不是王阶武学，他不可能越级挑战的。苏沫语气笃定。等我擒住那小子，得到王阶武学修炼之法，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谢银松淡淡道。多谢长老，不过你若是敢骗我，借我的手来报私仇，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谢银松突然脸色一沉，语气冰冷。以谢银松的能力，当然能调查到苏沫与凌晨的仇怨。苏沫无非是想借刀杀人，不过若是苏沫提供的情报是真，谢银松能得到王阶武学也不枉走一遭了。王阶武学在整个大禹皇朝都是逆天存在，苍兰学院当中
只有一门王阶武学，而且残缺不全，很难参悟。长老明鉴，就算给小的100个胆子，也不敢骗您。苏沫一脸郑重，而且那小子的武魂也有古怪，只要将他擒住，您可以慢慢研究。谢银松没有再说，夜色中如一道魅影进入乾隆山深处。大禹皇朝各大学院、世家彼此之间有默契，乾隆山是提供给年轻人历练的，老一辈的强者一般不会插手。不过谢银松顾不得许多王阶武学的诱惑，他无法抵挡。夜色寂静，乾隆山深处，一处山丘上盘旋着一条漆黑的巨龙，它的身上闪烁着血光，漆黑的鳞片多处破碎，血流不止。黑血玄龙，这位乾隆山的霸主，伤势很重，几乎油尽灯枯。他寿元将近，实力下降了很多，以前的仇家找了过来，爆发大战。黑血玄龙毕竟是龙族，血脉强大，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仍然有着不俗的战力。惨烈大战之后，黑血玄龙终于击退了来犯之敌，但他伤势很重，几乎无法支撑。此刻山丘上横七竖八倒下了一排尸体，遍地都是碎肉。有人趁黑血玄龙虚弱之时偷袭，下场很惨。黑血玄龙哪怕重伤，也不是一般的林海境年轻天骄可以收拾的。此刻夜黑风高，黑血玄龙巨大的龙目当中逐渐失去光彩，生机涣散。一位灰袍少年埋伏在附近，躲在一棵大树后面，迟迟没有动手。灰袍少年身后还有很多年轻弟子，都是大禹学院的精英，大部分是内院弟子，还有几个真传弟子。杨师兄，我们什么时候动手？有人压低声音说道。灰袍少年没有说话，他都等了3个时辰了，不差这一回。不久前，黑血玄龙也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有人忍不住动手想去捡尸，结果被黑血玄龙暴杀。灰袍少年名为杨启，在大禹学院很有声望，乃是最优秀的几个真传弟子之一。山丘下黑暗当中有一阵脚步声传来，凌晨与柳嫣然并肩前行。看到山丘上躺着的黑血玄龙，凌晨眼中闪过一道金光。终于找到真正的龙族强者了，银甲蛟龙与其相比，简直就像是3岁孩童。黑血玄龙气血衰败，寿元将尽，但毕竟是龙族大能，其体内精血对滋养凌晨的武魂有奇效。阿紫，他死透了没有？凌晨催动玲珑塔向阿紫请教。看到山丘上那些尸体，凌晨同样不敢贸然行动，万一黑血玄龙假死，故意引人上钩，那就很被动了。不知道呢，应该快了吧，还剩下最后一口气。阿紫淡淡道。凌晨环顾四周，发现了不少埋伏的人。很快凌晨做出决定，嫣然，你先走，我随后就到。凌晨说完走向了山丘，柳嫣然却是没有离开，与凌晨并肩而行。陈哥，无论遇到什么，我们一起面对。柳嫣然美眸如水，伸出玉手，似是想挽住凌晨的胳膊，但关键时刻他又缩了回去，绝美的脸颊飞过一抹红晕。凌晨没有再说，全神贯注观察黑血玄龙的情况。吼！突然间黑血玄龙暴起，一记龙爪拍了过来，速度极快。凌晨早有防备，祭出赤阳剑，一剑斩出，快若惊鸿。吃了！顷刻间一道血光爆出，黑血玄龙惨叫，龙爪上的一大块血肉直接被凌晨切了下来。黑血玄龙本就重伤，防御锐减，凌晨施展凌天剑法，释放剑气，可以轻松破防。那是凌天剑法。大树后面，杨启眼中寒芒一闪，杀机毕露。动手，先擒住这小子，再对付黑血玄龙。杨启估计黑血玄龙现在真的是油尽灯枯了，只要将其围住，不怕他跑了。另外，大禹学院圣子慕容秀有令，凡擒住凌晨之人，重重有赏。杨启速度极快，召唤出了旱地神牛武魂，身形迅速膨胀变大，足足有2米高，浑身肌肉隆起，充满爆炸性的力量。旱地神牛武魂以力量著称，加之杨启肉身横练，整个人看起来威猛无比，如一座肉山。凌晨，想要黑血玄龙，你还不够资格，跟我去一趟大禹学院吧。赶杀慕容圣子的胞弟，圣子准备了几百种酷刑，等着你去享受呢。杨启狞笑，命令身边25位大禹学院弟子堵住凌晨去路。至于黑血玄龙，一击之后再度倒地，奄奄一息。屁话真多。凌晨眼神冰冷，挥出一道剑芒，横扫全场。眨眼之间，围住凌晨的3位大禹学院弟子喉咙爆出血线，当场暴毙。凌晨的剑快到不可思议，他们根本来不及抵挡，而且还有剑气的存在，直接破开他们的护体灵力。剑修就是如此逆天，一起动手，死活不论。杨启脸色微变，改变策略，以凌晨展现出的实力，想要生擒他，恐怕没那么容易。直接杀了，取其首级，拿给慕容秀，照样可以领赏。
柳嫣然召唤出冰凤武魂，释放出一朵朵冰莲，阻拦大禹学院众人。柳家人，你可知道，凌晨是我家圣子要杀的人，就凭你也敢拦我们？杨启暴喝一声，蒲扇大的巴掌直接扇了过来。柳嫣然不为所动，眼神坚定，毫不退让。突然，一道血色幻影闪过，凌晨体内气血翻涌，手臂上凝聚出一条血河，一掌打出，血河翻涌。王阶武学万里血河掌，一掌出，虚空震荡，发出一连串噼里啪啦的炸响声。杨启与凌晨正面对了一掌，脸色巨变，一口血喷了出来，脚步噔噔噔连连后退。杨启脸上露出骇然之色，他肉身横练，还有6星级的旱地神牛武魂，境界更是远超凌晨。但凌晨一掌威力竟然如此恐怖，正面碾压了他。杨启只感觉有一股惊人的腐蚀之力在侵蚀他的肉身。给我拦住他！杨启一声令下，随后转身就跑。留下的20几个大禹学院弟子一脸愕然。剑光闪过，冰莲漫天，没了杨启镇压场面，在场大禹学院弟子成片倒下，不堪一击。短短几个呼吸之间，所有围攻凌晨的大禹学院弟子死了个干净，只有杨启率先跑路，跟凌晨拉开了距离。不过杨启的旱地神牛武魂并不擅长速度，一道赤色剑芒横空展出，在黑夜当中格外显眼，如一道惊鸿。杨启全身灵力流转，散发出土黄色的光芒，以旱地神牛武魂强化肉身，硬生生扛住凌晨一剑。下一刻，9朵冰莲从天而降，天地间变得冰冷无比，有寒霜降下，限制杨启的速度。杨启本来就跑不快，冰莲影响之下，更是如同陷入泥沼。没多久，凌晨和柳嫣然便追了上来。我是大禹。杨启正要开口说话，突然感觉喉咙一甜，一股鲜血涌出。他眼神惊恐，拼命捂住自己的喉咙，但还是无法阻止生机的流逝。很快，杨启倒在地上。临死之际，他的旱地神牛武魂被阿紫抽取出来，成为纯粹的武魂本源之力，由玲珑塔吸收。他想说，他是大禹学院真传弟子，你不能杀他。柳嫣然笑了笑，他说晚了。凌晨眨了眨眼睛，都已经生死厮杀了，临死之际还要强调他是大禹学院真传弟子，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犹如溺水之人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凌晨又岂会在乎他的身份？月黑风高夜，谁能知道是他凌晨杀的人？取走杨启身上的宝物，凌晨转身想去找黑血玄龙，却是发现黑血玄龙已经不见踪影了。凌晨嘴角抽动了一下，暗道黑血玄龙是真的有点东西，竟然能够一直装死。好在凌晨机智取走了黑血玄龙掉落的龙爪，不然就亏大了。刚才凌晨就感觉不到黑血玄龙的气息了，没想到他还没死，一直在伪装，想钓鱼。好在凌晨早有防范，不然的话还真有可能在黑血玄龙的攻势之下受伤。这条龙有点意思。柳嫣然笑了笑，他肯定还隐藏了实力，不过油尽灯枯也是真的，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等待。嫣然，我打算修炼了。凌晨缓缓道。好，我为你护法。柳嫣然神色温柔，守护在凌晨身边。柳嫣然的实力跟风云榜排名末尾的那些天骄比起来差距不大了，就算是有风云榜的妖孽到来，柳嫣然至少可以稍微抵挡一下。山丘之上，寒风吹拂，凌晨取出黑血玄龙的龙爪，释放出神龙之火，快速炼化。黑血玄龙的肉身寻常火焰难以损伤，就算只是掉落下来的龙爪同样坚固，有着极强的防御力。不过凌晨释放出的神龙之火威力足够强横，可以加快炼化速度。没多久，龙爪就被凌晨提炼成了一大瓶龙血。黑色的龙血散发出一股惊人的龙威。黑血玄龙勉勉强强还可以，但只有一瓶龙血太少了。玲珑塔当中传出了阿紫的声音。阿紫，我需要多少龙血才够？凌晨问道。你的至尊神龙武魂现在发挥出的威力就相当于6星级武魂罢了，想要发挥出武魂的威力达到7星级的水平都还远远不够。总之你记得龙血多多益善。阿紫懒洋洋的声音传来。凌晨点了点头。至尊神龙武魂理论上很强，而实战方面还没有展现出真正的风采。当然比旱地神牛之类的武魂，凌晨的至尊神龙武魂还是有优势。6星级武魂面对凌晨的至尊神龙武魂照样要被压制。一瓶黑血玄龙的精血被凌晨吸收到了体内。很快凌晨体内气血翻涌，感觉全身燥热无比，像是有一座火山在凌晨的体内喷发，奔腾呼啸，势不可挡。黑血玄龙的精血想要吸收没有那么容易。龙血霸道，肉身若是不够强大，在吸收龙血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爆体而亡。不过凌晨有神龙体，肉身足够强横，
时间流逝，眨眼间过了1个时辰，夜色更深了。凌晨吸收了1大瓶龙血，感觉体内气血冲天，浑身肌肉隆起，精气神大幅提升。凌晨的至尊神龙武魂同样得到了强化。如今凌晨已经可以一次性释放出10道神龙之火，每一道神龙之火的威力同样有所提升。柳嫣然一直在替凌晨护法，感受到了凌晨体内的旺盛气血，他脸上露出喜色。陈哥，成功了吗？柳嫣然笑道。吸收了很多龙血，效果不错。接下来我们该去找黑血玄龙了。凌晨站起身来，眼中闪过一道金芒。仅仅是黑血玄龙的一只龙爪，提炼出的龙血就有如此效果。如果能擒住黑血玄龙，得到的好处自然更大。凌晨和柳嫣然刚刚走出2步，突然间凌晨脚步停住，身后的山林当中隐隐有树枝断裂的声响，有2股强大的气息正在向凌晨靠近。怎么了？柳嫣然似是还没有察觉，眼中露出疑惑之色。没什么，你先走，我殿后。凌晨脸色凝重。闻言，柳嫣然没有离开，美眸凝视着凌晨，嫣然一笑。丢下队友可不是我的作风，来人很强，我是柳家小姐，柳家在大禹皇朝多少还是有点面子的。柳嫣然执意不走，凌晨没有再劝。很快夜空之中2道身影闪烁而来，速度极快。近了，凌晨感应到熟悉的气息，赫然是灵剑宗宗主苏沫。苏沫曾经是凌晨的师尊，凌晨对他再熟悉不过了。凌晨本来还想在皇城打下一定的根基之后，再回青州找苏沫报仇，没想到苏沫自己找上门来了。在苏沫身边还有一位黑衣人，气息沉凝，实力明显还在苏沫之上，想必是苏沫找来的帮手。凌晨，你一定想不到会在这里遇到我吧？苏沫嘴角掀起冰冷弧度，眼中杀意丝毫不加掩饰。以苏沫现在的实力，其实并没有把握能够收拾凌晨，但谢银松在给了苏沫足够的底气。凌晨直接无视了苏沫，目光落在了他身边的黑衣人身上。小子，交出你的王阶武学，本座可以考虑饶你一命。谢银松阴冷一笑，眼神如毒蛇一般。苏沫，你以为找了帮手就能杀我？凌晨笑了，苏沫对他现在的实力是一无所知。苏沫行事向来谨慎，打听到了凌晨的行踪之后，没有一个人过来符合他一贯的作风。不过苏沫并不知道，凌晨除了本身实力强大之外，还有逆天的底牌。有谢长老在，杀你易如反掌。苏沫狞笑，眼中满是怨毒之色，仿佛已经看到了凌晨惨死的样子。苍兰学院长老竟然亲自下场，脸都不要了。柳嫣然站了出来，挡在凌晨面前。死人是不会说话的，你们死了，谁能知道是本座下的手？区柳家，我又有何惧？柳家小姐，杀了也就是杀了。谢银松狞笑，突然动手，一掌轰出，掌风呼啸而来，如刀刃一般，狂暴无比。柳嫣然释放出9朵冰莲，天地间温度骤然降低。凌晨展出一道剑芒，随后拉着柳嫣然的玉手，转身就跑。柳嫣然愣了一下，任由凌晨牵着，心中感觉奇怪。凌晨明明早就感应到了苏沫的到来，却没有第一时间离开。凌晨刚才不走，柳嫣然还以为他有什么依仗。不过此刻柳嫣然没有想太多，身后传来一阵破空风声，谢银松和苏沫追杀过来。凌晨带着柳嫣然速度飞快，很快便是到了深山之中。前方不远处有强大的龙族威压传出，凌晨感应到了黑血玄龙的存在，嘴角掀起一抹弧度。苏沫正在追击，突然脸色一变，停住了脚步。不好，他是想借黑血玄龙的手除掉我们。苏沫沉声道。黑血玄龙的存在，苏沫已经感应到了，那可是真正的龙族大能，血脉强大，而且是造化境的修为。一条垂死的龙罢了，有什么好怕的？先擒住凌晨，再杀黑血玄龙就是。谢银松轻蔑一笑，如果黑血玄龙在全盛时期，谢银松不敢招惹。半死不活的黑血玄龙，谢银松还有什么好怕的？他来乾隆山原本就打算顺手除掉黑血玄龙，夺取其精血。大禹皇朝各大势力之间有默契，造化境的老一辈强者一般不会来乾隆山夺取机缘。但谢银松偷偷摸摸，谁能知道？就算真的坏了规矩，暴露行踪，他身为苍兰学院长老，照样有人保他。夜深人静，凌晨突然驻足，没有再动。前方就是黑血玄龙，匍匐在地，气息微弱无比。身后则是谢银松和苏沫。跑啊，你怎么不跑了？苏沫狞笑，眼中森冷无比。你以为有黑血玄龙在，我们就不敢动手吗？这条龙救不了你。苏沫大笑，心中快意无比。凌晨笑了笑，突然上前一步，抱了抱拳。谢前辈，你想要王阶武学，我可以教你。我保证
倾囊相授，绝不会有任何保留。闻言，谢银松神色轻松，眼中满是贪婪之色。算你识趣，只要你好好配合，我可以不杀你的。谢银松满脸微笑。当然，我有一个条件，只要前辈杀了苏沫，一切都好说。凌晨又道。谢银松脸色阴沉下来，苏沫更是吓得浑身一颤。谢长老，此子满口谎言，千万不要相信他。苏沫心惊肉跳，担心谢银松翻脸无情。毕竟以苏沫的身份，在谢银松的面前什么都不是。我只能答应，饶你一命。谢银松冷冷道。苏沫的性命，谢银松当然不在乎。不过，苏沫带领的灵剑宗刚刚投靠苍兰学院不久，如果谢银松直接打死苏沫，终究影响不太好。而且，现在局势在谢银松的掌控之中，他完全没有必要对苏沫下手。既如此，请前辈过来，我将王阶武学秘籍告诉你。凌晨神秘一笑。谢长老，小心这小子使诈。苏沫提醒道。谢银松冷笑一声，猜到凌晨可能会耍阴招，不过他艺高人胆大，丝毫不惧。很快，谢银松迈步走来，迅速朝凌晨靠近。区区灵海境，就算使诈又能如何？现在可以说了吧？谢银松停了下来，距离凌晨很近。可以。凌晨突然一个箭步冲出，速度极快。找死！谢银松笑了，仿佛看白痴一样。区区灵海境，想在他面前玩阴的还差得远。刹那间，谢银松可怕的一掌轰出，直接打向了凌晨的面门。在其身后浮现出一头猛虎虚影，乃是他的6星级武魂，威力不俗。你这小小蝼蚁，本座抬手间就能镇压。谢银松说话间，掌风扑面而来。下一刻，一道紫色幻影闪过，谢银松的身形突然僵硬住了，眼神惊恐无比。谢长老。苏沫脸色微变，不知道为什么，谢银松突然就不动了，仿佛泥塑木雕，愣在了原地。苏沫心中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刚才他看到了一道紫色幻影，散发出一股极致危险的气息，不知何物。突然间，谢银松的身体倒了下去，脖子上出现了一个血洞。谢银松的武魂直接被抽取出来，融入到了玲珑塔当中。一位造化巅峰境的大能，眨眼之间身死道消，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苏沫心中大骇，拔腿就跑。既然来了，那就不必走了。凌晨嘴角露出一抹森然之意，身形飞掠而来，打出一掌，一条血河环绕，散发出惊人的腐蚀之力。你！苏沫全身灵力调动体内，全力防御，刚要说话，突然眼前一黑，彻底失去了意识。凌晨一拳威猛霸道，直接打爆了苏沫的脑袋，将其轰杀。灵剑宗与凌晨的仇怨终于结束。斩杀苏沫，凌晨突然想起了以前在灵剑宗修炼的往事，曾经的自己何其天真，最终落得一个武魂被夺，扫地出门的下场，甚至差点丢了性命。当时若非柳嫣然出手相救，凌晨恐怕早就死了。前尘往事如云烟一般随风飘散，如今的凌晨早就成长起来，无论实力还是心智都跟以前完全不同。陈哥。柳嫣然走了过来，美眸中有惊讶，但没有多问。刚才凌晨靠近谢银松，关键时刻放出了阿紫，以阿紫的实力镇杀谢银松，轻而易举。凌晨自身的实力其实也不惧谢银松，不过还有一头黑血玄龙在，能省一些力气，再好不过。走吧。凌晨拿起苏沫和谢银松的储物袋，走到乾隆山深处。黑血玄龙就趴在山林之中，一副奄奄一息的模样。在黑血玄龙前方不远处，有一株灵药，是一株红色的小草，散发出极为强大的灵气波动。凌晨对药材有一些研究，以前在灵剑宗的时候，除了修炼剑道，还有钻研炼丹之术，辨认各种药材乃是炼丹师的基本素养。竟然是天龙草！凌晨心中一动，看那天龙草的品相，很有可能达到了2000年的层次，乃是稀世珍宝。灵药的等级往往以年份来区分，10年灵药算是一般，100年以上的灵药价值不菲，而1000年以上的灵药更是价值连城，稀世罕见。不错，是天龙草。柳嫣然点头，美眸中有凝重之色，她对药材也有一些研究。天龙草2000年成熟，黑血玄龙在等。柳嫣然补充了一句，天龙草药效极强，如果让黑血玄龙吸收了天龙草，他说不定能够在破败当中蜕变，恢复实力。可惜天龙草还没有成熟，黑血玄龙终究等不到了。凌晨笑了笑，不以为意。天龙草散发出一股浓郁的药香味，按照凌晨的估计，此药成熟在即，但至少还需要2-3天的时间。以黑血玄龙的状态，恐怕是撑不住那么久的。如果强行采摘天龙草的话，天龙草的药效将会消散，根本无用。天龙草2000年以上方能成熟。此刻黑血玄龙一动不动，
似是彻底失去了生机。凌晨没有大意，突然斩出一道，与此同时释放出了一股武圣意志。玲珑塔当中收集了一缕大于武圣的意志。此刻，凌晨释放武圣意志，震慑四方。盘在地上的黑血玄龙突然发出一道低吼声，巨大的龙目当中写满了恐惧之色。那是武圣意志，虽然仅仅剩下一丝余威，也是极其逆天的。黑血玄龙大惊失色，惶恐不安，但惊慌之余，一条龙尾抽了过来，力量极强。这家伙一直在隐藏实力，在武圣意志的压制之下，还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一击，果然还在装。凌晨释放武圣意志的瞬间，欺身而上，一掌轰出，掌心3道血纹闪过，万里血河掌施展而出，猛地轰中龙尾。血河席卷，黑血玄龙肉身迅速腐烂，根本无法抵挡血河的冲击。凌晨展出的一道剑芒，更是对黑血玄龙造成了极大的创伤。黑血玄龙本就油尽灯枯，此刻终于抵挡不住，发出一道哀嚎声，被剑气洞穿，彻底陨落。凌晨控制玲珑塔，将其尸身收了起来，看向天龙草。凌晨陷入了沉思当中。天龙草还没成熟，如果留下来等天龙草，恐怕会有麻烦。谢银松死了，苍兰学院那边很有可能派人前来调查，拖延的时间久了，对凌晨不利。阿紫，你可有办法保存这天龙草？凌晨传音道。简单，你把天龙草移植到玲珑塔第1层就行了。别的地方没办法培养天龙草，但玲珑塔空间不成问题。凌晨点了点头，挖走天龙草，连其部分土壤一起移植到了玲珑塔第1层。玲珑塔内部有着旺盛的灵气，栽种灵药倒是不错的选择。只要等2-3天，天龙草就能彻底成熟，到时候凌晨可以将其取出，拿来炼丹。天龙草内蕴含一股龙血气息，想必是黑血玄龙长期以精血浇灌，助其成长，以天龙草炼制丹药，成丹以后效果肯定不错，能够强化凌晨的武魂。柳嫣然看着凌晨的一系列操作，有些惊讶，他连黑血玄龙怎么消失的都不知道。黑血玄龙肉身巨大，一般的储物戒指都无法装下，但凌晨刚才只是挥了挥手，黑血玄龙的尸身就不见了。陈哥，此地不宜久留。柳嫣然没有细问，而是催促凌晨离开。好。凌晨记起赤阳剑，破空离去。柳嫣然紧随其后，一路在山林之间穿梭。晨光熹微，东方露出了一抹鱼肚白。天亮了。凌晨和柳嫣然走出了乾隆山，两人相视一笑。陈哥，保重，后会有期。柳嫣然神色温柔，转身记起一剑灵气，破空而去，回柳家。凌晨点了点头，脚踏赤阳剑，御空飞行，速度爆发到极致，回归凌天剑门。乾隆山一行，凌晨杀了不少人，甚至连苍兰学院长老都杀了。虽然凌晨手脚干净，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但还是回到宗门更加安全。凌天剑门底蕴深厚，有剑痴在，可以守护宗门安全。凌晨甚至怀疑凌天剑门背后还有神秘强者支持，否则的话，就凭剑痴一个人，恐怕无法支撑大局。凌天剑门，凌晨连夜赶路，2日之后回到宗门。路上遇到了几个苍兰学院的宵小之辈，想斩杀凌晨，回宗门换取巨额悬赏，结果被凌晨暴杀。凌晨现在身价很高，苍兰学院弟子只要杀了他，就能得到玄阶极品灵气。此等宝物在大禹皇朝也是极为珍贵了。一路有惊无险，回到凌天剑门，凌晨开始闭关修炼。期间，周灵素前来问候，询问凌晨在乾隆山过得如何。凌晨没有多说，直接取出了在乾隆山收集的一些妖兽血肉。周灵素喜笑颜开，达成目的，兴致勃勃找铁牛做菜去了。当然，凌晨并没有取出黑血玄龙的血肉，龙族血肉对凌晨而言非常珍贵，如果只能拿来烹饪菜肴，那就太浪费了。凌晨打算将其提炼成精血，慢慢炼化吸收。乾隆山一行收获颇丰，除了黑血玄龙的血肉，还有一株天龙草。如今天龙草在玲珑塔内部空间已经成熟，随时都可以采摘。不过凌晨现在忙着修炼，没空炼丹。时间流逝，10日之后，凌晨出关，感觉神清气爽，所有黑血玄龙的精血全部吸收。凌晨的至尊神龙武魂不断壮大，神龙之力增强，且终于凝聚出了第1条龙纹。阿紫曾说，龙纹凝聚到100条的时候，凌晨的至尊神龙武魂才算完全体，可以展现真正的威能。现在凌晨仅仅凝聚出1条龙纹，感觉身体蜕变，体表排出了许多粘稠的杂质，伐毛洗髓，肉身强化。如今的凌晨一身肌肉，体格健壮无比，比铁牛还要夸张。当然，凌晨不是铁牛那种铁憨憨，长相比他帅气得多，颜值不是一个档次。武魂的强化让凌晨的神龙之火同步增强。神龙之火属于武魂天赋，
其威力与武魂相关。凌晨现在一次性可以释放出18道神龙之火，血色的火苗散发出极致的高温。神龙之火无论用来杀敌还是炼丹，效果都很显著。凌晨以前炼制过灵阶丹药，算是一位炼丹师，只是精力有限，在炼丹方面没有钻研太多时间。炼丹师最为重要的天赋就是对火焰的掌控以及精神力强度。寻常武者想要成为炼丹师，需要武魂天赋自带火焰，或者去吞噬一种兽火。很多高品质的药材熔炼都很难，若是无法释放强大的火焰，根本就无法炼丹。闭关修炼了10天，凌晨推开房门，此刻天刚刚亮，阳光和煦，微风扑面。大清早，铁牛在准备早膳。凌晨从乾隆山带来了各种妖兽血肉，有猛虎，有黑熊，各种飞禽走兽。铁牛正在清洗一只黑熊掌，早上打算做红烧熊掌。武者每天都需要进食妖兽血肉，以强化气血，强身健体。因此大清早饮食也并不清淡，而是以肉食为主。铁牛师兄早。凌晨走了过去，跟铁牛打招呼。林师弟早啊，你带来的黑熊肉真不错。铁牛嘿嘿一笑。凌晨带来的妖兽血肉比他以前在梁山狩猎到的那些妖兽好多了，师兄喜欢就好。凌晨微笑。很快凌天剑门师徒4人围成一桌开席。席间凌晨问到了炼丹房的事。怎么，你小子想炼丹？剑痴有些诧异，他知道凌晨剑武双修，剑道和武道齐头并进，剑武双修本就需要极大的精力，好在凌晨还年轻，问题不大。但如果凌晨还兼修丹道的话，那就太浪费精力了。是的，手上有一些不错的药材，正好可以炼丹。以前是有专门的炼丹房，但废弃了，没人打扫，里面都是灰尘。你想炼丹的话，倒不如就在庭院练，环境宽敞。剑痴笑了笑，凌天剑门的条件就是如此简陋了。剑痴也想换个好点的环境，奈何宗门还有很多防御大阵的存在，不可能随便搬迁的。吃完饭，剑痴取来一个炼丹炉，炉子破旧，看起来年岁很久了。凌晨也不嫌弃，反正只要是炼丹炉就行。以前在灵剑宗的时候，凌晨看过很多丹方。来到凌天剑门以后，去了一趟藏书阁，里面也有一些不错的丹方。凌天剑门曾经是大禹皇朝的超级宗门，虽然没落了，但这点资源还是有的。凌晨打算炼制一颗天龙壮骨丹，以天龙草为主要。天龙壮骨丹可以增强凌晨的肉身，强化气血，甚至滋养武魂。凌晨得到的天龙草吸收了不少黑血玄龙的精血，以其炼丹，效果肯定不错。当下凌晨释放出神龙之火，开始炼丹。以凌晨如今的武魂强度，在不召唤武魂的情况之下，照样可以释放出神龙之火。周灵素、铁牛和剑痴吃饱了饭之后，左右无事，前来围观。看到凌晨释放出的神龙之火，剑痴陷入了沉思当中。凌晨真是处处给他惊喜，有如此逆天的火焰，在炼丹方面天生有优势，别人难以熔炼的药材，在凌晨这里不会存在任何问题。凌晨将天龙草投放进去，按照丹方的记载，依次放入各种药材。在乾隆山的时候，凌晨就采集了不少药材，加上斩杀了诸多强者，从他们身上搜刮到的药材同样不少。30多种药材投放到炼丹炉当中，在神龙之火的熔炼之下，很快成为精纯的药液。时间流逝，约莫1个时辰过去，炼丹炉当中一颗丹药的雏形缓缓出现，色泽饱满，丹香四溢。啊，这剑痴愣住了，没想到凌晨还是一位炼丹天才，短短1个时辰就初步成丹了。接下来的步骤是进一步剔除杂质。玄阶丹药什么时候这么容易炼制了？剑痴摸了摸下巴，自言自语，不愧是凌师弟。周灵素嘻嘻一笑，心中在想，不知道天龙壮骨丹的味道怎么样。凌师弟当真全才。铁牛羡慕不已。神龙之火持续焚烧，凌晨小心控制火候。丹药已成，火候要是太猛，容易炸丹。对火候的控制，考验炼丹师的水准。又是半个时辰过去，庭院之中，众人闻到了一股极为诱人的丹香味，丹香愈发浓郁了。炼丹炉当中，一颗浑圆剔透的白色丹药悬浮起来，如宝石一般，完美无瑕，没有一丝杂质。这……剑痴张大了嘴巴，心中震撼无比。凌晨竟然炼制出了玄阶极品天龙壮骨丹，如此炼丹天赋，简直妖孽。天穹之中突然有一道龙魂虚影横空浮现，发出一道龙吟声。剑痴眼睛呆呆看着天空，人都骂了。丹道龙魂，这竟然是丹道龙魂。任何丹药炼制到绝品层次，就有可能引动丹道龙魂意象。天龙壮骨丹属于玄阶丹药的范畴，但每一位炼丹师炼制出来的天龙壮骨丹品质都会有区别。
能炼制出没有杂质的极品天龙壮骨丹已经很难得，诞生丹道龙魂则是绝品丹药的标志，超越极品层次。天空之中，丹道龙魂异象持续了片刻，便消失了。周灵素睁大了水灵灵的眼珠子，看着天空，咂了咂嘴：“我还以为是真正的龙呢，这下没得吃了。”铁牛摸了摸后脑勺，不明所以，他对炼丹不太了解，不知道丹道龙魂意味着什么。只见凌晨一掌拍向炼丹炉，一颗晶莹剔透的丹药跳了出来，如美玉一般，毫无瑕疵，其上还环绕着一道丹纹。绝品丹药除了成丹之时引动丹道龙魂之外，还会凝聚出丹纹。剑痴连忙走了过来，近距离观看天龙壮骨丹，其上一条淡淡的乳白色丹纹，无疑证明其品质竟然是绝品天龙壮骨丹。你小子丹道天赋不错，以后可以去炼丹师协会看看。剑痴满脸赞赏之色，突然话锋一转，不过你的剑道修炼不可因为炼丹而荒废了，凌天剑门弟子还是要以剑道为主。老师放心，我心中有数。凌晨笑了笑，炼丹确实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不过凌晨天赋惊人，炼丹的效率极高。此外，炼制出的丹药同样能够提升凌晨的实力。丹道与武道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天龙壮骨丹出炉，接下来凌晨回到房间之中，服下丹药，开始修炼。天龙壮骨丹的药效让凌晨颇为意外，竟然比单纯吸收黑血玄龙龙血的效果还要好。2日后，凌晨凝聚出了第2条龙纹。神龙之火最多可以释放出25道，整体实力提升了不少。可惜天龙草珍贵，凌天剑门并没有。凌晨感慨，2000年的天龙草属于极为罕见的灵药了，在大禹皇朝估计都不多见。这一日，凌晨在练功，突然有人来访。凌天剑门大门口站着一位灰袍中年男子，却是五级宗宗主华阳。华阳身边还有一位少年，眉清目秀，看起来很青涩，稚气未脱。凌晨听说有人找，走出房间与华阳见面。在五级宗的时候，华阳帮过凌晨很多，凌晨心中感激。凌晨，这是我新收的弟子刘清风。清风，还不见过你林师兄。华阳微笑看向身边的清秀少年。清风见过林师兄。刘清风行了一礼，态度恭敬。不必客气。凌晨点了点头，带华阳和刘清风来到大厅。众人分宾主坐下，剑痴也来了，跟华阳打过招呼，算是给个面子。其实以华阳的实力，还达不到与剑痴平起平坐的地步。凌晨，听说你加入了凌天剑门，我专程来看看你近况如何。另外，我最近收到情报，灵剑宗宗主苏沫突然暴毙，你可知道？华阳说话间满脸微笑，苏沫死了，他当然开心。灵剑宗一直跟五级宗作对，如今苏沫没了，灵剑宗颓势难以挽回，很快就会分崩离析。此事我已经知道了。凌晨笑了笑，宗主来找我，不知所为何事。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但说无妨。实不相瞒，此番来找你，除了叙旧之外，还有一事相求。华阳略微沉吟，而后缓缓开口：宗主请说。凌晨抱了抱拳，其实也没什么大事，这不炼丹师协会招收弟子，我这不成器的徒儿武道不怎么样，在炼丹方面倒是有些天赋。华阳说话间看向了身边的秀气少年刘清风。五级宗内天才弟子不少，但让华阳满意的并没有几个。最近华阳发现了一个好苗子，正是刘清风。华阳说明来意，炼丹师协会的考核还有10天开始，刘清风也没个去处，华阳想让他留在凌晨的身边，帮忙照顾1、2。凌晨询问剑痴的意思，剑痴倒是无所谓，凌天剑门的弟子本来就很少，多一个刘清风也不会拥挤。可以。凌晨点头。那太好了，清风，以后有什么不懂的，找你林师兄请教。另外，在外面做事情要低调，知道了吗？华阳嘱咐道。师尊放心，我知道的。刘清风郑重点头。众人又寒暄了几句，华阳起身打算离开。凌晨没有挽留，临走之时给他提供了一批物资，各种珍贵的灵药、妖兽血肉都是凌晨在乾龙山得到的战利品。华阳推辞不要，但凌晨坚持，他只能收下了。这些东西对凌晨而言不算什么，但放到五级宗算是珍贵物资了。五级宗对凌晨有恩，这只是一点小回馈罢了。华阳感慨，按道自己没有看错人，凌晨不仅天赋妖孽，为人更是重情重义。送走华阳，凌晨继续在凌天剑门修炼，巩固实力。数日之间，凌晨吞服丹药，凝练灵力，境界突破到了灵海4重。修炼一刻也不能停下来。凌晨心中有紧迫感，毕竟得罪的仇家不少，大禹学院、苍兰学院和李家都是庞然大物。以凌晨现在的实力，对付几个初入造化境的强者还行，但要跟那些顶尖的势力碰撞，显然还不够资格。凌晨必须尽快提升实力，强化武魂。且阿紫也在催促，
凌晨在乾隆山得到的龙血还是不够强，至尊神龙武魂想要发挥出真正的威力，必须不断吞噬龙血，凝练龙纹。过几天，大禹皇朝的炼丹师协会就要进行考核，招收一批新的炼丹师。剑痴建议凌晨也可以去参加考核，加入炼丹师协会对凌晨会有帮助，而且协会跟宗门势力并不冲突，各大世家、宗门、学院的弟子都有不少加入炼丹师协会的。当然，需要一定的炼丹天赋，至少要是灵阶炼丹师才行。炼丹师的品级跟武学一样，分为凡阶、灵阶、玄阶、天阶等。凡阶炼丹师在青州城这种小地方算是不错，但想要加入大禹皇朝的炼丹师协会，很多年轻的灵阶炼丹师都不一定能行。灵阶炼丹师只是门槛而已，必须是其中佼佼者，才有可能被炼丹师协会看中。距离协会考核还有一天，这一日，凌晨带着刘清风前往皇城。凌天剑门在皇城郊外，距离倒也不算远，一天足够赶到了。临行之际，剑痴给凌晨提供了许多肉干，说是路上吃。武者修炼离不开妖兽血肉，这些肉干都是用妖兽血肉制作而成，可以长期保存的。大禹皇朝大比还有1个月就要开始，等你参加完了炼丹师协会的考核，就不要再耽误时间炼丹了，赶紧提升实力才是。另外，在外面如果有造化境的老家伙不要脸，出手对付你，直接报我的名号，就是剑痴喝了一口酒，吐出一口酒气，一副醉醺醺的样子。好的，老师再见。凌晨摆了摆手，带着刘清风快步离去。身后，周灵素露出羡慕的目光，他很想跟凌晨一起去皇城，奈何师尊不允许，说他实力太弱，出去容易被人揍。你们2个走吧，跟我练功去。剑痴招了招手，铁牛兴致勃勃，周灵素却是满脸苦色。大禹皇朝皇城如意客栈，凌晨和刘清风寄宿在客栈当中，等待明日炼丹师协会进行考核。赶了一天的路，到如意客栈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客栈1楼是酒楼，2楼、3楼有包间。凌晨带刘清风开好房，然后下楼吃饭。刘清风想掏钱，结果发现囊中羞涩，如意客栈很贵，住一晚就要2个金币。刘清风顿时不好意思了，在青州的时候他用的都是银票，很少用到金币。青州的物价跟皇城也没法比。清风不必拘谨，这点小事不算什么。凌晨给刘清风付了房钱，又请他吃饭。刘清风红着脸一直说着感谢的话。如意客栈很热闹，1楼挤满了人，五湖四海的人聚在一起聊天打屁。凌晨特意选了角落靠窗的位置，比较清静一些。你听说没有，柳家小姐柳嫣然要跟李家天骄李道元成婚了。旁边酒桌上有人挑起了话题。闻言，凌晨脸色一沉。听说了，那李道元天赋异禀，风云榜排名第9位，据说是李家100年难得一遇的天骄。柳家近年来日渐衰弱，与李家联姻也是无奈之举啊。想那李道元已经有6房小妾了，柳家还将家族嫡系嫁过去做妾，简直辱没身份。你不懂，如今的柳家根本就无法与李家相比，能联姻就不错了，谁还管李道元的人品如何？柳家估计巴不得快点把柳嫣然嫁过去，以促进2家合作。各种嘈杂的议论声传来，闻言凌晨脸色愈发难看。柳嫣然从小在青州长大，在武吉宗学艺，对柳家没什么感情，父母又早亡，当时与凌晨订婚根本就没有告知柳家长辈，而是自己决定的。如今柳嫣然刚回到柳家不久，柳家就给她重新安排婚事，显然不认可她与凌晨的婚约，让柳嫣然嫁入李家，明显只是家族利益联合，不存在什么感情的。凌晨脸色阴沉，正在想如何处理此事，突然身上的欢心铃传出异动。凌晨取出欢心铃，收到了柳嫣然的传音：陈哥，乾隆山一别，进来可好？熟悉的温柔女子声音，正是柳嫣然通过欢心铃与他联系。柳嫣然语气低落，似是心情不太好。炼丹师协会明日考核，我在皇城带一位师弟过来参加。凌晨简短回复：有时间吗？我想与你见个面。柳嫣然轻声细语：嫣然，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凌晨直接道：没有的。柳嫣然支支吾吾：柳家逼你做不想做的事情，你都知道了。等炼丹师协会考核结束，我会来找你见面。放心，你不想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逼你。凌晨留下一句话，然后关闭了聊天。清风，你先回房，晚上没什么事，不要外出。凌晨吩咐了一声，而后趁着夜色走了出去。刘清风点了点头，没敢多问凌晨去做什么。天机楼，皇城各大势力盘根错节，有各大豪门世家，还有大禹学院、苍兰学院，其内精英汇聚，强者如云。此外，还有一方特殊势力，名为天机楼。天机楼主要经营情报和商会业务。凌晨身穿黑袍，黑布蒙面，前来天机楼打探情报。天机楼第1层，一位身材窈窕、
腰间系着一根白玉丝带，身穿短裙，大腿暴露的女管事接待了凌晨，将凌晨带到了雅间当中。雅间安静，只有他与凌晨在场。前来购买情报之人往往都需要隐秘，不暴露身份，这一点天机楼完全可以做到。公子，请问您想咨询什么情报？女管事很客气，脸上带着微笑。能来天机楼购买情报的人都不会是一般人物，天机楼的情报很贵，一般人根本就买不起。我要李道元的情报，实力、背景、品行。凌晨淡淡道。闻言，女管事眼中露出一抹诧异之色。凌晨咨询的情报，其实在皇城很好打听到。李道元乃是李家天骄，还是风云榜排名前列的妖孽，他的实力、背景并不是什么隐秘。公子只需要这些。女管事问道。30金币。凌晨也不多说，直接拿出30个金币。他在乾隆山搜刮了许多财富，现在身上还有2300多金币，算是富有了。很快，女管事拿来了相关的情报。凌晨快速看完，眼中闪过一抹寒芒。李道元，李家家主次子，年龄16，造化一重境，6星铁血银狼武魂。如此年轻就突破到了造化境，李道元的天赋确实惊艳。李道元行事霸道，人称混世小魔王，欺男霸女，在皇城横行无忌，无人敢管。曾经有一小家族的小姐被李道元看上，誉纳为小妾，那家族不肯，招致灭族之祸。凌晨看完所有资料，脸色愈发阴沉。好一个柳家，为了与李家合作，要将柳嫣然嫁给这种人渣。柳嫣然是凌晨未婚妻，跟他一起数次出生入死，感情深厚。凌晨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柳家将柳嫣然推入火坑，必须做点什么。李道元造化一重境，凌晨完全有把握对付，不过需要防范李道元身边的高手，以他的身份，若是外出，身边大概率有强者跟随。凌晨找到女管事，我要李道元更多情报，他一般什么时候外出，身边会带哪些人？女管事眼神微凝，猜到凌晨想对李道元下手，不由得极为惊讶。要知道，李道元背景深厚，还是风云榜的天骄，而凌晨只是临海境，想对付李道元，怕是去送死。不过，女管事没有多说，天机楼负责贩卖情报，不会询问客人隐私。500金币，女管事直接报价，500金币，算是高价了。凌晨之前咨询的只是关于李道元的基本情报，很容易就能打听出来，但想知道李道元什么时候出去，身边强者如何，这属于机密情报，售价自然更高。可以。凌晨二话不说，直接取出500金币。女管事离开。约莫一炷香之后，女管事再次来到雅间。公子，你要的情报。女管事取出一个信封，交给凌晨，然后转身离去。凌晨拆开信封，顿时眼神一寒。皇城春风楼，一位锦袍少年正在饮酒，此人正是李家天骄李道元。李道元身边有8位美女作陪，莺莺燕燕。此外，还有2个世家公子哥，跟李道元一路货色，经常出入风月场所，寻欢作乐。春风楼便是皇城有名的销金窟。李兄，听说你已经跟柳家小姐柳嫣然定下亲事，可喜可贺啊！我见过柳嫣然一面，此女天姿国色，李兄当真是艳福不浅啊！2个公子哥举起酒杯，一脸恭维之色。此女肤白貌美，身材也是极品，而且境界不低，应该能玩很久了。李道元大笑，说话之际，伸手在一位女子裙摆下面乱摸。那女子娇躯一颤，双腿一紧，受到了惊吓，脸上却满是谄媚的表情。来春风楼的男人都是来享受的，他们早已习惯了被如此对待。哎，我要是能跟李兄一样，有那么多姿色绝美的小妾，每日玩乐，那就好了。一位公子哥感叹。怎么，是春风楼的姑娘不香吗？哈哈，李兄说的也是，春风楼的姑娘个个貌美如花，今日本公子必须跟他们大战300回合。说话的公子哥左拥右抱，还有姑娘为他吃着灵果。他一次性要了3个，今晚打算猛烈厮杀一番。突然间，门口发出轰的一声，有护卫被轰飞，直接撞开了大门。一位黑衣人赫然冲了过来，轰出一掌。可怕的掌风袭来，空气猎猎作响，仿佛连空间都要被撕裂。什么人？李道元脸色微变，随后狞笑。想不到还有人敢来找他李道元的麻烦，简直找死！李道元，你这衣冠禽兽，还我女儿命来！你这畜生，奸污我女儿，我跟你势不两立！黑衣人声音沙哑，大声呵斥，惊动了不少人。有些正在春风楼享受的公子哥，甚至连裤子都没来得及穿好，就跑出来看热闹。你他妈什么人？老子不认识你！李道元愤怒，一拳轰出，释放出一股可怕的灵力，波动李道元玩过的世家小姐。大家闺秀多了，以为对方真是来寻仇的。其实黑衣人正是凌晨。李道元身边的那2位公子哥正要帮忙，
直接就被掌风轰飞，倒在地上如一条死狗。他们常年流连于春风楼，身子虚弱无比，不可能是凌晨的对手。找死！李道元实力倒是不俗，经常来春风楼，并不会影响他的根基。他的天赋，放眼整个大禹皇朝都是出类拔萃的存在。阿紫，靠你了！凌晨心念一动，跟阿紫联系。玲珑塔空间当中，阿紫挥动小猫爪，伸了个懒腰。下一刻，紫色光芒一闪，凌晨和李道元还没有真正交手，却见李道元脖子血流不止，一大块血肉都被挖走了。李道元眼神惊骇，下一刻倒了下去，彻底没了气息。凌晨转身化作一道幻影，急速遁走，消失在了夜色当中。不好，公子有危险！何方鼠辈，敢与我李家为敌？春风楼之外响起2道怒喝声，正是李家2位长老。李道元在春风楼找姑娘办事，负责保护李道元安全的2位长老没好意思跟进来，只是在外面望风。刚才他们看到凌晨进去，却丝毫不在意。凌晨修为不高，丝毫不起眼。2位李家长老突然听到里面有打斗声，立刻冲进去查看，却见李道元已经倒在了血泊当中，没了气息。到底是谁？说是谁杀了我家公子？李家长老目眦欲裂，冰冷的目光看向在场的几个姑娘。是一个黑衣人，看不清脸，不知道是谁。一个娇滴滴的姑娘怯生生说道。另一位李家长老已经追了出去，却哪里还能看到黑衣人的踪影。黑暗中，凌晨取下黑色大衣，换上了一袭白袍。他在天机楼得到的情报是，李道元今夜在春风楼饮酒，身边只有2位李家长老保护。李家长老修为在造化9重，以凌晨现在的实力，无法应付2位造化9重，但阿紫可以。而且只要凌晨出手速度足够快，李家2位长老未必能反应过来。事实如凌晨预料的一样，李家2位长老没有直接进入春风楼，只是在外面守护。他们哪里会想到，区区临海境的凌晨能要了李道元的命。凌晨无法阻止柳家与李家联姻，但凌晨可以解决制造麻烦的人。李道元一死，李家必定追查其死因，疯狂报复，哪里还顾得上与柳家联姻？回到如意客栈，凌晨取出丹药，开始修炼。与李道元一战，其实凌晨基本依靠阿紫，本身除了速度之外，并没有展现实力。凌晨若是施展凌天剑法，还有万里雪河掌，很容易暴露身份。来到皇城之后，凌晨愈发感觉自身修为还是太低了。皇城之中卧虎藏龙，各大世家当中都有造化9重境的大佬坐镇，如李家这种顶尖的世家，更是有命轮境的强者存在。凌晨现在的境界还远远不够，修炼了一晚上，不眠不休。翌日清晨，凌晨和刘清风走出如意客栈，前往炼丹师协会参加考核。炼丹师协会每年都会定期进行考核，吸收新鲜血液。大禹皇朝年轻一辈的炼丹师都以加入炼丹师协会为荣，在炼丹师协会当中可以享受到许多福利。协会位于天香楼，凌晨和刘清风一路走来，看到了很多年轻人。天香楼附近人满为患，前来参加考核的炼丹师不少。天香楼门口约莫有300多人正在报名登记缴纳费用。凌晨和刘清风排队，约莫半个时辰过去，轮到了他们。报名费用需要5个金币。刘清风囊中羞涩，凌晨笑了笑，替他付了。林师兄，这……刘清风感慨，自从来到皇城之后，处处都是凌晨关照他，很不好意思。无妨，以后赚到钱了还我就是。凌晨笑了笑，一定。刘清风认真点头。报完名进行第1轮的考核，需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炼制出一颗玄阶丹药，丹药的种类不限，药材自备。刘清风身上没有钱，但药材还是带了很多的，大部分药材都是他在山上采的，采药的过程有利于辨认药材，也是炼丹师的基本功。天香楼之外有一片广阔的炼丹广场，凌晨取出剑痴赠送的破烂炼丹炉，释放出一缕神龙之火，开始炼丹。很快，凌晨炼制出了一颗玄阶极品玄灵丹。玄灵丹属于常用丹药，每个炼丹师都要学习的。炼丹过程中，凌晨轻松惬意，短短1刻钟不到，丹药已经出炉。刘清风在凌晨的身边，眼中露出羡慕之色，暗暗佩服。在青州城，刘清风其实名气不小，号称年轻一辈最强炼丹师。他以前在五级宗很低调，凌晨对他没有什么印象。直到最近，刘清风在青州的炼丹大赛崭露头角，一举成名。刘师弟，不用急。凌晨看刘清风满头大汗，笑了笑，出言安慰。刘清风的炼丹手法比较成熟，只要稳住心态，炼制出玄阶丹药肯定不成问题。天香楼外，1个时辰过去，众多年轻炼丹师结束了考核。考核的时间只有1个时辰，若是无法在1个时辰之内炼制出玄阶丹药，就可以离开了。
炼丹师协会只需要炼丹天才，平庸之辈没有资格进入。刘清风忙碌了大半个时辰，总算炼制出了一颗玄灵丹，品质还算不错，达到了玄阶中品层次。凡是在规定时间之内炼丹成功的，都可以参加炼丹师协会第2轮的考核了。参加第1轮考核的足足有数百人，然而到了第2轮，剩下不到50人。天香楼之外的广场人声鼎沸，众人议论纷纷。那些被淘汰的年轻炼丹师，大部分都是神色沮丧。天香楼之内，一位灰袍中年男子缓缓走来，本座是第2轮炼丹的考核者李佩奇，你们先缴纳费用，待会我公布考核规则。李佩奇背负双手，眼神在人群之中扫过，看到凌晨的时候，眼中闪过一抹寒芒。凌晨感觉李佩奇的眼神有些不对劲，但没有多想。40多名炼丹师缴纳费用，第2轮考核需要300金币，300金币其实相当于保证金。第2轮炼丹的时候使用的都是协会提供的丹药，如果炼丹成功就能退300金币，若是炼丹失败浪费了药材，300金币当然是不可能退的了。刘清风没有再向凌晨借钱，而是拿出了一件玄阶下品灵器。玄阶灵器还算值钱，300金币还是可以卖出去的。李佩奇将其收下，也没有多说。凌晨缴纳费用之时，李佩奇却是一声冷笑：300金币不够。什么意思？凌晨脸色一沉。前面排队的炼丹师都是缴纳300金币，或者拿价值相当的宝物，到了凌晨这里，300就不够了。字面意思，你炼丹手法粗糙，之前能炼制出玄阶丹药，全靠运气罢了。以你的炼丹天赋，根本不可能通过考核，纯粹浪费我协会的药材。本座劝你，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李佩奇冷笑。如果我不走呢？凌晨眼中寒芒一闪，猜到李佩奇针对他的原因。李佩奇多半是李家长老。自从李元胜死了以后，李家就跟疯狗一样，传令族中之人看到凌天剑门弟子杀无赦。如今凌晨来参加炼丹师协会考核，李佩奇自然不可能对凌晨动手，但以李佩奇的权势，想针对凌晨不要太轻松。不走，那就缴纳双倍费用，本座可以允许你参赛。李佩奇淡淡道。可以。凌晨没有犹豫，取出了600金币，一个大钱袋子朝着李佩奇的脸就砸了过去。李佩奇眼疾手快，将其抓住，冷笑一声，放凌晨去炼丹赛场。赛场之中，炼丹炉和药材早就准备好了，不过炼丹炉没有生火，需要炼丹师自行释放火焰炼丹。600金币算是一笔巨款了，但凌晨并不在意，反正只要炼丹成功，600金币就可以拿回来。40多位年轻炼丹师已经做好了准备。刘清风搓了搓手，有点紧张。炼丹师协会的考核只有2轮，这一次若是炼丹成功，就能加入炼丹师协会了。外来的炼丹师凭借着协会成员的身份，可以在皇城迅速站稳脚跟。你们需要在2个时辰之内炼制出一颗玄阶上品丹药，丹药种类不限，药材任选。现在比赛开始。李佩奇话音落下，40多位炼丹师快速挑选药材，投放到炼丹炉当中。有的召唤出武魂，施展武魂天赋，释放火焰；有的则是直接释放兽火。吞噬而来的兽火，炼丹效果一般不如武魂天赋兽火，毕竟是妖兽体内的本源之火，不属于武者，发挥出的威力有限。刘清风召唤出了火烈鸟武魂，武魂品质还不错，达到了5星武魂的门槛。刘清风是放出的武魂之火，在一众炼丹师当中算是不错的了。凌晨悄无声息，直接释放出了一缕神龙之火。凌晨没有召唤出武魂，围观的众人还以为凌晨释放的只是兽火。李佩奇眼底深处闪过一抹寒芒，神色轻蔑，说你不行，你还非要来炼丹，不过是给我送钱罢了。李佩奇收了600金币，心情不错，其中有300是要上交协会的，剩下的他中饱私囊。时间流逝，炼丹赛场之中，凌晨动作极快，炼丹效率极高。别的炼丹师有条不紊，每一种药材陆续投放进去，生怕出现差错。凌晨则是直接抓起一大把药材，根本不管那么多。别的炼丹师还在熔炼药材，凌晨已经凝聚出丹药雏形了。这不可能！李佩奇脸色一变，他一直在关注凌晨的情况。凌晨要是炼丹成功的话，他吃下去的金币就得吐出来。区区兽火，区区灵海4重境，炼丹效率怎么可能如此之快？李佩奇感觉不对劲，自己似乎看走眼了。凌晨炼丹很快，不是因为手法粗糙，而是有着绝对自信，不拘泥于常规。1刻钟过去，凌晨一拍炼丹炉，一颗晶莹剔透的丹药飞了出来。天穹上空突然响起了一道龙吟声，丹道龙魂。这李佩奇人都骂了，凌晨炼丹竟然引动了丹道龙魂意象，这是炼制出了绝品丹药的标志。凌晨炼制的还是玄灵丹，平平无奇的丹药，
玄阶炼丹师都会炼制的。凌晨的炼丹手法甚至显得很粗糙，省略了几个步骤，但凌晨成丹的效果却如此逆天。一条淡淡的白色丹纹在凌晨炼制出的玄灵丹之上若隐若现。绝品玄灵丹，价值连城。玄灵丹泛用性很强，灵海境、造化境的武者都可以服用，但不代表玄灵丹不珍贵。只要品质够高，玄灵丹一样可以卖出高价。此人是何方神圣，竟然炼制出了绝品玄灵丹，简直恐怖如斯。赛场之外，众多围观之人都是大惊失色，脸色巨变。一片道吸凉气的声音响起，连空气都变得稀薄了。天香楼之内，一道俏丽的女子身影款款走来。她穿着淡黄色短裙，身段婀娜，青丝如瀑，裙摆微微岔开，依稀可以看到白皙的大腿，诱人无比。在她身后跟着几个老者，都是穿着炼丹师长袍，显然身份不一般。丹道龙魂。黄裙女子惊讶，美眸看向凌晨，有着难以掩饰的欣赏之色。如此年轻的玄阶炼丹师，而且长得很俊俏。黄裙女子美眸中异彩连连。年轻炼丹师她见得多了，但能炼制出玄阶绝品丹药的没有几个，而且还是在考核的环境之下，只有一次炼丹机会，炼丹师往往容易紧张，很难发挥出全部的实力。此人是谁？黄裙女子淡淡开口。李佩琦不敢怠慢，立刻迎了上来。回禀会长，此人名为凌晨。天赋不错，可以授予银牌。黄裙女子语落，在场几个协会长老都是有些惊讶。炼丹师协会内部对炼丹师的等级有着严格的划分，铜牌、银牌和金牌代表3个不同的档次。一般而言，新加入的炼丹师能授予铜牌就算很不错了。协会的铜牌炼丹师往往要保证炼制玄阶丹药的成功率在60以上。60看似不高，但很多玄阶炼丹师其实炼制玄阶丹药的成功率还不到5成。授予银牌的炼丹师要求更高，需要能够炼制出天阶丹药。整个炼丹师协会，银牌炼丹师都没有多少的。会长，这不妥吧？李佩琦沉声道。你在叫我做事？黄裙女子脸色一沉，释放出一股惊人的威压。她名为福香，炼丹师协会的会长，不仅丹道实力逆天，武道实力同样很强。李佩琦顿时不敢说话了。炼丹师协会的考核，福香一般不会出来亲自观看的。考核挑选出来的年轻炼丹师，往往只是刚好达到了协会的最低标准。如凌晨这般优秀的，还是头一次。福香等了一会，越看凌晨越觉得顺眼。他喜欢招收帅气的炼丹师，天赋和颜值同样重要。凌晨无疑完美符合他的要求。很快，第2轮考核结束，2个时辰之内成功炼制出玄阶上品丹药的仅仅7人，包括凌晨在内，淘汰率很高。值得一提的是，刘清风磕磕碰碰，终于在最后关头炼制出了一颗上品玄灵丹，算是过关了。刘清风累得满头大汗，体内的灵力都快枯竭了。好在结果是好的。李佩琦宣布考核结束。凌晨微笑走到李佩琦面前，要回600金币。李佩琦不想给，但当着众人的面，老脸挂不住，只能将600金币吐了出来。其他通过考核的炼丹师仅仅得到300金币，唯独凌晨是600金币。福香眼中露出异色，身边几个协会老资格炼丹师脸色都是有些不好看。谁都能看出来，李佩琦借着主持考核中饱私囊。小家伙，你过来一下。福香微笑，美眸看向了凌晨。7位年轻炼丹师当中，福香还是看凌晨最顺眼。颜值摆在这里，没有办法。凌晨对女孩子的吸引力其实一直很强，只不过凌晨一心一意修炼，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闻言，凌晨快步走来，停在了福香的面前。我是协会会长福香，你叫我福香姐姐就好。福香微微一笑，脸上有2个迷人的酒窝。微风吹过，她的裙摆微微掀起，那白皙修长的玉腿简直能让无数男人为之疯狂。不过凌晨的表现很平静，他一直牢记凌天剑法里面的一句话，剑修最要远离的就是女人。福香姐，凌晨喊了一句，嘴上还是很老实的。福香对凌晨的态度不错，而且福香毕竟是炼丹师协会的会长，这点面子凌晨还是要给的。以后你就是炼丹师协会的人了，如果有人欺负你，跟我说一声就好。福香微笑，美眸中异彩连连。近距离观看，他越发觉得凌晨帅气。如此俊俏的男子，光看一眼就赏心悦目。好的，多谢前辈关照。凌晨抱了抱拳。你刚入门，可以在协会修炼一段时间，尝试炼制天阶丹药。银牌炼丹师炼丹需要的药材，协会都会尽量满足。福香轻声开口。好的，不过晚辈有个疑问，还想请福香姐解惑。凌晨突然道。说吧。晚辈进行第2轮考核的时候，
为何需要缴纳600金币？我看别人都是300，莫非李长老收错了？凌晨满脸微笑。闻言，不远处的李长老脸色唰的一下变得苍白。主持考核的时候，中饱私囊其实不算什么大事，不过一般都是私下里进行。李佩琦倒好，闹得人尽皆知，会长想不处置他都不行。李佩琦罚俸3月，若有再犯，直接驱逐。福香冷哼一声，瞪了李佩琦一眼。李佩琦浑身汗如雨下，罚俸3月要损失很多金币和药材，他只能自认倒霉。天香楼之外，人潮涌动，前来观看炼丹的人本来就很多，因为丹道龙魂的出现，吸引了更多人到来。人群之中有一位黑袍男子，眼神阴冷，突然快步走来，停在天香楼门口。凌晨，我家圣子，请你去一趟学院。黑袍长老沉声说道，眼中满是寒意。你又是谁的部将？凌晨皱了皱眉，他的仇家实在太多了。大禹学院长老温世忠。凌晨，你既然敢动我家圣子胞弟，就该想到后果。圣子说了，可以给你一个机会，若你能挡住他一招，他可以不杀你。温世忠冷笑，释放出一股强大威压。刚才温世忠看到凌晨展现出惊人的炼丹天赋，加入炼丹师协会，但温世忠并不认为炼丹师协会会为了区区一个凌晨得罪大禹学院圣子慕容秀。要知道，慕容秀不仅是大禹学院第一天骄，更是名列风云榜第2席位。除了那位排名第1的绝世妖孽，大禹皇朝年轻1倍，无人能与他争锋。哪里来的阿猫阿狗，给我滚！凌晨正欲说话，福香突然眼神一寒，释放出一股恐怖威压，天地间有狂风席卷而来。刹那间，温世忠直接被震飞出去，口吐鲜血，身形如断线风筝一般。温世忠脸色惊变，没想到福香会袒护凌晨。福香会长，此子与我家圣子有不共戴天之仇，您确定要保护此子？温世忠挣扎着爬起来，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笑。大禹学院地位超然，慕容秀本人更是背景深厚，其背后的慕容世家有着极强的靠山，来自于北荒域，底蕴深厚无比。哪怕是大禹皇朝皇室中人，都要给慕容秀面子的。抓住他，把腿打断，丢出去！福香说完，直接拉着凌晨的手转身离去。凌晨感觉有些尴尬，他跟福香毕竟是刚刚认识，对方的举动有些过于热情了。不过凌晨没有多想，暂时留在炼丹师协会对凌晨而言不是坏事。福香说完，天香楼内当即有2位黑袍人冲了出来，他们皆是气息强大，赫然是命轮境的大能。温世忠脸色一变，没想到福香如此不给面子。温世忠刚想跑路，2位黑袍人已经到了他的面前。随后只听2道咔嚓声响起，温世忠的双腿直接就被打断了。在炼丹师协会，福香一言九鼎，区温世忠敢拿慕容家来威胁福香，简直自讨苦吃。天香楼之外，人群骇然，看来福香对凌晨的炼丹天赋确实很看重。若非如此，福香不可能为了凌晨而得罪慕容秀。慕容秀只是年轻1倍天骄，其实力跟福香当然无法相比，但他背后的慕容家族非常恐怖。慕容家族不是大禹皇朝势力，而是北荒域强大世家。慕容秀就是从北荒域而来，在大禹皇朝历练。天香楼内，福香安排人给凌晨拿来一套炼丹师制服，一件制式银袍，胸口绣着一朵莲花。在炼丹师协会，身穿银袍的炼丹师地位往往是非常尊贵的。年轻1倍炼丹师，除了凌晨之外，没有人有如此殊荣。此外，凌晨还得到了500金币，以及100多种炼丹所需的药材，大部分是500年到1000年级别的灵药。此外，协会还发放了一个专属的炼丹炉。看着崭新的炼丹炉，跟剑痴给的炼丹炉相比，差距明显。小家伙，你这几天就在协会炼丹吧。你刚来协会，可能有人不服，你只需要展现一些炼丹实力，比如炼制出一颗天阶丹药，到时候那些人自然会闭嘴的。福香轻声开口，美眸中有期许之色。为了帮凌晨，他可是顶住了不小的压力。区一个温世忠，福香当然不会放在眼里。但如果慕容家族那边的高层过来要人，福香未必能保住凌晨。当然，如果凌晨的炼丹实力再强一些，那就不一样了。炼丹师协会在北荒域那边同样是有靠山的，北荒域的炼丹天才那才是真的多如牛毛。凌晨展现出的炼丹天赋在大禹皇朝称得上惊艳，但想引起北荒域那边的重视还是差了一些。晚辈明白，多谢福香姐关照。凌晨抱了抱拳。福香与他素不相识，不仅赏识他，还愿意出手相助，击退温世忠，这份人情凌晨记下了。如果凌晨自己动手施展一些底牌，也有把握收拾温世忠，不过那样会很麻烦。如今凌晨留在炼丹师协会，暂时有了栖身之地，至少可以静下心来修炼，不必担心外面的麻烦。天香楼第2层资源堂，
凌晨进去挑选丹方，每一位新来的协会成员都能去资源堂挑选一门合适的丹方进行研究。福香让凌晨尝试炼制天阶丹药，正好凌晨也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能炼制出天阶丹药，自己服用，对修炼也是有很大好处的。想要炼丹，丹方是必备的。丹方是诸多前辈炼丹师总结出来的经验，其中记载各种丹药的用法用量，以及炼丹时候的各种细节注意事项。如果没有丹方，全靠自己研究，无疑耗时耗力。凌晨现在的炼丹实力还没到可以直接创造丹方的地步。天阶丹方珍贵无比，凌晨在凌天剑门的时候可没见到过，只有一些玄阶丹方传承下来。凌天剑门毕竟是以剑道为主的宗门，全盛时期或许会有天阶丹方，现在没有也是正常了。资源堂内有一位花白胡子的老者，看到凌晨进来，眼中有些诧异。凌晨如此年轻，却身穿银袍，明显不对劲。在他看来，很有可能是走了关系，在协会当中混了一个银牌炼丹师的身份。凌晨在资源堂挑选了一份丹方以及对应的3份药材。第一次尝试炼制天阶丹药，失败的概率很高，3份药材估计都不够用。不过银牌炼丹师的权限只能如此了。凌晨挑选好了药材，走到花白胡子老者面前进行登记。天阶天罡断体丹。老者脸色一沉，明显不悦，眼中露出了一抹轻蔑之色。以你的境界就想炼制天罡断体丹，年轻人还是不要好高骛远，浪费药材。老者摇头，并不想给凌晨登记。正常来说，没有造化境，想炼制出天阶丹药几乎不可能成功。凌晨一次性要了3份珍贵药材，大部分都是1000年年份以上的，要是失败3次，浪费的资源可不少。据我所知，银牌炼丹师有资格获取天阶丹方和相关药材。凌晨淡淡道：你说的没错，如果你一定要，那就拿去吧。老夫只是提醒你，没有必要浪费资源，你浪费的多了，以后协会重新对你进行考评，还能不能维持银牌炼丹师的身份，那就不好说了。老者淡淡一笑，随后摇了摇头，如凌晨这样的年轻炼丹师，他看得多了，好高骛远，稍微有一点成就就盲目自大。天阶丹药真以为是那么容易炼制出来的吗？而且凌晨挑选的还是天罡断体丹，放在天阶丹药当中属于比较难炼制成功的。天罡断体丹的功效主要是强化肉身，增强灵力。凌晨拥有至尊神龙武魂，在武魂的影响之下不断改造肉身，他的肉身本就很强，选择炼制天罡断体丹就是为了让肉身强度进一步提升。凌晨没有废话，进行登记，拿着拓印的丹方以及3份相关的药材离开资源堂。年轻人不听劝啊，既然走了关系，成为银牌炼丹师，为何不懂得珍惜？花白胡子老者连连摇头，眼中的轻视之意不加掩饰。走出资源堂，凌晨去炼丹房。炼丹房有专门的长老在管理，想使用炼丹房需要申请的。凌晨来到一片炼丹房之外，赫然看到了李佩奇。今日负责炼丹房分配的长老正是李佩奇。看到凌晨过来，李佩奇的眼中闪过一缕寒芒，嘴角勾勒出了一抹冷笑。凌晨害他罚俸3月，他可是一直记着的。不好意思，今日炼丹房用完了。李佩奇咧嘴一笑，并不想给凌晨炼丹房。但他话音刚落，就有一间炼丹房的大门开启，从中走出了一位中年男子。他开门的时候伴随着一道轰鸣声，显然是炼丹失败了。现在有了。凌晨淡淡道，那是高级炼丹房，专门用来炼制天阶丹药的，以你的资历没有资格进去。李佩奇冷笑一声，炼丹房也是分等级的，低级炼丹房和高级的区别主要在于炼丹炉以及其中布置的阵法。高级炼丹房里面准备的炼丹炉当然更好，阵法也更加稳固。在炼丹的时候，其实炸丹是常态，对很多炼丹师而言，成丹才是意外。丹药炸裂的时候会产生极为强大的冲击力，有阵法的存在可以卸去一部分力道，炼丹师不至于被炸到重伤，另外也能保护炼丹房不被炸毁。协会规矩，银牌炼丹师可以进入高级炼丹房，怎么到了李长老这里，规矩就变了？难道李长老有自己的一套规矩？凌晨冷笑，银牌炼丹师在协会当中地位已经不低了，很多协会的长老同样只是银牌，金牌炼丹师只有会长福香以及少数几个元老。年轻人不要盲目自信，你进去不过是加重阵法的负担罢了，炸丹3次，万一毁了阵法，责任谁来承担？李佩奇轻蔑一笑，眼中闪过一抹杀机。若不是在协会里面，他早就对凌晨出手了。你就笃定我一定会炸丹？若是我炼丹成功了呢？凌晨负手而立，眼中锋芒闪烁。李佩奇数次针对凌晨，现在看他很不爽。笑话，就凭你的炼丹实力，若能炼制出天阶丹药，李某人以后倒着走路。李佩奇哈哈大笑，声音如公鸭一样难听。很快，
炼丹房附近有协会的炼丹师被吸引过来，其中有很多天才炼丹师，但仅仅是铜牌，心中对凌晨多少有些不服。凌晨想炼丹，他们正好过来，想看看凌晨的丹道实力到底如何，竟然能得到福乡会长的看重，刚来就成了银牌炼丹师在场，还有一些老牌炼丹师在协会摸爬滚打多年，这才成了银牌炼丹师。他们对凌晨同样有些看法，认为凌晨太过年轻，配不上银牌炼丹师的身份，只是倒过来走路多没意思，敢不敢赌一场？凌晨冷笑，看来今日不展现一些炼丹实力，难以服众了。李佩奇一直在凌晨面前上蹿下跳，如苍蝇一样烦人无比。既如此，那就彻底闭嘴吧。可以，若你无法炼制出天阶丹药，那就滚出炼丹师协会，咱们协会不收庸才。李佩奇大笑，正好众多炼丹师在场，他想看凌晨出丑，何必如此麻烦，直接赌你的命就是了。凌晨淡淡道。从李佩奇的眼中，凌晨看到了杀意，他既然想要凌晨的命，那么凌晨也绝对不会客气。可以，不过待会你炼丹失败，若不敢自裁，那就成笑话了。李佩奇早就想弄死凌晨，如今凌晨提出赌命，他自然一口答应。在场所有人都可以做见证。怎么，李长老，你不会不敢吧？赌就赌，我难道还怕你不成？李佩奇狞笑一声，且不说他笃定凌晨无法炼丹成功，就算凌晨侥幸成功了，以李佩奇的实力，照样可以出手镇杀他，到时候顶多受一些处罚。李佩奇可不认为就凭凌晨的实力是他对手。很快，高级炼丹房的大门开启，凌晨迈步走出，进入其中，开始炼丹。大门没有关闭，凌晨在众目睽睽之下尝试炼制天罡断体丹。协会的炼丹师们听到了消息之后，都是赶来观看赌局，就连资源堂的白胡子老者都来了，反正看热闹不嫌事大。年轻人活着不好吗？为何非要作死啊？白胡子老者感叹，他跟凌晨倒是没有什么仇怨，只是单纯看不起凌晨罢了。众人议论纷纷，凌晨顿时成了所有人瞩目的焦点。天阶丹药的炼制难度，在场的炼丹师心知肚明，而在他们看来，这一次凌晨很有可能失败。炼丹师考核的时候，此子表现倒是不错，引动了丹道龙魂，不过那只是玄阶丹药罢了。能炼制出玄阶绝品丹药，天赋确实不错，可惜此子太过自负，难成大器。天才我看多了，但如他这般眼高手低，终究只是昙花一现罢了。诸多炼丹前辈聚在一起议论，他们年轻时的炼丹天赋不如凌晨，但讲究的是一个稳扎稳打。凌晨区林海境，如此年轻就想炼制天阶丹药，有些高估自己的实力了。炼丹房当中，凌晨按照丹方上的记载，有条不紊开始炼丹。对外面那些议论，凌晨充耳不闻。天阶丹药是很难炼制，但凌晨有信心，就凭他的神龙之火以及对火焰温度的精准掌控，就超过太多炼丹师了5道境界，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炼丹。凌晨现在灵海境，按理说很难炼制出天阶丹药，因为体内灵力不足，但凌晨体内还有另外一种力量，神龙之力。有神龙之力的加持，凌晨想炼制出天阶丹药，底蕴完全足够。唯一的缺陷就是炼丹手法以及熟练度的问题了。凌晨按照丹方的流程开始炼丹，按照顺序投放各种名贵药材。约莫半个时辰之后，炼丹炉当中传出一股诱人的香味，丹药的雏形已经有了。炼制天阶丹药能凝聚出丹药雏形，其实已经成功了一半。接下来只要剔除杂质，过程中不出现什么差错就行。去除杂质的过程，考验炼丹师的水平，需要持续释放强大的火焰，精准掌控火候，还要消耗大量的灵力。炼丹房之外，李佩奇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他没想到凌晨炼丹如此顺利，以凌晨的境界，按理说根本就不可能凝聚出丹药雏形，连第一步都无法完成的。但凌晨的表现太惊艳，李佩奇浑身冷汗直冒。如果凌晨当真成功了，李佩奇就算不履行赌约，大庭广众之下也是颜面扫地。此子实力不俗啊，老夫竟然看走眼了。花白胡子老者感慨，倒吸一口凉气。他可以确定凌晨是第一次炼制天罡断体丹，丹方还是刚刚得到的，第一次炼制就能有如此效果，凌晨的天赋简直恐怖。炼丹房内，凌晨完成了第一步，没有继续炼丹，而是大手一挥，直接释放出猛火，将丹药焚灭了。第一次炼制天罡断体丹，凌晨的手法还是有些生疏的。虽说丹药初步成型，但在凌晨看来并不完美，其内蕴含的杂质过多，就算以神龙之火持续炼制，估计最终的成品也只是天阶上品天罡断体丹。凌晨要么不做，既然做了，那就要做到最好。如今凌晨体内剩余的灵力不多，只能再炼制一次。
所以凌晨直接摧毁丹药，重新炼制，追求最好的品质。毕竟丹药炼制出来，凌晨是打算自己服用的，而且在炼丹师协会当中，凌晨展现出的天赋越优秀，就越受重视。凌晨树敌太多，能借助炼丹师协会的力量，那自然再好不过。有炼丹天赋，那就没有必要藏着掖着，直接展现出来。果不其然，还是炸丹了。区区林海境，想必他的灵力难以为继吧？操作手法也太粗糙了，就算最终炼制成功，品质也不会高的。此子确实有些天赋，但对自己的炼丹实力心里没数。年轻人太气盛，不懂得隐忍，赌输了那就什么都没了。一时间，炼丹房之外一片喧闹，爆发出各种议论。凌晨刚才主动摧毁丹药，在他们看来，那是凌晨操作失误，导致炸丹。他们哪里知道，凌晨不过是想追求更高的品质罢了。小子，你还有2次机会，如果不行，那就跪下来叫我一声爷爷，我还能考虑放过你。李佩琦大笑，眼中满是得意，还有一股森然杀机。他当然不可能放过凌晨，赌局已成，到时候凌晨无法炼制出天阶丹药，若不自裁，李佩琦必定亲自动手。凌晨没有回应，取出第2份药材，重新投放到了炼丹炉当中。这一次凌晨的手法明显熟悉了很多，有3味药材甚至是一起投放进去的，没有按照单方的记载。药材投放的先后顺序其实是方便精准控制火候力道，毕竟每一种药材的药性不同，熔炼需要的火候也不一样。一次性放入一种药材，方便控制火候，熔炼的恰到好处。不过对真正的炼丹高手而言，没有那么多讲究，可以在同时投放多种药材的情况下，做到精准掌控火候，同时熔炼。凌晨现在的做法主打一个随心所欲，不拘一格。这小子刚才还只是手法粗糙，现在竟然连药材投放的顺序都记混了。我看他根本就没有仔细研究丹方，估计是紧张了吧。如果不行，那就认个错吧。年轻气盛可以理解，但没必要硬撑下去。以李长老的身份，未必就真会要你的命。花白胡子长老劝解，他一开始有些看不起凌晨，如今倒是有些惜才了。就算这次炼丹失败，凌晨展现出的炼丹实力同样出彩，只是天罡断体丹的炼制难度太高了。若是凌晨死了，对炼丹师协会而言也是一种损失。不过在场炼丹师当中，看笑话的居多，没几个担心凌晨安危的。花白胡子老者说话，凌晨对他的观感倒是好了一些，此人只是有些倚老卖老。李佩琦脸色有些难看，如果凌晨无法炼丹成功，他肯定是不会放过凌晨的。花白胡子老者一番话倒是让李佩琦有些投鼠忌器，如果强行动手，未免有失风度了。就在李佩琦思索之时，突然凌晨一拍炼丹炉，一颗晶莹剔透的丹药跳了出来，香味浓郁，色泽饱满，其内还有一些杂质，但现在只是初步成丹，接下来继续炼制，丹药的品质不会低。李佩琦突然脸色一变，没有想到凌晨竟然真的快要炼制成功了。人群之中，一道黄裙女子迈步而来，她身材饱满，眉目如画，行走间烟视媚行，裙摆微微岔开，风情万种。参见会长，参见会长！在场众多炼丹师纷纷行礼，福香到了。这次炼丹赌局动静很大，协会很多长老都来围观了，福香当然也知道，他也好奇凌晨的炼丹实力到底有多强。神龙之火持续焚烧，凌晨加大了火焰的输出，同时释放出了5朵火苗。火苗看似微弱，却是具有一股恐怖的力量，远超其他炼丹师的武魂之火，以及兽火。更加惊人的是，凌晨在释放神龙之火的时候，甚至没有召唤出武魂，连福香都无法看出来凌晨的武魂到底是什么。此子深不可测。福香美眸之中闪过异彩。炼丹考核的时候，凌晨的表现已经很惊艳了，福香对他的评价很高。如今凌晨炼制天阶丹药，福香更加惊讶，打算重点栽培，甚至有机会的话可以送到北荒域那边。福香思索之间，炼丹房当中发出一道轰鸣声。凌晨完成了炼丹最后一步，将丹药杂质逼出，一条淡淡的丹纹赫然浮现而出，浓郁到了极致的丹香味弥漫全场。福香美眸一凝，酥胸起伏，心中震撼无比。天阶绝品丹药，福香激动到声音都在颤抖。与此同时，天香楼上空浮现出了一道龙魂虚影，发出震天的龙吟声。丹道龙魂意象现，凌晨赫然炼制出了天阶绝品的天罡断体丹。这……李佩琦脸色大变，浑身都在颤抖，心中生出一股莫名的恐惧。此子刚刚拿到天罡断体丹的丹方没多久。白胡子老者喃喃自语，感觉大脑一片空白，道心都受到影响了。如果换成白胡子老者来炼丹，都无法达到凌晨的层次。他曾经炼制过天罡断体丹，但最好的也就是极品罢了，还失败过很多次，偶尔成功。凌晨第2次炼制天罡断体丹，
便是达到绝品层次，炼丹天赋不言而喻。放眼大禹皇朝，恐怕没有任何年轻炼丹师天赋能与凌晨相比。这怎么可能？丹道龙魂竟然真的引动了丹道龙魂！很多炼丹师跑出去观看天空之中的丹道龙魂。炼制天阶丹药引动的丹道龙魂比玄阶丹药的龙魂声势更大，一条白色巨龙横空，震撼天地。炼丹之时沟通天地法则，因此有可能引发异象。丹道龙魂或者凤魂都是传说中的存在。此外，还有可能出现其他异象，比如霞光瑞彩、麒麟降世等等。炼丹引发的异象只是一种表象，并不能确定丹药的最终品质。绝品丹药的标志还是丹纹。此刻，众多炼丹师分明可以看到，凌晨炼制出的天罡断体丹上有着一条模糊的丹纹。丹纹不算很完整，但只要凝聚出了丹纹，就是绝品层次。李长老，你要不要确认一下，这是不是天阶丹药？凌晨拿着天罡断体丹，乳白色的丹药散发出无比诱人的香味，令人看一眼便移不开眼睛，垂涎欲滴。李佩奇脸色阴沉无比，没有说话。是不是天阶丹药，在场众多成名炼丹师自然可以判断出来。李长老，该自裁了。凌晨淡淡道。皇城李家府邸，有一位黑衣男子负手而立，脸色阴冷。此人乃是李家家主李无极。最近他死了2个儿子，李元胜在梁山身死，李无极怀疑是凌天剑门下手，却拿剑吃没办法。还有李道元莫名死在了春风楼，李无极膝下3子，如今已经死了2个，心中的怒火可想而知。李无极眼前跪着一个光头男子，正在向他禀报。查清楚了没有？到底是谁杀了我儿道元？当日所有进出春风楼的人都查过了，还是查不到。那黑衣人身份诡异，就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样。废物，养你做什么吃的？家主息怒。家主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当日并没有几个人知道公子去春风楼，公子身边的几个狐朋狗友属下也查过了，他们没有泄露过公子的行踪。光头男子沉声道。你是说那黑衣人是我李家内鬼？李无极面色一沉。黑衣人的身份属下还无法确认，但可以从他的情报来源入手，顺藤摸瓜。废物东西，那你倒是去查。3天之内，最多3天，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李无极暴怒。家主，可能需要您亲自出面一趟。光头男子又道。你是说天机楼？李无极眼睛一眯，释放出一股危险气息。正是。天香楼炼丹房。李佩奇脸色难看到了极点，没想到凌晨竟然真的炼丹成功了，而且是炼制出了天阶绝品丹药。如此逆天的炼丹天赋，不仅在大禹皇朝年轻一辈没有敌手，很多老一辈炼丹大师恐怕都无法与其相比。我是炼丹师协会长老，你敢杀我？李佩奇阴沉着脸，让他自裁当然是不可能的。李佩奇，你现在已经不是我炼丹师协会的人了。福香会长突然沉声道。会长，您怎能如此偏袒这小子？我好歹是协会长老，为协会做过贡献的。李佩奇急了。今日起将你逐出炼丹师协会，凡我大禹皇朝任何炼丹机构永不录用。福香会长眼神冰冷，对李佩奇没有任何好感。今日炼丹赌局，凌晨展现出了足够妖孽的实力，福香当然支持他。李佩奇不过是一个过气的老家伙，本身炼丹实力也不怎么样。好，很好，凌晨，我记住了。李佩奇眼神怨毒，转身离去。突然间，凌晨一剑斩出，一道剑影暴掠而来，速度快到极致。找死！李佩奇正愁没理由对凌晨出手，没想到凌晨还敢主动进攻。刹那间，李佩奇杀心大起，浑身灵力狂暴，召唤出一头蛮熊武魂，一拳轰出，劲气肆虐。吃了！剑光一闪而逝，凌晨的剑太快，剑气激荡之下，李佩奇的拳头瞬间飙出一道血痕。李佩奇大惊失色，正要退避，凌晨欺身而上，一掌轰出，刹那间血光爆闪，血河翻涌。王阶武学万里血河掌。在凌晨的掌心之中，还有一道微不可察的神龙之火。小子，我要你死！李佩奇一咬牙，浑身灵力爆发，武魂咆哮，体内热血激荡，肉身开始膨胀变大，防御能力直线提升。他的蛮熊武魂属于5星层次，武魂天赋是废血，废血状态下可以提升李佩奇的肉身之力。不过废血持续的时间很短，只有1分钟。持续时间结束之后，李佩奇将会陷入虚弱期。废血是他的底牌，轻易不会动用。以他造化境的修为，今日面对凌晨却被打得如此狼狈，连大招都放出来了，可谓脸面丢尽。骤然间，李佩奇一拳打出，携带恐怖的劲力。他的身躯膨胀到了2米高，胖了一圈，如一头巨大的黑熊，攻势生猛无比。住手！福香脸色微变，担心凌晨会有危险。
但一切都在瞬息之间发生，快到福香都没来得及阻止。他并未想到，以凌晨林海境的修为，敢直接对李佩奇动手。炼丹天赋再好，还不是要死在我的手里？李佩奇狞笑，刹那间拳掌相交，只听轰的一声，李佩奇惨叫一声，整条手臂都炸开了，一片血肉模糊，不忍直视。你！李佩奇惊怒交加，却见一道剑光闪过，而后李佩奇眼前一黑，彻底失去了意识，一颗头颅被凌晨一剑斩下。说好的赌命，你不自裁，那就只能我帮你了。凌晨摸走他身上的宝物，然后走到福香面前抱了抱拳。福香姐，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去修炼了。好，你去吧。福香展颜一笑。凌晨点头，在众人震撼的目光当中迈步离去。李佩奇既然对凌晨动了杀心，凌晨当然不可能放他活着离开。生死赌局已经定下，协会众多长老见证，就算凌晨杀了他也没什么不妥。福香美眸中异彩连连，对凌晨愈发欣赏了。此子不仅炼丹天赋妖孽，心性也很不错，杀伐果断，不拖泥带水。福香心道：来人，将此地清洗干净。福香传令，很快有弟子过来拖走李佩奇的尸身。场面寂静，人们还沉浸在震撼当中，没有回过神来。刘清风全程目睹凌晨炼丹，心中对凌晨佩服不已。在青州的时候，刘清风的炼丹天赋首屈一指，而放到皇城当中已经不够看。凌晨不一样，出来皇城便展露锋芒，技惊四座。花白胡子老者此刻目瞪口呆，连呼吸都不顺畅了，心中的惊骇难以言表。此子当真恐怖如斯。花白胡子老者想起在资源堂的时候，他还劝说凌晨不要炼制天罡断体丹，免得浪费药材。如今凌晨的表现却是让他无言以对。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如此妖孽了吗？此子时乃炼丹奇才，未来去北荒域都能有一席之地。李佩奇也是自作自受，没事非要赌命，死了也怨不得人。众人热议不断，而此刻的凌晨回到了房间之中，取出天罡断体丹，将其服下，开始修炼天罡断体丹，可以强化肉身，增强灵力，效果极佳。服下之后，凌晨感觉体内气血激荡，浑身燥热，一股股热流在体内不断冲击。此刻天香楼之外有100多人，气势汹汹而来。为首者乃是一位黑衣中年男子，他眼神阴冷，透着可怕杀意。炼丹师协会，交出凌晨。李无极带人堵在炼丹师协会门口，气势汹汹。他带来的100多人都是李家精锐，实力强劲。李家底蕴不俗，今日李无极亲自到来，就算是炼丹师协会照样不放在眼中。很快天香楼之内有协会的长老走出，看到李家如此大的阵仗，众多炼丹师都是心中惊讶。事实上，大禹皇朝各大家族跟炼丹师协会都是交好为主，武道修炼，丹药是不可或缺的资源，犯不着得罪炼丹师。李家主，你什么意思啊？福香会长款款走来，美眸中闪过一抹寒芒，把凌晨叫出来说话。李无极脸色阴沉如水。不久前，李无极去天机楼询问是否有人购买关于李道元的情报，天机楼一开始不肯透露，但在李无极威逼利诱之下，得知真相，当晚确实有一个黑衣人购买关于李道元的情报。李无极继续追查，在如意客栈那边找到线索，有一位李家弟子的亲戚说，当时看到一个黑衣人匆匆忙忙出去。如意客栈来往客人都有登记，李无极一查之下，很快便是怀疑到了凌晨的头上。李无极派人调查凌晨，知道凌晨在青州的时候与柳嫣然相识，而且关系极好。柳家打算把柳嫣然嫁给李道元，凌晨完全有出手的动机。此刻李无极的身边有一位女管事，正是凌晨购买情报之时负责接待的人。凌晨是我协会的银牌炼丹师，李家主，你找他何事？福香沉声道：此人杀我尔道元，我要将他碎尸万段。李无极面目狰狞，福香脸色微变，看李家如此阵仗，今日不找到凌晨，恐怕是不会罢休的。很快福香身后一阵脚步声传来，凌晨到了。李家闹出了如此大的动静，凌晨当然知道。其实凌晨有心理准备，李家可能会查到他的身上，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凌晨看到了李无极身边的女管事，嘴角顿时勾起一抹森然之意。好一个天机楼，你看看是他吗？李无极目光看向女管事，女管事郑重点头。当晚凌晨虽然遮蔽了容貌，且用药粉掩盖了自身的气息，但身高体型是没办法遮掩的。女管事一眼便是认出来，凌晨就是当晚前来天机楼购买情报之人。敢杀我儿，小子，你想好怎么死了吗？李无极眼中杀机迸射，怒气冲天。李道元是他第2个儿子，从小武道天赋就不错，前途一片光明，只是过于贪恋女色，这些年
李道元迫害了不少良家女子，李无极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其胡作非为。李家霸道惯了，皇城之中敢惹李家的人并不多，敢对李道元动手的更少，养成了他的嚣张气焰。李无极哪能想到凌晨竟然敢杀他儿子？我确实去天机楼买了情报，但你儿子不是我杀的。凌晨淡淡道。你放屁！李无极狂吼一声，眼神仿佛要杀人一般。如果不是凌晨身边有福香护着，恐怕李无极早就忍不住动手了。我与柳嫣然是好友，得知她要嫁给李家李道元，我去了解李道元的情报，有问题吗？凌晨负手而立，气定神闲，在他脸上丝毫看不到慌张之色。而且我只是临海四重境，如何能击杀造化境的李道元？李家主，你认为可能吗？凌晨又道。闻言，李无极神色一滞，他其实也想过凌晨境界低微，不可能是李道元的对手，但种种线索表明凌晨嫌疑最大，就算没有确凿证据，李无极宁杀错也不会放过。废话就不用多说了，福香会长，今日你给我一个面子，将凌晨交给我，算我欠你一个人情。李无极面色阴冷。福香脸色凝重，凌晨刚刚展现出逆天的炼丹天赋，炼制出绝品天罡断体丹，如此妖孽，福香怎么可能舍得将其交出去？只是来自李家的压力不小。炼丹师协会说到底只是一群战力不够强的炼丹师，以修炼丹道为主，武道只是辅助。若真动起手来，炼丹师协会未必是对手。先前大禹学院长老温世忠过来拿人，福香一点面子不给，直接打断双腿丢了出去。温世忠在大禹学院地位一般，根本就无法代表学院。而现在情况不同，李家家主李无极亲自带人过来施压。李家势大，李无极本身就是朝廷二品大员，家族当中强者如云。福香心念电转，很快做出决定。无论如何，今日必须将凌晨保下来。若是直接将凌晨交出去，炼丹师协会丢面子就罢了，损失一位年轻的炼丹妖孽才是重点。福香原本还打算将凌晨推荐到北荒域的天香阁，那是炼丹师的圣地，北荒域有名的炼丹宗门。李家主，你既然无法确定凌晨就是杀李道元的凶手，还是请回吧。福香平静说道。你确定要死保此人？李无极笑了。区区一个炼丹师协会，他李家若是全力出手，必定能够将其踏平，只是今日李无极带来的人不够多。炼丹师协会的那些老家伙本来战力就不怎么样，而且未必会替福香卖命。凌晨炼丹天赋妖孽，已经是我天香阁弟子，李家主要动他，还是考虑清楚再说。福香的身份李无极还是知道的，来自于北荒域的天香阁，在大禹皇朝开设炼丹师协会，表面经营丹药生意，实则为天香阁输送人才。不过李无极不惧，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天香阁再强，那也是远在北荒域的势力，难道还会因为小小凌晨前来对付李家？那又如何？凌晨还没去天香阁，那就不是天香阁弟子，我李无极要他死，谁都拦不住。福香，我最多给你1天时间，明日若你还不交人，那就不要怪我辣手无情了。李无极言语之间透着强烈的威胁之意，炼丹师协会的几个长老闻言都是面色难看。他们加入炼丹师协会是来赚钱的，可不是来拼命的，当然不希望协会跟李家冲突。只不过福香一意孤行，他们没有办法。有几个老家伙已经在想后路了，若是真打起来，还得提前准备跑路。你，福香气急，没想到李无极行事如此霸道，连天香阁的面子都不给。天香楼之外，人潮涌动，一位青衣独臂男子缓缓踏步而来，他浑身剑气环绕，骇人无比，周围人群迅速退开，让出了一条道路。可怕的剑气直冲云霄，一时间众人目光都是看了过来，不知这独臂男子是何人。如此强大的剑气，隐隐间还有剑势环绕，此人很有可能是一位剑尊。我凌天剑门弟子，也是你能动的。青衣独臂男子眼神锋利，散发出可怕气势。凌晨心中一动，早就怀疑凌天剑门还有隐藏的强者，仅凭剑痴一人无法支撑起凌天剑门。现在看来，凌晨的猜测不错。你是狼牙？李无极脸色巨变。不久前，李无极因李元胜之死去了一趟凌天剑门，与剑痴打了一场，不分胜负。李无极没有带李家强者围攻凌天剑门，便是有所忌惮。凌天剑门不仅有剑痴，还有一位更加恐怖的剑道强者狼牙，只不过狼牙退隐很久了，不知所踪。狼牙，好熟悉的名字，难道他就是20年前名震大禹的第一剑修？听说狼牙周游天下，没想到他还在大禹境内。为观众人爆发出一片热烈的议论声，他们当中有不少老家伙都是听过狼牙的名号。大禹皇朝第一剑修，狼牙的名头就足以震慑很多强者了。李家好大的威风，以为我凌天剑门弟子很好欺负吗？独臂男子浑身一震，一股恐怖的剑气
以他为中心，向着四周扩散，形成一股剑气风暴。下一刻，他拔出腰间佩剑，只是一把木剑，却有一股难以形容的剑道威压释放。一念起，剑势生，剑势压迫之下，李家众人脸色涨红，呼吸都变得困难了。狼牙乃是剑尊敬强者，大禹皇朝剑道传承断绝，但不意味着剑修不强。相反，剑修往往都是非常逆天的存在，能够越级挑战。此刻，李无极脸色铁青，感受到了剑势的压迫，狼牙之名确实让李无极忌惮。不过，李无极自视极高，并不认为自己会输给狼牙。在武道境界上，李无极比狼牙更胜一筹，乃是命轮9重巅峰。此人与我有杀子之仇，不共戴天。狼牙，今日就算是你，也休想保他！李无极突然怒吼一声，召唤出铁血银狼武魂，一头银色巨狼虚影浮现，张牙舞爪，凶威赫赫。刹那间，李无极一拳轰出，黄暴的灵力倾泻而出，武魂咆哮，他的拳头瞬间变成银色，浑身闪烁着点点银光。武魂天赋银狼霸体，让李无极肉身强度飙升，一拳打出，虚空烈烈作响，劲气肆虐。狼牙不动声色，手中木剑斩出，化作一片剑影。噗嗤，刹那间血光暴涌。李无极闷哼一声，脚步连连后退，身上银色光点骤然消散，肩部出现一道剑痕，隐约可见森森白骨。这一剑差点将李无极斩成2截。李无极心中大骇，转身就走，头也不回。李家100多精锐，为其断后，慌忙离去。他们来的时候气势汹汹，如今却如丧家之犬一般。人群震撼，狼牙的剑太快了，仅仅一剑重创命轮巅峰境的李无极。如此实力，放眼整个大禹皇朝，能胜过他的人寥寥无几。狼牙收剑，走到凌晨旁边，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小家伙，天赋不错。晚辈凌晨见过狼牙前辈。凌晨抱拳行礼，心中感激。这次要不是狼牙到来，局势就危险了。以凌晨现在的实力，想跟李无极对抗，除非是动用底牌。我是你师伯，听剑痴说，我凌天剑门新收了一位天才，让我看看你的剑道实力如何。狼牙眼中有一丝期待之色，他退隐山林，周游列国，早就不管凌天剑门的事了。但狼牙以前毕竟是凌天剑门的长老，而且跟剑痴的关系很不错。如今狼牙回到了凌天剑门，看到凌天剑门破败萧条的模样，感慨万千。剑痴说，凌天剑门虽然破败，但有一位新来的弟子极为优秀，因此狼牙便是来到皇城寻找凌晨，请师伯指教。凌晨取出赤阳剑。好。狼牙微笑，并未拔剑，示意凌晨直接动手就是。凌晨一剑斩出，速度极快，领会凌天剑法的精要。狼牙浑身一震，刹那间剑气自生，将其护住。凌晨的一剑无法伤到狼牙分毫。不错，够快，不拘泥于剑招，有凌天剑法的神韵。剑痴师弟说的不错，你的剑道天赋果然惊艳。狼牙微笑，眼中满是欣赏之色。凌天剑门其他2个弟子周灵素和铁牛都不是剑修苗子。周灵素是个吃货，除了美食之外没有别的追求，铁牛则是肉身强横，在剑道方面没有什么悟性。唯独凌晨悟性绝佳，天生的剑修苗子。多谢师伯指教。凌晨持剑而立，心中也是有些惊讶。刚才狼牙根本就没动手，剑气自然生出，将其护住。剑气自动防御，很多时候都有大用处。狼牙微笑，似是看出了凌晨眼中的疑惑。剑气自生乃是剑宗的手段，你现在是剑师，而且释放出的剑气不弱，好好努力，突破剑宗自然不成问题。狼牙眼神期许。凌晨点了点头，若是能突破到剑宗境，与人对战之时，剑气自动护体，几乎可以不用防御。不过你一个剑修，不好好练剑，来炼丹师协会凑什么热闹？跟我回去吧。狼牙招了招手。凌晨思虑片刻，没有动身。剑道修炼重悟性，凌晨现在想要快速提升剑道实力，恐怕很难。大禹皇朝大比很快就要开始，凌晨还打算待在天香楼，多炼制一些丹药，增强实力。师伯，我想在这里炼制一些丹药，提升实力。凌晨直言不讳。也罢，你现在的境界确实低了一些，记住，炼丹之余也不可荒废了剑道修炼。狼牙叮嘱道。狼牙道友，不如来天香楼一聚，也方便你指点凌晨剑道修行。福香突然微笑道。不了。狼牙说完转身离去。狼牙走后，凌晨放在留在炼丹师协会，吸收丹药修炼。有狼牙震慑，李家短时间内肯定不敢再来找麻烦。凌晨亲自炼制的天罡断体丹效果很好，吸收其药力，体内的灵力急速增长。1天时间，凌晨的境界便是突破到了灵海5重。
现在药力还只是吸收了一部分，凌晨估计想突破到灵海6重也不难。只是凌晨没有急于突破，而是在稳固根基。傍晚时分，凌晨正在修炼，有一位女子前来寻找，自称是长公主派来的，邀请凌晨赴宴。大禹皇朝大比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要开始，最近各州天骄都往皇城汇聚，长公主召开风华宴，邀请大禹青年才俊赴宴。凌晨有些惊讶，据说参加风华宴之人都是大禹有名的天之骄子。凌晨刚来皇城不久，声名不显，却收到了长公主的请柬。请柬是傍晚才送过来的，风华宴晚上就要开始了，没有提前邀请，大概率是临时加的名额。凌晨还没想好去不去，身上的欢心铃却是微微一颤，有了动静。凌晨想起来还约了柳嫣然见面，但因为李家之事耽搁了。陈哥，今晚长公主夏青衣召开风华宴，你会去吗？柳嫣然轻柔的声音传来。还没决定，怎么，你也要去参加？凌晨传音回应。长公主邀请，我不好拒绝的。柳嫣然说完，等了一会没见凌晨回复，又道：陈哥，李道元当真是你杀的吗？李无极带人围住炼丹师协会，此事闹得沸沸扬扬，柳嫣然当然听说了。他一直疑惑李道元为何突然暴毙，得知可能是凌晨将其斩杀，心中莫名感觉很暖，当然他也担心凌晨的安全。得知炼丹师协会力保凌晨，还有一位凌天剑门的前辈站出来镇压全场，柳嫣然这才放心。你猜？凌晨微笑，不猜了，陈哥，如果今晚你来赴宴，我们可以在湖心亭相聚的。柳嫣然声音柔和。好。凌晨说完，放下欢心铃，结束了聊天。长公主夏青衣的名号，凌晨有所耳闻，此女号称大禹第一天骄，名列风云榜第1席位，就连慕容秀与她相比都要逊色一筹。入夜，凌晨走出天香楼，前往湖心亭。风华宴举办之地就在湖心亭。据传湖心亭景色宜人，有一座湖泊名为锦绣湖，锦绣湖上夜景极美，经常会有年轻男女相约游湖。凌晨来到湖心亭，取出请柬。此刻的湖心亭外围满了人，很多都是前来看热闹的，并未收到请柬。想进入湖心亭内部，必须有长公主的请柬才行。湖心亭两旁有大禹禁卫军，负责维持秩序。长公主天赋妖孽，在大禹皇室当中很有权势，可直接调动禁卫军。看到凌晨的请柬，禁卫直接放行。湖心亭外面人满为患，内部却还有位置。有侍女过来带凌晨来到左边的席位。凌晨看到了柳嫣然，今日的她一袭淡蓝色长裙，容光焕发，深蓝色的眼眸，气质高贵。看到凌晨走来，柳嫣然微笑，眨了眨眼睛。陈哥，坐这边。好。凌晨在他右手边坐了下来，座椅上并未标注名字，应该是可以随便坐的。不过靠前的很多座椅都空着，显然众人选择座位都是有默契的，靠前的位置那是留给大禹顶尖妖孽的。柳嫣然和凌晨的座椅都比较靠后，凌晨反正无所谓，今日主要是与柳嫣然见个面，参加风华宴只是顺带。嫣然，这位是？柳嫣然左手边有一位刀疤男子突然开口，我好友凌晨。柳嫣然微微蹙眉，他正在与凌晨说话，却被打扰，心中不悦。旁边那人是他堂兄，名为柳志杰，乃是柳家天骄。今日风华宴，柳家受邀之人只有2位。柳嫣然与柳志杰的关系并不好，从小就没有什么交集。柳志杰此人过于势利，柳嫣然不喜。柳嫣然甚至没有向凌晨介绍他，这让柳志杰脸色有些难看。就是在炼丹师协会炼制出了绝品丹药的凌晨，柳志杰眼中有一抹挑衅之色。凌晨点了点头，没有多说。林公子丹道天赋确实不错，但我辈武者还是要以武道为主，炼丹不过是辅助罢了。柳志杰阴阳怪气，你说的都对。凌晨神色淡漠，懒得跟他废话。柳志杰冷哼一声，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正好有一位身穿白袍手持折扇的少年入场，柳志杰连忙起身迎接，与之攀谈。陈哥，他是李天龙，李家家主长子。柳嫣然在凌晨耳边低声道。凌晨愕然，心说李无极的儿子是真多，他都打死2个了，还有儿子。李天龙迈步而来，经过凌晨身边之时，眼中陡然爆出一道寒芒，杀机毕露。他弟弟李道元惨死，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凶手就是凌晨。今日风华宴，长公主邀请凌晨，李无极收到消息，因此授意李天龙，若是有机会直接把凌晨打死打残。风华宴其实就是大禹皇朝大比的预热，各大世家学院的天骄在此碰撞切磋，切磋过程中把人打死打残再正常不过。小子仗着长辈护着算什么本事？凭你的实力来参加风华宴都是抬举你了。李天龙眼神阴冷，
丝毫不掩饰对凌晨的杀意。很快，李天龙入席，坐在了左边首座。这个位置本来就是留给他的。李天龙的天赋比李道元还要妖孽，大禹风云榜排名第4。凌晨并未说话，始终神色如常。柳嫣然握紧了拳头，心中担忧。李天龙是年轻天骄，他若是挑战凌晨，属于年轻一辈的争锋。凌晨背后那位凌天剑门的绝世强者，恐怕不好干预。别担心。凌晨看柳嫣然神色紧张，温柔一笑。好。柳嫣然点头，深蓝色的美眸之中有一泓秋水，美丽动人。接下来陆续有天骄入场，一位身材高挑的红衣女子款款走来，坐在右边首座。陈哥，她是楚思琪，大禹学院圣女，排名风云榜第5。听说她跟慕容秀关系很好，是慕容秀追随者，你要小心此女。柳嫣然轻声道。凌晨对大禹皇朝天骄并不熟悉，都是柳嫣然在介绍。很快湖心亭坐满了，一共53人，都是大禹皇朝青年才俊。一位窈窕女子缓缓走来，身穿天青色流仙裙，轻纱遮面，气质神秘。刹那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是汇聚到了她的身上。参见长公主，参见长公主。在场众多天骄站起身来，恭敬行礼。大禹皇朝长公主夏青衣，天赋绝伦，更是手握大权，没有几个人敢对她不敬。夏青衣居中端坐，有侍女呈上一把古琴，放在案几上。诸君不必多礼，请用膳。夏青衣语落，在场的天骄们都不客气，开始吃起来。桌上摆放着很多菜肴，都是妖兽血肉烹饪而成，吃了有强身健体、增强气血的效果。在别的地方可没有如此好的妖兽血肉。众人吃了一会，夏青衣微笑着拨动琴弦。今日风华宴，我有一曲送与诸君。不等众人回话，夏青衣开始弹奏古琴。刹那间，悠扬的琴声响起，旋律婉转动听，引人入胜。众人沉醉其中，仿佛身临战场，听到金戈铁马之声，仿佛登临高山，一展宏图抱负，欲与天比高良久。琴音停歇，琴曲营造出的意境令人沉醉其中，众多天骄都是露出回味之色，意犹未尽。长公主此曲妙绝，早就听说长公主琴曲造诣极高，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能听到长公主琴曲，不虚此行。请问长公主，此曲何名？湖心亭左右两边，众多天骄纷纷开口，说出各种夸赞之词。凌晨也有些惊讶，能把琴曲弹奏得如此引人入胜，夏青衣确实不凡。曲名风华。夏青衣轻声道。好名字，风华宴，风华曲，妙哉！今日大禹天骄齐聚，不如趁此机会切磋一二，以助雅兴。红衣女子楚思琪突然说道。很快有人附和。风华宴真正的主题其实就是切磋来自各大势力的天骄，一较高下，试探彼此实力。今日赴宴的都是大禹青年才俊，不过在我看来，有一人却是鱼目混珠。楚思琪又道。哦，楚姑娘，你说的是何人？有人询问。凌晨，你区区一个炼丹师，林海境的废物，有什么资格与诸位平起平坐？楚思琪冰冷的目光扫视而来，盯着凌晨。一时间，众人窃窃私语，看向凌晨的眼神都有些异样。凌晨的境界确实不高，在场50多位天骄，有很多都是造化境，低一些的至少也是灵海9重。不过，传闻凌晨杀了风华榜排名第9的李道元，众人也不知道凌晨的虚实。长公主既然邀请，林公子当然有资格来。楚思琪，你是在质疑长公主的安排吗？柳嫣然沉声道。一旁的柳志杰脸色一沉。嫣然，此事与你无关，你少说2句。楚思琪天赋惊艳，柳志杰还想与他交好。在柳志杰看来，柳嫣然帮凌晨说话简直愚蠢。凌晨得罪了李家，巨赚还杀了慕容秀胞弟，在大禹皇朝恐怕不会有他的容身之所。你闭嘴！柳嫣然柳眉倒竖，丝毫不给柳志杰面子。你！柳志杰心头火起，瞪了柳嫣然一眼，不再多言。简单点，楚思琪，你想做什么？直说就是。凌晨淡淡道。接我一招，你敢吗？如果连我一招都接不住，你不配与诸君同列，立刻给我滚出去！楚思琪站起身来，玉手指着凌晨，挑衅意味十足。他与慕容秀关系极好，一直追随在慕容秀身边。前段时间，慕容秀去大禹学院圣院闭关，至今没有出来。就连胞弟死了，慕容秀得知消息以后，也只是派人来擒拿凌晨，没有亲自动手。他在圣院闭关，处于关键时期。楚思琪得知慕容秀胞弟身死，一直想为慕容秀做点事情。正好今日风华宴，凌晨前来赴宴，他要让凌晨知道他的厉害，知道得罪慕容秀的下场。可凌晨没有任何废话，直接起身
走到了湖心亭中央。夏青衣全程没有说话，保持微笑。风华宴就是诸多天骄争锋的舞台，他也想看看最近声名鹊起的凌晨到底有什么本事。有传闻称凌晨斩杀风云榜第9的李道元，但夏青衣有些不信。凌晨的境界其实并不高，在场诸多天骄当中就是垫底的存在。很好，别以为你杀了李道元就是个人物了，暗算偷袭不算什么本事。你，楚思琪还在说话，凌晨直接祭出赤阳剑，一剑斩出，爆发出璀璨的剑芒，剑气冲天。楚思琪脸色一变，觉得凌晨不讲武德，场面话都还没说完就开打了。好在楚思琪实力极强，就算被凌晨抢占了先手，照样不惧。喵！楚思琪的身后浮现出一道武魂虚影，6星匈牙灵猫武魂。武魂出现的瞬间，释放出一股惊人的威压。楚思琪发出喵的一声，速度极快，避开凌晨一剑。匈牙灵猫武魂赋予楚思琪的能力就是极快的速度以及爆发力，刹那间楚思琪化作一道残影，手指成爪，如猫咪一般抓向了凌晨的咽喉。这一击若是命中，恐怕凌晨当场就要暴毙身亡。陈哥小心！柳嫣然脸色一变，楚思琪的速度太快了，这一击如果换成是他来应对，肯定抵挡不住。自从回到柳家以后，柳嫣然的实力其实提升了很多，她的冰凤武魂潜力很大。今日风华宴，长公主邀请柳嫣然，就是对她的肯定。她其实只是林海境，境界方面与在场诸多天骄相差甚远。好难听的猫叫声！凌晨听到了阿紫的传音，正在玲珑塔第2层沉睡的阿紫被楚思琪发出的猫叫声惊醒了，感觉很生气。凌晨没有回应他，直接轰出一掌，万里血河掌。刹那间血河暴涌，血光滔天。楚思琪发出一道惊呼声，手臂被凌晨打得酥酥麻麻，娇躯暴退。很快楚思琪落地，美眸中满是凝重之色。他没有想到凌晨的实力竟然这么强，正面硬抗他的幽冥突刺还能占据上风。幽冥突刺乃是匈牙灵猫武魂带来的天赋，以极快的速度爆发出来，令人防不胜防。但凌晨的万里血河掌威力恐怖，血河奔涌之下，楚思琪感觉到了如山的压力，不得不退。你狠！楚思琪正要说话，却见一道剑影在其美眸之中迅速放大。楚思琪心中一惊，脚步闪烁，化作一道红色幻影，急速闪避。吃了！剑气如影随形，从四面八方而来，楚思琪避无可避，心中大骇。凌晨的剑气之强，让他完全没有料到。剑师可以释放剑气，但正常情况下仅仅是释放一缕剑气罢了。凌晨释放出的剑气如海潮一般充斥四面八方，形成一道剑气牢笼。楚思琪想凭借身法速度避开凌晨的剑气，根本就不可能。噗嗤，一道血光爆出，楚思琪发出喵呜的一声，胸口红裙被撕裂，露出一道剑痕，血肉模糊。你！楚思琪惊怒交加，娇躯连忙暴退，背对着众人取出一件长袍披上。他没想到凌晨出手如此狠辣，直接攻击要害。要不是他境界高，刚才在凌晨一剑之下，恐怕就要被斩成2截了。这好可怕的剑气！剑师境就能放出如此恐怖的剑气，此人当真逆天。湖心亭内众多天骄面面相觑，眼中都是有着难以掩饰的震惊之色。柳志杰脸色变得极为难看，眼神忌惮。他先前还想挑战凌晨，让凌晨当众出丑，却没想到凌晨能够镇压楚思琪。楚思琪可是风云榜排名第5的存在，连他都被凌晨碾压，其他天骄更加不可能是凌晨的对手。长公主夏青衣美眸凝重，闪过一抹异彩。凌晨的实力之强让他极为意外。刚才凌晨甚至连武魂都没有召唤出来，凭借剑道实力还有一手掌法，轻松重创楚思琪。柳嫣然美眸明亮，松了一口气，看来他还是低估了凌晨的实力。凌晨的成长速度比他更快，乃是真正的绝世妖孽。湖心亭之外有很多前来观战之人，见证了凌晨与楚思琪一战，一时间热议不断。今日之后，凌晨之名必将响彻大宇。传闻他斩杀了李道元，我之前还不信，现在我信了，此人当真妖孽。这一届大比，凌天剑门怕是要崛起了，他们弟子不多，但有凌晨一人足矣。湖心亭附近议论之声此起彼伏，凌晨的表现太过惊艳。楚思琪能够排名风云榜第5，自然是很强的，他的匈牙灵猫武魂在6星武魂当中也算顶尖。今日楚思琪却是惨败收场。整理好衣裙，楚思琪死死盯着凌晨，眼神怨毒，杀意滔天。小子，给我等着，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楚思琪说罢，快步离开。今日之辱，日后他一定要让凌晨100倍偿还。凌晨眼中寒芒一闪，突然出手，一掌轰出，狂暴的灵力爆发，
体内气血狂涌，一条血河环绕手臂。你敢！楚思琪心中大骇，全身灵力爆发，试图抵挡。下一刻，一股鲜血飙出，夹杂着内脏碎块，凌晨一掌直接将其身躯打穿。这一掌，凌晨调动了体内一丝神龙之力，直接秒杀，不给楚思琪任何机会。楚思琪既然想要他凌晨的命，临走之时还敢威胁，凌晨是傻子才会放他离开。他若是不说话，默默离去，凌晨还不一定会动手。既然楚思琪恨上了凌晨，那就彻底解决吧，以免他日后报复。这家伙竟然杀了楚思琪，好狠的手段！他就不怕大禹学院报复吗？湖心亭内众多天骄骇然，风华宴以前其实也召开过，切磋过程中把人打死打残都很常见，但楚思琪实力不弱，他在凌晨的手里竟然连一掌都没有撑住，被当场击毙，这是众人没料到的。楚思琪是楚家嫡系，还是大禹学院圣女，楚家的底蕴虽然比不上李家，但也是大家族，而且大禹学院的圣女被人杀了，学院必然报复，否则颜面何在？凌晨，你好狠的手段，不过言语冲突罢了，就下杀手，未免太过分了吧？湖心亭左边坐席上，李天龙站起身来，眼中闪过一抹厉色。李天龙其实也想教训凌晨，但看到凌晨如此生猛，他有些没把握了。李天龙比楚思琪要强，但凌晨刚才是秒杀，一掌秒杀楚思琪，如此战绩，李天龙自问很难做到。言语冲突，你难道是瞎子，看不出来楚思琪想杀我吗？我不过是自卫而已，有什么问题？凌晨负手而立，眼神冰冷无比。李天龙刚来的时候就对凌晨有杀意，今日李天龙若是敢动手，凌晨说不得连他一起宰了，以绝后患。反正李家的人凌晨已经杀了很多，再多杀李天龙一个不嫌多。长公主，此人滥杀无辜，还请公主还楚思琪一个公道。李天龙面向夏青衣郑重抱拳。李天龙跟楚思琪其实不熟，现在只是借题发挥罢了。不错，此人目无法纪，还请公主惩罚此人。杀我大禹学院圣女，今日凌晨必须给一个交代。在场还有大禹学院弟子纷纷站出来说话，让他们与凌晨一战，他们是不敢的，只能请夏青衣出手。大禹皇朝年轻一辈，夏青衣排名第一，声望极高，切磋难免会有死伤，林公子只是自卫，何谈罪责？夏青衣语气平静。闻言，在场大禹学院的几个弟子脸色顿时变得难看。夏青衣已经表态，不可能追究凌晨的罪责。年轻一辈争锋，有死伤很正常，大禹学院若是不服，派更强的弟子过来镇杀凌晨就是。夏青衣看中凌晨的天赋，此时自然不会对凌晨动手。你们可还有想杀我的？尽管过来。凌晨环顾四周，锋芒毕露，不展现一些实力，他们还以为凌晨是软柿子。果然，强势镇杀楚思琪之后，全场安静，没有一个人敢上来与凌晨切磋。李天龙脸色阴沉如水，想动手，但还是忍住了。他属实没有击杀凌晨的把握。最近，李天龙有了突破的征兆，若是能够突破境界，到时候再斩杀凌晨，肯定很轻松。走！大禹学院几个弟子扬长而去。李天龙冷哼一声，不再多说，迈步离开。既然不敢打，继续留下来也没什么意思了。一场风华宴迅速落幕，各大势力天骄陆续离开。柳志杰眼神茫然，感觉人都骂了。可笑，他还想着要在风华宴虐凌晨，如今却是连挑战凌晨的勇气都没有。柳志杰起身离开，没脸叫柳嫣然独自离去。嫣然，我们走。凌晨笑了笑，迈步离开。林公子，请留步。夏青衣突然道。凌晨脚步顿住。林公子，请进来一叙。夏青衣微笑，平退了身边侍女。凌晨看了柳嫣然一眼。去吧，我在外面等你。柳嫣然起身走出湖心亭。亭台之中，凌晨与夏青衣相对而坐。夏青衣取下了脸上的面纱，露出一张绝美的容颜，当真倾城倾国，美艳不可方物。长公主有何事？凌晨看了一眼，迅速收拢心神。夏青衣确实美貌，与柳嫣然不相上下，都是顶尖的美人。不过凌晨的心思都在修炼上，女人大概率只会让他拔剑的速度变慢。林公子，不知道是否有兴趣加入禁卫军？以你的天赋和实力，可为禁卫军统领。夏青衣展颜一笑，美眸中满是期待之色。他召开风华宴，其实有拉拢天骄之意。你是凌天剑门弟子，加入禁卫军也不会有问题的。当然，你若不愿意来皇宫，可以挂个虚职，你的自由不会有人束缚，而且还能领取丰厚的资源。夏青衣又道。抱歉，我还要再考虑。凌晨抱了抱拳，这话其实就是婉拒了。禁卫军统领名头倒是挺唬人的，只是挂职
并无实权，却能享受统领的待遇，听起来不错。但凌晨若是答应了，以后夏青衣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他就不好拒绝。大禹皇室的争斗，凌晨不想掺和。如果成了禁卫军统领，就算只是挂职，以后也会有麻烦的。林公子，你杀了楚思琪，还得罪了慕容秀，如果成为禁卫军统领，大禹学院那边那些长老不会敢动你的。夏青衣语气温和，他言下之意，只要凌晨点头，他就会帮凌晨扛住大禹学院的所有压力。大禹学院乃是大禹皇朝皇家学院，与皇室关系密切。大禹学院的院长正是当朝三王爷，与夏青衣的关系也不错。只要夏青衣一句话，大禹学院的那些老家伙自然不可能亲自下场来找凌晨报仇的。长公主，容我三思。凌晨认真道。大禹学院的威胁，凌晨确实有些担心。虽然有狼牙在，但凌天剑门毕竟没落了。不过凌晨没有忙着答应。夏青衣说话的分量如何，凌晨还不清楚。其实我理解的，成为禁卫军统领对林公子而言确实是一种束缚。既然林公子不愿，那也没有关系。手持此物，可来皇宫寻我。以后公子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青衣乐意效劳。夏青衣目光柔和，取出一块银色令牌递了过来。如此，那就多谢长公主了。凌晨接住令牌，抱了抱拳，然后转身离去。夏青衣目送凌晨离开，眼波如水。凌晨的天赋惊艳无比，乃是他生平仅见。夏青衣心中清楚，以凌晨的天赋，他想要收买，将其收入麾下很难，倒不如与凌晨成为朋友。与一位绝世天骄交好，肯定不会有坏处的。凌晨不仅见到实力超群，还是一位惊艳的炼丹师。湖心亭外，柳嫣然还在等凌晨。看到凌晨出来，柳嫣然立刻迎了上来。陈哥，长公主邀你详谈，该不会是……什么？该不会喜欢上你了吧？柳嫣然眨了眨美眸。不至于，初次见面罢了。长公主只是欣赏我的天赋，想要拉拢。凌晨笑道。这样啊。柳嫣然玉手抓了抓裙角，似是有些紧张。你在柳家过得如何？别提了，家族那些老东西只重视家族利益，在他们看来，只要能为家族带来好处，牺牲几个晚辈根本无关紧要。柳嫣然叹道。想到家族给他安排的婚事，他心中就有一股深深的无力感。好在凌晨出手镇杀了李道元，这门婚事自然也就作罢了。不说这些了，锦绣湖风景很好，陪我走走好吗？柳嫣然深蓝色的美眸看向凌晨，心中期待。好。凌晨与柳嫣然在湖边散步，夜晚的风很凉，但柳嫣然的心一直很暖。在凌晨的身边，他感觉莫名的轻松，不必面对家族那些利益熏心的长老，不必去理会各种闲杂事务。陈哥，你想游湖吗？听说游湖很好玩的。两人走了一会，柳嫣然提议。可以。凌晨以前并没有游湖的经历，在灵剑宗的时候，他整日就是修炼，要么就去各种危险秘境历练。游离湖光山色，偶尔放松心情，似乎也不错。最近凌晨一直在苦修，需要放松。两人租了一条船，锦绣湖的湖水在月光的映照之下泛着银光，美不胜收。湖面上四周都可以看到船只。夜晚前来游湖的年轻男女很多。经过一艘船的时候，凌晨甚至听到了里面传出女子的呻吟声，船只剧烈摇晃。凌晨感觉有些尴尬。柳嫣然脸色微红，轻声说道：陈哥，你为什么要去杀李道元？你不怕李家报复吗？你是我的未婚妻，别说李家，就算北荒域的顶级势力，也别想欺负你。凌晨笑了笑，神色轻松，好像镇杀李道元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柳嫣然芳心一颤，突然握住了凌晨的手。凌晨有些惊讶，没想到柳嫣然会如此主动。他们虽然订婚，但一直都是相敬如宾的。陈哥，你有多喜欢我？柳嫣然美眸凝视着凌晨，酥胸起伏，呼吸都变得急促了。很喜欢。凌晨微笑。那到底有多喜欢？如这天上繁星，如这一池春水。凌晨轻声细语，轻抚美人秀发，神色温和。这答案好像不太合理，但我很喜欢听。柳嫣然娇躯一颤，依偎在凌晨怀里，感觉大脑一片空白，强烈的幸福感充斥内心。她主动牵着凌晨的大手，眺望湖面，夜色静谧，船只在水面静静航行，泛起丝丝涟漪。一时间，她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此刻天地寂静，她希望时光能定格，若是可以一直这样与凌晨携手，远离尘世喧嚣，那该多好。我有哪里好，值得你喜欢呢？柳嫣然吹着晚风，青丝飘散，绝美的容颜在月色下更加美丽动人。不知道。凌晨望着平静的湖面，陷入沉思。他其实一直埋头修炼，对男女之情并不在意，与柳嫣然订婚也是水到渠成，顺其自然。要说理由的话，凌晨与柳嫣然初见之时，有那么一瞬间的怦然心动。
而且柳嫣然一直对凌晨很好，不知道吗？总有理由的吧？柳嫣然微微蹙眉，因为你人美心善。凌晨微笑，柳嫣然眨了眨美眸，那你觉得我与长公主谁更美？那还用说，当然是你。凌晨想都没想，这种送命题他是不会答错的。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你。柳嫣然轻轻依偎在凌晨的怀里，感觉无比温暖。离开柳家，来凌天剑门吧。凌晨正色道。柳家的行事风格，凌晨不喜，让柳嫣然继续留在柳家，以后恐怕还会有麻烦。我是柳家人，想走没那么容易的。陈哥，不说那些了，我今晚不想回去。柳嫣然突然抱住了凌晨，在凌晨耳边轻声低语，吐气如兰。这……凌晨有些尴尬，没想到柳嫣然比他还主动。夜深人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凌晨觉得不太好。陈哥，今夜我们就完婚吧，就以满天星斗还有锦绣湖水做见证，我想把自己全部交给你。柳嫣然声如文瑞，他父母早亡，凌晨也是孤儿，两人结合，倒也不必有什么繁文缛节，不需要长辈在场见证。嫣然，其实我觉得不必操之过急的，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相处。凌晨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日后是可以慢慢相处。陈哥，其实你现在对我怎样，我都不介意的。柳嫣然玉手用力抱住了凌晨，似乎很害怕失去他。这……凌晨无言以对。长公主很漂亮，以后你还会遇到很多比我优秀的女人，我怕他们把你拐走了。柳嫣然美眸如水，红唇突然贴了上来。凌晨嘴唇触及一团柔软，闻到了少女身上的芳香，顿时热血上冲。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别的女人休想有机会。柳嫣然紧紧抱住凌晨，两人在船舱当中缠绵，如胶似漆。今夜的锦绣湖，一湖春水荡漾，良辰美景，春宵一刻。不多时，船只剧烈荡漾起来，溅起湖水，伴随着美人低语声。今夜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翌日清晨时分，凌晨盘坐修炼，看着身边沉睡的柳嫣然，心中感慨，以后他就是有家室的人了，心中有了牵绊，行事需要更加谨慎。昨夜柳嫣然将自己完全交给了凌晨，凌晨本来是拒绝的，觉得还没必要这么快，而且玲珑女帝还在，万一哪天又来索取凌晨，该如何是好？但柳嫣然过于热情，凌晨难以拒绝。清晨的湖面有寒风吹过，凌晨取出一件宽大的袍子盖在柳嫣然身上。柳嫣然娇躯曼妙，春光若隐若现。凌晨暗道，创造凌天剑法的前辈所言果然不虚，剑最要远离的就是感情，女人只会影响拔剑的速度。按照凌晨正常的生活规律，昨晚肯定是要修炼的。与柳嫣然缠绵了一宿，凌晨精力倒是还旺盛，就是感觉荒废了修炼。凌晨的心中一直有紧迫感，他仇家太多，如今又与柳嫣然结为道侣，更要快速提升实力，否则无法守护他的安全。不多时，柳嫣然悠悠醒转，他感觉浑身酸软，体力透支严重。看到凌晨生龙活虎的样子，柳嫣然眼神幽怨，陈哥，你不累的吗？我还好，你呢？凌晨尴尬一笑，你觉得呢？柳嫣然翻了个白眼，想起来走动一下，但娇躯一软，又倒了下去。床铺上隐约可见一点嫣红。柳嫣然未经人事，凌晨也不是很懂，加上体力旺盛，肉身强大，昨晚让柳嫣然很是难受。抱歉。凌晨取出一颗补充气血的丹药，为柳嫣然服下。没什么的，以后就习惯了。陈哥，昨晚我似乎感觉我的武魂跟你产生了联系。柳嫣然蹙眉思索着，回味昨晚的场景，脸上飞过一抹潮红。我倒是没有感觉。凌晨摇了摇头，昨晚他埋头苦干，哪里还会在意武魂？柳嫣然娇躯一动，召唤出武魂，身后浮现出一尊冰凤虚影，船舱的温度瞬间变低，有片片冰花出现，湖水也被冻结了一些。陈哥，你释放武魂看看。柳嫣然柔声道。凌晨点头，船上只有他们两人，空间隐蔽，不会有人看到。很快，凌晨召唤出了至尊神龙武魂，一道血色的龙魂虚影与冰凤虚影交缠在一起，竟然在彼此融合。不过，两道武魂只是融合了一部分，没有继续下去。难道是传说中的武魂融合？柳嫣然惊喜，美眸中满是异彩。这天地间，武者修炼以武魂为根基，武魂融合属于罕见现象。大禹皇朝有典籍记载，一母同胞的两兄弟或者兄妹有可能出现武魂融合，但这种概率少得可怜，没有血缘关系，而且武魂各异的情况下，想要做到武魂融合几乎没有可能。凌晨是神龙武魂，柳嫣然是冰凤武魂，竟然能够融合，这让两人都是颇为惊讶。我曾经在一本书里看过，如果男女双方是命定之人，是有机会武魂融合的。柳嫣然突然小声道，所以
我们是命中注定的一对。凌晨笑了笑，陈哥，我们来研究一下武魂融合的威力吧。柳嫣然迫不及待施展出了武魂天赋，刹那间9朵冰莲释放，将100米之内湖面冻结。冰莲散发出的寒气威力有所提升，但不多。凌晨心念一动，掌心之中出现一道神龙之火。神龙之火扭曲空间，让船舱温度瞬间飙升，湖面的冰块也融化了。凌晨感觉神龙之火的威力确实有所提升，但比较微弱。我们武魂融合还不够彻底，以后应该威力会更强。凌晨沉吟道：怎样才能加快融合呢？柳嫣然美眸转了转，心中思索，昨晚是怎么融合的？再来一次应该就可以了。凌晨笑道：想得美，我要回去了，不能离开家族太久的。柳嫣然哼了哼，默默穿戴好了衣服。她现在身子虚弱，可经不起折腾了。我送你。不用了，我自己回去没事的。柳嫣然温柔一笑，感受到了凌晨的关怀。但柳家与李家交好，柳家那些老家伙们对凌晨并不待见。凌晨要是送柳嫣然回柳家，怕是会有麻烦。那你自己小心，如果遇到麻烦，随时用欢心灵联系我就是了。凌晨正色道：陈哥，你为何每次用欢心灵的时候都如此冷漠？不想聊了就直接断开联系了，也不说一声再见的。柳嫣然眨了眨美眸，下次一定。凌晨笑了笑，走啦。柳嫣然挥了挥手，迈着修长的玉腿缓缓离开天香楼。凌晨回来以后继续修炼。风华宴一战，凌晨体内灵力愈发凝练，他斩杀楚思琪看似轻松，其实万里血河掌的威力已经完全发挥出来，体内天罡断体丹的药力在激战之中加快了吸收。回来不久，凌晨的境界便是突破到了灵海6重。房间之中，凌晨运转灵力开始修炼，突然有一位侍女前来说福香会长有事，让凌晨过去详谈。凌晨当即起身，在侍女的带领之下前往福香卧室。凌晨感觉有些奇怪，不知福香为何让他去卧室，估计是有一些私事吧。凌晨没想太多，很快便是进入卧室当中。福香挥了挥手，让身边的侍女全都出去。今日的福香穿着淡黄色的短裙，裙摆开叉到大腿，丰腴之地一览无余，如一朵盛开的鲜花，身上散发出淡淡的香味，极为诱人。福香姐，您找我有何事？凌晨看了一眼便移开了目光，一直盯着福香看，不是君子所为。福香毕竟是长辈，凌晨此刻眼睛看向房顶，以示尊重。福香似是察觉到了凌晨眼神的细微变化，掩嘴一笑，也不说破。有一份残缺的丹方，想让你研究一下。福香取出一张丹方，其名为玉龙真丹，记载了炼丹需要的各种药材、用法、用量等等。福香姐，这丹方缺了哪些东西？凌晨心中一动，玉龙真丹属于天阶丹药，如果能完善丹方，然后炼制出丹药，对凌晨肯定是有好处的。凌晨的至尊神龙武魂想要变强，就要不断吞噬龙血、龙魂，当然蕴含龙血的丹药也是可以的。凌晨注意到玉龙真丹的丹方上写了一味药材，教龙血精血1斤，可以用更好的龙血来代替。玉龙真丹以龙血为引炼制出的丹药，比单纯吸收龙血的效果更好。根据协会众多炼丹师的研究，应该只是差了一味药材，但我们试过很多种方案，还是无法炼丹成功。你若是有精力，可以研究一下。玉龙真丹乃是罕见的天阶丹方，如果你能完善，便是为协会立下了大功。福香郑重道：可以。凌晨微笑点头，天阶丹方本身就罕见，与龙血有关的丹方更加珍贵。凌晨以前服用的天龙壮骨丹仅仅是玄阶丹药，以龙血为引，效果就已经很不错了，玉龙真丹必定更强。你慢慢研究就好了，反正也不急的，如果实在无法完善，那就罢了。福香半躺在床上，娇躯曼妙，脸色微红，似乎状态有些不对。凌晨抱了抱拳，连忙离开。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福香看他的眼神不对劲。凌晨再不走，怕福香会对他做出什么事情来。等一下，福香突然起床，叫住了凌晨。凌晨正要说话，福香却是突然抱住了他的腰。福香姐，你这是？凌晨无语，自己跟福香好像还不是很熟吧。凌晨可以接受柳嫣然，那是因为与柳嫣然相处过一段时间，彼此都有好感。以前在太仓秘境的时候，凌晨与柳嫣然生死与共，早就有了情愫。昨晚在锦绣湖，凌晨与柳嫣然缠绵，也是两人感情升温，算是正常的发展过程，只是略快。福香的行为让凌晨完全无法接受。很快，凌晨推开了福香，满脸警惕之色。刚进来的时候，凌晨其实就感觉到了今日的福香有些不正常，叫他来卧室，穿着还那么暴露。抱歉，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福香浑身燥热，呼出的气都是灼热的，体内仿佛有一团烈火在燃烧。怎么说？凌晨皱眉，脚步往后退开3步，
与福香保持距离。最近修炼出现了一些问题。福香叹了口气，突然娇躯一颤，召唤出了武魂。一道粉色的灵狐虚影冲出，凌晨脸色微变，看到福香的武魂，莫名想到了苏瑶。此女难道想吞噬我的武魂本源？凌晨愈发警惕，体内神龙之力在酝酿，若福香有不轨举动，凌晨会立刻动手。放心，我不会对你不利的，只是有些控制不住。福香俏脸涨红，酥胸不断起伏，似是在极力克制自己。福香姐，你的武魂有问题吗？凌晨沉吟道。我的武魂是6星魅影灵狐武魂，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修炼的时候，只要召唤出武魂，就会浑身燥热，难以自持。渐渐的，就算我不召唤出武魂，同样会如此。抱歉，刚才我不是有意的。福香眼神幽怨，退回了床上，甚至拿出了铁链，将自己绑住。凌晨张了张嘴，硬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看出来了，福香的魅影灵魂武魂似乎有缺陷，或者说他的武魂处于蜕变的阶段，产生了一些问题，导致他欲火焚身，难以自持。灵狐武魂果然都不太正常。凌晨心道，以前的苏瑶就处心积虑想要吞噬凌晨的武魂，以壮大自身。福香的魅影灵狐武魂与苏瑶不同，不必依靠吞噬来提升，而是属于本身就很强的类型。只是魅影武魂想要蜕变没那么容易。福香姐，你若是彻底控制不住自己，会如何？凌晨得知福香对他并无恶意，因此也不急着离开了。不知道如果发泄体内情火，应该会有所缓解吧。小家伙，你快走吧，趁我现在还能控制住自己，晚了可就不好说了。福香眼神复杂。福香其实很欣赏凌晨。凌晨不仅单道天赋妖孽，长相更是俊美无愁。李无极来抓人的时候，福香力保凌晨，除了因为凌晨的天赋之外，颜值也是一个因素。既如此，那我就不打扰了。凌晨告辞离开。福香对凌晨有恩，但以福香现在的状态，凌晨是完全没办法的。就算要报恩，凌晨也不可能牺牲自己的身子。他对福香只有敬重，谈不上感情。笨蛋，你可以帮他化解情火啊。凌晨刚走出2步，便是听到阿紫传音。阿紫，别开玩笑了，这种事情我怎么能帮忙？凌晨苦笑，你体内的神龙之力可以助他压制情火，甚至武魂蜕变进阶到7星级。魅影灵狐武魂是有很强可塑性的，武魂将要蜕变之时都会受到情火困扰，若是不解决，他会被情火活活烧死。如果是用常规办法解决的话，他以后就会成为一个欲求不满的女人，而且武魂无法蜕变，会一直沉沦下去。阿紫挥了挥小猫爪，慵懒地说道。这凌晨犹豫了。福香是对他有恩，但要损耗神龙之力，凌晨有些舍不得。他辛苦修炼了许久，仅仅凝聚出了2条龙纹，体内的神龙之力并不强。放心，不会有多少损耗的，一点点而已。你若是帮他治好了病，他一感动，说不定就以身相许了呢。阿紫发出喵的一声，嘻嘻笑道。阿紫前辈此言差矣，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凌晨正色道。那柳嫣然算怎么回事？阿紫发出不屑的声音。这……凌晨脸色一变。我不聋也不瞎，你们在锦绣湖那点事我都知道了。阿紫不咸不淡地说道。阿紫，你过分了。凌晨怒了。他当时在锦绣湖的时候没想太多，如今真是细思极恐。阿紫在玲珑塔里面能感知到外面的一切，岂不是什么都知道了？放心，你们人类不就那档子事吗？我可没什么兴趣，都没仔细看的。阿紫哼哼道。没仔细看？凌晨几乎要破防了。没仔细看，那还是看了。其实你很奇怪，柳嫣然只是个小姑娘，福香的身材明明比她更丰满，更有风韵，想生孩子找她不是更好吗？单纯从双修的体验来说，也会更舒服吧。你帮福香疗伤，事后她肯定就以身相许了，我觉得挺不错的。阿紫发出慵懒的声音，表示对人类的行为不太能理解。人类的行为在他看来明明只是为了繁衍后代而已，却还有那么多要求。要相貌，要身材，要家世背景，还要讲究一个你情我愿，郎情妾意，太复杂了，远不如妖兽纯粹。阿紫，你可以闭嘴吗？凌晨都无语了。阿紫区区小猫咪怎么可能懂人类的情感？愚蠢的人类，再见。阿紫收回小猫爪，结束了聊天。小家伙，你怎么还没走？福香吃了一惊，身上的锁链都崩断了一条。凌晨再不走，他怕真的控制不住自己，对凌晨为所欲为了。其实我有办法，可以帮你压制体内的情火。凌晨突然道。你不行的，你还小，姐姐我今年都30了，咱们不合适。福香美丽的脸上闪过一抹慌乱之色，她心中一直有所期待，此刻听凌晨说出来，反而有些扭捏了。福香姐，你在想什么？我说的办法不是你想的那样。
啊，那是怎样的？福香脸色潮红，捆绑他的最后一条锁链应声断裂。他恢复了自由，玉手竟然在自己丰腴的娇躯摸索着，呼吸粗重，发出奇怪的声音。总之，我有办法，你配合一下，不仅能治好你的病，还有机会让你武魂进阶。凌晨严肃道。此言当真？福香美眸如水，心中期待无比。自然，我要怎么配合？福香尽力控制住自己，玉手不再乱动了。在凌晨的面前如此放纵，他感觉很羞耻，完全没有长辈的形象。阿紫，具体要怎么做？凌晨传音，让他把衣服脱了。输送神龙之力的时候，他必须一丝不挂，否则会影响运功效果。还有，你的手需要按住他的小腹，方便他的丹田吸收神龙之力，进而流转全身，压制情火。阿紫给出了操作流程。凌晨了然，福香姐，你需要脱掉衣物，由我来为你疗伤。放心，我会闭上眼睛。如果你实在介意，那就罢了。闻言，福香脸色潮红，体内的情火猛烈灼烧，差点就忍耐不住了。好。很快，福香轻轻点头，他选择相信凌晨。如果凌晨是无耻之徒，在他抱住凌晨的时候就该上手了，也不会等到现在。那我们现在开始。凌晨从储物界只取出一件黑袍，撕下一块布料蒙住了眼睛，然后走过来坐在床沿。只听一阵细碎的声音传来，福香脱掉了贴身的衣物，丰满傲人的娇躯，完美的身材曲线完全暴露出来。凌晨看不到，没有什么感觉，不过闻到了一股女子特有的体香。我好了。福香轻声道。福香姐，你小腹在哪？凌晨蒙住了眼睛，自然不知道他小腹的位置，也不好乱摸。在这里。福香抓住了凌晨的手，将其放在小腹上，触感很细腻顺滑。凌晨收拢杂念，不去想太多，调动体内一丝神龙之力，经过小腹输送到福香体内。福香发出一道娇哼，小腹颤了颤，有一种酥麻的感觉传遍全身，感觉很舒服。凌晨假装没听到，继续输送神龙之力。此刻，凌晨胸膛的2道龙纹绽放光华。福香发出哼哼的声音，似是很享受凌晨帮他治疗。神龙之力进入体内，福香明显感觉情火的影响在削弱。他不明白凌晨为何能帮他压制情火，他也没有多问。此刻小腹处传来的温热感觉让他有点想入非非。要是我再年轻一些就好了。福香突然道。福香姐不是很年轻吗？凌晨随口回应。对于武者而言，30岁确实不老，但是我们的年龄差距有点大，如果我小几岁，说不定还有机会在一起呢。福香吐气如兰，第一次与男子如此亲密接触，让他难以自持，开始说胡话了。体内的情火虽然在减弱，但身体传来异样的感觉，让他情难自已，娇躯不断颤抖。凌晨脸色微变，因他身体震动，手掌不自觉偏移了位置，触及一团柔软，感觉很是尴尬。别说话，别乱动了。凌晨紧守心神，手掌往下用力按住了福香的小腹。天香楼，福香卧室之内，凌晨帮福香治病，整整2个时辰过去，福香终于恢复了正常，不再说胡话了，娇躯也不再乱动。他体内的情火在神龙之力的压制之下变得很微弱，可以控制。凌晨收工，吐出了一口浊气，帮福香治病，消耗其实不小。好在凌晨的神龙之力可以恢复，有龙纹的存在，还有武魂的滋养，估计3日之内就能恢复如初。凌晨松开了手，福香感觉浑身轻松，美眸看向凌晨，有一抹幽怨之色。他的病情好了很多，但不知为何心中有些空落落的。刚才凌晨如果对他做什么的话，他是不可能反抗的，心中反而有些期待。小家伙，谢谢了。福香穿好衣裙，亲自帮凌晨取掉黑布。凌晨看到了福香的俏脸，没有说什么，起身离开。小家伙，我体内的情火还没有化解干净。福香突然道。下次吧，我需要休息一段时间。下次什么时候？3日后。好，我等你。福香眼神温柔，声音悦耳。今日与凌晨相处，虽然有些意犹未尽，但他对凌晨的印象更好了。这小家伙确实称得上正人君子，要是换成其他人，恐怕早就对我好像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丢死人了，好羞耻。福香低声自语，似是想到了什么，脸色潮红，思绪飘飞。他身为前辈的形象，如今怕是彻底崩坏了。天香楼高级炼丹房内，凌晨开始研究残缺的丹方。自从上次凌晨炼制出天罡断体丹，展现实力之后，福香便下令所有高级炼丹房无条件对凌晨开放。任何时候凌晨想来都可以，而且若是炼丹房满了，其他炼丹师必须尽快腾出位置。在炼丹师协会当中，凌晨的炼丹实力堪称顶尖。福香其实是一位优秀的炼丹宗师，在丹道领域研究多年，也不见得比凌晨强多少。炼丹
最重要的是对火焰的掌控力以及精神力强度。炼丹的手法以及熟练度反而是次要的了，多炼制几次，熟练度自然会上去。凌晨的精神力在同境界当中也是顶尖层次，至尊神龙武魂的存在可以一直滋养凌晨的精神力。炼丹需要的火焰，凌晨更是有独到之处，用神龙之火来炼丹，对其他炼丹师而言简直就是降维打击。炼丹房内，凌晨取出了残缺的丹方，按照丹方上的记载配好了药材。最后一味药材不知道是什么，凌晨研究各种药材的药性，推测出了几种药材，打算一一尝试。对了，阿紫前辈见多识广，我直接问他不好吗？凌晨脑海中灵光一闪，催动玲珑塔联系阿紫。哎呀呀，小家伙，我还以为你在跟福香双修呢，怎么有空找我？阿紫伸出一只紫色的小猫爪，看起来很可爱的样子。阿紫，你能不能严肃一点？这丹方不是很简单吗？缺了一份的心藤，20克地心藤在天龙草之后放进去，快速熔炼就能成丹了。阿紫慵懒说道。好的。凌晨当即按照阿紫的方法开始操作。地心藤只是一种很常用的药材，凌晨随手取来将其投放进去。福香帮忙准备好了蛟龙血，足足有10份，足够凌晨炼制10次了。神龙之火持续释放，炼丹炉当中各种药材融为一炉。约莫半个时辰之后，一粒粗糙的丹药凝聚成型，坑坑洼洼，其内还有很多杂质。凌晨眼前一亮，丹药雏形有了，意味着很有可能炼丹成功，丹方是没问题的。接下来就是优化丹药的品质，剔除杂质了。时间流逝，凌晨炼制了1晚上的丹药，10份药材成丹8次，炸丹2次。炼制出的玉龙真丹最差都是天阶中品层次，有2颗玉龙真丹凝聚出了丹纹，达到绝品层次。天香楼之外，丹道龙魂呼啸，引发了不小的关注。不过人们并不知道是谁在炼丹，居住在天香楼的前辈炼丹师很多，偶尔引发丹道龙魂还是挺正常的。就算只是炼制玄阶丹药，只要凝聚出丹纹，一样会引动丹道龙魂的意象。清晨，凌晨结束炼丹，收好炼制出的所有玉龙真丹，走出炼丹房，直接去找福香。福香还在休息，听侍女禀报说凌晨来找，立刻起床，稍微打扮了一番，与凌晨在客厅见面。小家伙，找我有什么事？福香微笑，眼神很亲切。玉龙真丹的丹方补全了。凌晨取出丹方，在原来空缺的地方有一行字迹：地心藤20克。福香美眸一亮，有些难以置信，他给凌晨残缺的丹方原本没抱多少希望，没想到凌晨真的研究成功，补全了丹方。这才1天的时间，凌晨就能做到，其丹道天赋简直可怕。你是如何确定需要用地心藤的？福香接过丹方，眼中有异彩闪过。他并不怀疑丹方的真实性，凌晨既然说补全了，那肯定没有问题。运气好，试了1次就炼制出了玉龙真丹。凌晨微笑，这……福香目瞪口呆，1次就成功了，他是不信的。凌晨明显有所隐瞒，但他不说，福香也不好多问，反正现在结果是好的。玉龙真丹的丹方其实是我以前在外力练的时候得到的机缘，可惜残缺了。如今你帮忙完善了丹方，说吧，想要我如何感谢你呢？福香美眸中有一抹异彩。认识凌晨以来，凌晨不断给他带来惊喜。不必，玉龙真丹的丹方对我也很有用，正好可以炼丹。凌晨笑了笑，小家伙，你该不会已经炼制出了绝品玉龙真丹吧？福香美眸微凝，玉龙真丹的炼制难度很高，总共选用了108种药材，炼制的步骤很繁琐，不是炼丹宗师大概率会炼丹失败的。侥幸炼制成功了。凌晨微笑，取出了一颗乳白色的丹药，诱人的丹香散发而出，丹药晶莹剔透，一条若隐若现的丹纹引人注目。果然是你，福香感慨。天香楼外出现的丹道龙魂异象，他看到了，还以为是有其他炼丹师引动，没想到还真是凌晨。炼制玉龙真丹引动龙魂，跟炼制其他玄阶丹药引动的龙魂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小家伙，以你的天赋，以后去到天香阁都是顶尖的炼丹妖孽了。到时候你若是离开大禹，可以跟我去天香阁，在那里才不算埋没了你的炼丹天赋。福香郑重道。好，多谢福香姐，我会考虑的。北荒域对现在的凌晨而言还是太遥远了。大禹皇朝大比要开始了，你应该会参加吧？你是剑修，据说这一届大比的奖励乃是一把斩龙剑。福香轻声开口。我会去的。凌晨点了点头。剑痴让他来皇城，除了参加炼丹师协会的考核，其实主要还是为大比而来。斩龙剑据传是一把天阶灵剑，如此宝物在大禹皇朝极为珍贵。凌晨作为剑修，当然是不想错过的。传闻
斩龙剑以龙族鲜血淬炼7749天，以万年寒铁炼制而成，威力极强。小家伙，我看好你。福香眼神期待，他知道凌晨擅长的可不仅是炼丹，还有剑道。凌晨抱了抱拳，转身离开，回房修炼。取出一颗天阶中品的玉龙真丹，凌晨直接服下，刹那间体内热血激荡。玉龙真丹里面有蛟龙血，服用之后对滋养凌晨的武魂也有好处。可惜只是蛟龙而已，跟黑血玄龙这种正经龙族相比，还是差了很多。服用玉龙真丹，主要还是增强体内的灵力，加快修炼速度。庞大的药力被凌晨吸收，一道血色的龙魂虚影在凌晨的背后浮现而出，显化出至尊神龙武魂。凌晨吸收丹药的速度极快。小家伙，你在干什么？为何还在吸收蛟龙血？赶紧去弄一条高级真龙过来。玲珑塔当中传出阿紫的声音。高级真龙？不然呢？你上次杀的黑血玄龙不过是一条低级真龙。真龙比蛟龙强很多，但真龙之间也是有差别的。如果能吸收高级真龙的精血，你的武魂能够快速成长，估计至少相当于7星级武魂吧。阿紫慵懒地说道。所以我要去哪里找高级真龙？凌晨苦笑。小小大禹皇朝恐怕是没有的，你可以去北荒域碰碰运气。阿紫淡淡道。那就日后再说吧，现在全力准备大比。阿紫把猫爪缩了回去，没有再说话。凌晨继续服用玉龙真丹，有至尊神龙武魂的存在，不必担心副作用，且修炼的速度极快。3日后，凌晨炼制出的所有玉龙真丹全部都吸收完毕，体内灵力暴增，境界突破到了灵海8重。让凌晨有些意外的是，龙纹竟然也增加了，凝聚出了第3条龙纹。玉龙真丹用的虽然只是蛟龙血，但胜在数量多，绝品丹药的加持让玉龙真丹效果极好。如今凌晨实力精进，距离造化境也不远了。大禹皇朝的顶级天骄，风云榜排名前列的存在都是造化境，夏青衣甚至可能是造化境巅峰的存在，还有排名第2的慕容秀，不知道具体战力如何。大禹皇朝大比，慕容秀估计会参加，到时候凌晨与他的仇怨可以一并解决。慕容秀一直在派人针对凌晨，若有机会，凌晨自然是不会放过他的。修炼了3日，凌晨走出房间去找福香。距离上次帮福香治病已经超过3天了，福香体内的情火还没有彻底解决，现在估计很难受。入夜，福香将凌晨请到了卧房当中，平退了身边所有侍女。有了上次的经历以后，福香轻车熟路，见面就脱掉了裙子，只剩下贴身的亵衣。开始吗？福香轻声开口，很直接。开始。凌晨坐在床边静静等着。福香俏脸一红，嗔道：你不蒙上眼睛怎么开始？凌晨有些尴尬，倒是把这事给忘了。很快凌晨取出一块黑布遮住眼睛，然后听到了细微的声音，显然是福香脱掉了贴身的亵衣。凌晨一掌按了过来，这一次不用福香指引，精准按在了小腹处。很快一股神龙之力爆发，福香娇躯一颤，脸色瞬间变得潮红，小腹处传来的温热感觉让他忍不住心中旖旎。察觉到了身体的异常，福香脸色愈发羞红。好在凌晨蒙住了眼睛，没有看到，不然福香都要没脸见人了。有了3条龙纹之后，凌晨的神龙之力明显强大了许多，再次帮福香治病，效果更加显著。2个时辰之后，福香穿好衣裙，娇躯软倒在床上，浑身酸软无力。凌晨的神龙之力很霸道，一直在福香的体内冲击。煎熬了2个时辰，福香体内的情火终于彻底消散，她的魅影灵狐武魂冲出，散发出惊人的威压。粉色的小狐狸正在快速变大膨胀，虚影愈发凝实。我的武魂竟然真的可以进阶！福香大喜，能够化解体内的情火，让他不受欲念控制，他已经很满足了。没想到情火消散之后，他的武魂开始了蜕变。恭喜了！凌晨笑了笑，今日助福香武魂蜕变，算是还了他的人情。小家伙，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谢你。福香叹了口气，7星级的武魂放在北荒域都是绝对的天骄了。福香的天赋等于提升了一大截。他今年30岁，虽然是命轮境修为，但武魂品质不算很高，武道上限几乎定死了。武魂突破到7星级以后，回到北荒域的天香阁，他也会更受重视，不必待在大禹皇朝这种小地方。福香姐客气了，当日你为我抗衡李家，如今我只是略尽绵薄之力。真是个重情义的小家伙呢，姐姐无以为报，要不以身相许吧。福香突然掩嘴娇笑，有一股魅惑之态。她玉体横陈，淡黄色短裙被汗水浸湿了许多，露出大片美好的春光，雪白的肌肤晃人眼球。凌晨无语，连忙转身离去。福香眼神幽怨，叹了口气，吩咐侍女准备热水，独自去沐浴了。清洗完毕，福香感觉心情平复了不少，开始修炼。
他的武魂刚刚蜕变，需要适应，升级到7星以后，他掌握了新的武魂天赋，整体实力更强。大禹学院，一座古老破败的殿宇之中，有一位血衣少年，双眸紧闭，正在运功修炼。他的身后浮现出一头血色巨虎虚影，散发出可怕威压。血衣少年正是慕容秀，大禹学院第一天骄，名列风云榜第2席位。慕容秀的天赋完全可以与夏青衣比肩，拥有7星级的血灵模糊武魂，极为强悍。只不过慕容秀没有与夏青衣正面交手过，加上境界不如夏青衣，便被排在了风云榜第2席位。在圣院闭关修炼了1年，慕容秀收获极大，实力突飞猛进，修为达到了造化9重巅峰，且获得了圣院传承。大禹学院圣院传闻曾经是大禹武圣修炼之地，有武圣意志残留。慕容秀在圣院潜心修炼，终于吸收了一缕武圣意志。武圣意志的存在可以让慕容秀实力更强，就算越级挑战命轮镜都不会有问题。造化境武者夺天地造化，相比于灵海境，感知更加敏锐，体内灵力更加浑厚，且能够延寿100年。大禹皇朝年轻一辈当中，能在20岁以前突破到造化境，都是顶级天骄。慕容秀今年不过15岁，就达到了造化境巅峰，其天赋极为惊艳。放在北荒域当中，慕容秀也是罕见的天骄了。他本身就是从北荒域的慕容家族而来。大禹学院虽然比不上北荒域的大势力，但圣院的存在对慕容秀很有吸引力。此刻，慕容秀睁开双眼，漆黑的眸子当中爆出一抹寒芒，杀机四射。凌晨，你杀我弟弟，是时候找你算账了。我要将你剥皮抽筋，以祭我弟弟在天之灵。慕容秀大步走出圣院，一时间，圣院上空出现一道虚影，浑身绽放出金光，威压无尽。那是大禹武圣的意志化身。大禹学院之中，人潮涌动，诸多学院长老、真传弟子前来围观。武圣意志化身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了，恭喜圣子得到圣院传承，可喜可贺。有武圣意志加持，大禹年轻一辈，圣子当为第一。就算是长公主，恐怕也不及圣子风采。大禹学院的长老们一个个都是兴奋无比，对慕容秀寄予厚望。天香楼内，凌晨一边炼丹一边修炼，数日之间突破到了灵海9重。福香对凌晨很支持，基本上凌晨想要什么珍贵药材都可以提供。凌晨自己炼丹，自己服用，丹道和武道稳步提升。如今凌晨体内的神龙之力极为凝练，一次性可以释放出40道神龙之火，彼此聚集起来，可以形成一道小型的火墙。这一日，大禹皇朝大比开始，各大学院、世家弟子汇聚于皇城演武场。大禹学院、苍兰学院、李家、楚家、柳家、炼丹师协会诸多势力纷至沓来。大禹皇城各大势力都有年轻天骄参加大比，还有很多老一辈的强者前来观战。凌晨跟福香一起来到了演武场。广阔的演武场之中，并没有凌天剑门的位置。凌天剑门近年来发展很不好，整个宗门都没几个弟子，人们几乎都要忘记凌天剑门的存在了。炼丹师协会的弟子倒是安排了专门的席位，看来你们凌天剑门并不受重视。福香轻笑，凌晨没有多言。无论凌天剑门如何，终究是他的宗门。他在凌天剑门的时间不多，当初还是被骗过去的。但剑痴和狼牙前辈对凌晨都很不错，凌晨对凌天剑门还是有归属感的。今日他要代表凌天剑门出战，慢慢等吧。你是风云榜天骄，可以直接进入决赛的。福香面带微笑走到观众席，然后招了招手，让凌晨坐在他的身边。炼丹师协会的那些弟子投来了一道道羡慕的目光。福香美艳不可方物，30岁的年龄对武者而言也不算大，反而身材发育很成熟，极为诱人，简直是众多炼丹师的梦中女神。福香一直以来都很严肃，寻常的炼丹师根本就很难接近他，凌晨却与福香亲近，两人关系很亲密的样子，令人羡慕。演武场外围有专门的观众席，不过不是谁都能上观众席的，只有各大势力的高层或者是精英层次。演武场北面的观众席是柳家众人，柳家也是大禹皇朝豪门世家，不算最顶尖的，底蕴也不差。人群中，凌晨看到了柳嫣然，柳嫣然隔空看了过来，眨了眨眼睛。凌晨缓缓点头，柳嫣然的位置距离他有些远，不方便交流。很快，凌晨感觉到了欢心灵的异动。陈哥，快1个月了，你都没有联系我呢。柳嫣然语气有些无奈，最近忙着修炼，抱歉。凌晨回应道。好吧，与慕容秀一战，你要小心一些，以陈哥你的潜力，其实没有必要现在跟他硬拼的。柳嫣然又道。他一直很担心凌晨，毕竟凌晨的敌人是慕容秀，整个大禹皇朝天赋最妖孽的人之一。排名风云榜第1的夏青衣早就不参加大比了，大比就是由大禹皇室举办，夏青衣身为长公主，自然不会稀罕大比的那些奖励。
而且夏青衣早就证明了自身的实力。夏青衣不参战，夺冠最热门的人选自然是慕容秀了。凌晨斩杀楚思琪以后，被排到了风云榜第5席位。风云榜排名随时都会变动，只要能击败风云榜上的天骄，就能取代其位置。以前传闻凌晨斩杀了李道元，但风云榜并没有更新他的名字，那是因为没有确凿证据，无法评估凌晨的准确实力。后来风华宴上，凌晨一鸣惊人，一战之后，风云榜排名立刻更新。凌晨也不知道风云榜到底是哪些好事之徒排的，但风云榜既然存在，就能说明一些问题。至少风云榜排名前列的那些天骄都不是沽名钓誉之辈。凌晨正在与柳嫣然聊天，突然间感受到了一道冰冷的目光，死死盯着他，正是李家天骄李天龙。决赛上我会让你知道我李天龙的厉害，杀我2位弟弟，得罪我李家，你会死得很惨。李天龙狞笑，丝毫不掩饰眼中的杀意。白痴！凌晨懒得跟李天龙废话，有时间斗嘴，不如在决赛场上以实力说话。上次风华宴，李天龙甚至都不敢挑战凌晨，凌晨压根也没把他当成对手。给我等着！李天龙面色阴沉，眼中闪过一抹厉色，浑身肌肉隆起，充满爆炸性的力量。李天龙的实力今非昔比，自从风华宴结束之后，他便一直在苦修。昨日在李无极和李家几个长老的帮助下，李天龙一举突破到了命轮境。年轻的命轮境天骄，在大禹皇朝属于凤毛麟角一样的存在。命轮境武者以庞大的灵力铸造命轮，可以极大延长寿命，只要不被人打死，活到1000岁都是正常的。突破命轮境越早越好，李天龙不过20出头就达到了命轮境，未来不可限量。李天龙突破的时候，其实借助了外力，好几个李家长老为其灌顶，强行输入灵力，如此容易导致李天龙的根基不够稳固。当然，只要李天龙以后稳扎稳打，倒是问题不大。李天龙急于突破，就是想在大比上正面碾压凌晨。李无极对凌晨可谓恨之入骨，但有福香和狼牙力保，他不好亲自动手。大禹皇朝大比乃是年轻一辈的争锋，到时候就算打死凌晨，福香和狼牙都没话说的。同辈争锋，被人打死，只能怪自己技不如人。观众席中间最前排的位置，有一位身穿金色长袍的男子端坐，长袍上绣着7条蛟龙，气象威严。此人是当朝3王爷下之命，也是大禹学院院长，你应该还没见过。福香注意到凌晨的目光，低声介绍道：这次的大比就是由夏之命主持，那斩龙剑也是夏之命亲自安排的奖品，此外还有一些天阶纳灵丹。福香又道。凌晨心中一动，纳灵丹在天阶丹药当中比较常用，造化境和命轮境武者都能服用，增强体内灵力，甚至是灵海境，只要肉身承受能力足够强，也是可以服用的。凌晨最感兴趣的其实是斩龙剑，斩龙剑以龙血淬炼而成，蕴含龙族威能，凌晨若是以神龙之力催动，发挥出来的威力应该会很不错。福香见多识广，一直在给凌晨介绍。苍兰学院院长吕孤星、柳家家主柳长空，大禹皇朝的成名强者基本上都来了。在一处不起眼的角落，凌晨看到了剑痴，还有狼牙。铁牛和周灵素也来了，他们都报名参加了大比，只是无法像凌晨这样直接进入决赛。随着时间的推移，演武场之中人越来越多，夏之命宣布大比正式开始。参加第1轮比赛的年轻弟子足足有5000多人。柳嫣然去到了演武场，临走之时跟凌晨传音道别。凌晨微笑说了一些鼓励的话。第1轮比赛直接采用了混战模式，5000多人混战，最终留在赛场上的可以晋级。约莫1个时辰过去，第1轮比赛结束，淘汰率相当惊人，只有300多人晋级成功。能够留下来的基本上都是大禹皇朝有头有脸的人物，很多人实力都接近风云榜了。铁牛晋级成功，靠着一身硬功，防御超强，没几个人愿意跟他死磕。周灵素倒是很快就被淘汰了，他终究还是把太多心思花在美食上，武道修炼并不用心，实力不强。柳嫣然顺利晋级，他的6星冰凤武魂在一众天骄当中也是出类拔萃的存在，而且他的境界突破到了造化境，修炼效率很高。凌晨以为他的成长速度已经很快了，但现在看来柳嫣然并不比他慢。你的小道侣天赋不错的。凌晨正思索着，识海中响起阿紫的声音，他确实很优秀。凌晨微笑，小家伙你不懂，我说的是他的武魂，其实他的武魂潜力很大，几乎能与你的至尊神龙武魂媲美，日后你就知道了，他只是还没展现出天赋。阿紫慢悠悠说道。对了，阿紫，你可知道为何我能与他进行武魂融合？凌晨突然道。还能有什么原因？你与他有缘呗，武魂融合，这是天生注定的姻缘，你逃不掉的。阿紫打了个哈欠，
甩了甩小猫爪，然后关闭了聊天。很快，第二轮大比开始了，300多人抽签对战，以积分决定晋级与否。凌晨一直在关注柳嫣然。第二轮比赛，柳嫣然的表现同样惊艳，而且她运气不错，没有抽到风云榜排名前列的天骄。有一位大禹学院弟子排名风云榜第45，与柳嫣然一战，却也不是他的对手。柳嫣然的境界在众多天骄当中不算高，只是刚刚踏足造化境，但他的武魂天赋极强，9朵冰莲释放出来，冻结一切，就算境界比他高的人照样会受到影响，速度严重减慢。1个时辰之后，第二轮大比结束，柳嫣然以全胜战绩晋级第3轮。到了第3轮，仅剩下了30人，这30人与9位种子选手一起进入决赛。铁牛惨遭淘汰，被一位风云榜天骄破了防御，无奈离场。凌晨走到了演武场当中，接下来才是这次大比的重头戏。随着凌晨登场，一时间爆发出各种议论。如今的凌晨无疑是大禹皇朝当中热度最高的，风华宴上强势镇杀楚思琪，如此战绩简直恐怖。凌晨不仅实力逆天，形势更是狠辣果决，令人忌惮。演武场中央有10座站台，分别代表风云榜前10席位，谁能站稳站台，便意味着获得相应的名次。10座站台现在都空着，没有人抢先占据，先占据站台的肯定会成为众矢之的。凌晨面色平静，在众人的注视之下，直接走向了第1座站台。他要的就是第1，对其他站台当然不会感兴趣。人群哗然，认为以凌晨的实力竞争第1站台，未免有些狂妄了。在人们心中，大比第1无疑属于慕容秀。夏青衣不参加大比，而是在观众席观战，没有谁可以与慕容秀争锋。小子，你莫非以为杀了楚思琪就天下无敌了？李天龙发出一声冷笑，无知者无畏，区区临海境的废物，就算取得了不错的战绩，又能如何？不过是偷袭杀人、不讲武德的垃圾罢了。一位紫袍少年发出冷笑，眼神轻蔑，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上了第2座站台。此人名为左图，乃是苍兰学院第1天骄，名列风云榜第3。夏青衣不来，他当仁不让，占据第2站台。至于竞争第1，左图从未想过，以慕容秀的恐怖实力，不是他能撼动的连第1站台都不敢来的货色。你在狗叫什么？凌晨眼神淡漠，完全没把左图当成一回事。闻言，左图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他确实不敢竞争第1站台，但不代表不敢与凌晨一战。此刻慕容秀还没来，左图眼中寒芒一闪，就要冲上第1站台，把凌晨给轰下来。突然间，一道血色身影横空而来，那是一位血衣少年，眼神锐利，骑着一头巨大的黑虎从天而降，气势威猛无比。慕容秀到了！一时间，全场响起了一片欢呼声。观众席上有很多前来观战的青年才俊都跟打了鸡血一样，不断高呼慕容秀之名。慕容秀在大禹皇朝声望极高，有众多追随者。看到慕容秀出现，左图抱拳行礼，没敢登上第1站台。有慕容秀在，谁去第1站台都是对他的不尊重。你就是凌晨？慕容秀冰冷的眼眸直视凌晨，透着一股可怕的威压。是你爹？凌晨淡淡道。你找死！慕容秀浑身一震，显化出血灵魔狐武魂，7星级的武魂，散发出滔天的威压，震慑全场。他的黑虎坐骑看到血灵魔虎的虚影，都是浑身一颤，差点吓得屎尿齐流。黑虎乃是一种妖兽，血脉不弱，被慕容秀收为坐骑。此刻，慕容秀赶走黑虎，登上第1站台，与凌晨相对而立。慕容秀没有立刻出手，而是在蓄势。高手交战，气势尤为重要。其他站台爆发出战斗，许多天骄大打出手，争夺位置。慕容秀，杀鸡焉用牛刀，不如让小弟代劳，替你斩杀此子。李天龙向慕容秀抱拳行礼，态度恭敬。好。慕容秀点头，让李天龙试一试凌晨的底细也好。慕容秀虽然对自己的实力绝对自信，但不是莽夫，行事相对谨慎。凌晨以临海境修为就能秒杀楚思琪，从青州那种小地方一路强势崛起，肯定有底牌。凌晨，我就在这里，你敢来吗？李天龙站在第3站台，眼中满是挑衅之意。凌晨扫了他一眼，眼神仿佛看白痴一样，并没有动身。废物东西，你是不敢吗？凭你的实力还敢争夺第1站台，哪里来的脸？有种你就过来打死我，让我看看你的实力。李天龙不断嘲讽，气焰嚣张无比。他突破到了命轮境，有恃无恐。很好。凌晨眼中爆出一缕寒芒。原本凌晨只想与慕容秀一战，对其他人不感兴趣。不过李天龙非要找死，凌晨只能成全他了。下一刻，凌晨身形一动，来到了第3站台。
李天龙如愿以偿，眼中满是兴奋之色。刹那间，李天龙浑身一震，召唤出了武魂铁血银狼。李家嫡系血脉，大概率继承家族的铁血银狼武魂。不过，并非有血缘关系就一定能够继承武魂的，而是有一定的随机性。铁血银狼武魂很强，在6星当中也是顶级存在。李家当中能觉醒铁血银狼武魂的，都被当成家族核心来培养。此刻，一道银色的巨狼虚影悬浮在李天龙身后，发出一道狼嚎声，气势惊人。小子，你……李天龙正在说话，突然间眼前光芒一闪，一缕剑气飙射而出，横扫虚空。李天龙身上浮现出了一层银色光芒，在武魂的加持之下，防御暴涨，体内血脉激荡，处于废血状态，实力激增。刹那间，李天龙轰出一拳，携排山倒海之势而来。李天龙没有大意轻敌，一见面便是全力以赴，放出了大招。吃了！剑气如一道惊鸿劈链，撕裂长空。下一刻，李天龙右臂飙出一道血线。李天龙自认为防御已经足够强，突破到了命轮境以后，他体内的灵力蜕变，以灵力护体，加上武魂赋予的超强肉身，简直如一座肉山。但凌晨一剑轻松破开了他的防御。李天龙心中大骇，他哪里知道凌晨体内还有一股神龙之力。神龙之力加持，让凌晨释放出的剑气更猛，瞬间爆发力达到恐怖级别。凌天剑法，一剑凌天，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瞬间爆发出致命一击。就在李天龙惊愕之余，凌晨的万里血河掌已经杀到。万里血河掌威力无边，一条血河环绕在凌晨手臂上，刹那间血光冲天。轰！惊人的轰鸣声响起，李天龙发出一道惨叫，口吐鲜血，身形瞬间抛飞，胸膛都被打得凹陷下去。他身上的护体灵甲出现了裂痕，那可是李无极给他的天阶护身灵甲，就是为了以防万一。怎么可能？李天龙脸色苍白如纸，被轰出第3站台，如一条死狗一般倒在了血泊之中，昏迷过去。若非有天阶灵甲守护，李天龙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天龙！观众席上，李无极脸色惊变，立刻御空而来，如一头苍鹰，速度极快，来到演武场，一把抱住李天龙。他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儿子，李天龙天赋惊艳，乃是李家年轻一辈最后的希望，可不能死了。李无极慌忙取出一颗丹药，为李天龙服下。李天龙苍白的脸色稍微恢复了一些，吊住了一口气。李无极仔细查看他伤势，顿时脸色难看无比，2根肋骨都被打断了，内脏受损，伤势极重，就算不死也要很长时间恢复，以后修炼肯定会受到影响。好，凌晨，你很好。李无极面目狰狞，眼中仿佛要滴出血来。奇怪，不是李天龙自己求我打死他的吗？李家主又何必动怒呢？你若是晚点来，我就满足他的愿望了。凌晨淡淡道。凌晨，老夫不将你碎尸万段，誓不为人。李无极愤怒咆哮，若非受限于比赛规则，他恐怕就要忍不住亲自动手镇杀凌晨了。第一次听到这种要求，下次李天龙如果还有需要，一定要记得来找我。凌晨背负双手，不咸不淡地说道。你！李无极气得脸色铁青，差点一口老血喷了出来。当下李无极也不再多说，抱着李天龙虚弱的身躯一跃而起，离开演武场。今日李家颜面尽失，李无极心中对凌晨恨意更深。演武场内全场肃然，那些之前还在质疑凌晨实力的，此刻全都闭嘴了。凌晨能够碾压李天龙，还真有争夺第1站台的实力。要知道，凌晨刚才连武魂都没有召唤出来。凌晨来到皇城以后，出手的次数并不多，每次都没有召唤武魂，这让在场众多天骄对他愈发忌惮。若是召唤出武魂，他的实力该有多逆天。皇城演武场之内，寂静无声。10座站台上，原本正在争斗的天骄们骇然无比，甚至停止了打斗。刚才还叫嚣的左图，此刻脸色铁青，跟吃了苍蝇一样难受。李天龙跟左图关系不错，看到李天龙被暴虐，左图并没有要帮他报仇的意思。以凌晨展现出的恐怖实力，左图完全没有把握与其对抗。各处站台上短暂沉静了片刻之后，大战再次爆发。凌晨实力强，他们不招惹就是了。反正凌晨要争夺的只是第1站台，其他站台看不上眼。柳嫣然美眸中异彩连连，凌晨的表现从未让他失望过。凌晨的身上永远都有光环，横扫年轻一辈，纵横无敌。观众席上，李家一众长老的脸色都很难看。夏青衣眼波如水，心中对凌晨的评价更高了。他若是召唤出武魂，全力爆发，恐怕连我也很难压制他。只是不知道他的武魂到底是什么。夏青衣低声喃喃。某处角落当中，剑痴和狼牙满脸喜色，凌晨的表现让他们很意外。这一届大比，
乃是凌天剑门扬名之时，以后肯定可以吸引年轻弟子前来宗门，不至于现在这样凄惨。此子很不错。狼牙微笑，他的心性倒是跟师兄你有点像。剑痴喝了一口酒，脸色红润。不像，他比我狠多了，我年轻时可没他那么狠。狼牙感慨，当时听说凌晨杀了楚思琪，他还担心大禹学院报复，现在看来是有人扛住了大禹学院那边的压力。演武场之中，寒风凛冽，慕容秀眼中有一抹忌惮之色，随后很快恢复如常。凌晨的实力确实很强，但慕容秀也有底牌。第10站台上，柳嫣然击败了苍兰学院一位女弟子，成功占据。她的周围有不少人虎视眈眈，不过一时间没人敢上去。柳嫣然实力不俗，其冰凤武魂比其他6星武魂都要强大，释放出的冰莲威力很恐怖，能够占据第10站台，无疑证明了柳嫣然的实力。左图师兄，苍兰学院那位被轰下去的女弟子眼中有怨毒之色，很不甘心。她是左图的追随者，有左图罩着，而且自身实力不俗，自认为拿下第10站台很轻松。但柳嫣然并不给面子，凭你也敢动我的人？左图脸色一沉，眼中爆发出一股杀意，身形如同一道闪电，刹那间来到第10站台。一股可怕的冰寒气息释放而出，左图召唤出武魂冰山雪原，他的武魂达到了7星级，虽然比不上慕容秀的血灵模糊武魂，但也很恐怖了。冰山爆，左图一拳轰出，携带可怕的劲力，一层层冰霜覆盖在他的拳头上，然后猛地爆炸开来，产生极强的冲击力。柳嫣然神色微变，凝聚出9道冰莲抵抗，刹那间冰莲破碎，柳嫣然发出一道闷哼声，娇躯被轰飞出去。他嘴角溢出丝丝鲜血，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左图的实力很强，能够排名风云榜第3位，本就属于大禹顶尖妖孽。柳嫣然握紧拳头，眼中有火花闪过，他还是不够强，心中对实力的渴望愈发强烈。第1站台上，凌晨正在备战，突然看到左图对柳嫣然动手，来不及阻止。刹那间，凌晨御空飞行，降临在柳嫣然身边。没事吧？凌晨取出一颗疗伤丹药，为他服下。没事。柳嫣然咳出一口血，体内气血淤积，显然受了很重的内伤。凌晨心头火起，左图刚才明显就没有留手，柳嫣然的实力要是弱一些，恐怕已经死在了左图的手里。陈哥，我还好，你不用担心。柳嫣然轻声说道。凌晨将他安置好，身形一动，跳上了第10站台。左图脸色微变，并没有想到凌晨会替柳嫣然出头。柳家在皇城的各大顶尖家族当中，其实只是末流，相比之下，李家要强横得多。左图乃是苍兰学院圣子，自然不会顾忌柳嫣然的身份，出手毫不留情。反正历届大比当中，打死打残的情况很常见。你跟他有仇吗？见面就下杀手。凌晨沉声道。怎么，他动了我的人，我出手有问题吗？接我一拳不死，算他命大。下次可没这么好运。左图冷笑一声，他是忌惮凌晨，但没有真正交手过，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很好。凌晨眼中寒芒一闪，展出一道剑气，剑气如匹练一般撕裂长空，带着尖锐的阴笑声。既然你想玩，本公子就陪你玩玩。左图嘴角露出一抹寒意，7星级的冰山雪原武魂悬浮在半空之中，如一座小型的冰山，散发出无尽寒意。冰山爆，左图再度施展出武魂天赋，7星级武魂赋予的天赋，威力比他修炼的天阶武学还要可怕。凌晨放出的剑气被左图一拳打得爆散开来。我还以为有多强呢，原来不过。左图话还没说完，突然瞳孔剧烈收缩，察觉到了一股致命的危机。凌晨打出了一掌，万里血合掌，王阶武学，威力恐怖无比。凌晨体内气血冲天，凝练出了第2条血河，掌心之中布满了一条条血色纹路。2条血河意味着凌晨的万里血河掌修炼到了第2层。王阶武学，哪怕只是修炼到了第2层，也不是那些天阶武学可以相比的。这一掌下去，直接打碎左图释放出的所有寒冰，将其轰飞出去。左图脸色巨变，五脏六腑巨震，凌晨一掌差点直接将其轰杀。左图跟李天龙一样，身上有一件天阶护身鳞甲，提供极强的防御能力。此刻鳞甲被打得凹陷下去，差点碎裂。我不服！左图狂吼一声，冰山雪原武魂愤怒咆哮，释放出漫天冰花。左图很快爬起来，浑身覆盖冰霜，宛如穿上了一件冰霜铠甲。冰山雪原武魂可以让左图的肉身之力激增。刹那间，凌晨又是一掌轰了过来，血光滔天，撕裂长空。凌晨的体内调动了一部分神龙之力，让这一掌的威力更加逆天。轰！左图身上覆盖的冰霜瞬间崩溃，而后只听咔嚓一声，
左图的护身鳞甲完全粉碎，胸骨断裂。凌晨一掌直接打穿了左图的身躯，将其内脏震碎。你！左图眼神涣散，心中强烈不甘。他无法相信凌晨竟然能够碾压他，而且凌晨敢当着苍蓝学院一众高层的面将他震杀。苍蓝学院圣子，风云榜排名第3的妖孽，死！凌晨这一掌快如疾风，威力狂暴无边。苍蓝学院的那些老家伙刚刚反应过来，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此刻观众席上，苍蓝学院院长吕孤星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他怎么敢的？吕孤星怒火滔天，眼中有杀意闪烁。左图是苍蓝学院最优秀的弟子，吕孤星的亲传弟子。苍蓝学院为了培养他，不知道耗费了多少资源。如今说没就没了，他们甚至连抢救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三王爷，此子如此行事不合规矩，我建议将其立刻镇杀。吕孤星眼神阴冷，已经忍不住要亲自动手了。三王爷下之命沉吟不语，似乎是在犹豫。凌晨杀了大禹学院圣女楚思琪，下之命本就想收拾凌晨，不过长公主亲自找过他，力保凌晨。依我看，凌晨所作所为并没有任何不妥，他只是正常比赛罢了。历届大比都在死伤的，凌晨一没有暗算，二没有召唤宗门长辈相助，我没看出来他有违规。一旁的夏青衣淡淡说道。闻言，吕孤星沉着脸，没有再说什么。夏青衣在大禹皇朝地位极高，手握3万禁卫军精锐力量，当朝皇帝最宠爱的就是夏青衣，若非她是女儿身，恐怕皇位都会传给她。当然，夏青衣其实对世俗权势并不看重，她追求的是武道力量。苍蓝学院的长老们一个个怒不可遏，学院圣子被人镇杀，让整个苍蓝学院脸上无光。而且凌晨堂堂正正将其击败，光明磊落，以绝对的力量碾压，他们除了愤怒之外还能说什么？演武场中，凌晨身形挺拔，如一把出鞘的利剑，锋芒毕露。柳嫣然美眸中有担忧之色，她知道凌晨是为了他才斩杀左图。凌晨本就杀了苍蓝学院不少人，如今与苍蓝学院的仇恨更是无法化解。凌晨看向柳嫣然，微微一笑，示意他不必担心。柳嫣然运功疗伤，调整状态，暂时不去争夺战台了。此刻10座战台上还有大战爆发，只不过其精彩程度乏善可陈。那些所谓天骄的争斗远没有凌晨爆杀左图带来的震撼。你很强。第一战台之上，慕容秀脸色平静，云淡风轻。以他的心性，不可能看到凌晨展露实力就失了方寸。在慕容秀看来，刚才凌晨能够一掌爆杀左图，看似轻松，想必也是动用了某种底牌的。凌晨没有任何废话，身形一动，跳上了第一战台。今日凌晨与慕容秀的仇怨也该解决了。受死！慕容秀气势飙升到了极点，浑身肌肉虬结，上衣直接爆开，露出浑身健壮的肌肉。他的身躯在膨胀变大，足足有2米多高，如同巨人。血灵魔虎武魂显化而出，一头血色的巨虎悬浮在半空之中，发出震天的虎吼声。血灵拳！慕容秀一拳打出，爆发出一片血光。与此同时，慕容秀拳头上浮现出一道青光，那是他的天阶灵气极雷拳套，一拳出可召唤雷霆降下，配合他的血灵拳，威力更强。慕容秀显然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不想给凌晨任何机会，一见面就放出大招。给我死！慕容秀狞笑，一头血色长发飘扬，充满残暴血腥之气。血灵魔虎武魂在7星武魂当中也是很强的，不是左图区区冰山雪原武魂可以比肩。此刻慕容秀全力爆发之下，堪称摧枯拉朽。慕容秀的境界其实不算高，只是造化9重巅峰，还没达到命轮境。李天龙和左图都是命轮境天骄，但这并不妨碍慕容秀比他们更强，真正的妖孽都能越级挑战。慕容秀此刻爆发出的战力，就算是3个左图都不够打的。剑来！凌晨一念起，狂暴剑气冲出，从4面8方而来，形成了一道剑气风暴。慕容秀的狂暴一拳却是被剑气风暴逼退，与凌晨重新拉开了距离。他的身上出现了一道道剑痕，有鲜血流出。此刻慕容秀脸色变得更加凝重，看来想镇杀凌晨必须动用真正的底牌了。某处角落当中，剑痴吃了一惊，他的凌天剑法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恐怖了？剑痴无语，还记得让凌晨去皇城的时候，他的凌天剑法只是大成短短1个月时间，如今凌晨的凌天剑法已经修炼到了巅峰，出剑之快，一往无前的气势，一剑斩敌的决心，全都恰到好处。你说他修炼凌天剑法3年我也信。上次在炼丹师协会见面，他释放的剑气并不强，如今却能够释放剑气风暴了。狼牙叹道：师兄，无论如何我等都要保住他。凌天剑门
好不容易收了一位绝世妖孽，可不能夭折了。这小子真不让人省心啊！狼牙捏了捏眉心，感觉很累。他跟柳嫣然应该关系匪浅，杀左图也是理所应当。话是如此，但这家伙也太莽撞了。师兄当年难道不是一样？若是僵尸妹差点被人打死，恐怕也会冲冠一怒为红颜吧。剑痴喝了一口酒，咧嘴一笑，想起年轻时候与狼牙闯荡江湖的场面。那时候他们师兄弟二人还有僵尸妹一起走江湖，迎风纵马，快意恩仇。现在想来，当真令人怀念。听剑痴提起僵尸妹，狼牙脸上露出一抹痛苦之色。不过他很快恢复了正常，那都是不堪回首的往事了。这小子比我更狠，行事更加不计后果。狼牙缓缓摇头，不过我偏偏就喜欢他这种性子。他若是能顺利成长起来，必成大器。第一站台上，慕容秀一言不发，突然间他的体表冒出了诸多尖刺，看起来极为狰狞。在慕容秀的身后出现出了另外一道武魂虚影，那是一株荆棘之藤散发出绿色的毒雾，只是一道虚影呈现出来，却让人看得毛骨悚然。那是七星荆棘之藤武魂。慕容秀竟然是双武魂，简直恐怖如此。双武魂拥有者在北荒域都很罕见吧？凌晨实力虽强，但如何对抗双武魂？他只是区区渐修，一直都没敢释放武魂。如今慕容师兄展现出真正的实力，他还有什么资格与慕容师兄争夺第一？演武场之中，场面哗然，双武魂带来的震撼太强，就连观众席上的夏青衣美眸都是变得极为凝重。他其实没有跟慕容秀交过手，一直不知道慕容秀的真正底牌。召唤出双武魂的慕容秀才是完全体，一片荆棘牢笼以慕容秀为中心释放出来，锁定了凌晨的契机。荆棘之藤武魂主要的作用就是控制以及麻痹。荆棘之藤带有毒刺，受到毒刺的影响会立刻陷入麻痹状态，当然麻痹的效果因人而异。凌晨心念一动，召唤出了至尊神龙武魂。慕容秀天资惊人，凌晨感受到了威胁，直接释放武魂，释放神龙之火，形成了一片火墙。荆棘藤蔓刚刚缠绕过来，便是被神龙之火焚烧殆尽，化为劫灰。慕容秀脸色巨变，他一直以为凌晨靠的主要是剑道和武学，武魂不强。至尊神龙武魂散发出的威压其实就是六星武魂的水平，但凌晨释放出的神龙之火对藤蔓的克制作用太强了。此子武魂明明只是6星级，为何如此逆天？龙类武魂跟其他武魂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奇怪，区区6星武魂竟然可以与慕容秀的2大7星武魂抗衡。观众席上，各大世家学院的大佬们内心都很不平静。他们哪里能知道，凌晨压根就不是什么6星武魂，而是顶级武魂，超越9星级的存在。只是如今武魂的威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罢了。神龙之火释放，凌晨火力全开。慕容秀的双武魂在凌晨的面前其实没有多大的用处，荆棘之藤武魂见面就被克制了。血灵模糊武魂照样无法压制凌晨的至尊神龙武魂。第一站台上，恐怖的神龙之火焚烧，虚空都变得扭曲了。慕容秀脸色阴沉无比，体内的所有灵力刹那间爆发出来，血灵模糊武魂咆哮，一拳打出，爆出一片血光。小子，你终究要死在我的手里！慕容秀面色狰狞，突然释放出了一股可怕的意志之力。在大禹学院圣院的时候，慕容秀得到大禹武圣意志传承。大禹皇朝如今虽然弱小，但也是曾经诞生过武圣的国度。武圣意志哪怕放在北荒域都是极为珍贵的存在，释放武圣意志可以让慕容秀各方面实力激增。小家伙，你也有武圣意志的。玲珑塔内部空间当中，凌晨听到了阿紫传音，刹那间凌晨心念一动，调动玲珑塔残留的武圣意志如怒涛一般释放而出。在凌晨的身后浮现出了一道虚影，释放无穷的武圣意。凌晨和慕容秀同时释放大禹武圣意志，一时间场面骇人无比。异象声，大禹武圣重现，让在场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想要获得大禹武圣的意志难度极高，凌晨和慕容秀两人却都掌握了。现在就看他们各自掌握的意志之力，谁能更胜一筹。感受到了凌晨释放出的武圣意志，慕容秀的脸色刹那间阴沉到了极点。他在圣院闭关许久，历经艰险，甚至差点陨落，这才得到了武圣意志。他以为武圣意志珍贵无比，但凌晨也有，而且凌晨释放出的武圣意志隐隐间比他更强。小家伙，快点吞掉他的武圣意志！凌晨催动意志之力，很快将慕容秀压制下去。阿紫传音提醒，看起来很着急的样子。好，凌晨催动玲珑塔，刹那间一片璀璨的光芒绽放而出。阿紫在玲珑塔里面配合凌晨的行动。下一刻，慕容秀发出了一道惨叫声，
浑身鲜血直流，眼瞳当中流出了血水。他好不容易得到的武圣意志，竟然正在被凌晨吞噬。不可能，你不可能做到！慕容秀大惊失色，脸色瞬间变得苍白。随着武圣意志剥离，他的气息变得微弱。武圣意志的抽离伤及慕容秀本源，此刻的慕容秀完全没有了先前那种意气风发的姿态。没多久，慕容秀的武圣意志便是彻底被凌晨吞噬过来。玲珑塔震动，通往第2层的空间裂开了一道裂缝，阿紫可以把脑袋伸出来了。哎呀呀，还是差了一点。阿紫晃了晃脑袋，玲珑塔第2层的空间还是没有彻底开启，限制了阿紫的活动。他在里面闷太久了，很想出去看看。只要能冲出第2层，以阿紫的实力破开第1层的空间出去，当然不成问题。且说凌晨与慕容秀大战，失去了武圣意志的加持，慕容秀陷入了虚弱状态，根本就不是凌晨的对手。凌晨一掌轰出，携带滔天血光，万里血河掌的威力被凌晨发挥到了极致。还有一团神龙之火熊熊燃烧。第一站台以特殊材料制作而成，还有阵法的加持，极为坚固。此刻在神龙之火的焚烧之下，几乎快要崩溃了，阵法剧烈动摇。慕容秀脸色无比难看，催动护身灵甲，天阶极品的灵甲都无法承受神龙之火的灼烧。他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正在逼近。住手！观众席上，大禹学院院长当朝3王爷下之命发出一道怒喝声，身形如电，刹那间降临。慕容秀身份非同一般，绝不能死，否则北荒域那边的慕容家族追究起来，大禹学院承受不起，下之命更是会被问责。下之命正是慕容秀的师尊，无论出于师徒之情，还是慕容家族那边的压力，下之命都必须出手。不过让下之命没有料到的是，凌晨竟然完全不顾他的阻拦，强行出手。小子，你敢！下之命眼中寒芒闪烁，凌晨却是恍若未闻。什么大禹学院院长，当朝3王爷，凌晨都不在乎。他只知道今日若是不杀慕容秀，以后肯定会有更大的麻烦。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凌晨直接将体内的神龙之力爆发到了极致，打出了一片火墙。万里血河掌和凌天剑法一起爆发出来，威力飙升到了极致。除了藏天剑之外，凌晨所有的底牌都施展了出来。你下之命已经到了演武场，再有片刻间就能阻止，但还是差了一点。轰！惊天的轰鸣声响起，慕容秀的护身灵甲直接被神龙之火焚烧融化，他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祭出一块玉佩。玉佩当中冲出一道黑衣身影，散发出惊人的威压，乃是一位顶尖留下来的一缕神魂，用来守护慕容秀。精神力修炼到了一定的程度，魂魄将会蜕变成神魂。拥有神魂的强者分化出一丝神魂之力，就能化形而出，拥有本尊的部位威能。慕容家族在北荒域属于顶尖世家，慕容秀天资妖孽，拥有2大7星武魂，他的身上当然有底牌。慕容秀原本以为有天阶极品灵气在，完全能挡住凌晨的攻势，撑到下之命前来援救，却没想到凌晨丝毫没有手下留情，攻势猛烈无比。生死之际，慕容秀只能拿出真正的底牌。小子，连我慕容家族的人你也……黑衣虚影正在说话，突然间身影变得扭曲，一股可怕的吞噬之力将其吸走。很快黑衣虚影消散一空，慕容秀骇然，燃烧武魂本源，体内灵力疯狂暴动，全力防御。凌晨的万里血河掌直接把慕容秀打得胸膛凹陷下去，一道剑光斩过，慕容秀的右臂飞了出去，溅起一片血光。下之命杀到，将慕容秀救了下来。小子，你没有听到我的话？下之命眼中有杀意涌动。凌晨此子天赋太妖孽，又与大禹学院为敌，今日倒不如趁此机会将其除掉。三叔，观众席上，夏青衣突然站起身来，他声音不大，但蕴含一股强大的精神力冲击，在场众多强者都能清晰听到。夏青衣只是喊了夏之命一声，并没有多说什么，但夏之命很快便是清楚其意图。上次楚思琪死的时候，夏之命就想收拾凌晨了。楚思琪好歹是圣女，凌晨直接将其杀了，那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大禹学院。不过有夏青衣出面力保凌晨，这件事情才压了下来。夏之命脸色难看至极，眼中还是有杀意。凌晨展现出的天赋彻底让夏之命动了杀心。龙类武魂，顶级的剑道天赋，超强的实战。凌晨若是顺利成长起来，实力将会极为恐怖。夏之命，很多年不见了，有兴趣跟我打一场吗？演武场之中，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位青衣人，他头戴斗笠，缺了一条手臂，浑身散发出强大的剑气，隐隐间有恐怖的剑势释放而出。是你？夏之命瞳孔微缩。大禹皇朝第一剑修狼牙，据传狼牙周游列国去了，已经消失了很久。
前段时间，夏之命收到情报，狼牙出现在了炼丹师协会。狼牙的出现，夏之命并不意外。他惊讶的是，狼牙竟然可以隐匿自身的气息，站在人群之中，丝毫不起眼。他不释放剑气的时候，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平平无奇，不会有人注意到他。凌晨是我凌天剑门的弟子，你确定要动他？狼牙淡淡道。在他的身后，剑痴走了过来。我凌天剑门弟子凌晨，今日夺得大比冠军。三王爷，你主持大比，却要杀他，敢问是何道理？剑痴不急不缓，拔出了一把剑。大禹皇朝2位最惊艳的剑修凑在一起，一时间，可怕的剑势席卷全场。演武场当中，那些正在争夺战台的天才都是脸色巨变。剑修在大禹皇朝不受待见，但达到了狼牙和剑痴的层次，没有人敢忽视他们的实力。能够释放剑士，都是剑尊敬的强者。剑尊放在北荒域也不容忽视。三王爷，凌晨可是我炼丹师协会的首席炼丹师，天香阁那边对他也很看重，您确定要动手？福香款款走来，他一直在关注凌晨，如今夏之命对凌晨有杀意，他不可能坐视不理。凌晨苦笑，自己不过小小银牌炼丹师，什么时候就成首席炼丹师了？福香这是一言不合就把协会首席炼丹师的位置交给了他。福香是会长，在他之下最强的就是首席炼丹师，地位尊崇。夏之命脸色铁青，来自各方的压力，尤其是夏青衣的态度，让他没敢动手，转身替慕容秀疗伤去了。慕容秀元气大伤，武魂本源受损，武圣意志被吞噬，甚至断掉了一条手臂。如此严重的伤势，肯定会影响慕容秀未来修炼。很快，慕容秀在夏之命的搀扶之下离开演武场。他一言不发，眼中有怨毒之色。今日一战对慕容秀而言乃是奇耻大辱。自从他来到大禹皇朝以后，未尝一败。以前在北荒域的时候，慕容秀的天赋也很惊艳，没想到今日惨败，连底牌都拿出来了，还是被斩断一臂。他很奇怪，为何家族长辈留下来守护他的一道神魂会突然消散？观众席上一片鸦雀无声，所有人的呼吸都是变得急促，心中的震撼难以形容。许多前来观战的少年少女，此刻都是仿佛石化了。凌晨与慕容秀一战，带给他们的震撼实在太强。这家伙确定只是林海境吗？你不说我都忘了，他竟然只是林海境。他的武魂好邪门，明明只是6星武魂，却为何能压制慕容秀的7星双武魂？龙魂确实要强大一些，但也不会如此离谱。我猜他的武魂不是6星那么简单，有可能是伪装。如果是7星武魂，那就说得过去了。观众席上短暂的沉寂之后，爆发出一片热烈的议论声。凌晨的实力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一个谜，很多人都想把凌晨抓起来切片研究。只是有狼牙和剑痴在，没有人敢轻举妄动。夏青衣美眸当中闪过异彩，对凌晨无比欣赏。就算凌晨没有答应成为禁卫军统领，夏青衣还是想跟凌晨交朋友。如此天交，以后去到北荒域同样会大放异彩。时间流逝，演武场上第一站台被凌晨占据，其他站台还有战斗爆发。约莫1个时辰之后，所有战斗落下帷幕，10座站台各自都有了归属。柳嫣然还是占据了第10站台，并没有再往前争夺。其他站台上的排名跟原本风云榜上的排名差不多，只是把慕容秀、左图和李天龙排除出去。皇朝大比的成绩就是风云榜排名，不过后续风云榜是会变的。此战之后，凌晨当为风云榜第1。大比落幕，三王爷下之命亲自为凌晨颁发奖励。大比冠军有各种丰厚的资源奖励，天阶纳灵丹30颗，此外还有一把天阶中品灵器斩龙剑，另外还有一些玄阶丹药，其价值就一般了。斩龙剑和纳灵丹对凌晨都有很大帮助。凌晨现在用的赤阳剑品质不行，靠着神龙之力的加持，还有狂猛的剑气，凌晨照样能破开慕容秀的防御。有了斩龙剑之后，凌晨的实力必然还能提升一大截。夏之命脸色很难看，给凌晨颁发奖品的时候全程都黑着脸。如果可以的话，他很想一巴掌拍死凌晨，可惜众目睽睽之下他不敢。凌晨堂堂正正碾压慕容秀，夺得大比冠军，夏之命现在没有出手的理由，而且狼牙全程都在凌晨的身边为其列阵。林公子，恭喜了。夏青衣走了过来，美眸中满是异彩。多谢长公主，日后若有机会定当报答。凌晨抱了抱拳，之前夏之命想对他动手的时候，长公主站出来了。凌晨能猜到长公主帮他顶住了大禹学院的压力，这份人情凌晨记在心里。不必客气的，林公子接下来是打算回凌天剑门吗？夏青衣又道。不错，我派人送你。夏青衣招了招手，立刻有一位禁卫军统领过来。此人身材魁梧，气息绵长深厚，披肩直锐，一看就是个狠角色。你负责送林公子回宗门，
路上若是有什么闪失，提头来见。夏青衣淡淡道：“属下遵命。”禁卫军统领躬身领命，不敢怠慢。皇朝大比之中，凌晨展现绝世风采，得罪了很多人。李家、大禹学院、苍兰学院恐怕都把凌晨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凌晨若是自己回去，说不定会有人半路截杀。夏青衣考虑周到，直接表明了立场，全力支持凌晨。他可不仅是帮凌晨说2句话那么简单，而是付诸行动。一旁，夏之命脸色愈发凝重了。他其实不敢拦截凌晨，毕竟夏青衣都表态了。夏青衣派禁卫军护送，其实就是向众人彰显他的决心。长公主，不用如此麻烦的。凌晨抱了抱拳，眼中有感激之意。你是我大禹皇朝最妖孽的天才，本宫当然要保证你的安全。夏青衣微笑，而且作为朋友，我也不想看到你出事呢。闻言，凌晨心中一动，对夏青衣的观感更好了。诚然，夏青衣是想拉拢他，但夏青衣并不强迫，而是以诚待人，处事方式让凌晨很舒服。柳嫣然回到了柳家阵营之中，他夺得了大比第10，按理说算是为柳家争光，但柳家那些老家伙的脸色一个个都很难看，以他们的阅历，当然能够看出一些端倪。凌晨击杀左徒，估计就是为了柳嫣然，两人关系亲密，而凌晨锋芒太盛，得罪了李家。柳家想要与李家交好，恐怕没戏了。对家族长老们的冷漠态度，柳嫣然不怎么在意，早就习惯了，他们不过是一群势利之徒。柳嫣然美眸看向凌晨，眼神温柔，得知夏青衣愿意派兵护送凌晨回去，顿时松了一口气。他刚才还在担心凌晨重创慕容秀和李天龙，斩杀左徒，以绝世姿态夺冠，回去的路上恐怕会遇到危险。有夏青衣的禁卫军护送，肯定不会有问题。各大势力的大佬们就算再狂，也不敢动夏青衣的禁卫军。在大禹皇朝，夏青衣的地位仅在皇帝之下，本身天资绝世，更是手握军政大权。女子掌兵在大禹皇朝很罕见，但夏青衣做到了。传闻北荒域那边有几个传承古老的大宗门，都向夏青衣抛出了橄榄枝，以他的天赋，想去的话随时都可以。且说凌晨在剑痴、狼牙以及2000禁卫军的护送之下走出皇城，人群中凌晨看到了福香，点头致意。福香眼神幽怨，还想让凌晨在协会多待一段时间，看来是不成了。说到底，凌晨是个剑修，炼丹只是他的副业而已。凌天剑门，凌晨一路安全回到宗门当中，开始修炼。剑痴觉得凌晨一个剑修，天天炼丹，施展掌法，不像样子，还是要有凌天剑门弟子的风采。凌晨的凌天剑法理论上已经修炼到了巅峰，但其实还有提升的空间，不断加快出剑的速度。凌晨的剑气同样需要磨练。回来以后，狼牙专门指点凌晨练剑，与凌晨对战。周灵素和铁牛在旁边观战，惊叹不已。狼牙在压制境界且不释放剑势的情况下，凌晨已经可以与他分庭抗礼了。你小子修炼凌天剑法好像只有2个月吧？狼牙感慨，以前他自诩为剑道天骄，但凌晨的天资比他更加妖孽。师伯，再来。凌晨来了兴致，释放出了一团剑气风暴，剑气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切割虚空。剑师境主要就是凝练剑气，释放出的剑气越多越纯粹，威力就越强。能够释放剑气风暴，意味着凌晨在剑师境已经达到了极限。下一步，剑气内敛，不再需要刻意释放剑气，可以做到一念起，剑气自生，与人对战的时候毫无征兆，就有可怕的剑气释放而出，令人防不胜防。凌晨与狼牙和剑痴轮流对战了2天，终于凌晨的剑道境界突破到了剑宗境。剑宗境剑气自动护体，一念起可释放漫天剑气，形成剑气风暴。相对于剑师境，剑宗释放出的剑气杀伤力更加恐怖，而且群战能力更强。你小子今年多大？剑痴问道。14岁的剑宗。剑痴直接自闭了。他14岁的时候，剑道修炼还没入门呢。狼牙的天赋比剑痴要强一些，14岁已经学会了各种花里胡哨的剑招，但还无法凝练剑气。狼牙深深看了凌晨一眼，有欣慰，还有一丝担忧。凌晨，你要尽快离开宗门了。狼牙突然说道。为何？凌晨皱眉，在凌天剑门，他享受的资源没有炼丹师协会那么多，但有2位长辈陪他练剑，凌晨还是很有归属感的。而且在大比当中获得了很多纳灵丹，还没有使用完。凌晨还打算在凌天剑门前修一段时间，等突破到了造化境之后，再去外面看看。大禹学院那边有长公主压着，夏之命不会对你动手，但李家和苍兰学院不会那么轻易罢休。长公主能限制夏之命，可无法限制他们。而且苍兰学院当中有很多高层都是李家人，2者关系紧密，若真要动手，肯定是一起来。
狼牙面色凝重，分析眼下的局势。剑痴点头：小臣子，以你现在的情况，继续留在宗门不安全。你锋芒太盛，以林海境修为镇压慕容秀，身上更是有许多秘密，李家和苍兰学院随时都有可能动手。剑痴和狼牙商议过，其实早就想让凌晨离开宗门了，只是凌晨来到凌天剑门的时间并不长，他们还没来得及好好教导凌晨剑道修行。如今凌晨既然突破到了剑宗境，也没有必要继续留在宗门。师尊、师伯，你们认为我现在去哪里合适？凌晨躬身请教道。你在炼丹师协会那边受福乡重视，目前来看，去北荒域的天香阁最好。据我所知，天香阁在北荒域也是一方大势力，慕容家族那边以后就算想动你，也会忌惮天香阁。狼牙正色道。弟子明白了。凌晨点头。要去就尽快，我可以去一趟皇城，帮你联系福乡。如果天香阁那边能派强者来接应，那就再好不过了。剑痴沉声说道。那就麻烦师尊了。凌晨点头，回到房间之中收拾细软。其实也没有多少东西可收拾的，不过是一些衣物、修炼用的资源，凌晨都放在储物戒指里面。来凌天剑门的时间不长，如今突然要离开，凌晨心中感慨。凌天剑门对凌晨有恩，只能以后等凌晨强大再来报答了。凌晨也不想连累剑痴和狼牙，离开宗门前往北荒域乃是最好的选择。凌晨正在收拾东西，突然间身上的欢心铃传出异动。陈哥，家族要安排我去北荒域了，为我争取了日月宗的一个弟子名额。柳嫣然声音温柔动听。你打算如何？凌晨皱了皱眉。家族安排，我非去不可的。日月宗是北荒域的大宗门，我去了以后会好好修行的。陈哥，你应该会去天香阁的吧？以后我们在北荒域见面。柳嫣然轻声说道。你家族的安排可靠吗？凌晨有些担心。对柳家那些长老，凌晨的印象并不好。当初柳家决定将柳嫣然嫁到李家，足以说明一些事情。如今柳家安排柳嫣然去日月宗，事出突然，凌晨觉得有些蹊跷。可靠的，陈哥，你放心就是，我如今展现天赋，家族也不会跟以前一样轻视我了。柳嫣然柔声道。好，那你自己小心，出门在外要保护好自己。凌晨没有多说，柳嫣然既然已经决定，他只能支持了。以后去到北荒域再去日月宗找他就是。我知道的，那到时候再见了。柳嫣然说完切断了联系。凌晨没有多想，收拾好东西去找周灵素和铁牛告别。来到凌天剑门以后，凌晨只有2位同门，周灵素和铁牛人都很不错，对凌晨颇为照顾。如今凌晨快要离开了，打算拿出在炼丹师协会得到的珍贵妖兽血肉，请他们吃一顿。炼丹的时候除了需要药材，有时候还要妖兽血肉作为药引，因此炼丹师协会当中有许多妖兽血肉储存，其中甚至还有蛟龙肉。凌晨拿了一些。皇城柳家府邸，家主府当中，一众柳家长老聚集在一起。柳长空坐在首座上，脸色沉凝。诸位，对我的决定，你们可有异议？柳长空目光扫视众人。无异议。我赞同。凌晨此子天赋太妖孽，必须尽快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不错，此子与李家为敌，注定不会有好下场。此子受炼丹师协会看重，若是顺利加入北荒域的天香阁，我们以后再想收拾他就难了。众多柳家长老发表意见，说话之际眼中都是有着深深的忌惮。大禹皇朝大比，他们见证了凌晨的恐怖之处。以林海境就能越级击败慕容秀这种层次的天骄，简直恐怖。那可是双武魂拥有者，还获得了武圣意志的妖孽人物。当时若是没有三王爷阻拦，慕容秀肯定要死在凌晨的手里。其实我柳家与凌晨并无仇怨，你们为何一定要配合李家行动？他李家自己找死，我们犯不着跟着。人群中一道突兀的声音响起，说话之人是柳家三长老柳青。唯一反对这次行动的人只有柳青。你不懂，木秀于林峰必摧之，就算我柳家不配合，他凌晨还是要死。到时候李家万一翻脸无情，找我柳家清算，该当如何？柳长空沉声道。家主可考虑到，万一我们站错队了，又当如何？柳青冷哼一声，他并不想针对凌晨，在青州城的时候就见识过凌晨的恐怖天赋。在柳青看来，与李家合作，针对凌晨，如此做法简直愚蠢，不可能的。由李家和苍兰学院为主力，我柳家只是配合其行动，凌晨必死无疑。就算有凌天剑门的那2位剑尊，照样保不住他。区炼丹师协会更是一群只知道炼丹的废物。柳长空语气中满是自信。我柳家就算不配合李家，事后李家也未必会拿我等怎样，家主又何必冒险？凌晨若死了还好，若没死，我柳家岂不是要毁于一旦？柳青说话掷地有声。柳青，你还是不懂，我柳家想要发展壮大，
与李家合作是最好的选择。这一次凌晨必死，不会有什么意外的。好了，你们各自去准备吧。柳长空一言而决。其实今天召集众长老前来，只是表面商议，柳家大小事务全由他一人做主。而且柳家长老会那些家伙，除了柳青之外，意见都跟柳长空一致。柳青的反对声音注定被淹没。一群鼠目寸光之辈，不足与谋。柳长空，希望你不要后悔今日的决定。柳青怒喝一声，拂袖而去。若让他当柳家家主，绝不会如此贸然做决定。凌晨的天赋有多恐怖，柳青深有体会，从青州就见证他一步步崛起，能成长到现在的地步，凌晨的身上必然有可怕的底牌。想要凌晨死，哪有那么容易？剑痴走出凌天剑门不久，很快就回来了。在半路上遇到了福香，正好福香专程来一趟，想找凌晨商议一些事情。剑痴与福香边走边聊，提起让凌晨去天香阁的事情，两人一拍即合。福香正是为此事而来。天香阁那边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老，对凌晨的炼丹天赋颇为重视，打算派人来迎接。天香阁乃是北荒域的超级势力，而凌晨只是小小大禹皇朝的一位年轻炼丹师，能够让天香阁长老重视，亲自派人前来迎接，可见其分量。很快福香来到了凌天剑门，与凌晨见面。小家伙，还有2天时间，我天香阁的强者就到了，到时候不会有人敢动你的。福香微笑，他向天香阁汇报了自身的情况，天香阁将其召回，到时候跟凌晨一起离开。福香在大禹皇朝的任务其实就是为天香阁输送人才，可惜多年来一直没有发现什么好苗子。福香在大禹皇朝开设炼丹师协会，贩卖丹药和药材，赚的钱仅仅是刚好完成天香阁交给他的任务罢了。福香姐，你可知道柳家在北荒域那边有什么背景？凌晨突然问到柳家。据我所知，柳家就是大禹皇朝的本土家族，不可能在北荒域有背景的。福香正色道。闻言，凌晨脸色微微变化，他总觉得柳嫣然有什么事情瞒着他。你与柳嫣然那丫头什么关系？福香悠悠叹息，看向凌晨的眼神似是有一些幽怨。很好的朋友。凌晨笑了笑，不仅是朋友，而且是道侣吧？如果我没猜错，你们应该已经在一起了，不然的话，大比的时候柳嫣然受伤，你为何如此在意？福香好歹是30岁的女人了，算是老江湖，没有过道侣，但以前在天香阁的时候，追求她的男子可不少。以福香的眼力，自然能够看出凌晨与柳嫣然关系不一般。福香姐，你到底想说什么？凌晨沉声道。我听到了一些消息，柳嫣然要嫁入李家了，本来不想告诉你的，但……福香眼神复杂。什么？凌晨眼中寒芒爆闪。柳家的那群老东西害柳嫣然一次还不够，还想来第2次。柳家安排要将柳嫣然嫁给李天龙。小家伙，你这2天就好好待在凌天剑门，千万不要乱跑。有狼牙和剑翅在，加上凌天剑门的护宗大阵，就算有人要对付你，足以支撑2天了。福香一脸凝重。其实他若是不告诉凌晨，让凌晨安心待在宗门就好了。只是凌晨既然问起，福香有些不忍心隐瞒。福香姐，可否借我点人手？凌晨站起身来，浑身剑气释放，心中杀意涌动。柳嫣然谎称自己要去北荒域的日月宗，是想独自承受一切，凌晨又怎么会让他一个人面对？不行，你不能去。柳家很有可能已经把柳嫣然送到李家了，现在的情况，李家那边必定高手如云，就等着你去。李家想对付你，如果直接杀到凌天剑门会很麻烦，但你若是去李家，那就正好如他们所愿。福香一脸严肃。凌天剑门传承久远，宗门的那些阵法不是开玩笑的，剑痴和狼牙2位剑尊占据地利优势，可以发挥出超强战力。李家若要强攻，损失会很大。你就说借还是不借？凌晨平静道。小家伙，你帮我化解情火，助我武魂觉醒，我也想帮你，只是实在没办法。你也知道的，炼丹师协会那些老家伙几乎都是吃闲饭的，无利不起早，有什么危险的事，他们肯定第一个开溜。福香轻叹一声，很是无奈。这些年他在炼丹师协会经营了许久，几乎都是在做生意。福香倒是培养了几个年轻的炼丹师成为心腹，但那些老东西不可能替他卖命的。知道了。凌晨走出房间，祭出斩龙剑，腾空而起。等等。福香追了出来，神色焦急。凌晨头也不回，直接破空离去。宗门内，狼牙和剑痴听到动静，赶来查看，看到凌晨御剑离开，两人都是愣在原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福香，这是怎么回事？剑痴沉声道。福香简单解释了一遍。闻言，剑痴和狼牙的脸色都是变得极为难看。凌晨若是留在宗门，他们还有把握能够将其护住。此刻，
凌晨去李家，那就是羊入虎口。不行，立刻将他带回来。剑痴御剑而起，狼牙和福香都跟了过来。这小家伙脾气倔得很，恐怕拉不回来。福香感叹，拉不回来，那就跟他一起去李家。我凌天剑门弟子，容不得别人欺负。狼牙眼神锐利，闪过2道剑芒。狼牙道有好气魄，真要打，可以算我一个。福香表明态度。无论如何，福香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凌晨出事。炼丹师协会的人靠不住，福香还有他自己。如今福香武魂进阶到7星级，整体实力提升了一大截，很好。狼牙踏剑而行，化作一道流光，很快便是追上了凌晨。师伯，你……凌晨正要说话，狼牙打断了他。什么都不必说了，我凌天剑门永远是你的后盾，想做什么，那就放手去做吧，一切由我。凌晨心中感动，他与狼牙相处不久，也能感受到狼牙对他的关爱。狼牙此人乃是性情中人，一言不合拔剑就上，没有那么多歪歪绕绕。剑修，若遇不平之事，当以手中之剑扫灭一切。小家伙，你虽然做事情很冲动，但不知道为什么姐姐就喜欢你这样子的。福香眨了眨美眸，小臣子现在不后悔来我凌天剑门了吧？我凌天剑门没地盘，没资源，没弟子，但有一身英雄气。剑痴咧嘴一笑，仰头喝了一口酒，自然不后悔。等此行大圣归来，我定要与师尊畅饮300杯。凌晨畅快大笑，什么英雄气？我看是一股莽夫之气。福香撇了撇嘴，剑修不莽，那就不叫剑修了。狼牙浑身剑气萦绕，目光如电。凌晨，师伯送你一句话，剑修当一往无前。凌晨眼睛一亮，狼牙身上有一股特殊的魅力。剑修当一往无前，既然决定去做了，那就全力以赴，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后悔。凌晨的身上还有诸多底牌，也不是福香说的那样一味硬莽。阿紫，你能帮我把李家那些狗东西都宰了吗？凌晨飞行之时与阿紫联系。哎呀呀，小家伙，你就放心吧，一切由我呢。阿紫拍胸脯保证，凌晨顿时放心了很多。阿紫的实力还是值得信任的，至少目前为止，凌晨遇到的敌人，阿紫都能一招秒杀，只是阿紫的行动受到限制罢了。皇城宽阔的青石街道上，有一片恢宏的院落群，前方正是李家府邸所在。今日李家公子大婚，很多皇城世家子弟前来围观。凌晨、剑痴等人刚来到李家势力范围之内，便是感应到了周围有一双双眼睛在盯着他们李家的探子，遍布各个角落。凌晨的到来，李家高层们自然早就知晓了。凌晨刚来不久，周围便是有一道道强横的气息释放出来。李家家主李无极到了。李无极脸色狰狞无比，透着可怕的杀意。小子，既然敢来，那就不要活着回去了。长公主能保你一时，但保不了你一世。李无极神色疯狂，说话之际，身边一道道身影跳了出来。2位黑衣人分别站在李无极的两侧，浑身气息恐怖，赫然是命轮9重巅峰的存在。命轮巅峰无限接近武王境，且李家的核心长老们在命轮巅峰停留了很久，战力恐怖。小家伙，小心一些，他们是李无极的左膀右臂，李乾元和李乾锋。这2人还是苍兰学院传功长老和执法长老。福香站在凌晨身边，低声说着，美眸中满是凝重之色。李家势大，在大禹皇朝，能与李家抗衡的家族势力只有皇室了。李家底蕴深厚，家族当中命轮境的高手足足有100多位。当然，寻常的命轮不够看，剑痴和狼牙都是命轮巅峰，而且身为剑尊，实力更强。普通的命轮境大概率是来送人头的。嫣然在什么地方？凌晨眼中寒芒爆闪，在人群中，凌晨还看到了柳家家主柳长空。柳家来了很多长老，其中除了柳青之外，凌晨大部分不认识。嫣然自然是在天龙公子房间。凌晨，凭你还配不上我家嫣然。柳长空轻蔑一笑，自认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今日柳家高手进出，与李家联合，实力恐怖。另外还有苍兰学院的助力。天穹之中，一道灰衣人影踏空而来，浑身气息狂暴，正是苍兰学院院长吕孤星。左图死在凌晨的手里，苍兰学院失去了最妖孽的弟子。吕孤星早就想要凌晨的命，只是之前有夏青一派的禁卫军护着，他不好动手。如今局势不同了，苍兰学院可不在夏青一的管辖范围之内。吕孤星，连你也来了，真是好大的阵仗！这么多人就为杀我凌天剑门弟子，你们这些老家伙不害臊？剑痴冷笑，只要能成事，以大欺小又何妨？废话就不必多说了，今日凌晨必死。吕孤星冷笑，眼中的杀意几乎实质化。李乾元和李乾锋走了过来，各自身后都有数十位强者，
乃是苍兰学院高层。苍兰学院与李家关系紧密，两者精诚合作。在学院当中，李乾元和李乾锋也是有着极高的话语权。今日，苍兰学院出动了60多位命轮境强者，除了院长吕孤星之外，还有副院长齐正飞都到了，可谓高层进出。剑痴、狼牙和福香的脸色都是颇为凝重，三人都是命轮巅峰，战力恐怖，但架不住对方人多。福香早就传出了命令，让炼丹师协会的命轮境强者前来助战，但不出意料，连一个来的都没有。小臣子，你先去救柳嫣然，事不宜迟。剑痴沉声说道。下一刻，剑痴祭出一把寒冰长剑，骤然杀出，漫天冰寒剑气释放，冻结虚空。狼牙独臂持剑，今日他没有用木剑，而是一把玄铁大剑。大剑无锋，重达3000斤，狼牙却是挥洒自如，一剑斩出，恐怖的剑气释放，如山岳一般的压力袭来。动手！取凌晨项上人头者，赏天阶中品灵器1把，金币3000万。给我杀！李无极一声令下，刹那间，李家、柳家和苍兰学院诸多命轮境高手杀出，足足有接近200人，声势浩大。这200人清一色都是命轮境，体内灵力如渊如玉，彼此结阵而来，爆发出恐怖声势。李家府邸100里之外，有很多人在围观，被那恐怖的声势吓到了。这阵仗说李家要谋反，他们都相信，很难想象李家搞出如此大的动静，只是为了对付凌晨。我就知道柳家和李家联姻就是为了引蛇出洞，凌晨是蛇还是龙，很快就能知道了。就算他是龙，今日恐怕也得暴毙。3大势力联手，凭一个凌天剑门，加上一个炼丹的，怎么可能抵挡？李家府邸之外，各种嘈杂的议论声满天飞。皇城之中已经很久没有闹出如此大的动静了。李家乃是朝廷勋贵，与皇室关系密切，只要不损害皇室利益，就在皇城之中爆发大战也没有什么。且说命轮境强者混战，狼牙手持一把玄铁大剑，横扫全场。李家2位命轮境长老只是协助李无极作战，片刻间就被玄铁剑扫中，一个重伤，一个血肉炸开，当场暴毙。狼牙乃是剑尊，一剑出，剑势成，恐怖的剑气风暴席卷，无人能挡。李无极面色凝重，以他的实力，面对狼牙的恐怖攻势，都有些招架不住。狼牙曾经号称大禹皇朝第一剑修，绝非浪得虚名。我来会会你。吕孤星一掌轰出，与李无极联手，一起围杀狼牙。面对2大命轮巅峰境强者，狼牙丝毫不惧，甚至在大战的时候还能释放剑气，伤到周围其他强者。在剑势的笼罩之下，凌晨趁势冲出。很快，柳长空冲了过来，欲阻拦凌晨。凌晨眼中杀意恐怖，好一个柳家，不仅将柳嫣然送入虎口，还为虎作伥，想要他凌晨的命。老匹夫，我凌晨发誓，定要斩你狗头，灭你满门。凌晨心中的怒火无法遏制，柳家如此对柳嫣然，简直畜生不如，如此家族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小臣子速走！剑痴一剑斩来，恐怖的剑气撕裂虚空，挡住了柳长空的道路。凌晨刚脱身，便是有更多命轮境强者围杀过来。3大势力联手，以多欺少，虽然顶尖强者被狼牙和剑痴牵制住了，但剩下的那些命轮境，凌晨难以应对。小家伙抓紧时间。福香召唤出了7星魅影灵狐，化作一道幻影，在人群之中穿梭，瞬间轰飞3位命轮境，试图为凌晨打开缺口。福香武魂进阶之后，速度提升了很多，作战能力更强，他的整体实力与剑痴不相上下。剑痴的优势在于剑道修为，狼牙更加生猛，几乎是命轮境无敌的存在。玄铁大剑不断挥舞，无人敢近身，在他的剑势笼罩范围之内，剑气威力更强，敌人也会受到削弱。凌晨手持斩龙剑，体内神龙之力爆发，一剑斩出，刹那间杀向他的2位李家长老，身首异处。命轮3重以下，在凌晨面前如蝼蚁，一剑就可秒杀。以灵海境跨越2大境界，秒杀命轮。大禹皇朝之中，除了凌晨之外，没有人能做到。斩龙剑品质超凡，对凌晨的剑道实力有巨大增幅。而且凌晨突破到了剑宗境，剑气自动护体，在场那些命轮境想要杀他，没有那么容易。一群废物！李乾元怒喝一声，摆脱狼牙剑气的影响，化作一道流光，杀向凌晨。一起冲过来的还有李乾锋和齐正飞，3位命轮巅峰境强者，要一举绝杀凌晨，终结此战。他们的目的仅仅是杀凌晨，至于剑痴、狼牙和福香，早就不再年轻，潜力不大了。凌晨的恐怖天赋让李家和苍兰学院都是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小家伙，当心！福香脸色微变，化作幻影冲了过来，想救下凌晨。他的魅影灵狐武魂悬浮在半空之中，一双虚幻的灵狐眼眸绽放光彩。
灵狐魅惑之术放出精神力冲击，影响心神，可以让人刹那间陷入幻境当中。这是福香的武魂天赋骤然施展出来，影响了周围不少人。不过齐正飞、李乾元和李乾锋都是顶尖强者，几乎不受影响，速度只是稍微慢了一些，很快便杀了过来。福香无法追上，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凌晨嘴角却是勾起一抹森然之意。电光石火之间，三人杀到，凌晨身上的玲珑塔突然绽放光华，虚空中一道紫色流光划过，齐正飞首当其冲，脖子出现一个大洞，一大块血肉都被挖了过去。你！齐正飞眼神惊恐，感觉到了体内生机的快速流逝，死亡的气息在逼近。他不甘心，身为苍蓝学院副院长，他还有光明的未来，怎么也没想到会死在凌晨的手里。刚才他连凌晨是怎么出手的都没看到。不好！李乾元和李乾锋稍微落后一步，感觉情况不妙，剧烈的危机感袭来，让他们浑身汗毛倒竖，惊恐无比。刹那间，李乾元和李乾锋召唤出的武魂融合在一起，两只铁血银狼虚影重合，绽放出了滔天的金光。武魂融合，铁血金狼。李乾元和李乾锋是一母同胞的兄弟，掌握了强大的武魂融合技，这是他们的底牌，平时不会施展出来，武魂每融合一次，他们的消耗都很大。此刻在剧烈的危机之下，他们不得已施展出了底牌。武魂融合状态下，李乾元和李乾锋的肉身防御都是提升了一个档次，宛若金身不败，通体金光灿烂。轰！恐怖的力量袭来，李乾元和李乾锋发出了一道惨叫声，身形倒飞而出，口吐鲜血，神色间狼狈无比。哎呀，可惜了，没能打死他们，距离有些远了，我的实力无法发挥出来啊。阿紫叹了口气，身在玲珑塔当中，他的实力受到限制，但玲珑塔内部封印了他的本源之力，他又必须依附于玲珑塔而存在。如今的阿紫其实远非完全体，发挥出的实力连1成都不到。无妨，凌晨一剑斩出，身形如电，冲出众多命轮境强者的包围圈。凌晨前方有一位李家长老拦路，只见剑光一闪，刹那间那李家长老惨叫，失去了一条手臂。凌晨直接将他提了起来。柳嫣然在哪里？我不知道。凌晨一剑，头颅抛飞。很快，凌晨抓住了另外一位李家长老。李家府邸当中有不少李家年轻子弟躲在房间之中观战，看到凌晨斩杀李家长老如屠猪狗一般，他们都是脸色惨白，难以置信。命轮境的李家长老，放眼整个大禹皇朝，绝对不是弱者了。凌晨一剑一个。很快，凌晨抓住了另外一位李家长老，那人惊恐无比，连忙给凌晨指路。李乾元和李乾锋身受重伤，脸色苍白如纸，此刻无法再战，疗伤去了。他们皆是心中骇然，对凌晨忌惮无比。刚才那一瞬间，他们可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要是反应慢一点，恐怕就跟齐正飞一个下场了。怎么回事？正在与狼牙激战的李无极发出一道怒喝声，眼中满是难以置信。3位命轮巅峰围杀凌晨，竟然还被反杀了一个，重伤了2个。如此结局，李无极无法接受。李家内院房间之中，柳嫣然全身被铁链绑住，脸色苍白，动弹不得。铁链以玄铁打造而成，极为坚韧，柳嫣然被封住了穴道，体内灵力无法运转，更加没有可能破开锁链。李天龙一步步走来，脸色狰狞，眼中有邪恶之色。柳嫣然天姿国色，容貌倾城，整个大禹皇朝当中，除了夏青衣之外，没有人可以与她相比。上次李家安排李道元与柳嫣然成亲，李天龙很是羡慕，这种好事没能轮到他。今日李天龙可以得偿所愿了。柳嫣然，我知道你是凌晨的女人，但今日之后你会成为我的玩物。忘了告诉你，凌晨那蠢货还真敢来我李家，等我爽完了带你去看看凌晨的尸体。可惜了，要是凌晨还活着，让他亲眼看着我蹂躏你，一定很刺激吧。李天龙发出桀桀怪笑声，浑身燥热，如饿狼一般直接扑了上来。陈哥，你为什么要来？柳嫣然低声自语，眼中有伤感之色。他原本打算牺牲自己了此残生，但来到李家之后，他发现自己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他不想看到凌晨为他而死。李家既然设局，必定重重埋伏，任凭凌晨的天赋在妖孽来了，恐怕就无法活着离开了。柳嫣然眼神哀伤，但下一刻他感应到了欢心灵传出的声音：嫣然，等着我，我一定会带你安全离开。凌晨以欢心灵传音，柳嫣然眼中有泪花闪烁。下一刻，柳嫣然召唤出了冰凤武魂，体内被封印住的灵力开始躁动，疏通经脉。冰凤武魂有着极大的潜力，就在最近，柳嫣然隐隐察觉到了冰凤武魂的强化。自从上次在锦绣湖，柳嫣然与凌晨缠绵了一宿，
武魂与凌晨的至尊神龙武魂融合之后，他的冰凤武魂成长速度变快了。此刻绝境之下，柳嫣然爆发，凌晨来了，无论如何柳嫣然都要助他一臂之力，一起杀出去，而不是成为他的累赘。冰霜之翼，柳嫣然娇躯一颤，背部血肉裂开，一对冰蓝色的羽翼生长出来，散发出滔天威压。冰霜之翼，冰凤武魂带给他的第2项天赋，他的冰凤武魂竟然再次蜕变，散发出无尽威压，达到7星级。7星武魂在大禹皇朝属于顶尖，而且柳嫣然的冰凤武魂有特殊之处，远比李天龙的铁血银狼武魂要强。你！李天龙猛扑过来，感受到了柳嫣然释放出的恐怖气息，顿时脸色巨变。下一刻，柳嫣然双翼震动，爆发出无数冰刃，以玄铁打造而成的锁链瞬间爆开。李天龙大骇之下，催动体内灵力，浑身绽放银光，全力抵挡。噗嗤，一道冰刃直接穿透李天龙的额头。李天龙瞳孔收缩，眼神涣散，脑袋爆出一片鲜血，栽倒在地，彻底没了气息。数日前，李天龙与凌晨一战，差点被打死，元气大伤，本就没有恢复实力。此刻，柳嫣然突然爆发，李天龙猝不及防之下，当场暴毙。柳嫣然的战力实际已经超过了全盛时期的李天龙，7星冰凤武魂镇压当世。下一刻，凌晨破门而入，看到地面上李天龙的尸体，凌晨愣了一下。柳嫣然安然无恙，且气息强大，召唤出的武魂极为逆天，威压无尽。凌晨心中一动，心想怪不得阿紫说柳嫣然的天赋其实很逆天。他的冰凤武魂在青州5级宗的时候仅仅是5星级，来到大禹皇朝没多久，如今已经进阶到了7星级，成长速度极快。陈哥，柳嫣然眼神温柔，如乳燕归巢，投入凌晨怀中。此刻天地寂静，凌晨抱着他，轻抚他的长发嫣然，没事了，有我在，一切都会好的。凌晨柔声道：陈哥，我们一起杀出去。柳嫣然眼神坚定。好。凌晨微笑，揽着美人娇躯走出房间。房门外50多位命轮境强者严阵以待。有人看到李天龙倒在血泊之中，不由得脸色大变。你竟然！一位李家长老正要说话，突然间一道剑光斩来，在其瞳孔之中迅速放大。凌晨身为剑宗，剑气爆发毫无征兆，一念间形成一股恐怖的剑气风暴，席卷全场。吃了！一颗头颅直接飞了起来。李家长老，一剑一个。柳嫣然释放武魂威能，凝聚出9朵冰莲，释放出了无尽冰刃，形成一片冰天雪地，不断有冰雪降落下来，限制在场所有李家强者的速度。陈哥，武魂融合。柳嫣然轻声道。凌晨抓住了他的玉手，显化出至尊神龙武魂，恐怖的武魂威压散发出来，镇压天地。神龙武魂与冰凤武魂逐渐融合在了一起，刹那间天现异象，龙飞凤舞，龙吟与凤鸣升直冲云霄。武魂融合，他们竟然可以武魂融合，这绝不可能。李家长老们呆若木鸡。不过他们毕竟久经战阵，短暂的惊讶之后很快镇定下来，彼此结阵，全力防御。凌晨和柳嫣然的境界都不高，凌晨甚至只是灵海境，体内的灵力肯定无法支撑长时间大战的。事实上，凌晨一直保持极强的战力，李家的长老们都很难相信。区灵海境能一直高强度作战，甚至秒杀命轮境，简直不可思议。神龙之火焚，凌晨手掌一握，刹那间恐怖的血色火焰释放出来，形成了一片火海，焚灭一切。武魂融合之后，凌晨的神龙之火威力有明显提升，跟在锦绣湖的时候威力明显不同。想来是柳嫣然的武魂进阶到7星以后，武魂融合的威力也变强了。李家院落之中，冰火两重天，烈焰燎原，冰天雪地，形成一股冰火风暴，场面极为诡异。柳嫣然释放出的冰雪冻结大地，限制速度。神龙之火焚烧，刹那间的冷热交替，让在场李家强者都是难受欲死。剑来！凌晨一剑斩出，体内神龙之力爆发。此刻凌晨一剑之威惊天动地。灵海境不过是表象罢了，凌晨真正逆天之处在于体内的神龙之力。斩龙剑品质本来就很高，在凌晨神龙之力的加持之下，堪称无敌。一剑出，3位李家长老以及1位大禹学院长老当场暴毙。人群中还有1位柳家长老化作一片残影，身法诡异，暗中偷袭。刹那间凌晨中了一掌，奇怪的是凌晨不为所动。柳家长老露出身形，顿时脸色大骇。找到你了！凌晨一掌轰出，万里血河掌施展而出，一片血光爆发。死去的诸多命轮境强者体内的精血很快就被抽空，成了一具干尸，汇聚到了玲珑塔当中，而后由凌晨吸收凝练血河。
很快，凌晨浑身环绕着3条血河，散发出滔天的血腥之气。万里血河掌修炼到了第3层，威力更强。所有死去的人精血都会成为凌晨的养料，让他的万里血河掌威力暴涨。不，柳家长老大惊失色，片刻间脑袋直接就被打爆，鲜血狂飙。柳嫣然面无表情，这位死去的柳家长老，他当然认识，但如今他对柳家已经彻底死心。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了，只剩下爷爷一个亲人对他关爱有加。后来他被派到青州历练，加入了五级宗，与爷爷的联系也断了。回到家族以后，柳嫣然得知爷爷早已不在，整个柳家当中就没有一个对他好的人，唯一让他眷恋的爷爷也不在了。柳家的所作所为更是让柳嫣然彻底心寒。柳长空，我早就说过，你会后悔今天的决定。人群中，柳青长叹一声，仿佛看到了柳家的末日。柳青也在围攻凌晨和柳嫣然，身在柳家，身不由己，就算他反对柳长空，也不可能不出手。三叔，你既然知道柳长空做错了，何不就此离开？柳嫣然沉声道。柳青对他谈不上好，但也不差。当初柳长空决定牺牲他，与李家合作，柳青是唯一一个站出来替他说话的长老。闻言，柳青哈哈一笑。下一刻，柳青浑身灵力爆发，劲气四射，杀了过来。既然敌对，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全力一战就是。柳长空的决定其实也是整个柳家的决定，代表了柳家意志。凌晨面无表情，一剑斩出。斩龙剑在空中绽放出璀璨的剑芒，无尽剑气席卷，如龙卷风。凌晨的神龙之火，还有柳嫣然的冰刃，一直都在释放，威力强横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武魂融合，让凌晨和柳嫣然发挥出了超常实力。凌晨浑身剑气护体，还能帮忙守护柳嫣然，几乎立于不败之地。围攻凌晨的那些李家、柳家和苍兰学院长老死伤惨重，眨眼之间只剩下了20几人。他体内为何还有灵力？这不可能，他当真只是林海境吗？他体内似乎有一股特殊的力量，让他的剑气和武学威力更强。在场围杀凌晨的都是成名强者，眼光还是有的，看出了一些端倪。正常的林海境绝对不可能与他们激战到现在，恐怕早就灵力枯竭了。凌晨没有跟他们废话，不断释放剑气，万里血河掌打出，滔滔血河席卷长空。李家院落充斥着血腥味。阿紫，你还能出手吗？凌晨激战之时与阿紫传音。暂时不能了，玲珑塔对我的压制太强，第2层的空间还没彻底破开，我出不来的。阿紫伸出了一只小猫爪作为回应。凌晨没有再联系他，眼下的局面只能靠自己了。凌晨还有藏天剑没有动用，藏天剑那是真正恐怖的大杀器，动用一次，凌晨体内的神龙之力恐怕都要见底，更别提灵力了。这是凌晨的底牌，暂时没有动用。柳青与凌晨一战，很快被剑气逼退，身上出现了3道剑痕，鲜血横流。柳青的脸色变得极为凝重，曾经何时在青州的时候，他还出面保过凌晨，而现在凌晨已经成长到了如此地步，连柳青都不是他的对手了。要不是柳青周围还有很多帮手，恐怕3息之内就要被凌晨一剑斩杀。嗖嗖，突然间有一阵狂风刮来，落叶飘飞，2道恐怖的气息降临。李家核心长老李乾元和李乾峰到了，他们一个是苍兰学院执法长老，一个是传功长老，都是苍兰学院的高层，能在苍兰学院混到这种地步，可见他们的实力有多强。不久前2人被阿紫打伤，差点殒命，疗伤许久，终于恢复了一些，赶来截杀凌晨。看到地面上躺着的一具具干尸，李乾元和李乾峰的脸色都是变得极为难看。死去的大部分都是李家人，柳家和苍兰学院只是前来助阵，虽然也派出了精锐，但不是全部力量。小子，我要你死！李乾元脸色狰狞无比，透着疯狂杀意。李乾峰身躯一震，控制铁血银狼武魂，发出一道惊人的狼嚎声。很快，2人的铁血银狼武魂融合在一起，绽放出了耀眼的金光。撕天狼爪，李乾元和李乾峰联手，刹那间爆发出了杀招。他们见面就施展出了武魂融合技，不想给凌晨任何机会。凌晨的恐怖之处，他们已经见识到了，只有武魂融合能让他们瞬间的爆发力达到极致。区区林海境，我就不信你真能翻天不成！给我死！李乾元和李乾峰皆是面目狰狞，体内灵力如海潮一般爆发出来。虚空被撕裂，一道金色狼爪虚影出现，散发出了恐怖的气息，有着惊人的破坏力。在场剩下的李家长老见状，立刻爆发出攻势，配合李乾元和李乾峰一起围杀凌晨。有2位李家核心人物在，他们信心满满。武魂融合技的存在就是他们最大的依仗。冰火风暴，凌晨与柳嫣然携手，
两人武魂融合，龙吟凤鸣之声不绝于耳，冰与火逐渐交融在一起，形成一股恐怖的冰火风暴。刹那间，有2位李家长老当场暴毙，身体被活生生撕裂。死！李乾元大喝一声，脸色狰狞无比。很快，金色狼爪杀到了凌晨的面前，直接撕裂了凌晨的剑气屏障。嗡！突然间，一道剑鸣声响起，凌晨祭出藏天剑，一缕妖异的血色剑芒瞬间爆发，撕裂长空，斩灭一切。金色狼爪在遇到血色剑芒的瞬间直接崩溃。不好！李乾元和李乾锋都是脸色大变，感觉到了死亡的危机。这一剑的威力，他们根本就没有信心能够抵挡，连他们的武魂融合技在这一剑之下都是如此脆弱不堪。大哥！李乾锋大喝一声，挡在了李乾元的面前。瞬息之间，一道血光暴起，李乾锋的脸上出现了一道剑痕。大哥，为我报仇！李乾锋语落，头颅直接炸开，鲜血溅了一地。二弟！李乾元脸色狂变，刚才生死之际，李乾锋为他挡下了致命一击。兄弟二人只能活一个。李乾元眼瞳瞬间变成一片血红，开始吸收李乾锋的武魂本源。他们本就是亲兄弟，可以武魂融合，如今吸收武魂本源速度极快，几乎眨眼之间完成。李乾元的铁血银狼武魂变得更加散发出惊人的威压，武魂虚影变得凝实。与此同时，李乾元的肉身开始迅速膨胀变大，浑身肌肉暴起，充满了一股爆炸性的力量。杀我兄弟，给我死！李乾元狂暴了，此刻的他爆发出的实力比刚才2人联手还要恐怖。他的武魂进阶到了7星级，铁血金狼武魂绽放出耀眼金光，凶煞之气无比强烈。李乾元身为命轮9重巅峰境，武魂进阶之后，整体实力提升了一大截，体内消耗的灵力也在快速补充恢复，连带着他的肉身之力都增强了。虚空中，一道金色狼爪出现，撕裂一切，摧枯拉朽。李乾元身形如电，直接杀了过来，强烈的恨意让他癫狂，多处破绽暴露出来，不顾自身防御，只为将凌晨一击毙命。凌晨脸色苍白，藏天剑一击几乎抽空了他体内灵力和神龙之力。此刻的凌晨到了极限，无力再战。陈哥！柳嫣然察觉到了凌晨的状态，美眸中露出一抹决然之色。嫣然，不怕，我会带你离开的。凌晨咧嘴一笑，陈哥，此生能与你相识，我已经没有遗憾了。柳嫣然展颜一笑，眉目如画，美得令人心醉。金色狼爪横空杀来，李乾元如一条疯狗，爆发出恐怖实力，还有20多位李家命轮境强者围杀。凌晨展出剑气，很快就被金色狼爪撕裂碾碎。凌晨身上环绕的血河骤然间崩溃，没有灵力和神龙之力的支撑，万里血河掌难以为继，就连神龙之火都熄灭了。给我死吧！李乾元疯狂大笑，仿佛已经看到凌晨被他虐杀的场面。突然间，柳嫣然娇躯一动，挡在了凌晨的面前。他眼神决然，脸上没有丝毫的畏惧之色，有的只是惋惜。他能与凌晨相识相爱，感觉很幸福，很满足了。如果能与凌晨长相厮守，该有多好！可惜无法实现了。今日他与凌晨恐怕都难逃一死。不过他不想看到凌晨受到任何伤害，就算只能拖延一些时间都是好的。陈哥，来生我们还能再见吗？柳嫣然笑容凄美，体内灵力暴动，精血狂涌。没有来生，你不会死。凌晨咧嘴一笑，抓住柳嫣然的玉手，将其甩出去。外面的风雨，凌晨一个人扛。老匹夫，让我看看你的实力。来啊！凌晨眼中爆出血光，燃烧武魂本源，掌心之中诞生一团神龙之火，一股血光爆发而出。地面上那些死去的李家强者精血被吞噬，凌晨的万里血河掌再次爆发。轰！虚空之中恐怖的轰鸣声爆发，李乾元身形暴退，嘴角溢出了丝丝鲜血。他没想到油尽灯枯的凌晨还能爆发出如此实力，不过凌晨比他更惨。此刻凌晨喷出一口鲜血，身形无力抛飞。李乾元的实力太强，命轮巅峰，7星武魂。凌晨状态太差，连续的大战已经耗光了他所有力量。周围剩下的20多位李家长老一拥而上，柳青也杀了过来，趁凌晨重创，必须将其一举击杀。此战凌晨展现出的天赋让他们惊恐无比。李家、柳家、苍兰学院3大势力联手围杀，却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李家命轮境长老凌晨就杀了30多个，终于要结束了。小子，你也有今天，任凭你天赋再妖孽，还是要夭折。李家长老们面色狰狞，各自施展杀招。李乾元刚才被震飞，此刻重新杀了过来。
他要将凌晨碎尸万段，以泄心头之恨。三生七世，永坠阎罗，只为情故，虽死不悔。突然间，柳嫣然身形凌空而起，口中念诵着古老的咒语，欢心灵悬浮起来，绽放无尽光华。凌晨身上的欢心灵也不受控制，漂浮在柳嫣然身边，一对欢心灵相互环绕，发出清脆的银铃声，仿佛天籁，在这肃杀的气氛当中显得极为诡异。柳嫣然浑身精血在消失，欢心灵远不是灵接灵气那么简单，除了传音功能之外，其内还蕴含一部古老秘法欢心咒。欢心咒记载献祭一切，可真正开启欢心灵。欢心灵到底有多恐怖，柳嫣然不知道，以前也不敢尝试，如今欢心灵是他唯一的机会了。此刻柳嫣然施展欢心咒，献祭自身一切精血、灵力、武魂、魂魄，只为替凌晨挡下一击。陈哥，再见了。柳嫣然的身影缓缓坠落，浑身精血都被抽空，进入到了欢心灵当中。欢心灵发出诡异的响声，刹那间阴风怒号，天空一片昏暗，电闪雷鸣。两只欢心灵结合在一起，爆发出一团黑光，如深渊一般，诡异无比。一时间鬼风四起，有异象显现，厉鬼哭嚎，百鬼夜行，如森罗地狱，场面骇然无比。欢心灵战放出一片黑光，笼罩在凌晨身上。李家所有长老的攻击都被那黑光挡了下来，黑光仿佛有魔力一般，凌晨沐浴其中，浑身气息暴涨。嫣然，此刻凌晨双眼一片血红，无边的杀念充斥心中。杀！杀！杀！凌晨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杀尽一切敌。他原本枯竭的灵力突然再生，在欢心灵的帮助下一举突破，成就造化境。境界突破，凌晨状态瞬间恢复了大半，就连枯竭的神龙之力都在快速恢复。你们都给我死！凌晨浑身黑气冲天，在欢心灵影响下陷入魔化状态。一道剑光斩出，3颗头颅飞了起来，一剑瞬杀3位李家长老。李乾元心中大骇，他不知道柳嫣然施展出了什么诡异的秘法，也不知道欢心灵到底是什么东西，竟然能挡住李家众多长老的攻势。而且凌晨还在那诡异灵荡的帮助下突破了境界。眼下局势彻底失控，李乾元浑身发毛，完全没有把握能与凌晨对抗。刹那间李乾元转身遁走，在场还剩下10几个李家长老也想逃走，但来不及了。凌晨的剑快到他们根本无法反应过来，眨眼之间地面上多出了10多具尸体，瞬间成了干尸。柳青眼神复杂，仰天长叹，终究还是败了。柳长空，你会？柳青正在说话，突然感觉脖子一凉，凌晨眼神冰冷，将其一剑封喉。李乾元跑了，凌晨没有去追，他快速来到柳嫣然身边，将其扶起来，取出补充气血的大骸丹，为他服下。大骸丹属于天阶丹药，凌晨在炼丹师协会的时候得到，效果很好，但柳嫣然服药之后没有一点反应，他已经没了气息，浑身冰冷。阿紫，帮我！凌晨声音沙哑，他没有想到柳嫣然竟然会如此秘法，献祭精血，甚至献祭武魂，等他想要阻止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无边的恨意在凌晨内心爆发，他恨李家，更恨自己实力不够，无法守护好心爱之人。唉，我竟然看走眼了，这欢心灵有大来头。阿紫回应道，帮我救他。凌晨双眼血红，一字一句道，暂时没办法救活的，我最多只能保住他的肉身，至于以后如何，那就靠你自己了。阿紫无奈道，好。凌晨眼中闪过一抹光彩，看到了希望。玲珑塔当中第2层裂开一道缝隙，阿紫伸出猫爪，一滴精血飞了出来。很快精血融入到了柳嫣然体内，柳嫣然原本苍白的脸色逐渐有了血色，她冰冷的身体也有了温度。阿紫，怎样才能救活他？凌晨沉声道，现在告诉你也没用，总之他吸收了我的一滴精血，肉身可以长久保存，不会腐烂。你先应付眼前局面，以后我再详细告诉你救他的办法。阿紫缓缓道，没了一滴精血，他很心疼，被封印在玲珑塔里面，连本源之力都失去了大半，他的精血可是很珍贵的，损失精血实力会减弱。凌晨点头，抱着柳嫣然的娇躯，眼中露出温柔之色。嫣然，你先休息，害你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凌晨语落，将柳嫣然放到玲珑塔第1层空间之中，接下来该让李家、柳家和苍兰学院付出代价了。凌晨双目爆出一道血光，欢心灵似乎蕴含一股魔道力量，可以影响凌晨的心神，让凌晨杀念极重。其实就算没有欢心灵的影响，凌晨此刻心中也只有一个念头，杀。取出藏天剑，凌晨踏剑而行，
化作一道血光，刹那间降临在了李家外院。看到凌晨出现，狼牙、剑痴和福香都是心中一喜。围攻他们的人太多了，他们三人都是命轮巅峰，战力逆天，却也有些支撑不住了，身上多处负伤。小家伙，柳嫣然呢？福香问道。他休息了。福香脸色微变，看到凌晨双目赤红，隐隐感觉有些不对劲。此刻吕孤星、李无极和李乾元正在围杀狼牙。狼牙浑身浴血，气息衰弱，连续激战下来几乎到了极限。不过死在狼牙剑下的强者也有20多位，在重重围困之下，狼牙还能有如此战绩，简直恐怖。凌晨浑身气息狂暴，体内神龙之力已经恢复了大半。刹那间，他挥动藏天剑，斩出一道血色剑芒，仿佛要劈开苍穹，一剑藏天。以凌晨造化境的修为，藏天剑在他的手中发挥出的威力不可同日而语。李乾元脸色狂变，不敢与凌晨正面一战，直接遁走。但血色剑芒锁定了李乾元的契机，避无可避。不，李乾元浑身灵力激荡，全力防御，试图抵挡血色剑芒的袭杀，但没有用。刹那间，李乾元肉身被斩成2半，嫣红鲜血狂涌而出，被玲珑塔吸收，而后进入凌晨体内，吞噬精血，让凌晨浑身气血更加旺盛。此刻的凌晨，一头黑发逐渐变成血红色，双目亦是血红，如神似魔，妖异无比。至尊神龙武魂显化而出，发出震天龙吟声，神龙之火释放，李家外院成了一片火海。李乾元身死，李无极和吕孤星都是脸色巨变。凌晨刚才爆发出的一剑之威，已经让他们看不懂了。他突破了，就算突破到了造化境，也不该有如此实力。那血色长剑到底是什么恐怖存在？李家诸多长老一个个内心狂颤，不知为何感觉浑身发凉。凌晨明明只有一个人，明明只是一个造化境的晚辈，却如魔神一般，让他们产生了不可战胜之感。一起上，杀了他！李无极传令，3大势力的命轮境强者还有90多位。刹那间，诸多强者围杀过来。凌晨的天赋是很妖孽，但他们人多势众。此刻柳家家主柳长空脸色难看无比，他刚才派了几个柳家长老去截杀凌晨，但凌晨活着出来了，柳家人一个都没看到，显然都死了。这一次柳家可谓损失惨重，就算最终能斩杀凌晨，以后得到李家的关照，柳家死去的命轮境还是太多了，严重影响家族根基。柳长空心中有些后悔，但他来不及想太多。事已至此，今日若不除掉凌晨，以后柳家必灭。给我死吧！念及此，柳长空脸上露出一抹狰狞之色，身形纵跃而来，爆发杀招。凌晨双目血红，杀念无边，浑身剑气狂飙，释放剑气风暴。藏天剑斩出，化作一道恐怖的血光，刹那间3位李家长老头颅飞出，血光暴涌。柳长空杀了过来，却被一道血色剑芒斩成2截。他的护身灵甲在藏天剑面前脆弱不堪。你！柳长空眼神绝望，临死之际他有后悔，凭着柳嫣然与凌晨的关系，柳家原本可以与凌晨交好，但现在一切都晚了。轰！柳长空残破的身体倒在血泊之中，彻底没了生机。他的精血全部成为凌晨的养料，万里血河掌的威力还在增加，第4条血河在凝练。强如柳长空照样被凌晨一剑秒杀。凌天剑法修炼到巅峰，一剑凌天，势不可挡。加上藏天剑之锋锐，凌晨在众多命轮境强者围攻之下，如入无人之境。突破到造化境之后，凌晨体内灵力浑厚了许多，使用藏天剑的时候不至于跟以前一样一击之后就脱力。不过藏天剑的威能还是太可怕了，凌晨连续挥剑3次，体内灵力和神龙之力急速消耗，无法再用。仅仅3剑，李家死了9位长老，还有柳家家主柳长空生死道消。此刻全场寂静，冰冷的寒风扑面而来。李家、苍兰学院和柳家幸存的强者一个个惊骇莫名，内心狂颤。死的人太多了，要知道他们都是老一辈的强者，至少是命轮境的存在，超出凌晨一个大境界，却被如此屠杀。凌晨持剑而立，血色双眸愈发妖异，他的长发彻底变成血红色，浑身散发出恐怖的凶煞之气。福香娇躯颤了颤，感觉此刻的凌晨很陌生。他猜想柳嫣然恐怕是香消玉殒了，不然的话凌晨不会如此。收起藏天剑，凌晨取出10多颗纳灵丹，全部吞了下去，以神龙之力加快吸收丹药的速度。凌晨的状态在快速恢复。快动手，杀了他！他无法再用那把剑了。区区造化境，体内灵力终究是有极限的。凌晨，你今日必死！一道暴怒喝声响起，3大势力强者一拥而上。
柳家还有10位长老幸存，此刻他们心都在滴血。这一战，连家主柳长空都死了。若还是无法斩杀凌晨，等待柳家的恐怕就是末日。柳家，你们很喜欢投靠李家是吗？那就先灭你柳家。嫣然，看着吧，这些欺负你的畜生都要死。凌晨血眸如电，取出斩龙剑，狂暴剑气释放，如龙卷风，形成一股浩荡之势。不远处正在激战的狼牙突然眼睛一亮，刚才他隐约感应到了剑士的存在，不是他和剑痴释放的剑士，而是凌晨。剑痴亦是有所感应，不由得心中大喜。激战了许久，狼牙和剑痴几乎油尽灯枯了，他们想带凌晨一起离开，但此刻凌晨爆发出恐怖实力，逃不是剑修的风格。凌晨一念起，剑气如龙，剑势成，连番激战，凌晨数次到达极限，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剑道突破，剑道修炼重在悟性。剑师初步掌握剑气，剑宗一念起，剑气自生，剑尊以剑气风暴为过渡，进而形成一股剑之势。狼牙曾说，剑修当一往无前。那时候凌晨心中便是有一些感悟，在实战之中，凌晨一直践行这一点，就算不是对手，剑修也绝不可以退让。剑势更多是来自剑修内心，剑出无回，势不可挡。就算敌我差距极大，明知是飞蛾扑火，剑之势也源源不断，一息尚存，剑势不灭，这就是剑修。此刻凌晨心境通明，一举突破到剑尊境。14岁的剑尊，莫说大禹皇朝，放眼北荒域也是顶级妖孽。剑势成，凌晨以斩龙剑照样可以横扫无敌。围攻他的3大势力强者们一个个陨落。凌晨杀红了眼，不管肉身的承受极限，疯狂吞噬精血，凝练血河。刹那间，凌晨浑身血光爆闪，第4条血河出现，万里血河掌威力暴增。3大势力每死去一人，就是对凌晨的提升。李无极和吕孤星感觉头皮发麻，3大势力联手，接近200位命轮境的强者，却被打得狼狈不堪，损失惨重。柳家派来的人很快就被凌晨杀光了。3大势力当中，柳家本来就是最弱的，率先被解决，很正常。李无极已经准备要跑路了，以现在的局势而言，想要击杀凌晨根本就不可能做到。柳长空没了，剑痴与吕孤星对战，狼牙大战李无极。重伤状态下的狼牙照样可以压制李无极。福香在一旁疗伤，恢复状态。凌晨这边疯狂杀戮，释放出滔滔血河，充满了血腥之气。围攻凌晨的李家和苍兰学院长老倒了一地，地面上满是死尸。苍兰学院派来的人，除了院长吕孤星之外，都死绝了。李家还剩下几个元老在苟延残喘，他们无法理解为何凌晨能有如此逆天的战力。区区造化境，各种杀招施展出来，好像不要钱一样。凌晨没有使用藏天剑，只是斩龙剑而已，对他的消耗不算大。而且激战过程中，凌晨一直有在吸收丹药，体内灵力愈发凝练，吞噬的诸多强者精血同样可以壮大凌晨的气血。凌晨气势如虹，短短几分钟，李家所有围攻他的长老全部陨灭。凌晨的万里血河掌突破到了第5层，凝练出第5条血河王阶武学，威力霸道无边，每一层突破都能让凌晨实力暴涨。李无极和吕孤星想要撤走，却被拖住了脚步，无法脱身。凌晨挥动斩龙剑，直接杀向了李无极。李家乃是罪魁祸首，今日就将他彻底解决。李无极浑身是血，跟狼牙激战了许久，早就受了重伤。此刻凌晨加入战场，一股恐怖的剑势释放出来，与狼牙的剑势交相辉映。2股剑势挤压之下，李无极发出惨叫声，身上顿时出现了2道剑痕，深可见骨。我不甘心！李无极狂吼一声，开始燃烧本源，做最后一搏。凌晨体内所剩不多的神龙之力彻底爆发开来。下一刻，一道惊天剑芒斩出，在神龙之力加持之下，斩龙剑的威力飙升到了极致，一剑斩出，剑芒横空，直接破开李无极的防御。与此同时，狼牙的大剑横扫过来，李无极中了一剑，浑身骨骼断裂，无尽剑气贯穿李无极的身躯，将其斩灭。李无极的精血和武魂本源都被玲珑塔吸收进去，场面诡异。狼牙和剑痴压根就不知道凌晨如何做到的。3大势力联手，浩浩荡荡而来，如今却只剩下了一个吕孤星还在支撑。凌晨一剑之后，气息快速衰退，神龙之力无法再调动。不过大局已定，剩下一个吕孤星，翻不起什么风浪了。诸位，我若是死了，苍兰学院必定报复，只要你们放我回去，过往仇怨我可以既往不咎。吕孤星开口，眼中有着满满的求生欲。狼牙一言不发，手中玄铁大剑挥动，丝毫没有手下留情。
吕孤星，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好说？剑痴笑了，吕孤星还指望仇怨能一笔勾销，未免天真。今日若非凌晨爆发，斩杀众多强者，恐怕死的就是他们了。我苍兰学院定要与你们不死不休！吕孤星狂吼一声，燃烧武魂本源，强行提速冲出了剑士的包围。吕孤星的状态很差，但其实剑痴和狼牙都是身受重伤，无力追赶。福香追了过去，但以他一个人的实力，未必能够斩杀吕孤星。凌晨双膝盘坐，运功调息。突然间，身上的玲珑塔传来了异动，阿紫发出了动静。哎呀呀，终于开启了！小家伙，我要出去玩一趟，等我玩腻了再来找你。阿紫说话间，化作一道紫光，直接冲出。玲珑塔第一层与第二层的屏障彻底开启了。阿紫在里面闷了太久，此刻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突兀的一道紫光冲出，剑痴、狼牙和福香都是吃了一惊，不明所以。他们并没有看到阿紫的真身，阿紫速度太快了。前方一道惨叫声响起，阿紫遇到吕孤星，顺手将其秒了。在玲珑塔的时候，阿紫束手束脚，如今终于出来，想弄死吕孤星这种货色，只需要一爪子听到惨叫声。剑痴、狼牙和福香追了上来，看到吕孤星倒在血泊之中，毫无声息，三人都愣住了。剑痴一直怀疑凌晨身上有逆天底牌，现在算是验证了，只是他不知道刚才冲出的那一道紫光到底是什么存在。三人面面相觑，谁都没有说话。经历了一场大战，他们都很疲惫，现在只想好好休息。皇宫古香古色的房间之中，两人相对而坐，正在对弈。夏青衣落子，在他对面的乃是当朝三王爷夏之命，一位黑衣禁卫军单膝跪地向夏青衣禀报情报。李家发生的事肯定无法逃过夏青衣的耳目，他对凌晨一直很关注，只是李家和苍兰学院不受他管束，以他的身份也没有理由对李家动手。李无极是当朝二品，没有过错，李家还有不少长老与皇室关系密切，夏青衣能做的只有约束大禹学院。三叔，你输了。夏青衣微笑，棋盘上白子连成一片，铺天盖地，将黑子杀得大败亏输。没想到，夏之命感慨，李家、苍兰学院和柳家联手，三大势力围杀凌晨，竟然还失败了。且李家命轮进高层死绝，苍兰学院和柳家派去的人也死光了。如此结果让夏之命极为震撼，他现在很庆幸没有掺和进去，不然的话大禹学院的损失也不会低。慕容秀毕竟是北荒域慕容家族的人，他来大禹学院只是为了武圣意志，终究是要离开的。夏青衣淡淡道，我明白。夏之命叹了口气，三叔，我大禹还有很多人才，不缺慕容秀一个，大禹学院与凌晨的仇怨就此结果吧。夏青衣又道，我自然是不会再去针对他。夏之命直言，他又不傻，现在的凌晨已经成了气候，大禹学院继续针对他，怕不是找死。李家一战，凌晨名动天下，这一夜大禹皇城之中血雨腥风，李家武者凌晨一个不留，斩尽杀绝。在大禹皇朝盛极一时的李家，竟然一夜之间覆灭。凌晨走后，各方人马冒出来，在李家洗劫。李家行事嚣张跋扈，这些年来得罪了不少人。以前人们忌惮李家，不敢对李家下手，如今李家高层覆灭，剩下一些没有修为的老弱妇孺，根本就守不住李家的基业。听到李家落败的消息，李家的那些仇敌蜂拥而至，一夜间李家彻底从大禹皇朝除名。柳家的下场同样很惨，柳家家主柳长空还有众多长老死在凌晨的手里。走出李家之后，凌晨直奔柳家，柳家留守的那些武者被凌晨屠戮干净。今夜过后，大禹皇朝各大世家将要重新洗牌，李家和柳家没了，其他家族可以趁势崛起。皇宫之中，夏青衣默默关注局势，没有派人插手。李家没了，对大禹皇室而言并不是一件坏事。近年来李家行事愈发嚣张，有时候连皇室的面子都不给。如今李家没了，皇室的地位自然能够得到巩固。夏青衣乐享其成。凌晨，希望以后在北荒域还有与你见面的机会。夏青衣美眸望着夜空，喃喃低语。北荒域其实夏青衣去过，在那里结识了不少天骄，如慕容秀这种层次的人物，夏青衣都见过的，在北荒域并不算最顶尖。在夏青衣心中，对凌晨的评价极高，此人以后去到北荒域必定能够掀起风云，展现绝世风华。炼丹师协会天香楼2楼雅间，凌晨、福香、狼牙和剑痴暂时留在天香楼养伤。李家一战，众人都是损耗巨大，尤其是凌晨本身境界不高，体内灵力不足，连番激战之下损耗很严重。
要不是凌晨武魂强大，体内有神龙之力支撑，恐怕早就坚持不下去了。服下丹药之后，众人的情况都好了很多。此刻凌晨脸色阴沉如水，眼神灰暗，仇人都死了，但柳嫣然不在了。就算凌晨杀再多人，又有什么意义？小家伙，我想应该有办法救柳姑娘的，你放宽心就好。福香坐在凌晨身边，柔声安慰。福香姐，你有什么办法？凌晨眼睛一亮，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车到山前必有路，会有办法的。福香被问住了，他并不知道如何救柳嫣然，只能如此安慰。气氛压抑，凌晨从玲珑塔当中取出了柳嫣然。此刻柳嫣然双眸紧闭，体内没有一丝生机，但她的身体还是温热的，得到了阿紫的一滴精血，为她保住了肉身。奇怪，她的肉身似是有一种神秘力量加持，不会腐烂。福香惊疑，她并不知道有阿紫的存在，因此疑惑。她的魂魄已经散了，想要复活，除非能够招魂，然后以圣药强化其生机，让其苏醒过来。狼牙见多识广，提出了建议。凌晨点头，没有仔细询问。他想等阿紫回来。阿紫既然可以保住柳嫣然的肉身，就一定有办法救活她。三位，我先去休息了。凌晨告辞离开，抱着柳嫣然的娇躯进入房间休息。天色渐明，血战了一夜，凌晨疲惫不堪，但一点睡意都没有。他要守着柳嫣然，等阿紫回来。柳嫣然为他而死，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复活柳嫣然。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凌晨都要做到。锦绣湖上，凌晨与柳嫣然私定终身，许下海誓山盟，携手共白头。曾经许下的承诺，凌晨一定会做到。看着怀中的美人，凌晨眼神变得坚定。他要变强，若是他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柳嫣然就不会香消玉殒。唯有实力才是永恒。任你阴谋诡计，任你人多势众，只要实力足够逆天，自可横推一切。凌晨正想着，突然间房门外有一道紫光闪过，阿紫化作一道光影回到凌晨身边。凌晨看到了一只紫色的小猫咪，身形如皮球大小，略微有些肥胖，很是可爱，两只毛茸茸的猫耳朵，肥嘟嘟的猫爪。阿紫，凌晨心中一喜，伸手想去抓阿紫。很快阿紫化作一道光芒回到玲珑塔当中，身影消失不见。凌晨扑了个空，却也不以为意。阿紫，教我救嫣然的办法，你一定知道的。哎呀呀，小家伙，你让我喘口气不行吗？我可是急匆匆跑回来的，一路上都没休息呢。阿紫挥舞小猫爪，抖了抖肥嘟嘟的身子。阿紫调整好了气息，端端正正坐好，挥舞猫爪，细声细气说道：小家伙，想救你的小道侣，你现在需要做3件事情。第一，去找圣药回天圣果，需要3000年以上的。回天圣果可以让你的小道侣肉身焕发生机。第二，你需要找到能够滋养魂魄的宝物天灵圣液。第三，你要找到他的魂魄，然后以天灵圣液滋养魂魄，再将魂魄归位。阿紫一边说一边比划着，倒是条理清晰。嫣然的魂魄在哪？凌晨沉声道：如果我没猜错，他的魂魄就在欢心灵当中。欢心灵有古怪，我也看不透其深浅，等你以后实力强大了，能够掌控欢心灵，到时候再放出他的魂魄就行了。当务之急，你要先找到回天圣果，若是晚了，就算柳嫣然能够复活，以后也会影响他的天赋。人死以后，武魂本源会消散，我只能封住他的武魂1年，若是超过1年，他武魂本源散尽，到时候就算救回来，也只是一个废人。阿紫告诫道。凌晨脸色变得凝重，只有1年的时间，想找到回天圣果和天灵圣液，难度太高。阿紫，你不能再延长时间吗？以你的实力，肯定不成问题吧？凌晨正色道。我的本源之力都被封印在玲珑塔里面了，你也看到了，我现在的实力连巅峰时期的1成都不到，能帮你保住柳嫣然的肉身，封存武魂，已经很不错了。阿紫叹了口气，眼神幽怨。玲珑塔第2层的空间已经彻底开启了，里面除了阿紫之外，还有9座阵法。阵法封印了一团团紫色物质，散发出紫光，有着极强的威力。凌晨估计那就是阿紫的本源之力了。要如何才能破开封印，助你恢复本源之力？只能慢慢磨了，现在是没有什么好办法。阿紫蹲在角落里，可怜兮兮的表情。回天圣果和天灵圣液，我该去哪里寻找？凌晨又道。至少大禹皇朝是没有的，你要去更大的地方，北荒域或许会有。凌晨了然，看来阿紫并不知道准确的信息。想要获取回天圣果和天灵圣液，需要凌晨自己去北荒域打探情报了。反正凌晨也是要去北荒域的，玲珑女帝要他完成的第2件事，就是成为北荒10宿之首。北荒10宿乃是北荒域最为妖孽的10位天才。推开房门，凌晨找到福香，咨询回天圣果之事。
福香是天香阁的人，天香阁以炼丹为主，宗门当中收集了各种药材，有可能收藏了圣药。回天圣果很珍贵，乃是强化肉身、恢复生机的极品圣药，传说有生死人肉白骨的功效。我离开天香阁已经好几年了，宗门现在有没有回天圣果，我也不知道呢。福香回应。闻言，凌晨心情愈发沉重了。你也不用着急，北荒域辽阔，各种资源都很丰富，肯定会有机会的。福香如此安慰。翌日，天香阁那边派来接应凌晨的人终于到了。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子款款而来，她秀发乌黑亮丽，头顶斜插着一只鎏金簪，容貌跟福香有几分相似，一袭黑色短裙，2条雪白的大长腿很是吸睛，右边大腿膝盖往上2寸，竖着流苏腿环，更添美感。福香亲自迎接，脸上满是笑容，拉着黑裙女子的手，关系很亲密。小家伙，她是我堂姐福洛，也就是我跟你说的天香阁德高望重的长老。福香微笑着向凌晨介绍。凌晨有些惊讶，还以为天香阁长老是一个老家伙。福洛的年纪看起来并没有比福香大多少，不过到了命轮境界，武者的寿命大大增加，女子驻颜有方，一般都不会显老的。你就是凌晨，能炼制出天阶绝品丹药的小家伙。福洛美眸打量着凌晨，初次见面，凌晨给他的印象很不错，长相俊秀，气质出众。晚辈凌晨见过前辈。凌晨抱了抱拳，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了。事不宜迟，跟我去天香阁吧。福洛行事风风火火，也不打算在炼丹师协会停留。他在天香阁招收了不少弟子，不过炼丹天赋都是平平无奇。听说堂妹在大禹皇朝找到了一位精彩绝艳的炼丹天骄，福洛立刻就赶过来了。去天香阁之前，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处理。凌晨缓缓道：那你去办就是了，若是需要我帮忙，说一声就好。福洛拍了拍胸脯，眼中有欣赏之色。虽然还没见过凌晨炼丹，但福洛对福香很信任，想来凌晨的炼丹天赋肯定不会差。对年轻的炼丹天才，福洛饥渴无比。天香阁有9峰，福洛身为一峰之主，座下的弟子炼丹水平都是平平无奇，导致他在其他峰首座长老的面前抬不起头来。多谢前辈，我自己去处理就好。凌晨笑了笑，请剑痴和狼牙出面，打算去一趟天机楼。上次凌晨在天机楼购买情报，调查李道元，天机楼的女管事竟然将此事泄露出去，还亲自来指认凌晨。此事凌晨当然不会忘记。如今凌晨伤势恢复，休养完毕，天机楼那边必须给个说法。得知凌晨的目的，福香和福洛都跟了过来看热闹。很快，凌晨一行人来到天机楼。天机楼楼主是一位中年男子，纹饰打扮，亲自出来迎接。狼牙、剑痴、福香都是大禹皇朝有头有脸的人物，实力极强，哪怕是天机楼主也不敢不给面子。还不快把人带上来！天机楼管事招了招手，很快女管事被押送出来。她披头散发，身上有许多血痕，显然遭到了毒打。林小友，我天机楼行事向来讲规矩，所有前来购买情报的顾客身份一律保密。此人拿了礼物级的好处，泄露你的信息，我事后得知也是非常恼火，立刻将他抓了起来，等候林公子发落。天机楼楼主满脸陪笑。自从李家一战，凌晨名震天下，天机楼楼主哪里还敢得罪他？如此说来，你天机楼管事泄露我的行踪，楼主并不知情。凌晨冷笑道：确实如此，我事先并不知道。林公子，实在抱歉，我可以将此人交给林公子，任由公子发落。天机楼主躬身道歉，态度谦卑。很好。凌晨语落，突然拔剑，下一刻鲜血飞溅，女管事的头颅被斩了下来。她披头散发，眼珠子瞪得滚圆，死不瞑目。她的舌头被人割了下来，显然天机楼主不想让她乱说话。楼主是不是觉得将她送出来，此事就可以算了？凌晨持剑而立，眼中寒芒闪烁。此事天机楼主必然知情，想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哪有那么容易？当时李无极气势汹汹，带人来杀凌晨，若非凌晨展现出炼丹天赋，福香力保，恐怕会很麻烦。这不知道林公子想要如何？天机楼主看了看凌晨身边的人，顿时感觉头皮发麻。剑痴和狼牙都是剑尊敬的强者，剑修大部分都是脾气暴躁，一言不合拔剑相向之辈。福香也不好惹，她身边的黑裙女子隐隐间散发出的气息，甚至比狼牙更强，必然是一位武道强者。如此阵容，把天机楼掀了都完全可以。简单，你需要赔偿我的损失。林公子当初购买情报花费了500金币，这样我给林公子1万金币作为赔偿如何？天机楼主肃然道：1万金币，以前凌晨或许还会在意，但如今凌晨实力暴涨，武道境界突破到了造化一重，见到境界
更是达到了剑尊境。凌晨的眼界自然更高，金币不过凡俗之物罢了，远不如灵石值钱。你在开玩笑？凌晨沉声道。那就5万。天机楼主自认已经做出了极大的让步，天机楼既然赔不起我的损失，不如就此解散吧。凌晨眼中寒芒一闪，恐怖的剑势释放而出，镇压全场。林公子息怒，我可以给公子1万极品灵石。天机楼主浑身汗如雨下，在凌晨的剑势之下，他感觉到了极大的危机。不说凌晨身边的那些强者，就凭凌晨一人就能压制他了。1万。凌晨没有说话，身边的福香却是发出了一道轻笑声。天机楼贩卖情报积累的财富并不比炼丹师协会少，1万极品灵石听起来很多，但福香都是看不上的。5万，5万极品灵石，不知道能不能弥补林公子的损失。天机楼主再度加价，凌晨释放出的剑势让他呼吸都变得困难。真要动手，他的下场怕是跟李无极一样。有诚意，但不多，给10万极品灵石，此事就此接过。否则，我天香阁也不是吃素的。福香气势惊人，主动为凌晨撑场面。凌晨对极品灵石没有多少概念，不过福香既然说10万，那就10万。好，我给就是。天机楼主面色惨白，很快派人取出10万极品灵石，都存放在储物戒指当中，交给凌晨。凌晨没有多说，转身离去。天机楼在北荒域那边有总部，也算是一流势力，不过我天香阁也不惧。福香轻声说着，双眼放光，小家伙，要不要考虑一下，直接把天机楼分部灭了，到时候所得财富平分。凌晨无语，如今凌晨只想尽快去北荒域寻找回天圣果，还是不要节外生枝了。一行人回到炼丹师协会，福香简单收拾了一下，准备出发前往北荒域天香阁。剑痴和狼牙沿途护送，一路走到了大禹皇朝边境，想确保凌晨安全抵达北荒域。凌晨心中感动，师尊师伯，到这里就好，不必再送了，有福香姐和福洛前辈在，我不会有事的。也好。狼牙背着大剑转身离去。小家伙，以后去天香阁炼丹也不要忘记练剑啊，你可是剑修。剑痴仰头喝了一口酒，爽朗一笑，随后大步离开。大禹皇朝前往北荒域，路途遥远，至少需要3天。驾驭灵气飞行，赶路速度要快很多，但灵力消耗很大，因此凌晨一行3人都是白天赶路，晚上休息。弗洛的境界还在命轮之上，他倒是无所谓，可以长时间赶路，但要照顾凌晨和福香的状态。凌晨现在只是实战很强，自身的武道境界其实不高。夜晚，凌晨、福香和弗洛暂住在一座破庙当中，外面大雨倾盆。凌晨赶了1天路，一直在御空飞行，有些倦了。正好有间破庙，便是进来休息。破庙当中升起篝火，凌晨心念一动，取出收藏的一些鸡肉，开始烧烤。出门在外，经常容易饿，凌晨习惯了准备食物，还有各种美味的调料。看到凌晨取出鸡翅膀，福香和弗洛都是愣了一下。修炼到了命轮境界，还不能辟谷，饭肯定是要吃的。不仅如此，武者还需要进食大量的妖兽血肉。凌晨随身携带新鲜的鸡肉，让他们意外，他们身上带着的都是肉干。赶路的时候可以直接吃，补充气血，增强气力。新鲜的肉还要烹饪，肯定不如肉干方便，拿出来就能吃。小家伙，你还挺会生活的。福香竖起玉指，点了个赞。弗洛投来了赞赏的眼神。很快，烤鸡翅膀的香味散发出来。凌晨拿出的鸡肉其实比较一般，不如其他妖兽血肉滋补。而且烧烤鸡翅膀的吃法，福香和弗洛以前都没见过，感觉很新奇。凌晨甚至还取出了特制的调料包，撒上香料之后，鸡肉闻起来更香了。福香吞了一口唾沫，食指大动。弗洛也是双眼放光。凌晨撕下2颗鸡翅膀，分别递给2女。福香姐，弗洛前辈，吃点鸡吧，虽然不是什么名贵妖兽，但口味还不错的。凌晨微笑，好，那我就不客气了。福香欣然接受，拿起鸡翅膀啃了起来，满嘴都是油。弗洛比较文静，撕下一小口鸡肉，细嚼慢咽。很快，弗洛脸上露出了享受的表情。小家伙，厨艺不错。弗洛称赞。他是天香阁第9封首座，地位非同一般，吃过的名贵妖兽血肉很多，甚至连龙肝凤髓都品尝过。凌晨的烤鸡翅膀却给他一种胜过山珍海味的感觉，滋补功效是很差的，味道却是极好的。前辈喜欢就好。凌晨吃了一块肉，想到了柳嫣然，不由得眼神黯淡。若是柳嫣然还在，他们一起游览名山大川，纵马江湖，那该多好。念及此，凌晨眼中闪过一缕锋芒，必须尽快在天香阁站稳脚跟，有了实力与资源，才有希望复活柳嫣然。破庙之中，
有食物的香味散发出来。很快，凌晨听到外面有一阵脚步声响起，里面的朋友能不能行个方便？夜黑风大，我们赶路错过了客栈，能否进来借宿一晚？破庙外面有一位头戴斗笠、披着蓑衣的男子，身边还有3位精壮男子，气息不俗。不方便，人满了。朋友，四海之内皆兄弟，行个方便吧？外面雨大，天气又冷，我们没地方可去啊。蓑衣男子语气焦急。那就进来吧。好嘞，多谢兄弟。蓑衣男子话音刚落，突然看到一道寒芒爆出，他脸色一变，体内灵力爆发，撑起一道护罩。下一刻，血光溅起，蓑衣男子直接就被剑光斩成2截，横死当场。福香嘴里的鸡翅膀掉了下去，脸色惊讶，没想到凌晨一言不合就动手。你！蓑衣男子身边还有3个精壮男子，纷纷暴怒，祭出灵气。但下一刻，恐怖的剑势袭来，剑气如风暴一般席卷，3人瞬间成了一团肉酱，在凌晨手下连一息都撑不住。破庙后门方向有4个黑衣人摸了进来。突然一阵破空声响起，弗洛手臂一甩，一根银针飞射而出，如穿花蝴蝶，打穿4人的头颅一击爆杀。弗洛早就知道有人偷偷潜入，怀疑外面那人图谋不轨，就算凌晨不动手，弗洛也会出手的。弗洛惊讶的是，凌晨的反应速度比他还快，抢先一步把外面那个蓑衣男子宰了。凌晨的剑快如闪电，行云流水，一剑出，有剑势席卷而出，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剑道实力，属实罕见。小家伙，你很不错。弗洛收回银针，擦干血迹，这是他的灵气，名为冰魄银针，威力极强，收拾几个小角色当然不成问题。前辈过奖了。凌晨搜刮死去几人身上的财物，然后回到破庙继续吃肉。打开他们的储物袋，凌晨顿时一脸嫌弃，什么玩意，只有下品灵石，而且只有300多块，以凌晨现在的财富当然是看不上的。各种丹药和灵气也有一些，但不入流。他们是金刚寨的人。福香沉吟道。没错。弗洛点头。金刚寨是什么势力，很强吗？凌晨问道。3流势力，一群土匪罢了，没什么好怕的。弗洛眼中闪过一抹厌恶之色。金刚寨的土匪名声一直不好，欺男霸女，胡作非为。今日既然遇见，那就顺手除掉。不过那人的身份有些不一般。弗洛扫了一眼凌晨的战利品，凌晨不置可否。在一堆战利品当中，有一块金色令牌，是从蓑衣男子身上搜刮到的。金刚令只有金刚寨的高层能够拥有，这家伙实力不强，不像是金刚寨几个寨主之一。福香沉吟道。金刚寨有3大寨主，他既然不是寨主，那就是寨主之子了。弗洛分析道。2位前辈，我们继续赶路吧。凌晨起身熄灭了篝火，准备离开。若是当真杀了金刚寨的少寨主，恐怕会有一些麻烦。凌晨不是怕麻烦，只是不想节外生枝，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去天香阁。路上凌晨跟弗洛打听过了，如今天香阁确实收藏了一颗回天圣果，不过只是2000年的，药效可能会差一些。阿紫说最好找到3000年份的回天圣果，当然能得到回天圣果就不错了，就算只是2000年份的，照样能有功效。也罢，那就走吧。弗洛起身，迈着修长的玉腿走出破庙，跟一堆尸体待在一块，他也不自在。一行3人在雨夜之中赶路。1个时辰之后，在一处山林上空，弗洛停住了脚步。夜色中有一行人脚踏大刀而来，散发出一股凶戾之气。为首之人虎背熊腰，脸色黝黑，一脸的凶煞之气。尔等好大的胆子，敢杀我金刚寨少寨主！黑脸男子狞笑，凌晨身上有浓郁血腥气，显然刚刚杀过人，有很大嫌疑。此刻黑脸男子拦住去路，眼中闪烁着贪婪之色，盯着福香和弗洛丰满的胸脯，幻想着某种画面。黑脸男子身边30多位精壮男子，皆是手持大刀，满脸凶相。他们身后还绑着10多个女子，看起来都是村妇打扮，容貌还算不错，只是脸色憔悴，衣衫凌乱，有些身上还有鞭子抽打的痕迹。其中还有一位小女孩，看起来不过8、9岁，被粗大的绳子绑住，裙子都被撕烂了一截，满脸泪痕，眼神绝望。杀了又如何？福香脸色一沉，黑脸男子邪恶的眼神让他很不舒服。看到那10多个被绑着的女子，福香更加愤怒。金刚寨胡作非为，若只是打劫武者也就罢了，连普通妇人都不放过，甚至还绑了幼童，如此行为简直与畜生无异。原来真是你们杀了少寨主，既然如此，你们非死不可。不过死之前，我可以让你们好好享受一下。啧啧，身材真好，玩起来肯定很刺激。黑脸男子大笑，
满脸猥琐之色。弗洛脸色变得阴沉，何方鼠辈，报上名来。说出无名，吓入一跳，吾乃金刚寨三当家。黑脸男子正在说话，突然间一道剑光在他瞳孔之中迅速放大。凌晨拔剑，直接出手，斩出恐怖的一剑。剑光如龙，呼啸而至，携剑势而来，势不可挡。你！黑脸男子还没反应过来，突然感觉脖子一凉，一股血线飙射而出，一剑封喉。黑脸男子眼中满是绝望和不甘，下一刻失身栽倒在地。这三当家这就没了？这不可能！黑脸男子身边的那些人一个个惊骇莫名，就连福香和弗洛都是愣了一下。凌晨出手太快，根本不讲道理。20多个手持大刀的黑衣人瞬间吓破了胆，开始逃窜。凌晨、福香和弗洛迅速出手，全部解决。所谓的金刚寨三当家，硬是连名号都没报出来，就凉了。剑修都是这样的吗？福香眨了眨美眸，两位前辈，恕我直言，你们话太多了。凌晨搜刮了一波战利品，回到两女身边，脸色平静，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很久不出来走动，一直在天香阁炼丹，手脚确实有些生疏了。弗洛笑了笑，天香阁的炼丹师大部分都是以炼丹为主，武道为辅。弗洛算好的了，实战经验丰富，有些天香阁的长老空有一身修为，实战却很弱，属于那种被越级碾压的存在。金刚寨的三寨主好像并不怎么样。凌晨说话间，顺手打开了三寨主的储物戒指，里面有1000多极品灵石，其他的资源乏善可陈。废话，人家连底牌都没施展出来，人就没了。福香翻了个白眼，他的境界在命轮8重确实一般。弗洛话语平静，以他的眼力自然能够看穿三寨主的深浅，区区命轮8重不值一提。不过凌晨能以造化一重境将其秒杀，还是很恐怖的。雨夜山林中10多位被捆绑的妇女瑟瑟发抖，眼中满是恳求之色。凌晨一剑斩出，释放剑气，将他们身上的绳索斩断。多谢恩公救命之恩。几个妇人跪拜行礼，心中感激。若非凌晨相救，他们肯定会被带到金刚寨供人玩乐，下场凄惨。大哥哥大姐姐，谢谢你们。小女孩身子歪了歪，差点晕倒，但还是跪在地上磕头。福香于心不忍，将她扶了起来，取出金疮药，替她简单包扎好了伤口。3位恩公，前面不远就是黑风山了，金刚寨就驻扎在那里。3位恩公，还是快些走吧。有一位妇人哭着说道。黑风山金刚寨，一位马脸汉子将一位美妇压在身下，美妇发出痛苦的叫喊声，双手双腿都被绑住了，动弹不得。她泪流满面，心中是绝望的。马脸汉子身后还有个人，戴着一顶貂帽，一脸的邪恶之色。金刚寨大当家和二当家感情极好，就连风流快活的时候都是经常一起上阵的。报！大当家还在享受，突然间停止了动作，脸上露出愤怒之色。他不喜欢办事的时候被人打扰，不过外面的小弟明知道他的脾气，还敢过来报信，说明有大事发生。进来吧。大当家把妇人推开，整理衣冠。一个小喽啰冲进来，跪在地上，浑身颤抖。什么事？说吧。大当家，少爷没了，还有3当家也死了。什么？谁敢动我李牧阳的儿子？大当家震怒，立刻召集金刚寨的强者汇聚过来，足足有500多精锐。黑风山，凌晨一行3人御空而行，路上耽搁了一些时间。那些被救下的女子身上大部分都有伤，她们只是普通人，不曾习武，伤势如果不处理的话，在这雨夜之中很容易感染，加重病情。穷苦人家生不起病，病了没钱看大夫，很可能人就没了。福香好心取出了很多固本培元、补气疗伤的丹药，帮那些女子疗伤，因此耽搁了时间。抵达黑风山境内，凌晨并未停留，而是继续赶路。黑风山是金刚寨的地盘，凌晨对金刚寨虽然厌恶，但不想浪费时间节外生枝。一行3人在雨夜之中穿行，突然前方一座山头有一道黑影急速破空而来，那是一位体型魁梧的大汉，在其身后还跟着500多位强者，都是能够御空飞行的，境界至少在灵海境。就是你们杀我李牧阳的儿子。黑脸大汉御空而来，挡住了凌晨一行的去路，眼中爆出凶光，杀意恐怖。他刚刚点齐人马出山，便是看到了凌晨。你儿子赶来打劫，实力不如人，死了也是活该。凌晨淡淡道。好好，很好。李牧阳笑容阴冷，眼中有无尽杀机释放。不过李牧阳倒是没有立刻动手。凌晨身边的2位女子让李牧阳有些忌惮。夜色当中，他也看不清福香和弗洛的面容，只感觉2女的气息不俗。你们是何人？你没资格知道。
弗洛语气冰冷：“不管你们是谁，今日老子必须弄死你们！”李牧阳大手一挥，身边500多位金刚寨的兄弟蜂拥而上，一道道雪亮的刀光在夜色之中亮起。凌晨拔剑，凌天剑法施展而出，一股恐怖的剑势横扫全场。刹那间，李牧阳被剑势逼退，眼中露出了一抹惊恐之色。他没想到凌晨竟然是一位剑尊，剑道实力如此逆天。李牧阳身边有10多人，在剑光扫荡之下，刹那间身死道消，连一息都撑不住。看来很久没有出来活动，人们已经忘记我的存在了。天香阁的人可不仅会炼丹。弗洛眼中寒芒一闪，一股恐怖的气息释放而出，那是一股王者之气，专属于武王的气势。刹那间，一根银针破空杀来。李牧阳脸色巨变，他哪里知道眼前的女子赫然是武王境的强者。你是天香阁第9峰主弗洛。银光一闪，李牧阳终于看清了弗洛的脸，顿时倒吸一口凉气，眼神惊恐。天香阁都是一群炼丹师，实战不强，但天香阁的9大峰主不一样。弗洛身为武王境，就算实战不如其他武王境的逆天人物，收拾一个命轮巅峰的李牧阳还是绰绰有余的。李牧阳心中大骇，生死之际瞬间催动护身灵甲。他的灵甲品质不错，名为龙鳞宝甲，乃是天阶绝品，使用的炼器材料极为珍贵，有一片真龙的龙鳞。龙鳞宝甲催动，李牧阳的防御能力刹那间飙升到了极致，身上撑起了一片金色光幕。弗洛祭出的冰魄银针一时间竟然没能攻破龙鳞宝甲的防御。兄弟们都给我上，弄死他们！李牧阳率先跑路，却号召身边的500多位兄弟冲锋。金刚寨的兄弟们也不是傻子，看到老大跑路，顿时惊愕无比。得知眼前的女子乃是天香阁9大峰主之一，他们哪里还敢动手，纷纷逃窜。二当家暗骂一声，亏他跟李牧阳称兄道弟，有女人一起玩。没想到关键时刻李牧阳都不理他的。弗洛前辈，此事于我。二当家正要说话，冰魄银针破空杀来。刹那间，二当家的头颅被洞穿，红的鲜血，白的脑浆都迸射出来。二当家实力不弱，乃是命轮8重，不过在武王的面前跟蝼蚁没有什么区别。凌晨竖起大拇指给弗洛点了个赞。身为武王境的前辈，杀伐果断才是正常的。弗洛估计是长时间炼丹，很久没有与人动手了。高手交战，抢占先机很重要，那些开战之前还要说点场面话的，简直就是傻子。杀光他们！弗洛美眸中满是寒意，金刚寨的行事作风让他很厌恶。很快，福香和凌晨出手，逃跑的500多位金刚寨精锐被屠戮殆尽。姐姐，李牧阳如何处理？福香沉声道：“不杀，留着过年吗？既然金刚寨非要纠缠，那就把他们灭了。”弗洛也是心头火起，金刚寨几次派人来围杀他，简直就是活腻了。看到金刚寨掳掠妇人的时候，弗洛其实就想出手了，只是懒得麻烦，就没去金刚寨山头。没想到李牧阳还敢主动带人过来，这不把他灭了，难消心头怒气。小家伙，你怎么看？弗洛美眸看向凌晨，此行主要目的是带凌晨回宗门，接下来的行动，弗洛还是尊重凌晨的意见。金刚寨想死，当然要成全他们了。凌晨嘴角掀起一抹森然之意。好！弗洛记起冰魄银针，喊了一句上来。很快，冰魄银针变大变粗，从一根针变成了一根大棒。冰魄银针作为天阶灵器，当然是可以自由改变大小的。凌晨看到银针膨胀变大，顿时有些无语，驾驭大棒飞行，感觉有点怪怪的。不过为了速度，凌晨还是上来了。弗洛带凌晨和福香一起御空，也是怕李牧阳溜了，以后会有麻烦。一根大棒横空穿行，不到1炷香的时间，凌晨一行3人抵达金刚寨营帐。金刚寨内有女子的啜泣声，还有不少金刚寨兄弟留守，玩弄那些掳掠过来的妇人。听到那些凄惨无助的哭声，福香心头火起，立刻冲到了一座营帐之中，一拳打死一个金刚寨禽兽。弗洛释放出强大的精神力，探查李牧阳的行踪。找到了！弗洛眼中露出寒意，娇躯一动，冲向北边的一座营帐。这里是兵器库，横七竖八摆放着很多珍贵灵器，其中不乏天阶灵器的存在。李牧阳拿着众多天阶灵器，刚打算离开，没想到弗洛这么快就追上来了。回来拿灵器，一是用来防身，另外李牧阳有些舍不得，毕竟是他积蓄了多年的资源。很多天阶灵器，李牧阳平时都是拿来摆着观赏的，长期带在身上的也就龙鳞宝甲，还有一把趁手的大刀。弗洛，你不能杀我！李牧阳突然咧嘴一笑，眼中反倒没有惧意。哦，弗洛负手而立，神色戏谑，如猫戏老鼠一般。我是为慕容家族做事，你杀了我，慕容家族5长老肯定不会罢休。
李牧阳沉声道：“所以，你掳掠女子是慕容家族授意？”弗洛脸色冰冷：“不错，这些女人大部分只是凡人，但姿色不错，可以卖个好价钱。这些年，我为慕容家族抓了很多人，功劳不小。你若是……”李牧阳还在说话，突然间瞳孔一阵收缩，一根银针爆射而来，在他视线之中不断放大。你！李牧阳立刻催动龙鳞宝甲，全力防御，同时身形纵跃，想要离开。弗洛一掌轰出，恐怖的掌风扑面而来，直接将李牧阳打得倒飞出去，撞烂了营帐。李牧阳倒地不起，竟然彻底没了气息。弗洛一掌将其击毙。李牧阳的龙鳞宝甲防御确实惊人，刚才弗洛一掌并没有破开龙鳞宝甲的防御，但他的一掌蕴含内劲，内劲侵袭之下，李牧阳五脏六腑都爆碎了，当场殒命。区区一件龙鳞宝甲就想保住你的狗命，想太多了。弗洛走过来，扒掉龙鳞宝甲，取走李牧阳身上的宝物，抓的人多，你还当成荣耀了？好一个慕容家族！弗洛面沉如水，慕容家族贩卖女奴，他是听过一些小道传闻的，不过也仅仅是传闻，没有证据。就算有证据，谁又不敢拿慕容家族怎么样？很快，凌晨和福香走了过来，清理掉了金刚寨的小喽啰。金刚寨内竟然有800多名女子，大部分都是20-30岁的年纪，还有30多个小女孩被摧残的不成样，极为凄惨。被抓来的女子当中，大部分都是平民百姓，穷苦人家，其中还有一些乃是大家闺秀，却也沦落到如此下场。众多女子跪在地上，向凌晨、福香和弗洛行礼拜谢。她们命运悲惨，原本以为人生没有了希望，没想到今日突然来了3位侠士，将他们救下。女侠，公子，请问高姓大名？小女子一定会铭记3位救命之恩。有几个身材娇弱、容貌美丽的女子隐隐施礼，态度恭敬。她们的穿着打扮与寻常百姓不同，显然是大户人家的闺女，知书达理，言行谈吐皆是不凡，谈不上什么侠女，只是看金刚寨不爽罢了。弗洛缓缓道：“好了，大家都起来吧。”福香挥了挥玉手，示意众女不必行礼。她取出了随身携带的疗伤丹药，分给那些身受重伤、被鞭打的可怜女子。炼丹师身上别的没有，丹药管够。在福香和弗洛的照料下，在场众多女子的伤势基本稳定下来，不会有性命之忧。好了，你们都回家吧。弗洛摆了摆手，打算离开了。此间事了，他也不想耽搁，还要带凌晨回宗门呢。可是我已经没有家了，我娘被坏人欺负了，我爹也被他们打死了。一个小女孩开口说着，还跪在地上没有起来。她衣裙破烂，膝盖红肿，身上有鞭子抽打的痕迹，头发散乱，显然遭到了非人的折磨。凌晨暗叹，金刚寨所行之事确实畜生不如，这世间不平之事太多，没有实力只能任人欺凌。香香，你挑选几个天赋不错的去天香阁吧。弗洛叹了口气，那些根骨差的女子也就罢了，他也帮不上忙，但凡有些天赋，带去天香阁做炼丹学徒也是不错的。很快，福香挑选出了20多位年轻女子，其中还有几个小女孩，她们都是双眼明亮，重新燃起了希望，能够好好活下去，谁不想呢？她们不知道天香阁是什么地方，但只要能让她们有容身之处，那就很好了。金刚寨上800多位女子陆续离开，福香带上精心挑选的20多个年轻女子，驾驭灵气带她们离开。路上，弗洛取出龙鳞宝甲交给凌晨，凌晨摆了摆手：“前辈，此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客气什么，叫师尊，这龙鳞宝甲就当送你的见面礼了。”弗洛微笑：“好的，多谢师尊。”凌晨也不再客气，将其收下。龙鳞宝甲本身防御惊人，而且凌晨有至尊神龙武魂，与龙鳞宝甲的属性契合，以神龙之力催动龙鳞宝甲，其防御能力肯定更加逆天。叫了师尊，以后去到天香阁，你就是第9峰的人了，可不能去其他峰。弗洛笑道：“弟子明白。”凌晨点头。弗洛亲自来接凌晨，可见其诚意，凌晨自然不可能拜入其他峰。天香阁9峰，彼此之间肯定也是有竞争的。既然叫洛姐师尊了，小家伙，以后就叫我师叔吧。福香微笑：“你又没有师尊大，不叫。”凌晨眼角余光瞥了一眼福香，漫不经心说道：“你这家伙毛都没长齐，竟敢如此无礼！”福香哼了一声，扭过头去。他的身材其实很饱满，只是弗洛比他更大，两人站在一块，立马就将他比下去了。天香阁第9峰，这里是弗洛的地盘。弗洛给第9峰取的名字叫做香雪峰。此刻，凌晨来到了香雪峰上。天香阁每年都会招收弟子，想来天香阁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考核。不过，凌晨是弗洛直接下山带过来的弟子，考核什么的肯定是不需要了。
福香在大禹皇朝多年，为天香阁香雪峰输送了不少年轻炼丹师，但功劳几乎是没有的。因为弗洛并不满意。如今能够炼制天阶丹药，引动丹道龙魂的凌晨来了，弗洛心情极好。来到香雪峰之后，弗洛亲自给凌晨安排了住处。如今凌晨的身份是天香阁真传弟子。天香阁内弟子等级森严，刚入门就是真传弟子，对凌晨的待遇极好。凌晨在香雪峰居住下来，这几天陆续有同门前来拜访。真传弟子意义非凡，要知道整个香雪峰只有2位真传弟子，加上凌晨，现在有了3位。天香阁其他峰真传弟子200-300个都是正常的，只有香雪峰人才凋零，天香阁阁主甚至都想取消香雪峰了。香雪峰大师兄名为韩虎，身材高大，国字脸，络腮胡，老实憨厚的类型。韩虎为人仗义，主动前来与凌晨结交，说是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来找他。香雪峰二师兄名为路人，长相平平无奇，炼丹天赋也是平平无奇，名字更是平平无奇。凌晨与路人见过一面，客套了几句，很快就记不清路人长啥样了。他人如其名，在香雪峰没有什么存在感。凌晨平常也不喜欢走动，认识了几个同门之后，就待在房间修炼了。回天圣果的消息，凌晨打听过了，在天香阁有一颗存货，售价1000万极品灵石。凌晨全部身家只有16万极品灵石，在天机楼敲诈了一笔，金刚寨搜刮了一点。金刚寨好歹是个土匪窝，凌晨以为会很有钱，但其实并不多。想来金刚寨为慕容家族办事，赚取的财富大部分都上交了。凌晨以为16万极品灵石已经很多了，来到天香阁之后才知道，原来不过是9牛1毛一颗圣药，就要1000万。凌晨目前肯定是买不起的，只能慢慢攒钱了，或者为天香阁立功，换取宗门贡献点。购买圣药除了用灵石之外，支付贡献点也是可以的。如今柳嫣然肉身保存完好，还有接近1年的时间，凌晨可以再想办法。最近凌晨请福香帮忙打听天灵圣业，目前还没收到消息。房间之中，凌晨挥剑演练剑法，不多时福香前来拜访。凌晨收剑，打开房门，今日的福香容光焕发，穿着天香阁制式炼丹师长袍，胸口绣着一朵金花。凌晨眼睛一亮，天香阁弟子穿的炼丹师长袍都是有讲究的。福香胸口的金花彰显其身份，竟然升职了，成了天香阁长老。小家伙，想不到吧？姐姐如今也是长老了，以后嘴巴甜一点，姐姐心情好就罩着你。福香眨了眨美眸，用什么罩我？凌晨翻了翻白眼，当然是，算了，说正经事吧。福香理了一下思路，想救你的小道侣，现在就不要指望宗门的回天圣果了，你买不起。最近西灵寿山封印松动，估计还有2个月，西灵寿山开启，到时候你可以去其中寻找机缘。洛姐说，我天香阁的回天圣果，以前就是在西灵寿山得到的。凌晨眼睛一亮，1000万极品灵石，想要筹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如果西灵寿山有回天圣果，那是再好不过了。天灵圣业可有下落？还没打听到呢，你先别急，有消息了我会来告诉你的。福香轻声说着。好，多谢福香姐。凌晨抱了抱拳。对了，洛姐让你过去一趟，她有丹方交给你。你如今已经是天香阁真传弟子了，该研究炼丹了，见到还是先放一放。福香拍了拍凌晨的肩膀，转身离去。香雪峰主殿，凌晨与弗洛见面。弗洛左手拿着一本书，右手托着香腮，似乎走神了，眼神迷离，不知道在想什么。他胸前的一团丰满压在了桌子上，像是不堪重负。凌晨进来，正好看到那一团雪白，顿时有些尴尬。好在弗洛并没有注意到凌晨的眼神。小家伙，是你啊！弗洛收拢心思，美眸看向凌晨，从书桌上取出一个卷轴。这是天阶丹方，名为虎骨壮阳丹。小家伙，你拿去学习，争取早日能够炼制出来，能炼制出绝品最好了。弗洛微笑，将卷轴射了过来。凌晨打开一看，里面记载了虎骨壮阳丹的具体炼制方法，各种药材的用量以及药材的年份都很有讲究。凌晨眼神有些古怪，不知道弗洛为何让他炼制这种丹药。虎骨壮阳丹若是用来修炼的话，在天阶丹药当中属于很一般的，其主要的功效其实就是增强男子那方面的能力。丹药取的名字也很贴切，你是不是想问为何要让你炼制虎骨壮阳丹？弗洛察言观色，看出凌晨心中的疑惑，不等凌晨回答，继续说道：原因很简单，因为有市场。天阶丹药当中能拿来修炼增强灵力的丹药有很多，但是壮阳的丹药屈指可数。你懂得，武者气血旺盛，容易把持不住自己，纵欲过度。造化境、命轮境的武者，寻常的壮阳药物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但天阶虎骨壮阳丹可以。弗洛详细给凌晨解释，其实天香阁很多炼丹师都有炼制虎骨壮阳丹，但成功率并不高。
有市场需求的丹药永远都不会过时，天香阁炼制丹药肯定是要拿来赚钱的，虎骨壮阳丹就很赚钱。弟子明白了。凌晨郑重点头，打算回去好好研究。努力吧，我看好你。弗洛微微一笑，美眸中有秋波流转。师尊，能不能多给我一些丹方？凌晨突然道。你要那么多丹方做什么？虎骨壮阳丹就够你研究许久了，小家伙，贪多嚼不烂。师尊，还是多给我几份丹方，我很快的。凌晨认真道。既然你很有信心，也罢，那就再给你一份天阶丹方。弗洛从怀里取出一枚储物戒指，将其打开，寻找丹方。师尊，你有多少天阶丹方？一次性全部给我吧。弗洛愣了一下，天阶丹方毕竟不是什么大白菜，福香身为第9封首座，掌握的天阶丹方也就20多种。小家伙，你确定全部要？确定。好吧，但我建议你还是循序渐进，熟练掌握一种天阶丹方之后，再研究其他。弗洛取出了20多个卷轴，全部交给凌晨。反正凌晨是他的弟子，迟早都会研究这些天阶丹方的，一次性给了，倒也省得麻烦。弟子谢过师尊。凌晨拿着一堆卷轴，满脸微笑，告辞离开。等一下。弗洛抬起头，酥胸微微抖动，带起一缕香风。师尊还有什么吩咐吗？凌晨转身，忘了跟你说，我给你的丹方当中有一份是残缺的，你若是有能力补全丹方，为师重重有赏。好的。还有，听福香说你能够治疗魅影灵狐武魂的问题，可是真的？弗洛美眸中闪过一抹光芒，隐隐有些期待。他的武魂跟福香一样，都是魅影灵狐，受到情火的影响，只不过弗洛没有福香那么严重，目前还是能够压制体内情火的。我没有，我不行的。凌晨连连摇头。上次帮福香治病，凌晨可是损耗了不少神龙之力。弗洛看他的眼神不对劲，如狼似虎，凌晨有点害怕，万一被师尊榨干了，他找谁说理去？弗洛翻了个白眼。你既然不愿意，那就去吧。师尊，我真的不会治病，上次跟福香姐就是阴差阳错，我完全没把握的。凌晨一脸认真。去。弗洛摆了摆手，胸前一抹雪白剧烈晃动，显然心情不佳了。凌晨赶紧开溜。翌日清晨，香雪峰演武台上，凌晨挥剑如雨，剑鸣声不绝于耳，仿若龙吟。天空中剑影交织，狂风扫荡，有可怕的剑气呼啸。昨日拿到丹方之后，凌晨本来想认真研究一下的，但凌晨突然想到西灵兽山快要开启了，到时候肯定会有很多北荒域的天骄人物前往其中争夺机缘。西灵兽山很有可能存在回天圣果，还有2个月的时间，凌晨必须尽快提升实力。短短2个月，凌晨的武道境界想要有巨大进步，恐怕很难。因此，凌晨开始练剑。他没有忘记剑痴的教诲，自己是一位剑修，不管去到什么宗门，还是要以练剑为主。演武台上，除了凌晨之外，就只有寥寥几个弟子。香雪峰的弟子们，单道天赋一般，武道天赋更是平平无奇，基本上都摆烂了。大早上前来演武台修炼的人并不多，偌大的演武台稀稀拉拉，只有3位女弟子，2位男弟子。咦，好帅的师弟，他就是新来的林师弟吗？听说林师弟刚来就成了真传弟子呢，果然一表人才。他用剑的姿势好帅。3个女弟子窃窃私语，都是双眼放光，停止了修炼，强势围观凌晨练剑。可怕的剑气如一条巨龙在山峰之间呼啸。很快，有更多香雪峰弟子被吸引过来，其中包括大师兄韩虎，还有2师兄路人。林师弟，好强的剑道天赋！路人竖起大拇指，赞叹不已。所以，林师弟为什么不去御剑门呢？韩虎摸了摸后脑勺。对啊，为什么呢？路人疑惑不解。御剑门乃是北荒域第1剑道宗门，汇聚了诸多剑道天骄。凌晨明明剑道天赋惊艳无比，却来天香阁，他们不理解。香雪峰上，演武台，凌晨不断挥剑，一股恐怖的剑势释放出来。观战的众人莫名感觉到了强烈的危机，连呼吸都不顺畅了。剑势乃是剑尊敬的标志，凌晨年仅14岁就能够释放出剑势，简直恐怖。在场的都是年轻炼丹师，并非剑修，但对剑道还是有一些了解的。长辈告诫过，在外行走，遇到年轻的剑修，一定不要招惹。以凌晨的年纪，别说剑尊了，就算只是剑宗境，那也足够恐怖。林师弟没去御剑门，那是他们的损失。可惜了，林师弟剑道天赋如此妖孽，在丹道方面恐怕没有多少精力啊。围观众弟子议论纷纷。突然间，凌晨一剑斩出，2重剑影势放出来，仿佛将空间都切割成了3层，更加恐怖的剑道威压释放而出。凌晨神清气爽，自己的剑道境界竟然突破了，
在剑尊的路上更进一步见尊敬，掌握的剑士越多，威力就越强。传闻中，巅峰剑尊一剑斩出能够释放出9重剑势，如怒涛汹涌，层层叠叠，威力惊人无比。凌晨现在可以释放出2重剑势，威力跟之前相比提升接近1倍。演武台上，凌晨挥剑如雨，刚刚领悟了第2重剑势，凌晨需要继续磨练，巩固自身的剑道境界。香雪峰上，更多弟子被吸引过来，甚至连福香和福洛都来了。福洛一脸愕然，这家伙怎么回事？昨天才找我要了20多份丹方，然后他开始练剑。姐姐，其实他丹道天赋也很强的，花一些时间练剑倒也没什么。福香轻声说道。他若是偷偷练剑，我也不说什么了，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终究影响不好。福洛叹了口气，香雪峰的弟子们丹道天赋本来就平庸，没什么成就，说不定被凌晨一刺激，一起练剑去了。咔嚓，凌晨展出一道剑芒，2重剑势如怒龙席卷，翻江倒海。刹那间，香雪峰的一座护山大阵被剑势碾压，出现了裂痕。福洛脸色巨变，酥胸一阵起伏，波涛汹涌，无法压抑心中的怒火。凌晨，福洛气坏了，好家伙，不务正业就算了，毁坏护山大阵，算怎么回事？这，福香也惊呆了。香雪峰的护山大阵一向很稳固，没想到凌晨释放出的剑势竟然将大阵打出了一个缺口，这剑势的威力简直离谱。演武台上，凌晨收剑，施展完了一整套凌天剑法，浑身大汗，感觉舒服极了。不过护山大阵破损，凌晨也是没想到的，他真的只是正常练剑而已，为何阵法那么脆弱？师尊，抱歉，我刚才是不小心。凌晨心虚道。回去炼丹，立刻，马上。福洛气的一对小白兔狂跳不止，血压直接飙升。好的。凌晨嗖的一声，眨眼之间跑没影了，不让人省心的家伙。福洛哼了哼，余怒未消，美眸扫过众人。看什么看，剑修很好看，你们一个个都不要炼丹的。福洛发飙，在场围观的弟子们瑟瑟发抖，一哄而散。姐姐，不用生气的，小臣子还是很优秀的，至少以后出去不会被人欺负。福香轻笑，我的护山大阵没有2-3天，看来是修不好了。福洛一脸无语，护山大阵是一个整体，从内部破坏起来容易，想要修复就麻烦了。凌晨回到房间，取出丹方，开始研究。如今剑道境界有了突破，是时候研究一下丹药了。20多份丹方，凌晨半个时辰就看完了，将各种药材的用法用量以及炼丹需要注意的细节牢记于心。精神力强大的武者可以做到过目不忘，对凌晨而言自然不成问题。还有一份残缺的丹方，名为神行丹，丹方上有关于神行丹的相关介绍。神行丹，天阶丹药，主要的功效是增强速度，在战斗的时候服用神行丹，速度至少能够提升2成，高品质的神行丹甚至能够让速度翻倍。神行丹是天香阁一位祖师研究出来的丹药，可惜流传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如今残缺不全，差了3味药材。天香阁的高层们研究了很久，一直没能补全丹方。丹方的尾页记载了天香阁诸多前辈们的研究成果，有使用各种药材搭配炼丹的记录，50多项记录全都是失败的。凌晨看完了，并没有什么头绪，连天香阁的前辈们都无法补全丹方，凌晨自然也没办法。但凌晨还有一只可爱的小猫咪，阿紫，帮我分析一下，这神行丹差了哪些药材？哎呀呀，小家伙，以你的聪明才智，竟然想不到吗？阿紫蹲在玲珑塔第2层当中，正在舔着猫爪，主要是没那么多精力去研究。凌晨摊了摊手，其实很简单啦，都不是什么名贵的药材，和气藤2小根，玄火莲子3颗，清心草1两，小小神行丹，我一眼就能看穿奥妙。阿紫一直在舔自己的猫爪，猫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阿紫不愧是大聪明，天下就没有你阿紫不知道的事情。凌晨给他一顿夸，有阿紫在身边确实省事很多。哎呀，不要这样子夸我了，我会害羞的。阿紫猫脸通红。凌晨按照丹方的记载配齐了药材，各种药材准备3份以上，以免炸丹之后又要重新准备药材。凌晨的想法是每种天阶丹药都炼制3次，至于能不能成功，那就看运气了。时间一晃而逝，眨眼之间半个月过去了，20多种天阶丹药，凌晨竟然都是一次性炼制成功。每种丹药凌晨都炼制了3份。半个月来，凌晨所在的院落之外一直有恐怖的异象出现，时不时就有丹道龙魂冒出来，散发出可怕的威压。浓郁的丹香味从凌晨的房间飘散出来，吸引了很多女弟子前来围观。凌晨足不出户，想低调炼丹，但没有办法，凌晨炼制出来的丹药品质太高，想低调都不行。
不断有丹道龙魂出现，让福香和福洛都是大为震惊，前来查看。天香阁诸多长老，甚至连其他8峰的峰主以及阁主都被惊动了。在天香阁，引动丹道龙魂不算什么大事，但一直有丹道龙魂异象产生，那就很离谱了。香雪峰上，一位容貌秀丽的白裙女子凌空而来，她气质清冷，眉心有一道明月印记，腰间挂着一块白玉，流苏在风中飘动，一双修长的美腿格外吸人眼球。参见阁主。香雪峰上，众多长老行礼。阁主白流月一向很少管宗门事务，没想到今日亲自降临香雪峰，就为了看一个少年炼丹。关键是凌晨闭门不出，甚至不知道外面有众多大佬在等着他。阁主，我去把他带出来吧。福洛开口说道。他最近心情很好，自家弟子凌晨频繁引发丹道龙魂，给他长脸了。香雪峰弟子在天香阁9峰当中向来不受重视，如今算是风光了一回。说起来，天香阁的9峰丹会也很快就要开始了，福洛还指望凌晨能在丹会上崭露头角，惊艳所有人。没想到凌晨刚来没多久，就闹出了如此大的动静，简直离谱。不必了，他在炼丹，莫要打扰了他。白流月轻声开口，他气质冷艳，眉心一弯明月印记，增添了几分神秘的美感。轰！突然间，凌晨所在的房间之中发出了一道剧烈的轰鸣声，房门被炸开了，炼丹炉掀飞在地。凌晨炼制了半个月的丹药，终于失败了一次。他正要质问阿紫为何按照他给的丹方来炼智慧炸丹，突然看到外面密密麻麻的人，凌晨顿时愣住了。你们有事吗？凌晨抹了一把脸上的药渣，有些无语。怎么感觉天香阁的人一个个都很闲，还来围观他炼丹？还好凌晨炼丹的时候很专注，没被他们打扰到。小臣子还不过来参见阁主和众位首座。福香朝他眨了眨眼睛。凌晨整理了一番衣着，很快走了出来，向天香阁众多高层抱拳行礼。弟子凌晨见过阁主，见过各位首座，各位长老。凌晨其实压根就不认识阁主，没有见过面。不过眼前的大长腿白裙女子气质高冷，身边站着很多老家伙，如众星拱月一般，从站位就能猜到她就是天香阁阁主白流月。小家伙，把你最近炼制出的丹药拿出来看看。白流月轻声说道，美眸中有期待之色。以凌晨引动的丹道龙魂意象来看，炼制出的肯定都是天阶绝品丹药，但绝品之间亦是有差距，1道丹纹和9道丹纹都是绝品，药效差距极大。凌晨掏出了一大把丹药，足足有60多颗。除了炼制神形丹的时候炸丹一次，凌晨并没有浪费其他药材，炼丹成功率令人发指。这……白流月美眸一凝，呼吸变得急促，酥胸一阵波动。她的身材很好，胸前那一抹雪白与福洛各有特色，没那么大，如椰子一般。凌晨拿出来的丹药无一例外都是浑圆剔透，毫无杂质，芳香四溢。其中大部分的丹药上都是环绕着2条丹纹，还有少量的丹药只有1条丹纹的，不过不妨碍达到天阶绝品层次。小家伙，听福洛长老说你是半个月前拿到的丹方？白流月开口询问，美眸中闪烁着异彩。凌晨点了点头，第一次炼制天阶丹药。白流月又道，以前炼制过其他天阶丹药，那些丹方上记载的丹药都是初次炼制，天赋不错，小家伙，跟我来。你们都散了吧。白流月挥了挥玉手，各封首座，长老散去。围观的众多弟子皆是震撼无比，悄声议论着，眼中有羡慕，有嫉妒。凌晨的炼丹天赋堪称顶尖，放眼整个天香阁，能与他相比的恐怕没有几个。人群中有一位紫衣女子，脸若寒霜，盯着凌晨的背影，眼神不善。这小子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谁知道他的丹药是如何炼制出来的？刚拿到丹方就有如此高的成功率，你们信吗？紫衣女子出言讥讽，心中不爽。她乃是天香阁公认的第一炼丹天骄，今日却被凌晨抢尽了风头。慕容子皇，你想说什么？福香冷眼看来，没什么，到时候9峰丹会，凌晨是骡子是马，很快就会知道了。紫衣女子眼神轻蔑。凌晨跟上白流月的脚步，御剑而起，没有理会身后众人的议论。慕容子皇的讥讽，凌晨并不在意。据说慕容子皇炼丹天赋很高，年纪轻轻就炼制过天阶绝品丹药，被誉为天香阁1000年难得一遇的炼丹奇才。凌晨也是听福香提起过他，但以前没见过面，不熟。听说慕容子皇还是慕容家族的天之娇女慕容秀的堂妹，如此看来，慕容子皇针对凌晨也很正常了。望月峰，天香阁主峰，阁主白流月带凌晨来到一间院落，走进内室，屏退侍女。小家伙，有兴趣加入望月峰吗？白流月微笑说道。阁主，我已经是香雪峰的人了。
凌晨苦笑，白流月身为一宗之主，竟然来抢人，让凌晨有些意外。想来是凌晨展现出的炼丹天赋太过逆天，连阁主都心动了。弗洛那边不妨事的，你若是来望月峰，我可以给你一些见面礼。白流月眨了眨明媚的眼眸，这……凌晨有些心动，糖衣炮弹确实很难抵挡。不过凌晨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阁主，我既然已经加入了香雪峰，就不会再改换门庭，如此反复无常，小人所为。凌晨正色道。白流月美眸一亮，对凌晨的印象更好了。心境不错，我天香阁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无论你在第几峰，都是我天香阁弟子。白流月赞赏道。凌晨心中一动，果然白流月只是在考验他。小家伙，初次见面，姐姐送你一件礼物吧，你想要什么？白流月自称姐姐，无形中跟凌晨的关系拉近了不少。凌晨感觉他很亲切，没有长辈的架子。阁主，弟子怎么好意思让您破费？凌晨认真道。别叫阁主，叫姐姐。白流月语气亲和，眼中有异彩。在天香阁众多男弟子当中，长得好看的也有几个，但跟凌晨比起来，差距还是太大了。白流月欣赏的不仅是凌晨的炼丹天赋，还有颜值。月姐，弟子想要一颗回天圣果，不知道可不可以？凌晨认真道。回天圣果是宗门至宝，很珍贵，需要1000万极品灵石的。白流月脸色严肃。那就算了。凌晨叹了口气，别人要我肯定不给，但是你可以。白流月嫣然一笑，眼神暧昧，给凌晨一种为老不尊的感觉。那就先谢过月姐了。凌晨抱了抱拳。很快白流月派人取来了回天圣果，一颗淡金色的果子，只有拇指大小，却是散发出浓郁的生机。传说中回天圣果有生死人肉白骨之功效，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多重的伤势都能救回来。凌晨拿到手的回天圣果品质已经不低了，2000年份的圣药放在商会之中拍卖，肯定会引起疯抢。毕竟有回天圣果就相当于多了半条命，只要不是脑袋被人砍掉，基本上都是能够救回来的。圣药的价值远在灵药之上。最近凌晨炼丹所使用的药材都是灵药而已，天阶丹方上记载的药材有些是有尚未替代的，如果将灵药替换成相同属性的圣药，炼制出来的丹药品质肯定更高。凌晨收好回天圣果，心中感激白流月的恩情，他记下了。小家伙，你的事情我听说了，要看开点，天下好女子还有很多。白流月微笑，作为阁主，调查弟子的跟脚实属正常。凌晨要回天圣果的目的，白流月也很清楚，他对凌晨的印象愈发好了，是一个痴情的小家伙。弟子明白。凌晨点头。另外，听说你是剑修，年纪轻轻就已经突破到了剑尊境，月姐谬赞了，我只是喜欢练剑，但其实我的剑道天赋平平无奇。凌晨很谦虚。白流月翻了个白眼，什么平平无奇？如果御剑门的老家伙知道有凌晨的存在，恐怕都要忍不住前来抢夺了。小家伙，你我投缘，既然你是剑修，那我就再送你一件宝贝。白流月温柔一笑，玉手虚空一抓，取出一把剑，一把紫光闪闪的长剑。白流月轻轻挥动，刹那间响起一道清脆的剑鸣声，宛若龙吟。月姐，这怎么能行？无功不受禄。凌晨连忙拒绝，此剑非凡，比凌晨的赤阳剑好多了。那你以后为宗门立功就是。小家伙，你想清楚了，若是不要，那我就收回去了。天阶绝品灵气我身上也不多呢。白流月说着就要收走宝剑。月姐，我想清楚了，有宝剑在手，以后也能更好为宗门效力。凌晨一脸严肃。白流月扑哧一笑，将宝剑递了过来。此剑名为紫云，天阶绝品层次，以千年寒铁加上紫翼灵鸟精魂炼制而成。白流月简单介绍了一番。凌晨手握紫云剑，剑光如水，泛着淡淡紫光，天阶绝品灵剑，乃是重宝。月姐大恩，我不知道该如何报答。凌晨叹道。报答什么的，日后再说吧。白流月轻笑。天阶绝品灵剑虽然珍贵，但他既然欣赏凌晨，还是给得起的。此剑并非宗门所有，而是白流月个人珍藏，他也不是剑修，反正用不上。好了，回去好好修炼吧，很快9峰丹会就要开始了。你虽然得了紫云剑，最近还是要以炼丹为主的。好的，月姐，那我就不打扰了。凌晨告辞离开，再往月峰行走，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女弟子，纷纷前来跟凌晨打招呼。凌晨颜值太高，无形之中吸引了很多年轻女炼丹师的关注。不过凌晨谨记凌天剑法总纲，女人只会影响他拔剑的速度。随意敷衍了几句，凌晨来到了香雪峰。回到房间，凌晨取出紫云剑，细细把玩。凌晨觉得那位创造凌天剑法的前辈观点是很正确的，不过还要加上一句话：女人只会影响你拔剑的速度，
但富婆可以给你换一把好剑。白流月就是这样的富婆。紫云剑在手，凌晨的整体战力大幅提升。来到天香阁，凌晨已经认识2位富婆了，不由得心中感慨。福洛富裕且慷慨，给了凌晨龙鳞宝甲，还有各种丰厚的炼丹资源。白流月对凌晨也很好，凌晨现在压力很大，毕竟欠了人情，以后肯定是要还的。掏出炼丹炉，凌晨开始炼丹了。接下来，凌晨要准备天香阁九峰丹会。九峰丹会1年举办一次，乃是天香阁的盛会，各峰派天才参加，比拼炼丹实力。据说，在九峰丹会表现最出色的弟子，可以得到王阶丹药。此外，还有各种珍贵的宝物作为奖励。凌晨既然来到了天香阁，肯定是要参加的。西陵寿山封印还没彻底开启，趁此之前，凌晨正好可以去九峰丹会。房间之中，凌晨准备好了各种药材，打算继续炼制神行丹。神行丹作用显著，不是辅助修炼的丹药，而是辅助战斗的丹药。生死战之时，服用神行丹，速度瞬间暴涨，肯定会有奇效。阿紫，你给的丹方到底对不对的？凌晨发出了疑问，深刻怀疑上次就是阿紫给的丹方错了，不然的话，以凌晨的炼丹实力，不应该炸丹。炼丹半个月，唯一失败的就是神行丹了。让我再想想。阿紫正在玲珑塔里面睡觉，听到凌晨传音，伸了伸小猫爪。阿紫，你能不能靠谱一点？凌晨无语。我想起来了，是1两，青心草1两，你再试试。这次确定没错？确定的，聪明如我，肯定不会错。阿紫认真点头。凌晨将信将疑，重新炼丹。一炷香之后，炼丹炉当中一颗丹药的雏形凝聚了出来，然后其中传出一股可怕的气息，仿佛火山要喷发。凌晨眼疾手快，抓住炼丹炉，直接破门丢了出去。虚空炸响，发出剧烈的轰鸣声。香雪峰上，很多弟子听到了动静，纷纷前来查看。凌晨很是尴尬，关上房门，取出新的炼丹炉，重新炼制。阿紫，你如果不懂神行丹，请不要误导我好吗？凌晨服了，刚才要不是他反应快，肯定会受伤。炼丹师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职业，历史上不乏炼丹师辛辛苦苦炼制一炉丹药，然后把自己送上了西天。小家伙，你等等，让我再想想。我再想一下，肯定没问题的。阿紫猫脸通红，很不好意思。呀，我记错了，不是青心草，是鎏金草，1两鎏金草。小家伙，你快试试，肯定错不了。阿紫兴奋道。凌晨一脸无语，鎏金草药性爆裂，跟青心草完全就是2个极端。不过，凌晨还是选择再相信阿紫一次。实在炼制不出来，那就只能作罢了。凌晨也没太多时间研究炼丹，丹道终究只是一些辅助手段，凌晨要以武道和剑道为主。很快，凌晨取来鎏金草，开始炼丹。鎏金草只是寻常药材，不算珍贵，凌晨的房间之中就有很多存货。作为香雪峰的真传弟子，弗洛给凌晨准备的炼丹材料当然都是管够的。各种药材被凌晨投放到了炼丹炉当中，在神龙之火的灼烧之下，快速熔炼。凌晨炼丹的步骤有条不紊，很快，各种药液凝聚起来，有了丹药的雏形。不对，凌晨仔细感受丹药，其内有一股爆裂的气息。鎏金草的药性被其他药物中和了，丹方当中刚好有3种跟鎏金草药性相反的药材，因此达到了一个平衡。凌晨没有犹豫，直接加大了3种药材的分量，以神龙之火将其快速熔炼。凌晨累得满头大汗，炼丹与生死厮杀并无不同，体内灵力和精神力的消耗都很大，稍有不慎，那就是丹药炸裂，功亏一篑。宁！不多时，凌晨大喝一声，一拍炼丹炉，很快，一颗纯青色的丹药跳了出来。丹药浑圆剔透，散发出浓郁的药香味，可惜并没有凝聚出丹纹。这次炼丹还是仓促了一些，凌晨中途调整了药材的剂量。要是换成其他炼丹师，早就炸丹，弄得灰头土脸了。还是凌晨反应快，且掌握的火焰逆天，能在极短时间内将药材熔炼完毕。小家伙，不愧是你！阿紫嘻嘻一笑，对凌晨一顿夸。凌晨翻了个白眼，感觉阿紫还是不怎么靠谱，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啊。不过神行丹的丹方，凌晨算是研究透彻了。刚才炼制出来的仅仅是天阶极品，达不到凌晨的要求。凌晨直接将其吃了下去，打算亲身体验一下天阶极品神行丹的效果到底如何。很快，药力在凌晨体内散发开来，凌晨感觉身轻如燕，脚步踏出如一阵狂风，速度跟之前比起来至少提升了4成，效果还算不错。凌晨回到房间之中，打算继续炼制神行丹。如果是绝品神行丹，提速效果应该至少有5成。凌晨如今战力很强，但速度方面其实算是短板。
平时赶路的时候，凌晨可以驾驭灵剑飞行，速度不慢。但凌晨修炼的身法武学档次太低了，还是以前在武技宗修炼的。小家伙，你吃药之后速度也很慢吗？阿紫淡淡道。凌晨眼睛一亮，竟然把阿紫给忘记了。阿紫，你有没有合适的身法武学？凌晨问道。我的身法与生俱来，乃是天赋，你学不会的了。阿紫扬起了骄傲的脑袋。只要是技能，我就能学。凌晨认真道。对自己的天赋，凌晨一直很有信心。其实，我根据自己的天赋创造过一门身法武学。小家伙，你叫我一声美丽的阿紫姐姐，我就传授给你了。阿紫嘻嘻一笑，她是天幻猫妖，天生就擅长速度。根据她的天赋，研究出了适合人族修行的武学，名为天幻猫灵步。可爱美丽聪明的阿紫姐姐。凌晨满脸微笑。小家伙，小嘴跟抹了蜜一样。那我就教你天幻猫灵步，学会之后，你的速度至少能提升3倍，不，至少10倍。阿紫满脸骄傲。凌晨有些不信，肯定是没有那么夸张的。不过阿紫传授的身法武学肯定比凌晨现在的要好。既如此，阿紫姐姐，那就来吧。你看清楚了。阿紫嗖的一声从玲珑塔出来，化作一道紫光，在凌晨房间绕了一圈。凌晨只能看到光影，根本就不知道阿紫的身法如何施展出来的。阿紫姐，你还是别出来了，以意念传递修行法门就好。你这样，谁能看出如何修炼？凌晨天赋惊艳，但也没那么离谱，达到看一眼就会的程度。这样，那好吧。阿紫出来以后也不急着回去了，躺在凌晨的腿上伸了一个懒腰。凌晨顺手去薅他的毛发。阿紫发出喵的一声，眯起了眼睛，表情很享受的样子。很快，阿紫传递出了一道意念，进入凌晨的识海。关于天幻猫灵步的修炼法门，各种细节之处清晰明了。凌晨心中一动，按照阿紫的法门开始修炼。好了，小家伙，你慢慢修炼吧，我先睡一会。记住，修炼天幻猫灵步不可操之过急，进展顺利的话，1年可入门，3年可小成，5年可大成。阿紫说完，舔了舔猫爪，开始睡觉。凌晨走出房间，在院落之中疾驰而行，步伐精妙无比。2个时辰后，凌晨回到房间，已经掌握了天幻猫灵步的精要，可以将其施展出来。速度跟之前相比，至少提升了2成。现在还只是入门阶段，若是将天幻猫灵步修炼到极致，凌晨的速度会更加逆天。攻杀手段方面，凌晨有万里血河掌，还有2重剑士。防御方面有龙鳞宝甲，且凌晨的至尊神龙武魂极为逆天，一直在滋养肉身，肉身之力极强，刀剑难伤如金。掌握了天幻猫灵步，凌晨综合实力没有短板。不是吧，小家伙，你修炼成功了？阿紫睡了一觉醒来，看到凌晨身形如电，步伐玄妙，顿时愣住了。只是勉强掌握了一些皮毛。凌晨笑道。可是这才多久？阿紫感觉猫都麻了。他的天幻猫灵步可是极为逆天的身法武学，属于黄阶层次。凌晨一眨眼就学会了，让他很无语。身法武学修炼完毕，凌晨开始炼丹。他想看看服用绝品神行丹之后，再施展天幻猫灵步，速度能有多快。各种药材被凌晨投放到炼丹炉，步骤有条不紊，丹炉之中逐渐有药香味散发出来。突然间，凌晨听到房门外有人前来。凌晨沉浸在炼丹之中，没去理会。一位身材火爆、胸怀宽广的成熟女子推门而入，正是凌晨的师尊弗洛。弗洛是来突袭检查的，看到凌晨正在炼丹，而不是练剑，脸上顿时露出一抹欣慰之色。这小家伙还算听话，竟然在炼制神行丹，待会他失败了，正好可以敲打一下，免得他太骄傲。弗洛心中想着。咦？弗洛脸色一变，凌晨的炼丹炉当中竟然有一颗天青色的丹药，已经成型了。浓郁的药香味在房间之中散开，弗洛呼吸都变得急促了。他也炼制过神行丹，用过很多药材，试过很多种可能，但没有一次能成功凝聚出丹药雏形的。看凌晨的样子，还真很有可能成功。约莫1刻钟之后，丹药彻底成型，浑圆剔透，散发出青色光泽，圆润无比。香雪峰上突然有2条巨龙浮现，发出惊人的龙吟声，伴随霞光异彩，景象惊人。丹道龙魂呼啸，丹文现，绝品神行丹出炉。天青色的丹药，其上环绕着2条乳白色的丹纹。一时间，弗洛娇躯颤抖，愣在原地，准备好了教育凌晨戒骄戒躁的话，本来都到了嘴边，硬是说不出口了。小家伙，你是如何完善神行丹丹方的？弗洛整理好了心情，认真看着凌晨。我就是运气好，多试了几次就成功了，真的。凌晨微笑。弗洛人都麻了，本来他还答应凌晨若是能完善神行丹的丹方，重重有赏。如今弗洛待在凌晨的身边，感觉自己的心境都受到了影响。
哪里还有兴致奖励凌晨？以凌晨的恐怖炼丹天赋，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能超他了，简直离谱。再见。弗洛不想多说，问了完善之后的丹方，迅速离去。香雪峰外有一道道身影御空而来，乃是各峰弟子，对刚才出现的丹道龙魂很感兴趣。他们很好奇凌晨为何能频繁引动丹道龙魂。有很多女弟子前来拜见凌晨，都被凌晨以正在修炼为由婉拒了。女人太多，凌晨练剑的速度真的会受到影响，毕竟不是谁都跟白流月一样富有且慷慨。数日后，天香阁9峰丹会开始，凌晨作为香雪峰的种子选手，可以直接参加决赛。凌晨来之前，香雪峰的种子选手当然是大师兄韩虎。如今凌晨展现出了惊人的炼丹天赋，香雪峰弟子们对凌晨也是服气的，连大师兄韩虎都是自愧不如。9峰丹会在望月峰举行，阁主白流月亲自主持，可见其重视。9峰丹会夺冠之人可以任选一颗王阶绝品丹药，这种层次的丹药在天香阁都没有多少存货的。望月峰上有一处宽阔的炼丹广场，各峰青年才俊汇聚于此，开始炼丹。经过了一轮激烈的争夺，筛选出了10位弟子晋级决赛。9峰总共9位种子选手，加上晋级上来的10人，一共19人参加决赛。白流月以及各峰首座皆是在场观战。那些晋级决赛的弟子一个个都是精神振奋，跟打了鸡血一样，在宗门长辈的面前表现出彩，脱颖而出，获得的好处肯定不止大赛给的奖励，还有各种隐形好处。天赋越好，在天香阁的待遇就越好。香雪峰阵营之中，凌晨出场。今日的凌晨一袭白衣，纤尘不染，气质格外出众。他容貌俊秀，剑眉星目，在天香阁一众男弟子当中极为显眼。围观的女弟子们看到凌晨出场，很多都是眼泛桃花，有些过分的甚至身子都湿润了，眼神如狼似虎。9峰丹会决赛准备开始，你们需要在3个时辰之内炼制出一颗丹药。丹药的种类不限，最终的成绩评判以你们上交丹药的品质，还有完成的时间以及损耗的药材来决定。白流月宣布了决赛规则，成绩如何，首先看的当然还是丹药品质。若是2位炼丹师炼制出的丹药品质完全一样，要比较高下，就只能看炼丹耗费的药材以及时间了。时间越短，损耗的药材越少，成绩当然就越好。一次性炼丹成功，损耗的药材自然是最少的。有些炼丹师连续失败了好几次，就算最后成功一次，成绩多半也不会很好。白流月挥了挥玉手，美眸看向凌晨，格外关注。实际上白流月还没看过凌晨炼丹，上次凌晨炼丹引动诸多异象，毕竟是在房间里面。关于凌晨的炼丹手法，对火候的掌控等各方面的细节处理，白流月并未看过，心中有些期待。望月峰的种子选手乃是慕容子皇，他的炼丹天赋在天香阁首屈一指。此刻慕容子皇端坐在炼丹广场之中，脸上有一抹嘲弄之色。凌晨，敢不敢跟我赌一把？慕容子皇眼中满是挑衅意味。凌晨默默取出了炼丹炉，没有搭理他。看到凌晨的炼丹炉，慕容子皇眼神更加轻蔑了。凌晨的炼丹炉属于制式炼丹炉，天香阁真传弟子人手一个的，没有什么特色。杀到了决赛的弟子往往都有自己的炼丹炉，炼丹的时候使用更好的炼丹炉，能够有利于增加丹药的品质。凌晨连一个像样的炼丹炉都没有，香雪峰怎么好意思派你来参加决赛的？慕容子皇出言讥讽。凌晨直接无视了他，开始挑选药材，准备炼丹。这一次凌晨想炼制的丹药是神行丹，神行丹效果很好，将其炼制出来，凌晨可以留着以后服用。现在就等白流月宣布决赛开始了。19位年轻炼丹师陆续挑选好了药材。小子，你是聋子吗？慕容子皇脸色阴沉，凌晨的冷漠态度让他心头火起。抱歉，我不跟傻子说话。凌晨淡淡道。你说谁是傻子？慕容子皇怒了，眼中喷出火花。他与慕容秀的关系不错，得知在青州的时候凌晨伤了慕容秀，斩其一臂。后来凌晨来到天香阁，展现出逆天的炼丹天赋，慕容子皇更是心生嫉妒。古人言熊大无脑，你一马平川，却也如此无脑，当真罕见。你……慕容子皇气得脸色铁青，半晌说不出话来。凌晨竟敢嘲笑他的身材。闻言，围观的众多女弟子忍俊不禁，有几个男弟子还特意多看了慕容子皇2眼，随后连连摇头，如小馒头一般，实在乏善可陈。傻子，你想怎么赌？说说看。凌晨突然来了兴趣。慕容子皇身为慕容家族的天骄，身份高贵，宝物应该不少。他拿出来的炼丹炉就很不错，通体金光闪闪，散发出极为强大的灵力波动，属于天阶灵气。炼丹炉类型的天阶灵气
还是比较罕见的，自然是赌谁炼制出的丹药更好。小子，你若是输了，就立刻滚出天香阁，你敢吗？慕容子皇气焰嚣张，眼中满是挑衅。观众席上，白流月蹙眉，心中不喜。慕容子皇是他的弟子，丹道天赋确实很好，称得上惊艳。不过慕容子皇为人蛮横无理，一副大小姐的做派。白流月收他为弟子，一开始也是看中其天赋，后来相处了一段时间，不喜其心性，也就很少指点他了。你输了，又当如何？凌晨回应道：我若输了，自然也会离开天香阁，不过那是不可能的。慕容子皇仰起头，对自己的实力无比自信。赌战可以，但需要一点彩头。凌晨微笑：你想赌什么？慕容子皇蹙眉。凌晨直接掏出紫云剑，剑身光滑流转，剑锋如水，拔剑瞬间传出一道剑鸣声。懂剑的人自然知道，这是一把好剑。紫云剑。慕容子皇美眸一凝，心中更加嫉妒了。据他所知，紫云剑是白流月收藏的珍品，没想到白流月连此剑都送给了凌晨。慕容子皇嫉妒到双眼发红，胸口都隐隐作痛。他拜在白流月门下3年了，却没有收到任何一件礼物，不敢赌了。凌晨面带微笑，天阶绝品灵剑作为赌注，慕容子皇当然也要拿出同等档次的宝物。赌赢了赚翻，谁说我不敢？慕容子皇冷哼一声，用力拍了拍身前的赤金炼丹炉。就赌这个了。慕容子皇咬了咬牙，有些心疼。赤金炼丹炉同样是天阶绝品灵器，珍贵无比。炉子之内的灵气本身就是冷门，除了用来炼丹之外，实战并不强。实战举着一个炉子砸人，有点离谱了。炼丹炉肯定不如刀枪剑戟等常用的灵器。慕容子皇转念一想，反正他能稳赢，白赚一把紫云剑，还能把凌晨赶出天香阁，何乐而不为？凌晨与慕容家族为敌，如今身在天香阁，慕容家族当然不可能拿他怎么样。若是离开了天香阁，那就不同了。你们准备好了吗？白流月冷眼扫来，隐隐散发出可怕气势。好了，众人齐声应道：师尊，还请您做个见证。慕容子皇躬身行了一礼。你们想赌自然可以，不过既然已经约好了赌注，事后可莫要后悔。白流月沉声道：师尊放心，我一定能赢，一定会替望月峰争光。慕容子皇认真道。白流月蹙眉，心中对其愈发不喜了。替望月峰争光是没错，但慕容子皇提出赌约，失败者就要滚出天香阁，这不是让天香阁白白损失人才。慕容子皇嘴上说的好听，其实只是为了一己之私，在敞天香阁的长老们自然能够看出来。凌晨，你若是不想赌，不理会他就是。白流月美眸看向凌晨，神色温和。他很欣赏凌晨，不仅因为天赋，还因凌晨重情重义。凌晨在青州的事迹，白流月自然是知道的。为救心爱之人，明知李家设局害他，还敢前往。若是无情无义之人，断不可能如此。来到天香阁之后，凌晨一直想要回天圣果，用来救义中人，可见其心性。阁主，请您做个见证，这赌局我应下了。凌晨微笑，在众人面前，凌晨还是叫他阁主，月姐的称呼显得太亲密了。好，那就开始吧。白流月不再劝阻，正好他也想看看凌晨的炼丹实力到底有多强。到时候凌晨若当真输了，被赶下宗门，白流月再找机会将其带回来就是了。以白流月的身份想收一位弟子，那还不简单吗？广场之中，19位年轻炼丹师各自准备好了药材，掏出了心爱的炼丹炉。对炼丹师而言，炼丹炉就跟道侣一样，几乎每晚都要亲密接触，所以都很珍惜，爱不释手。凌晨倒是无所谓，制式炼丹炉主打一个便宜耐造，用烂了换一个就是。慕容子皇开始炼丹，动作行云流水，有条不紊。在赤金炼丹炉的加持之下，他放进去的药材很快就熔炼成功了。慕容子皇的炼丹实力毋庸置疑，在19位年轻炼丹师当中脱颖而出。他在炼丹之余瞥了凌晨一眼，发现凌晨竟然还有慢悠悠往里面放药材，一点都不着急的样子，顿时发出一道冷笑，看似气定神闲，实则内心慌乱无比。你就不用硬撑了。慕容子皇说话间，赤金炼丹炉当中已经有一颗丹药雏形凝聚出来。凌晨没有理会他，继续慢慢炼丹。炼丹追求速度，那是在可以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九峰丹会主要考核的还是丹药品质，速度只是其次，这一点凌晨很清楚。所以凌晨追究的是神形丹品质的极限，他要尽自己所能炼制出最好的神形丹，到时候去西灵兽山历练，若是爆发大战，凌晨一手天幻猫灵布，一颗神行丹，绝对能够嘎嘎乱杀。很快，半个时辰过去了，慕容子皇炼制的丹药名为虎骨壮阳丹。这种丹药听起来很羞耻，但很有市场，
所以慕容子皇专门研究了虎骨壮阳丹很长时间，颇有心得。因为炼制虎骨壮阳丹的成功率很高，慕容子皇在天香阁很受重视。白流月只是不喜他的为人，但他的炼丹天赋没得说。虎骨壮阳丹上2道丹纹赫然浮现而出，天穹之中有丹道龙魂出现，巨龙呼啸，散发出惊人的龙威。天阶绝品虎骨壮阳丹，而且凝聚出了2道丹纹。不得不说，慕容子皇的炼丹实力确实很强。另一边，凌晨还在炼制神行丹，各种药材已经熔炼完毕了，接下来可以凝聚丹药雏形。废物，真慢。慕容子皇出言嘲讽，他炼制的丹药已经可以出炉了，但他还想更进一步，凝聚第3条丹纹。若是能够炼制出3条丹纹的虎骨壮阳丹，他肯定能够夺冠，赢下赌局，将凌晨赶出去。给我凝！慕容子皇加大了火力输出，他的掌心之中喷出凤凰之火。他的武魂乃是7星级的紫焰凤凰武魂，品质极高，掌控炽热的凤凰之火，用来炼丹有奇效。慕容子皇体内灵力疯狂输出，但下一刻，只听轰的一声，丹药瞬间炸开，成了一堆药渣。炸丹的瞬间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但有赤金炼丹炉的存在，慕容子皇不受冲击力的影响，没有受伤。高品质的炼丹炉好处之一，就是在炼丹失败的时候能够帮忙卸力。要是普通炼丹炉，炸丹产生的破坏力肯定会摧毁炉子，伤到炼丹师。再来，慕容子皇不甘心，区2条丹纹，他当然不满意。要知道，凌晨在香雪峰的时候炼制出了很多天阶绝品丹药，其中大部分都是具有2条丹纹的。慕容子皇想要获胜，必须足够快，而且要炼制出3条丹纹的天阶丹药才能稳赢。凤凰之火释放，慕容子皇熔炼药材的速度极快，短短1刻钟，丹药雏形就出现了。凌晨，你怎么还没成丹？慕容子皇自己炼丹的时候还不忘记嘲讽凌晨2句。抱歉，真不想跟傻子说话。凌晨懒得搭理他，一味求快那是傻子行为，速度快又能怎么样？就算1秒钟成丹，丹药的品质不够还是不行。凌晨哪怕是在比赛最后关头成丹，若是炼制出了4条丹纹的神行丹，成绩照样是碾压。而且慕容子皇急于求成，刚才已经炸丹1次，损失了不少药材，这也是要算在成绩里面的。很快，慕容子皇第2次成丹，跟上次一样，轻松凝聚出了2条丹纹。虚空之中有丹道龙魂呼啸，围观的天香阁弟子们人都麻了。对他们而言，引发丹道龙魂就是奢望，慕容子皇却能轻松做到，天赋碾压同辈。观众席上，弗洛和福香一直在关注着凌晨，两女美眸中都是露出了担忧之色。虽说凌晨天赋很强，但慕容子皇也很逆天。以慕容子皇目前的表现来看，第1次冲击3条丹纹失败，但不影响他的优秀。相比之下，凌晨有些过于稳健了。白流月美眸微凝，对凌晨的炼丹手法很是赞赏。凌晨炼丹的每一步都做到了极致，追求完美。而且凌晨的炼丹速度其实并不慢，只是慕容子皇过于追求速度了。轰！一道惊人的轰鸣声传开，慕容子皇第2次炸丹，一堆药渣直接射到了他的脸上，还有大片黑烟冒了出来，搞得他狼狈无比。呸！慕容子皇吐出了一口药渣，心中难受，竟然又失败了。他炼丹很快，但每个步骤都没有落下，自问没有出现问题，终究还是差了一步，无法凝聚出第3条丹纹。他很不服。凌晨默默炼丹，对其他人的情况根本就不关注。很快，凌晨凝聚出了神行丹的雏形，其上出现了第1条丹纹，有丹道龙魂显化，散发出惊人的龙威。明明只有1条龙，所散发出的威压却比慕容子皇的更强。绝品丹药之间亦是有差距。没多久，第2条丹纹浮现而出，丹道龙魂遮天蔽日，在望月峰上空盘旋。围观众弟子头皮发麻，产生了一种错觉，丹道龙魂就跟大白菜一样，已经不值钱了。炸！给我狠狠的炸！慕容子皇心中咒骂，眼神无比期待。他在关注凌晨的同时，还没忘记自己炼丹，一心两用，手法娴熟无比。然而慕容子皇期待中轰的一声，并没有爆发。凌晨稳如老狗，凝聚出了第3条丹纹。3条丹纹的神行丹简直恐怖，其价值不可估量。刚刚达到绝品层次的神行丹，差不多就能增加40%的速度了。凌晨估计此刻炼制出的神行丹至少能让他的速度暴涨1倍，而且延时效果很强。普通的神行丹服用之后有效时间大概只有10息，对造化境的武者而言，10息之内其实能做很多事情了。绝品神行丹最低档次1条丹纹的有效时间接近1刻钟，3条丹纹凌晨估计接近半个时辰。半个时辰提供1倍速度增幅，这丹药的药效相当逆天了。就算是武王境强者服用都能有效果，对武王而言，半个时辰之内速度暴涨，
足以在千军万马之中杀一个七进七出。怎么可能？慕容子皇呆住了，眼中满是不可置信。3条丹纹，凌晨竟然轻松炼制出来了，1次成功。慕容子皇已经失败了2次，就算第3次他能炼制成功，成绩终究是不如凌晨的。浪费了2次药材，就注定了慕容子皇不可能超过凌晨的成绩。而且慕容子皇发现凌晨竟然还没有要停止炼丹的意思，他竟然还想炼制出更好的神行丹，这绝不可能。慕容子皇心惊胆战，自己正在炼制的虎骨壮阳丹变得不稳定，差点直接炸开。要不是他手法娴熟，经验老道，恐怕就彻底完了。凌晨甚至都没看慕容子皇一眼，完全将其当成了空气。没多久，凌晨炼制的神行丹上第4条丹纹出现了。围观的众多天香阁长老皆是倒吸凉气，整个望月峰的空气都变得稀薄了。凌晨仅造化境，武道修为并不高，要知道武道境界也跟炼丹有关的。理论上而言，想要炼制出如此高品质的丹药，凌晨的境界根本无法支撑，体内灵力不够。但凌晨确实做到了。整个炼丹过程中，凌晨的表现始终云淡风轻。天香阁的长老们当然不知道，凌晨不仅动用了灵力，还有神龙之力。以神龙之力炼丹非常轻松，不存在慕容子皇的情况。炼制了2次之后，就有些难以为继了。4条丹纹还不是极限，凌晨体内的神龙之力还有很多，刚才只是调动了一部分罢了。凌晨估计，若是将体内神龙之力全部爆发出来，别说5条丹纹，就是6条丹纹都能做到。但凌晨自己知道极限就可以了，没必要在众人面前展现出来。炼制出4条丹纹的神行丹，凌晨展现出的炼丹实力已经足够逆天。若再提升神行丹的品质，那就太过分了。天香阁的长老们可能会忍不住将凌晨抓起来切片研究。念及此，凌晨一拍炼丹炉，下一刻，天青色的神行丹跳了出来，散发出了浓郁的药香味，令人沉醉。4条丹纹，小臣子可真有你的。福香赞叹不已，美眸中满是异彩。他为自己的眼光感到自豪，凌晨可是他从青州挖过来的人才。小家伙，没让我失望。福洛满脸笑意。这一届的9峰丹会，凌晨为香雪峰挣足了脸面。白流月美眸明亮，对凌晨的表现同样很满意。他还以为凌晨可能会输给慕容子皇，没想到是完全碾压。我不信！慕容子皇大叫一声，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难以平静。心态崩了，丹药瞬间炸开，刹那间，慕容子皇发出一道惨叫声，被弄得灰头土脸。就算有赤金炼丹炉在帮忙卸掉了大部分的冲击力，慕容子皇还是受伤了，很狼狈。连续3次失败，慕容子皇甚至都没有成绩。他体内灵力损耗严重，后续肯定无法继续炼丹了。别说夺冠，慕容子皇连争夺第2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垫底。凌晨起身结束了炼丹，上交丹药。很快，各峰长老过来检查丹药的品质。白流月亲自出马，很快鉴定完毕。天阶绝品，4条丹纹的神行丹，而且隐约凝聚出了第5条丹纹的雏形。在场其他炼丹师瞠目结舌，很多人心态都受到了影响。凌晨的表现太过惊艳，甚至让他们嫉妒不起来。当一个人只比你优秀一点的时候，可能会嫉妒，但当一个人过于优秀，达到了无法企及的高度，人们大多不会嫉妒，只有敬意。凌晨的成就是在场那些年轻炼丹师根本无法达到的。能参加决赛，已经证明了他们的炼丹实力足够优秀，但与凌晨相比，还是远远不够。慕容子皇头发散乱，满脸的淤泥，彻底坚持不住，昏死过去。凌晨面无表情，丝毫没有怜香惜玉，走过来直接拿走慕容子皇的炼丹炉。感受到炼丹炉被搬走，假装昏死的慕容子皇瞬间跳了起来，满脸怒意。大胆！你做什么？慕容子皇还是一副大小姐的脾气，好像忘了与凌晨的赌约。阁主，有人违背赌约，您怎么看？凌晨懒得跟慕容子皇废话，直接请白流月出面。开启赌战之前，白流月说好了，要做见证的，自然不可能坐视不理。慕容子皇交出赤金炼丹炉，然后离开天香阁。今日以后，你不再是我天香阁弟子。白流月面沉如水，眼神冷厉。他不喜欢慕容子皇，留着他只是因为其炼丹天赋过人。如今天香阁有了凌晨，区区一个慕容子皇不要也罢。在凌晨和慕容子皇之间，白流月毫无疑问选择凌晨。师尊，我是您的弟子，您让我下山，以后我怎么办？慕容子皇泪眼婆娑，竟然哭了起来。听清楚了，以后你不再是我弟子。白流月柳眉倒竖，释放出一股可怕威压，他的境界深不可测。慕容子皇脸色惨白，似乎不敢相信。她是慕容家族千金小姐，从小展现出了极高的炼丹天赋。
在慕容家族当中，慕容子皇就很受重视。来到天香阁以后，慕容子皇一直也是宗门最重点培养的核心，如今竟然沦落到被逐出宗门的下场，他很后悔。若是不与凌晨定下赌约，也不至于如此。以慕容子皇的天赋，以后回到慕容家族照样可以得到重视，但被宗门驱逐乃是奇耻大辱。凌晨，你给我等着！慕容子皇咬着牙转身离去。白流月都发话了，慕容子皇非走不可。临走之时还不忘说几句狠话，凌晨没有搭理他。论炼丹，凌晨从未将其当成对手，武道实力照样可以碾压他。看到慕容子皇狼狈离开，围观的各峰弟子唏嘘不已。这个世界，天赋和实力就是一切，哪怕以慕容子皇的天赋，都要被凌晨压着，根本抬不起头来。3个时辰到了，9峰丹会决赛落幕。凌晨炼制出的丹药成绩无疑是第一，夺得冠军。白流月柔声道：凌晨，你现在可以挑选一颗王阶绝品丹药，说说吧，你想要什么？凌晨眨了眨眼，阁主，能不能要宗门没有的？白流月张了张嘴，给了凌晨一个你懂的表情。宗门没有，还要专门为凌晨去夺取，那就太麻烦了。小家伙，所以你到底想要什么？白流月美眸凝视着凌晨。天灵圣叶。凌晨正色道：回天圣果，凌晨已经有了一颗，虽然不是最好的品质，但至少能用。如果能找到天灵圣叶，距离复活柳嫣然就很快了。此物乃是极为罕见的天才地宝，就算宗门愿意为你寻找，也不一定能够找到的，需要看机缘。小家伙，你还是换一个宝物吧。天灵圣叶之事，宗门会为你关注的。白流月轻声开口，他知道凌晨要天灵圣叶的目的，只是为了救益中人，因此心中对凌晨更加欣赏了。有情有义的人，谁不喜欢？谁也不希望身边的朋友是一个白眼狼。如此，那弟子就先谢过阁主了。凌晨抱拳，郑重行了一礼。无论如何，白流月愿意帮忙去找，凌晨就很感激了。能不能找到，那是另外一码事。白流月取出了一本小册子，扔给凌晨。小册子上记载了天香阁资源堂当中收藏的王阶绝品丹药。王阶丹药都很珍贵，何况是绝品，9峰丹会的夺冠奖励算是很慷慨了。凌晨目光快速扫过，看完了天香阁收藏的王阶绝品丹药，总共有13种，其中大部分都是辅助修炼、提升修炼效率的丹药，还有很多是补充气血、强身健体的。总体来说，丹药的效果都很好。但凌晨想要的其实是天阳真龙丹。小册子最后一行字记载了天阳真龙丹，但特别标注了现在没有存货。凌晨无奈，若是能够得到天阳真龙丹，凌晨的武魂必然能够更进一步，体内神龙之力更强。阁主，为何天阳真龙丹没有存货了？凌晨问道。是一直都没有的。白流月回应。凌晨嘴角抽了抽，一直没存货，写在小册子上写了个寂寞吗？2000多年前倒是有一颗，但被当时的阁主吃了，现在无了。白流月解释了一句。凌晨苦笑，不过炼制天阳真龙丹的药材倒是有的。阁主，我要这些药材就好。凌晨眼睛一亮，没有丹药，有药材也是可以的。他可以自行炼制王阶丹药的炼制程度很高，现在可能炼制不出来，但以后可以。凌晨对自己的炼丹天赋还是很有信心的。资源堂里收藏了一滴真龙之血，号称是真龙，但其实比较稀薄。另外还有一株圣药天阳灵根，只剩下残缺的一小节，勉强能用吧。白流月轻声开口。炼制天阳真龙丹最重要的药材就是圣药天阳灵根，此外还需要以真龙之血为宜，其他辅助药材倒是都很常见。因为只剩下一小节天阳灵根，天香阁的长老们一直没有尝试炼制天阳真龙丹。此丹炼制的成功率本来就很低，加上药材残缺，那就更低了。贸然去炼制，纯粹就是浪费药材。弟子明白。如此，你还要吗？要的。那好，白流月派人去资源堂取天阳灵根以及真龙之血。哎呀，我就说，隐约嗅到了一丝真龙之血的气息，感应很敏锐。玲珑塔当中，阿紫伸展身体，发出声音。凌晨无语，阿紫很喜欢给自己脸上贴金。不过凌晨还是夸了一句不愧是你，真聪明。对此阿紫表示很满意。很快凌晨得到了资源，心情很不错。有真龙之血，凌晨就算不炼制天阳真龙丹，照样可以直接吸收。小家伙，你确定这是真龙之血？也太稀薄了吧。阿紫嗅了嗅凌晨拿到的一滴真龙之血，顿时一脸嫌弃。真龙之血呈现出暗红色，盛放在一个小玉瓶当中，跟凌晨以前得到的黑血玄龙精血比起来，肯定更强。不过凌晨确实感觉也不算强很多，大概可能是吧。
凌晨摊了摊手，罢了罢了，不能帮你找到真龙之血，其实是我不对，小家伙，好好努力吧，有一滴稀薄的真龙之血也很不错了。阿紫挥了挥小猫爪，安慰了凌晨一句，然后继续睡觉。九峰丹会结束，凌晨回到了香雪峰。最近几天前来拜访凌晨的女弟子越发多了。凌晨在九峰丹会上一战成名，碾压慕容子皇，天赋绝伦，众人都在议论，以后凌晨成为天香阁圣子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所以有很多女弟子想来与凌晨结交。凌晨一如既往，态度比较冷漠，闭门不出，在里面修炼。女人只会影响凌晨修炼的速度罢了。从望月峰回来以后，凌晨专心修炼。数日过去，境界突破到了造化2重。值得一提的是，凌晨夺得九峰丹会冠军，宗门奖励了很多天阶绝品造化灵丹。此丹药适合造化境的武者服用，提升修炼效率，比吸收灵石修炼的效果要好很多。凌晨闭关了数日，突破境界之后便开始练剑。西灵兽山将要开启，凌晨在准备。那一滴真龙之血，凌晨一直存着，没有动用。目前也不着急炼制天阳真龙丹，等凌晨的境界再高一些，再炼制不持造化2重境。就算体内有雄厚的神龙之力，想要炼制王阶丹药还是有难度的。而且以凌晨的习惯，要么就不炼丹，一旦出手必须炼制出绝品层次，凝聚出丹纹，不然的话纯粹是浪费药材，完全没有必要。这一日，西灵兽山封印彻底开启，凌晨、路人、韩虎等人前往西灵兽山历练。香雪峰有不少弟子都去了，炼丹师也需要提升武道实力的，西灵兽山就是一次不错的历练机会。天香阁各峰都有弟子前往，不过总体而言前来历练的还是不多，跟其他宗门无法相比。有些炼丹师习惯待在家里炼丹，并不喜欢出去历练。炼丹师的实战能力往往不强，出去历练容易被人欺负。西灵兽山距离天香阁不算远，1天就能抵达。除了天香阁之外，据凌晨所知，北荒域还有各大宗门、各大世家的天骄前来西灵兽山，其中就有慕容家族，还有日月宗、雪山派、御剑门等。北荒域诸多世家当中，慕容世家算是顶尖的存在。凌晨与慕容秀有仇，上次在青州一战，只是斩其一条手臂，没能将其彻底斩杀。如今西灵兽山一行，慕容家族那边怕是会有动作。临走之前，弗洛专门提醒过凌晨，给了凌晨很多增强实力的丹药。西灵兽山历练，各大宗门和世家都保持着默契，老一辈的强者不会参与其中。西灵兽山是给年轻天骄历练的舞台。林师弟，你可知道西灵兽山的由来？凌晨在山林之间赶路，路人微笑说道：西灵兽山乃是一片连绵无尽的群山，凌晨赶了1天的路，如今快要抵达兽山外围地带了。不清楚，凌晨笑着回应。在香雪峰当中，路人对凌晨还算关照。凌晨平日不喜欢出门，也没有要侍女伺候，作为真传弟子领取的宗门资源，很多都是路人帮他拿回来的。传说西灵兽山以前只是一座无名荒山，有一头妖王白虎盘踞于此。后来有一位名为西灵武圣的前辈大能来到此地，与那白虎激战9日9夜，打的那叫一个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那白虎凶猛无比，实力极强，但西灵武圣前辈逆境之中突破，最终降服白虎，将其收为坐骑。西灵武圣前辈突破以后，心中有所感悟，就在此地留下传承。这座山脉也被后世称为西灵山脉。若是有机缘能够得到武圣传承，那就太好了。路人感慨道：武圣境大能，放眼北荒域都是绝世人物，偌大的北荒域已经很久没诞生武圣了。曾经有过武圣，但早已绝迹。如今武王境在北荒域就算强者，武皇境也有一些，但不多。白流月据传就是一位武皇境的大能。凌晨与白流月数次见面，感觉其深不可测，气息比武王要强得多，怪不得各大宗门和世家的弟子都想来西灵兽山历练。凌晨沉吟道：武圣传承珍贵，大家自然都想争夺，除了武圣意志之外，可能还有西灵武圣前辈留下的诸多宝物。不过西灵兽山猛兽成群，极为危险，林师弟一定要小心才是。路人提醒道：多谢师兄，我明白的。凌晨点头。天香阁众多弟子同行，路上看到了各大宗门和世家的天骄汇聚于此。西灵兽山之中不断响起猛兽的咆哮声，摄人心魄。若非有武圣传承在此，恐怕不会有几个人敢来此地。凌晨正在赶路，突然间听到了阿紫的传音：小家伙，你能不能帮我找鱼？阿紫舔了舔嘴唇，眼中露出渴望的神色。鱼？凌晨愣了一下，随后想到阿紫既然是一只小猫咪，喜欢吃鱼也很正常。我要吃肥美的鱼，血脉强大的鱼儿，能让我快速恢复实力，破开玲珑塔的封印，得到本源之力。阿紫解释道。
玲珑塔第2层还有9处封印，每一处封印当中都有一大团紫光，正是阿紫的本源。阿紫，你速度快，自己出来捕鱼不是更好吗？凌晨疑惑。我不能离开玲珑塔太久的，否则会虚弱而死。你也看到了，我的本源都在玲珑塔封印着呢。阿紫耷拉着尾巴，很可怜的样子。需要什么档次的鱼儿？当然是名贵鱼种啦，一般的鱼儿不行的。好，我尽量吧。凌晨答应下来，此行的目的主要还是寻找回天圣果。若是遇到了鱼类妖兽，顺手帮忙抓几只，倒是可以。进入西灵兽山深处，凌晨与香雪峰的几个弟子分开了。他还是习惯独自行动，香雪峰弟子太多，大家成群结队，很不方便。穿过一片山林，凌晨看到了一片湖泊，湖边上有浓郁的香味飘散出来，像是烤鱼的香味。有人在湖边烤鱼，好香啊！阿紫双眼明亮，眼神渴望无比，嘴里甚至流出了口水。烤鱼的味道，好怀念。自从阿紫被困在玲珑塔以后，就没有好好享用过烤鱼。西灵兽山，一男一女在山林之间行走，其中一人独臂，眼神阴冷，正是慕容家族天骄慕容秀。慕容秀觉醒了双武魂，2大7星级武魂，放在慕容家族堪称惊艳。不过慕容家族当中天骄无数，比慕容秀更妖孽的人也有。此刻在慕容秀的身边有一位身材魁梧的女子，她浑身肌肉，身高2米，眼神凶厉，散发出一股可怕的凶煞之气。慕容秀跟她一起行走，无形中都被压了一头。慕容家族天骄慕容胜男，他人如其名，只是女子，但天赋比大部分慕容家族的男子都要优秀。慕容胜男的天赋还在慕容秀之上。五长老在想什么？收拾区区一个造化境的小子，用得着我出手吗？慕容胜男一脸轻蔑之色，行走间山林都在震荡。胜男莫要轻视了凌晨，他的剑道天赋很强。慕容秀沉声道。在青州一战，慕容秀都产生了阴影。回到慕容家族以后，慕容秀好不容易调整好了心态，慕容家族的几个长老们一起出手为其疗伤，重塑根基。慕容秀毕竟是双武魂，如此天骄，放眼北荒域都很罕见。慕容家族舍不得他这个人才，损耗大量资源也要帮慕容秀恢复实力。如今慕容秀的战力比在青州时期更强。最近慕容秀修为进展慢了下来，道心受到影响，凌晨几乎成为他的心魔。西灵兽山开启，慕容秀得到了准确情报，凌晨要来。因此慕容秀向家族提出前来西灵兽山历练，为的就是斩杀凌晨，以坚道心。一日不杀凌晨，慕容秀恐怕就无法进步。听说那小子毁了五长老手底下的金刚寨，胆子倒是不小。慕容胜男淡淡道。金刚寨暗中为慕容家族做事，一直都是五长老与其联系。慕容家族贩卖女奴需要大量的货源，类似金刚寨这样的势力还有不少，都是为慕容家族效力，提供各种女人。以凌晨的实力，想灭金刚寨恐怕不行，多半还是天香阁那位第9峰主出的手。慕容秀沉声道。秀弟，你就放心吧，有我在，此行不会有意外的。慕容胜男笑了笑，声音沙哑，极为难听。他除了一头长发之外，身上几乎没有女性的特征，长相极为粗犷。西灵兽山深处，湖畔有一位儒生打扮的少年架起了烧烤架，正在烤鱼。浓郁的烤鱼香味让阿紫狂吞口水，恨不得立刻冲出来抢夺鱼肉。但阿紫被凌晨按住了，这家伙每次出来都会损耗实力，凌晨可不想让他出来。注意到有人过来，那位正在烤鱼的少年顿时一脸警惕。朋友，冒昧打扰一下，你的鱼从哪里来的？凌晨上前抱了抱拳说道。就在这处湖泊，湖泊深处还有更多，这是赤影飞线鱼，可难钓到了。儒生打扮的少年微笑，看凌晨也不像是坏人，因此态度还不错。好，多谢了。凌晨目光看向湖面，湖泊深处隐隐有一股强大的妖气释放出来。哇哇，原来是赤影飞线鱼。小陈子，快帮我捕鱼好不好？求求了。阿紫口水止不住。凌晨点了点头，一路走来，阿紫帮了他很多。如今他帮阿紫捕鱼也只是力所能及的小事。不过赤影飞线鱼乃是一种妖兽，速度极快，想要捕捉到恐怕不容易。朋友，你是想去捕鱼吗？儒生打扮的少年问道。凌晨点了点头，想捕捉赤影飞线鱼还是很有难度的，我刚才好不容易才抓到了一只。哈哈，烤鱼熟了。儒生打扮的少年正要与凌晨说话，突然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烧焦味道，立刻将鱼拿了起来，准备开吃。等一下，凌晨突然道。少年扭头看了过来，露出一个疑惑的眼神。这样干吃，味道并不好。凌晨摇头。你意思是，我有一些调料？凌晨微笑，取出调料包。
放这些香料会好吃吗？少年疑惑。试试就知道了。凌晨取出一小部分调料，交给少年。少年将信将疑，撒上一点香料，烤鱼顿时更加诱人了。兄弟，你先吃一口如何？少年正打算吃，突然想到，若是这香料有毒的话，他就完了。最近前来西陵寿山历练的人很多，杀人夺宝都是很常见的。行。凌晨拿着烤鱼，一口就吃了一半，一点不含糊。他拿出的香料自然是没有毒的，可以放心食用。这……少年愣住了，没想到凌晨一口如此离谱，整条鱼几乎只剩下一半了。凌晨没有回话，说一口就一口。赤影飞线鱼几乎没有什么鱼刺，而且少年烤鱼的时候事先处理过的，烤熟就能直接开吃。你还吃吗？不了。少年干瞪眼。很快，凌晨把整条鱼干完了。我的鱼肉，我的鱼肉！小陈子，你没良心！阿紫急得上蹿下跳，快要哭了。别急，湖泊里面还有很多呢。凌晨咧嘴一笑，兄弟，在下遇见门裴南斗，刚才过于谨慎了，抱歉。少年微微一笑，态度友善。天香阁，凌晨，原来是天香阁的炼丹师，久仰久仰。裴南斗眼睛一亮，炼丹师是热门职业，行走天下，谁都希望身边能有几个优秀的炼丹师朋友，能帮忙提供丹药。炼丹师一般实战都不强，在裴南斗看来，凌晨既然敢来西陵寿山历练，在天香阁应该也是佼佼者，实力不弱的。你听说过我？凌晨好奇道。久仰大名，如雷贯耳，都是江湖术语罢了。林兄，不要在意那些细节。鱼没了，不知道林兄敢不敢跟我一起去捕鱼？裴南斗发出了邀请，虽然并不认为凌晨一个天香阁的弟子能有多好的身手，不过多一个人帮忙也是好的。裴南斗白忙活了一阵，没吃到鱼，感觉心里空落落的，不甘心，必须再去抓条鱼过来享用。为何不敢？凌晨微笑。好，我们走。裴南斗微笑，祭出一把剑，刹那间踏剑而行，姿势非常潇洒，速度很快。裴南斗作为剑修，很有优越感，想在凌晨面前秀一把御剑飞行。大部分灵气都能用来飞行，但剑不一样，更帅。嗖！裴南斗眼前闪过一道光芒，刹那间凌晨出现在了他的前面，速度比他更快，而且还是脚踏气剑而行。所谓气剑，其实就是以强大剑气凝聚成的剑。驾驭气剑而行，不是一般剑修能做到的，至少说明其接近剑宗层次，释放出的剑气很强丝。裴南斗大吃一惊，林兄，你不是天香阁的吗？我确实是天香阁的，那你为何能放剑气？裴南斗无语了，他其实想说，你的剑气为何这么强？一个炼丹师剑道实力也如此惊人，真的好吗？谁说天香阁弟子就不能放剑气了？凌晨觉得他有些莫名其妙。好吧，你赢了。其实我一直想找个剑修切磋，待会抓完鱼，有空林兄与我切磋一番。裴南斗来了兴致，这北荒域的剑道天骄他基本都认识，以前确实没有听说过凌晨的名号。可以，凌晨直接答应下来。北荒域的剑修有多强，凌晨其实一直想见识的。身在大禹皇朝，眼界不够开阔，确实可能坐井观天。两人说话间来到一座湖泊，湖泊不算大，微风吹来，湖面荡漾着波纹，有一股腥味从湖泊当中散发开来。鱼儿的气息我闻到了。玲珑塔当中的阿紫很兴奋，手舞足蹈，口水再度流了出来。他感应到了成群结队的赤影飞线鱼，很想饱餐一顿。林兄，你认为怎么抓鱼更好？裴南斗笑着说道。你我剑修，自然是释放剑气抓鱼，方便快捷。林兄果然聪明，想法跟我一样。如此，那就比比谁抓到的鱼更多如何？裴南斗提议，这也是剑道切磋的一种方式，算是文笔。可以，好，那就开始吧。裴南斗祭出一把灵剑，刹那间虚空发出一道清脆的剑鸣声。裴南斗出剑很快，一剑破空，射入湖水。很快，湖水被一小片鲜血染红。哈哈！裴南斗心中一喜，控制灵剑飞了回来，其上插着两只赤影飞线鱼，竟然一箭双雕。赤影飞线鱼速度很快，能做到如此地步，殊为不易。林兄，你怎么还不出手？裴南斗有些小小的得意，他这一手飞云剑法出剑是极快的，要不然的话也无法同时命中两只赤影飞线鱼。这就出手了。凌晨心念一动，释放出一大片的剑气，化为剑雨从天而降，漫天剑雨坠落下来，一大片的赤影飞线鱼直接飞起。裴南斗呆住了，眼神很茫然。这什么鬼？凌晨的剑气竟然如此恐怖的吗？莫非是剑宗巅峰的剑道天骄？念及此，裴南斗汗如雨下。刚才还想跟凌晨切磋剑道，
现在几乎没想法了。北荒域之中，年轻的剑道天骄能达到剑宗境已经不容易，但剑宗之间也是有差距的。巅峰剑宗可释放出无数恐怖剑气，如凌晨这般凝练漫天剑雨坠下，直接进行范围打击。裴兄，你怎么不动了？凌晨有些奇怪，说好的比拼谁抓的鱼更多，这家伙竟然跟雕像一样原地发呆。凌晨一波剑气直接炸出了30多条赤影飞线鱼。很快，凌晨连续放出了3波剑气，总共100多条鱼儿到手。裴南斗就抓了2条鱼，心态已经崩了，不想再动手。林兄，冒昧再问一句，你真是天香阁弟子？裴南斗在风中凌乱了。凌晨不多说，直接取出了天香阁弟子的身份令牌。裴南斗更加茫然了，这还不是普通的身份令牌，乃是真传弟子专属。裴南斗见多识广，对于天香阁弟子的令牌还是能分清楚的。可恶啊，这家伙为何精力如此旺盛？裴南斗心中悲呼。天香阁真传弟子可不多，炼丹很费精力和时间的。凌晨身为真传弟子，剑道还如此恐怖，裴南斗理解不了。裴兄，该走了。凌晨招呼了一声。这一片湖泊当中已经没有赤影飞线鱼了，在凌晨的轰炸之下，很难有漏网之鱼。哦，裴南斗跟了过来，想到很快可以品尝烤鱼，心情变得愉悦。很快，两人来到了岸边，裴南斗动作娴熟，架起了烧烤架，清理鱼鳞、内脏，然后开始烧烤。约莫1炷香之后，凌晨闻到了烤鱼的香味，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凌晨取出了很多调料。湖岸边，凌晨和裴南斗品尝着烤鱼，心情都很不错。小陈子，你是不是把我忘记了？玲珑塔当中，阿紫都快要馋哭了这么多鱼，如果能饱餐一顿的话，说不定他就能开启玲珑塔第2层封印的1道本源。他有9道本源被封印在塔内，现在连1道都没开启呢。赤影飞线鱼血脉不算很强，但好歹是鱼类妖兽。别急，很快就到你了。凌晨干了3条鱼，裴南斗更加离谱，直接干了6条鱼。凌晨感觉裴南斗的食量不会比凌天剑门的周灵素差多少。此人外表文质彬彬，儒生打扮，实则是个吃货。裴兄，饱了吗？凌晨翻了个白眼。还能再吃点。裴南斗说完，却是发现所有烤鱼都没了。刚才他一次性烤了20多条，还剩下很多的。凌晨将其全部收到了玲珑塔第1层，裴南斗却是没有察觉。剩下还没处理的鱼儿，凌晨一起丢了进去。反正猫咪吃鱼不讲究，生的熟的都一样。阿紫很兴奋，优先选择那些烤过的鱼儿，2口1条，吃得口水直流，满足无比。小陈子，你烤鱼的技术真不错。阿紫赞叹，以前他吃鱼都是生吃的，如今想来还是烤熟的比较好。你多吃点，快些恢复实力。可以的，下划线。阿紫快乐吃鱼。湖泊附近很快有脚步声传来，有人靠近。一位白衣少年，虎背熊腰，背着一把重尺，气势不凡。他一眼就看到了湖边的凌晨和裴南斗，闻到了一股鱼腥味，岸边的鱼骨头还有湖泊当中的鱼肉残渣，无不证明他们捞到了很多赤影飞线鱼。2位道友在下雪山派谷3尺，最近正在修炼一门身法武学，需要吃赤影飞线鱼。2位既然捕捉到了此鱼，不如出售给我。谷3尺大步走来，地面都在震动，他背着的重尺乃是重型灵器，威力很强。裴南斗没有说话，目光看向了凌晨。他其实只抓到了2条鱼，都已经吃了6条了，剩下的鱼自然都是凌晨的。你说个价。凌晨淡淡道。他其实不想卖，不过对方给的价格如果合理，卖个3、5条也不成问题。100极品灵石1条，如何？谷3尺面带微笑，开出价格。裴南斗吓了一跳，对方能开出如此之低的价格，他也是服气的。不卖。凌晨都懒得跟他废话了。赤影飞线鱼的市场价格至少也要700、800极品灵石1条了，此鱼捕捉起来很费劲，寻常武者根本捕捞不到。谷3尺开出的价格跟明抢差不多。怎么，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我谷3尺愿意买你的鱼，那是给你面子。谷3尺脸色变得阴沉，他本就是想来抢鱼的。林兄，要不还是卖他几条吧，反正他不知道我们捕捞了多少。裴南斗传音，脸色警惕。雪山派谷3尺，实力极强，敢惹他的人确实不多，不必理会。凌晨笑了笑，不置可否。小子，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100一条不卖，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谷3尺提着一把冰蓝色的重尺，大踏步而来，浑身释放出可怕气息。此物名为玄冰尺，乃是天阶极品灵器，威力很强，配合他的尺法，大开大合，杀伤力巨大。想抢鱼就快点，我都替你着急。凌晨神色平静，不急不缓。找死！谷3尺怒喝一声，
抡动玄冰尺，直接杀了过来，一尺轰出，满天冰花炸裂，天地间充斥着冰寒之气，湖面冻结了一大片。林兄，快走！裴南斗拉着凌晨就跑，但他发现并没能拉动凌晨。凌晨如雕像一般一动不动。剑修要知道进退，林兄，面对强敌，我们……裴南斗还在说话，却见剑光一闪，一股恐怖的剑势释放出来，压制一切。刹那间，剑气如虹，一道剑光划破长空，古三尺释放出来的寒冰之气瞬间被展开，而后古三尺的玄冰尺脱手飞出，根本就无法与凌晨的剑势抗衡，他的头颅直接飞了起来，刹那间生死道消。啊，这……裴南斗凌乱了。雪山派的古三尺在北荒域年轻一辈都是有名的强者，裴南斗面对他连战斗的勇气都没有。凌晨一见，古三尺直接无了。刚才我好像感应到了一股势，林兄，你莫非是剑尊？裴南斗似是想到了什么，突然瞪大了眼珠子，难以置信。传说中剑尊能够释放剑势，以势压人，无需剑气就能置人于死地。凌晨刚才出剑，隐隐有一股势，虽然跟御剑门的剑尊境长老相比差了很多，但那也是剑势。御剑门乃是北荒域最强的剑道宗门，那些长老都是修炼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突破到剑尊境，凌晨却如此年轻。裴兄，找个时间切磋一下吧。凌晨脸上露出微笑。以后有机会再说吧。裴南斗无语。大哥，你一个剑尊跟我剑宗切磋，这合理吗？裴南斗今年不过16岁就突破到剑宗境，在御剑门称得上天骄，没想到天香阁一个炼丹宗门竟然会有如此妖孽的剑修，简直离谱。裴南斗风中凌乱，凌晨已经在快乐摸尸了。搜刮了一番，古三尺的宝物都到了凌晨身上，有80多万极品灵石，还有一把天阶极品玄冰尺。这家伙明明有80多万，随便拿几万出来买赤影飞仙鱼不好吗？非要作死。裴南斗感慨，有些人就是抠门，明明能公平交易，非要强取豪夺。没办法，这钱我也不想赚的。凌晨摊了摊手，含泪将其收下。裴南斗眼巴巴看着，本来想厚着脸皮开口分赃，想想还是算了，刚才他就是一个观众，凌晨能杀古三尺，他是一点功劳都没有。玲珑塔第2层之内，阿紫还在快乐干鱼，烤熟的已经被阿紫干完了，还剩下几十只生鱼。阿紫吃了几条之后，感觉胃不对，逐渐失去了兴趣。自从吃了烤鱼之后，他对生鱼是有点抗拒的。小陈子，帮我烤点鱼好吗？阿紫睁大了水汪汪的眼睛，可怜巴巴。猫咪不是吃生鱼的吗？可是我现在已经厌倦了，等我有空再说吧。我可以帮你封存柳嫣然武魂更长时间的。成交。凌晨刚走几步又停了下来，重新生火烤鱼。裴南斗馋得不行，但凌晨烤完之后，鱼全都莫名消失了。林兄，你烤完鱼又不吃，这是什么道理？裴南斗一脸愕然，眼中满是渴望。存起来当干粮。可是这是烤鱼，不是鱼干啊，怎么当干粮？跟你有关系吗？好吧。裴南斗一脸失望。凌晨自然是把烤鱼放到了玲珑塔，此刻阿紫吃得开开心心，猫脸全都是油。几十条烤鱼，阿紫很快就全部干完了。阿紫姐，吃饱了，现在能干活了吧？凌晨催促。阿紫打了一个饱嗝，一脸满足。先等等，我去试试破开第1道封印。阿紫一跃而起，挥动猫爪，刹那间一道紫光爆出，第1道封印的锁链瞬间破碎，一道紫色光团进入到了阿紫的体内。阿紫兴奋不已，双眼放光，感觉实力瞬间增强了很多。小陈子，我成功了，不愧是烤鱼的力量。阿紫现在心情很好，帮凌晨做点事情也是乐意的，毕竟以后他还指望凌晨能帮他找到更多好吃的鱼儿。很快，阿紫穿梭玲珑塔，来到了第1层的空间，看到了柳嫣然。此刻的柳嫣然面色红润，体内有生机，只是还不够强，且失去了魂魄。阿紫姐，你还能感应到嫣然魂魄的存在吗？她的魂魄在欢心灵当中，不会有危险吗？凌晨忍不住问道。其实以前凌晨问过，现在是想再确认一下。放心，我帮你看着呢，目前来看是没有问题的，她的魂魄一直没有衰弱。只是以你现在的能力，还无法掌控欢心灵，继续加油，努力修炼吧。阿紫微笑。很快，阿紫划开了自己肉肉的猫爪，挤出了3滴精血。在阿紫精血的滋润之下，柳嫣然身体散发出的生机更强了。她的武魂被封存，有着强大的武魂本源在体内。小陈子，我帮你加固了封印，现在你可以有2年的时间去想办法救活他。阿紫传音道。谢了。凌晨郑重道。
没关系的，只要你以后多给我找鱼就行。嘻嘻嘻。阿紫吃饱了，回到玲珑塔第2层，躺在地上，一脸满足的表情，开始睡觉。捕鱼完毕，凌晨打算继续深入西灵兽山，目前还没发现回天圣果，必须找到才行。突然间，远处的山林之中响起一道轰鸣声，有白色的粉尘冲天而起。凌晨距离比较远，还能闻到一股诱人的香味，是天香粉。凌晨皱了皱眉，天香粉乃是天香阁弟子的紧急求助信号，一般不会放出来的。前方估计是有天香阁同门遇险。裴兄，我先去前面看看，告辞。凌晨快速离开，裴南斗看到那些粉尘，也是猜到了一些东西，立刻追了上来。林兄，我跟你一起去吧，咱们也算是朋友了，在这西灵兽山多个朋友，可以相互照应。裴南斗微笑道，他其实想的是有一位见尊敬的天骄在身边，可以抱大腿。凌晨没有理会，施展出了天幻猫灵步，速度极快，冲向前方山林。裴南斗愣了一下，他刚想追过去，发现已经看不到凌晨踪影了。此人当真恐怖如斯。裴南斗心中感慨，凌晨的实力恐怕接近传说中的北荒石秀了，剑道和身法都是北荒年轻一辈顶尖的存在。山林深处，凌晨看到了二师兄路人以及10多名日月宗弟子将其围住。路人被打得遍体鳞伤，脸色淤青，显然不是日月宗众多弟子的对手。为首之人乃是一位黑袍少年，气息强大，眼中有凶光闪烁。路人，你区区炼丹师不可能是我对手，交出赤焰虎王骨，我还能放你离开。若是负隅顽抗，可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黑袍少年名为徐晨，日月宗天骄，基于路人得到的机缘，一块赤焰虎王骨。此骨有强身健体的功效，徐晨觉醒的乃是虎类武魂，用赤焰虎王骨炖汤喝，有极大的好处，能够增强体魄，甚至强化武魂。好，我给你救世。路人被虐得很惨，不想因为宝物丢了性命。二师兄，且慢。凌晨横空出现，站在路人身边。在天香阁的时候，路人对凌晨还算不错，如今遇到了危险，凌晨理应站出来。林师弟，不可勉强，咱们炼丹师出门在外，还是应该多结交朋友的。路人连忙拉住了凌晨，眼中有一抹畏惧之色。对方可是日月宗天骄徐晨，不是北荒石秀，却也是实力接近北荒石秀的天骄，很难对付。小子，你师兄说的对，炼丹师嘛，还是好好炼丹，不要在外面惹事。将赤焰虎王骨给我，还能做朋友。若是不给，那……徐晨还在说话，突然间，凌晨祭出紫云剑，一剑斩出，一道紫色剑芒如劈炼一般撕裂长空，可怕的剑气释放出来。徐晨瞳孔剧烈收缩，浑身灵力爆发，撑起一面光盾，其身后浮现出一道猛虎虚影，乃是7星级的霸天虎武魂，散发出强大威压，比凌晨以前的是天虎武魂强大很多。霸天虎武魂加持，徐晨浑身光芒流转，发出一道虎吼声，肉身迅速强化，轰出一拳，刹那间虎啸山林，威力恐怖。徐晨竟然想以血肉之躯跟凌晨的剑气对抗轰，刹那间剑气炸开，徐晨身上的护体光幕轰然碎裂，飙出一道鲜血。徐晨受伤了，他的气息瞬间变得暴虐无比，眼中有杀意涌动。你敢伤我，找死！徐晨狂暴，命令身边10多位日月宗弟子一拥而上。凌晨剑气很强，但境界不高，徐晨有把握将其镇杀。刹那间，徐晨武魂之威爆发到了极致，一道虎爪虚影出现，欲直接撕裂凌晨身躯。日月宗10多位弟子纷纷出手，施展出各种杀招。林师弟，快走！路人大惊失色，却没有上前助战，他满脸的畏惧，显然被眼前的阵仗吓到了。炼丹师长期炼丹，肯定缺少实战经验的，路人算不错了，其他天香阁弟子更加不济。凌晨不慌不乱，手中紫云剑指天，刹那间无数剑气化为剑雨坠下，一股可怕的剑势释放出来，镇压全场。日月宗10多位弟子刹那间被剑气洞穿，横尸当场。剑尊，你竟然是剑尊！徐晨大惊失色，先前与凌晨交手，并没有感应到剑士的存在。如果知道凌晨是剑尊，他恐怕不敢动手。如此年轻的剑尊，简直太可怕了。朋友，有话可以好好说。那虎骨我不要了，你杀我日月宗弟子，此事我也可以保命。徐晨边说边跑，浑身光华流转，以霸天虎武魂强化体魄，增强防御。晚了，凌晨施展天幻猫灵步，速度如鬼魅一般，瞬间追了过来。徐晨脸色大变，凌晨的速度让他难以置信。跟凌晨比起来，徐晨仿佛蜗牛一般，慢得离谱。凌晨不容分说，一剑斩出，恐怖的剑势席卷而来，摧枯拉朽。徐晨情急之下开始拼命，燃烧武魂，爆发出恐怖的一拳。下一刻，剑势碾压而来，徐晨的所有防御手段在凌晨的面前都是不堪一击。
他的喉咙爆出一道血光，身死道消，一剑毙命。路人追了过来，看到徐晨身死，大为震撼，眼中有一抹异色。凌晨的实力超出了路人的预料。林师弟，你没事吧？路人快步上前，满头大汗，脸上露出焦急之色。没事。凌晨快乐摸尸，徐晨身上宝物不少，有各种灵器，还有130多万极品灵石。林师弟，你杀了日月宗弟子，恐怕会有麻烦的。这徐晨虽然不是日月宗最强的，但据说天赋也很逆天。路人感慨，只要师兄不说，自然不会有人知道是我杀的。凌晨神色淡漠，不以为意，摸尸完毕，直接释放出一缕火焰，将其焚烧成灰烬。对了，林师弟，你不是在找回天圣果吗？我之前发现了回天圣果，只是附近有一头妖兽镇守，没敢行动，刚想通知师弟你，就被徐晨拦住了。陆师兄，你说的地方在哪里？还有那回天圣果品质如何？凌晨眼中光芒一闪，回天圣果正是此行目的，应该是3000年以上的回天圣果。林师弟，你要去得快，要尽快，我怕晚了就被人夺走了。我亲自带你去，这样能快一点。路人热心说道。好。凌晨对路人的印象更好了，此人是个热心肠，人很不错。两人正要出发，凌晨身后一道身影追了过来，一身儒生打扮，正是裴南斗。好浓重的血腥味，还有烧焦的气息。林兄，这里发生了什么？裴南斗一脸惊讶，感觉这里应该发生过大战，连周围的树木都被剑气斩断了很多。没什么。凌晨没有多说，系起紫云剑，与路人一起破空而去。裴南斗追了过来，直觉告诉他，凌晨发现了机缘宝物，不然的话不会如此焦急。不多时，一行3人抵达一座矮山。路上，凌晨感应到了很多妖兽的存在，但那些妖兽的气息都不算强。陆师兄，你说的回天圣果，当真在这里？凌晨有些狐疑。是的，就在前面，很快就要到了。奇怪，我之前经过这里的时候，明明有一头极为厉害的狼妖，现在怎么不见了？路人满脸疑惑，若有所思。两人继续前行，裴南斗跟了过来，约莫1盏茶的时间，来到了矮山深处。四周树木繁盛，有一片灌木丛。凌晨脸色微变，不知为何，心中有一股强烈的危机感。小臣子，有人在蹲你呢，隐藏气息的手段不错，可惜还是瞒不过我。玲珑塔当中，阿紫传音。突然间，两边的灌木丛当中分别跳出2个人，一左一右。其中一人独臂，眼神阴冷，仿佛毒蛇一般，充满怨毒之色。此人正是慕容秀。还有一人虎背熊腰，浑身肌肉健壮，面目粗犷，要不是胸前的规模，恐怕没人相信她是一个女的。凌晨蹙眉，看到此女第一眼就感觉很不舒服，不仅是因为此女不符合凌晨的审美，还有她的眼神充斥着暴虐气息，很邪恶。路人，你做得不错。慕容秀阴冷一笑。路人很快脱离凌晨，走到慕容秀身边，向其抱了抱拳。事成之后，自然会给你解药。多谢慕容公子。路人屈膝拜谢，眼中满是渴望。原来如此。凌晨负手而立，脸上根本没有任何畏惧之色。他早就怀疑路人可能有问题，此地根本就没有回天圣果。慕容秀和他的帮手在这里埋伏好了，等凌晨出现。让凌晨奇怪的是，慕容秀和身材魁梧的女子没有出手偷袭，显然他们很有自信，能够轻松解决凌晨。裴南斗也来了，看到那魁梧女子的瞬间，顿时大吃一惊。慕容胜男。裴南斗认出了对方的身份。慕容胜男，北荒石秀排名第10，武王境的天骄。传闻慕容胜男不过17岁就突破到了武王境，天赋经验无比北荒石秀，每一位都是北荒域最顶尖的天骄，就算只是排名末尾，也是很恐怖的存在。既然来了，那就不必走了。你有2个选择，杀了凌晨，你可以活命，否则你死。慕容胜男双手环抱胸前，神色狂傲，仿佛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裴南斗犹豫，突然拔腿就跑。下一刻，慕容胜男身影一闪，如鬼魅一般出现在他的面前，一把掐住他的脖子，将其提了起来。说吧，你选什么？慕容胜男轻笑。我可以杀他。裴南斗眼中满是惊恐之色，他知道凌晨很强，乃是剑尊，但慕容胜男更加恐怖。很好，既然如此，那就动手吧。还有你，一起上。慕容胜男冰冷的眼眸看向路人，路人浑身一颤，心中恐惧。凌晨的实力他见识过，连日月宗的徐晨都能轻易镇杀，以路人的实力，绝不可能是凌晨的对手。慕容公子，我已经按照约定带凌晨过来了，以我的实力，不可能是他对手的。路人浑身冷汗直冒，他想活，所以凌晨必须死。
但动手之人不能是他路人。慕容秀皱了皱眉，自从青州一战，他被凌晨斩断一条手臂，回到家族以后，其实恢复了实力，甚至更强了。慕容秀好歹是慕容家族天骄，觉醒双武魂，潜力无限，慕容家族对他自然全力培养。今日慕容秀想亲自报仇，一雪前耻。凌晨已经成为慕容秀的心魔，若不将凌晨踩在脚下，慕容秀很难成为北荒石秀这种层次的存在。你急什么？让他们去试试不好吗？慕容胜男冷笑，眼神戏谑。路人和裴南斗的命，他当然不在乎，他就喜欢看他们为了活命，然后疯狂的样子。凌晨，被朋友背叛的感觉不好受吧？路人是中了毒，他本来也不想害你，你与我慕容家族为敌，不仅你要死，还要连累你身边的人。慕容胜男大笑，你们屁话真多。凌晨手持紫云剑，浑身剑气爆发，有剑势席卷而出，恐怖绝伦。慕容秀瞳孔一阵剧烈收缩，原本还信心满满，感受到了凌晨的剑势之强，突然又没底气了。如今凌晨的实力跟在青州之时相比又提升了很多。你们不动手，那我就先杀了你们。慕容胜男桀桀怪笑，声音粗犷难听，完全不像是女子。林师弟，我也是有苦衷的，你不要怪我。路人眼中闪过一抹阴狠之色，直接杀了过来。另一边，裴南斗咬了咬牙，祭出灵剑，破空杀出。两人都知道凌晨的恐怖之处，因此丝毫不敢怠慢，同一时间出手，配合默契。凌晨叹了口气，刹那间一剑斩出，紫色剑光爆闪，无穷剑气释放，横扫全场，周围的灌木丛和树木瞬间粉碎。恐怖的剑势压迫之下，令人喘不过气来。路人的攻势瞬间被瓦解，护体鳞甲被洞穿，肩部血流如注。林师弟，我都是被逼的。一剑之下，路人身受重伤，眼中满是绝望和不甘。另一边，裴南斗祭出的灵剑直接被凌晨震飞出去，他的两条腿当场就被剑气斩断，鲜血染红了地面。林兄，我也是不得已。裴南斗大惊，没想到与路人联手，还是被一剑击败，丝毫没有还手之力。路人和裴南斗失去了战斗能力，此刻的他们心情极为复杂。路人就罢了，本就有害凌晨的心思，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他终究是背叛了凌晨。裴南斗感觉很冤，他跟过来只是想抱凌晨的大腿，却没想到遇到了这种事情。而且在关键时刻，裴南斗动摇了，没有选择支持凌晨，反而想杀凌晨以保全自身。果然小瞧了你的实力，如此年轻的剑尊在北荒域确实很少，可惜你得罪了我慕容家。慕容胜男镇定自若，身为武王境强者，他始终有着绝对的自信。凌晨只是区区造化境，跟他差了2个大境界，如何与他争锋？胜男姐，杀了他！慕容秀眼神狰狞，有着无边杀意，却不敢独自动手。有我在，他跑不掉的。慕容胜男召唤出了武魂，乃是一只血色猛虎，身上还有一些淡金色的纹路。武魂出现的瞬间，散发出滔天的血煞之气。七星血灵模糊武魂，他只有单武魂，却是武魂变异，跟慕容秀的双武魂比起来，并不会差。慕容秀同样有七星血灵模糊武魂，这是慕容家族传承的武魂，家族当中的嫡系血脉往往都能觉醒。有着古老传承的家族，底蕴深厚，只要成功觉醒血灵模糊武魂，未来的武道之路就不会差。慕容胜男身法极快，刹那间化作2道残影杀了过来。七星变异血灵模糊武魂，让他的身体素质极强，且速度极快。血灵幻影，慕容胜男暴喝一声，身形闪烁，出现了2个自己，真假难辨。血灵幻影乃是他的武魂天赋，可以召唤出一个幻影分身，与本尊一起进攻，且继承本尊一定的实力。变异的武魂赋予他的武魂天赋也是极强，寻常的血灵模糊武魂可没有如此威力。凌晨不为所动，身形一闪，刹那间出现在了慕容秀的面前，直接绕过慕容胜男。怎么可能？慕容胜男脸色巨变，他知道凌晨的速度很快，但施展出了血灵幻影的他，速度暴增，有把握压制凌晨，在凌晨出手之前将其震杀。但凌晨明显隐藏了实力，凌晨与路人交手的时候展现出的身法速度不过冰山一角。天幻猫灵步施展出来，凌晨身形如鬼魅一般，刹那间出现在慕容秀的身后。慕容秀大惊，2大武魂瞬间释放出来，各种防身灵气催动，全力防御。面对凌晨，慕容秀已经失去了信心，他想做的只有拖延时间，等慕容胜男前来援助。血域指，慕容胜男一指点出，刹那间一道血光爆发而出，威力恐怖，撕裂虚空。血域指，王阶武学。慕容家族在北荒域也是顶尖势力，家族当中自然有王阶武学传承，只不过能修炼成功的人没有几个。慕容胜男名列北荒石秀，乃是慕容家族最为妖孽的天骄之一，他
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变异的武魂，还有武学造诣。一道血光破碎虚空，威力恐怖。观战的路人和裴南斗都是心中大骇，看到了希望。凌晨若是死了，慕容胜男或许不会杀他们，他们还有一丝活命的机会。此刻，路人和裴南斗的眼神都是变得怨毒。吃了！血域只尽力破空，凌晨不慌不忙，一掌轰出，打出一片滔天血光。万里血河掌，王阶武学不是只有慕容胜男会，凌晨一样会。而且凌晨施展出的万里血河掌更加霸道，武学的品质还在血域指之上，只是凌晨境界不高，难以发挥出其真正威力。一时间，山林之中血光滔天。慕容胜男的血域指只是稍微影响了凌晨的速度，根本就没伤到凌晨。凌晨嘴角掀起一抹森然弧度，一剑斩出，剑势如大江大河奔涌而出，势不可挡。慕容秀释放出的护体灵力刹那间崩溃，不堪一击。他的两大武魂咆哮，散发出惊人威压。然凌晨体内一道血色龙影冲出，武魂威压更强，龙吟之声撼天动地。至尊神龙武魂现。凌晨身后，慕容胜男脸色巨变，他的速度很快，已经追了过来。但凌晨释放武魂的瞬间，就连他的变异血灵模糊武魂都动摇了，完全被压制。怎么可能？难道是8星武魂？但你明明不是。慕容胜男大惊失色，无法理解。他哪里知道，凌晨的至尊神龙武魂表面7星层次，实则乃是顶级武魂，超越9星的存在。刹那间，慕容秀召唤出的双武魂直接被震散，剑势破空，直接将慕容秀身躯斩成2截。慕容秀眼中满是不甘之色，他是双武魂天骄，前途不可限量，却被凌晨无情震杀，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很快，慕容秀的眼神暗淡下去，彻底毙命。他残破的尸身当中有2道武魂本源被抽取出来，进入玲珑塔内。玲珑塔残破了一角，且处于封印状态，需要吸收各种力量，用来修复塔身，破开封印。玲珑塔总共9层，目前只开启了第1、第2层以及第9层的部分空间。玲珑女帝是玲珑塔之主，但身受重伤，无法开启玲珑塔的封印，只能让玲珑塔吸收各种力量，自行破开封印。武圣意志、高星级武魂、强者精血等等，玲珑塔都可以吸收不过。7星级武魂对于玲珑塔而言，聊胜于无了。如今玲珑塔第2层的封印已经开启，阿紫自由了，对玲珑塔也是漠不关心。开启第3层封印，那不是他的事。小子，你该死！慕容胜男震怒，眼神一片血红。他与慕容秀关系其实一般，但凌晨当着他的面斩了慕容秀，他回去无法跟家族交代。血域指，给我杀！慕容胜男狂暴了，变异血灵模糊武魂催动到极致，力量再度强化，一指点出3道血色光芒破空杀来，化作3道血剑，快到不可思议。凌晨一掌轰出，5条血河席卷而出，血河比那3道血剑庞大多了，但血剑破坏力极强，竟然很快冲出血河，朝着凌晨射了过来。凌晨心念一动，打出一片神龙之火，形成火墙，将其拦住。慕容胜男身形闪烁，趁势追了过来，想与凌晨近身搏杀。他力量极强，近身搏杀能够发挥出自身优势。凌晨脸色一变，转身就跑，似是颇为忌惮。想跑？不可能！你区区造化镜连续施展如此强大的杀招，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慕容胜男狞笑，明显感觉到了凌晨的颓势。凌晨跑了一会，速度明显慢了下来，似是体力不支。造化镜连续施展天幻猫灵步，对凌晨而言确实有很大的消耗。很快，慕容胜男追了过来，贴身一拳轰出，势大力沉，变异血灵模糊武魂悬浮在他头顶，发出可怕的虎啸声，震动山林。武王境天骄出手，恐怖的灵力如怒涛爆发，隐隐间有一股王者之势。武王境为武道王者，举手投足之间皆有王者气象。慕容胜男只是初入武王境，却是气象非凡。凌晨突然脚步一顿，转过身来，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找死！慕容胜男恐怖的一拳直接朝着凌晨的脸上砸了过来。突然间，虚空之中有一道紫色光芒闪过，慕容胜男瞳孔剧烈收缩，感觉到了死亡的危机。千钧一发之际，慕容胜男横臂格挡，浑身灵力激荡，形成一道护体光罩，血灵模糊武魂附体，全身闪烁着血光，防御进一步增强。他的反应很快，做出的应对很及时，但阿紫更快。一道紫色猫爪撕裂虚空，刹那间，慕容胜男的所有防御手段全部崩溃，他的半边脸都被拍得稀巴烂，一片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武王境天骄死！变异的血灵模糊武魂被玲珑塔吸收，塔身流转着一层暗黑色光华，缺失的一角还是没能修复。显然，对玲珑塔而言，
7星级的武魂还是太差了，不够塞牙缝的。慕容胜男暴毙，凌晨施展万里血河掌，将其体内精血摄取出来，5道血河变得更加庞大。武王境强者的精血对凌晨的万里血河掌有帮助。如今凌晨感觉第6条血河也快要凝聚出来了，王阶武学之间亦是有差距的。凌晨的万里血河掌恐怕在王阶武学当中也是顶尖存在。这不远处一直在观战的路人和裴南斗纷纷倒吸凉气，眼中满是绝望。他们希望凌晨死，可惜凌晨让他们失望了。此刻两人都是后悔无比，若是他们站在凌晨这边，一切或许还有挽回的余地。林师弟，我身中剧毒，不得不如此。路人眼中满是渴望，求生欲极强。凌晨摸走慕容胜男和慕容秀身上的宝物，然后走向路人。林师弟，我不想害你的，我都是有苦衷。路人跪地求饶。我知道的。凌晨语气温和。林师弟，你能放过我？你是我师兄，我确实不该杀你。师弟宽宏大量，我……路人心中大喜，正在说话，突然间一道剑气斩出，路人头颅直接炸开，飙出一团血雾。他瞪大了眼珠子，死不瞑目。可惜。凌晨叹了口气，走向裴南斗。裴南斗惨笑，事到如今也不求饶了，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如果我当时帮你，或许就不会死了吧。没有如果。凌晨凝聚出一柄气剑，刹那间洞穿裴南斗胸膛，将其震杀。既然做出了选择，就要承受代价。裴南斗哪里知道，凌晨竟然能强势震杀慕容胜男，那可是北荒十秀之一，武王境的妖孽人物。既然站错了队，就要付出代价。其实只要裴南斗当时不对凌晨出手，凌晨也不会杀他。如此只能说是裴南斗自作自受。至于二师兄路人，凌晨也绝不会放过。不管什么原因，背叛了就不可原谅。凌晨搜刮了他们身上的宝物，然后施展万里血河掌，抽干精血，再以神龙之火焚烧尸身，毁尸灭迹。山林之中散发出浓郁的血腥味以及焦臭味，但山风吹来，气味很快就飘散了。凌晨元的修炼了一会，很快突破了境界，达到造化3重。连番激战，凌晨体内灵力不断凝练，顺势破境。山林之中，凌晨继续前行，路上顺便清点收获，总共有400多万极品灵石，还有天阶灵器12件。慕容胜男身上灵气不少，其中有3件天阶绝品灵器，可惜他连祭出灵气的机会都没有，就被阿紫暴杀了。以阿紫的实力，收拾武王还是轻轻松松的，只要有距离，一切都不成问题。阿紫唯一的缺陷就是不能离开玲珑塔，短时间内离开或许可以，但会损耗阿紫的实力。这家伙除了破开玲珑塔第2层封印的时候外出浪了一下，后来都不敢出去了。出去一趟，阿紫就蔫不拉几的，实在没有必要。小家伙，我可是帮你杀了一位大敌，你打算怎么感谢我？阿紫懒洋洋地说道。你想要什么奖励？西西，你懂的。我不懂。本小姐想要烤鱼香喷喷的烤鱼。阿紫挥舞着小猫爪，双眼放光。你不是才吃完没多久吗？吃鱼不是饿了才吃，这是一种享受，小家伙你不懂。凌晨无奈，以他的剑道实力，抓赤影飞线鱼倒是不难，问题是这种鱼并不多。入夜，凌晨在山林之中穿行，夜色之中隐约能够看见火光。远眺，一座高耸的山峰上有金光绽放，极为耀眼。凌晨能够看到模糊的轮廓，那金光之中似乎有一座殿宇。阿紫，那是什么？一座古殿，里面应该有宝贝，你可以去看看，或许会有回天圣果呢。阿紫慵懒道。凌晨心中一动，加快了脚步。古殿绽放金光，想必附近很多前来历练之人都看到了。想要夺取机缘，必须要快。约莫1刻钟之后，凌晨走出了所在的山林，直奔那座高耸的山峰而去。古殿就在眼前，看似很近，但凌晨以天幻猫灵步赶路，许久都没有登上那座山峰。山峰高耸，古殿在高处，给人一种很近的错觉。凌晨穿过了2片山林，翻过一座山，又走了许久，终于来到古殿所在的山峰。在山脚下，凌晨遇到了天香阁的大师兄韩虎。来到西灵兽山之后，凌晨跟天香阁的弟子们分开行动，各自分开历练。当然，也有几个天香阁弟子组队前行的。韩虎身边就带了10多个弟子。林师弟，你也来了。韩虎微笑，在天香阁的时候，他对凌晨一直比较照顾，香雪峰能有一位天才弟子，他也很欣慰。如今看到凌晨，感觉凌晨的气息愈发沉凝了，想必实力有所精进。林师弟，收获如何？韩虎微笑问道。还好，收获了不少灵石。凌晨微笑，斩杀了慕容胜男和慕容秀，凌晨确实收获满满，现在极品灵石有了600多万，还有各种值钱的天阶绝品灵器。奇怪，
为何一路上都没有看到二师弟？林师弟，你有看到他吗？韩虎跟路人关系不错，本来打算各自历练一段时间，然后会合的。不知道，没看到他。好吧，韩虎也没再问。凌晨加入队伍，与众多天香阁弟子一起前往山峰上的古殿。半个时辰之后，天香阁众人抵达山巅，古殿就在眼前，绽放出了耀眼的金光，其中似是有宝物喷吐出来，极为诱人。古殿之外汇聚了各大宗门的天骄，都在争夺古殿喷发出的宝物。人群中，凌晨看到了一个熟人，他身材修长，一袭天青色流仙裙，轻纱遮面，气质飘飘欲仙。林公子，他也注意到了凌晨的存在，不由得惊呼出声，美眸一亮。长公主，凌晨抱了抱拳，没想到会在西陵寿山之中遇到夏青衣。以前在大禹的时候，凌晨欠过夏青衣的人情。凌晨与李家、苍兰学院众多强者大战之时，大禹学院没有派人插手，显然是受到了夏青衣的约束。大禹一别，林公子风采更胜往昔了。夏青衣美眸明亮，感受到凌晨的气息，与在大禹初次见面之时完全不同。如今凌晨的实力，估计放在北荒域都是天骄级别。长公主过誉了。凌晨微笑，简单客套了2句，没有多说。古殿还在不断喷出金色光团，其中皆是蕴含宝物。不过宝物的品质如何，要开启光团之后才能知道。有人得到了灵气，还有各种灵药。凌晨看了一会，很快总结出了规律：金色光团越大，其中的宝物往往就越好。这古殿应该是西陵武圣留下来的机缘。现在喷出的光团都不算大，只有鸡蛋大小，其中蕴含的宝物品质其实一般。凌晨看了一会，连一件极品灵器都没有看到。林师弟，你愣着干嘛呢？韩虎早就行动起来，他长得5大3粗，但是速度极快，抢到了不少宝贝。凌晨笑而不语，寻常宝物他自然是看不上的。凌晨在观察局势，在场的诸多年轻天骄当中，夏青衣算是比较厉害的。此外，还有一位日月宗天骄，穿着一袭黑袍，气息强大，比凌晨之前斩杀的徐晨更强。不过这黑袍少年也只是命轮巅峰境，没有达到武王境。北荒域真正的妖孽天才需要在20岁之前达到武王境，如慕容胜男那般。古殿金光万丈，骤然间一道巨大的光团飞了出来，之前喷出的那些小光团与之比起来如萤火之光。好东西！黑袍少年眼睛一亮，立刻动手抢夺。夏青衣也出手了，他的速度比那黑袍少年更快一些。突然间，夏青衣眼前一花，看到了一道人影。凌晨后来居上，直接夺走巨大的金色光团。施展天幻猫灵步的凌晨，身法犹如鬼魅一般。夏青衣吃了一惊，按道凌晨的速度比以前更快了。巨大光团被人抢走，黑袍男子脸色一变，完全没反应过来。敢跟我柳中天抢东西，你有种！黑袍男子震怒，直接动手召唤出了武魂，乃是一条巨蟒。他眼神如毒蛇一般，浑身散发出狂暴的气息，打出一片毒雾。凌晨不为所动，光团到手，将其打开，刹那间一股旺盛的生机爆发出来。凌晨眼睛一亮，竟然真的是回天圣果。光团之中有一颗青色的果子，外表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但其内蕴含的生机不是其他灵药可以媲美的。回天圣果属于圣药，圣药的价值自然在灵药之上。凌晨是炼丹师，对药材有研究，回天圣果的年份可以从其中蕴含的生机浓郁程度来判断。如今凌晨得到的回天圣果比在天香阁得到的要好多了，估计是接近4000年的圣药。如此稀世珍宝，在场众多天骄无不眼馋。圣药，这回天圣果如果拿到拍卖会上，怕是会引起疯狂抢夺。有了回天圣果，相当于多了一条命。人群沸腾了，古殿之中还有其他光团喷射出来，但都是鸡蛋大小，不起眼。在场众多天骄对古殿正在喷射的宝物已经失去了兴趣，一道道贪婪的目光望了过来，欲抢夺回天圣果。不过刚才凌晨展现出了极快的速度，在场众人对他还是很忌惮的。柳中天召唤武魂释放出的毒物却是没有对凌晨产生任何影响。凌晨的体质太强，还有至尊神龙武魂护体，区7星级巨蟒武魂放出的毒物怎么可能影响到他？夏师妹，不如与我联手镇杀此人如何？回天圣果价值连城，事成之后你我五五分账。柳中天没有继续动手，而是看向了夏青衣。夏青衣也是日月宗弟子，他在大禹皇朝年轻一辈已经无敌，继续留在大禹自然没有历练价值。日月宗那边早就向夏青衣抛出了橄榄枝，他刚去日月宗便是成为真传弟子。柳中天是日月宗圣子，天赋惊艳，接近北荒石秀层次。可以，夏青衣没有犹豫，直接答应下来。他眼神平静，脸上有一层轻纱，无法看到他面部的细微表情变化。很好，你我联手，
此人必死！柳中天大笑一声，体内灵力爆发，祭出一把战斧，劈空斩了过来。夏青衣与他一起动手。古殿之外，还有各大宗门和世家的天骄，此刻都是作壁上观。林师弟，快走！韩虎脸色巨变，顾不得抢夺宝物了，浑身劲力爆发，召唤出一头黑虎武魂，发出一道咆哮声。韩虎长得极为魁梧，在黑虎武魂的加持下，浑身肌肉隆起，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林师弟，你怎么还不走？韩虎都快急死了，他爆发出实力，为的就是替凌晨争取逃跑的时间。韩虎或许不是柳中天的对手，但他皮糙肉厚，想拖延时间还是能办到的。凌晨心中有些感动，韩虎对他还是不错的，关键时刻能够站出来。韩师兄，不必担心。凌晨突然祭出紫云剑，一剑斩出，一道紫色剑光如劈炼一般撕裂虚空，刹那间剑气纵横，恐怖的剑势镇压而下。剑尊！柳中天大吃一惊，劈出的战斧很快就被震飞出去，他的护体灵甲瞬间崩溃，可怕的剑气席卷，直接斩断他右臂，鲜血如注。该死！我柳中天不会放过你的。柳中天眼神狰狞，没想到凌晨实力如此逆天，连武魂都没召唤出来就能镇压他，如此年轻的剑尊在北荒域还真没几个。夏师妹，助我拦住他！柳中天慌忙逃遁，突然间一道流光横空斩来。你！柳中天惊骇无比，眼神迅速暗淡，喉咙爆出一缕血线。你怎么会认为我会帮你拦住林公子？哪里来的自信？夏青衣语落，柳中天失身倒在地上，彻底没了气息。柳中天死不瞑目，哪里能想到夏青衣会对他动手？他跟夏青衣的关系谈不上多好，但至少是同门。夏青衣之前跟凌晨打招呼，柳中天并没有放在心上，毕竟在利益面前，所谓的交情都是虚的。长公主，多谢了。凌晨笑了笑，早就知道夏青衣不会向他出手。夏青衣若是想害他的话，在大禹皇朝的时候完全有机会，不会等到现在。林公子客气了，叫我青衣吧。夏青衣语气轻柔。凌晨没说话，快步上前摸走柳中天身上的宝物。柳中天身为日月宗圣子，倒是有些财富，极品灵石有200多万，还有7件天阶灵器，其中有不少威力强大的灵器，柳中天连使用的机会都没有，人就没了。青衣，分你一半。凌晨取出一半极品灵石，随手拿了几件天阶灵器交给夏青衣。林公子，我不用的。夏青衣摇头，人是我伤的，但最后一击是你，平分，很公平。那我就不客气了。夏青衣微笑，这些宝物他倒是不在意，但凌晨显然将他当成了朋友。林师弟，我们还是快点撤吧。韩虎走了过来，满脸苦笑，他感觉自己有些多余了，以凌晨的实力，完全不需要他的保护。凌晨取出2件天阶灵器送给韩虎。大师兄，古殿还有宝物，我暂时不走。这样也好，我只是担心万一有哪个宗门的长老觊觎你的回天圣果，不要脸皮，以大欺小。韩虎沉声道，他行事谨慎，认为得到回天圣果如此层次的宝物之后，应该立刻撤离，只有回到天香阁，那才是真正的安全。无妨。凌晨收好回天圣果，直接放到了玲珑塔第1层空间。古殿金光万丈，还在不断喷涌宝物。附近那些蠢蠢欲动的人此刻都收敛了，不敢抢夺凌晨的宝物。连柳中天都被杀了，除非是北荒石秀这种层次的人物，否则谁敢与凌晨为敌？在场还有不少御剑门的天骄，刚才看到凌晨用剑释放出剑势，他们心中都是震撼无比。天香阁弟子年纪轻轻就能释放剑势，简直骇人听闻，相比之下显得他们御剑门弟子很废。凌晨等了一会，古殿喷涌的宝物却不算多好，4000年份的回天圣果已经是最为珍贵的了。此外还有几件绝品灵器，凌晨、韩虎、夏青衣各自都拿到了一把，还有一些不错的天阶武学秘籍。凌晨倒是不怎么感兴趣，他修炼的万里雪合掌已经足够强大。王阶武学在北荒域之中不能说最强，也是很珍贵的。西陵武圣既然在这里留下了传承，以他的身份，想必会有王阶武学存在，就是不知道要等多久。凌晨心中想着，古殿喷发的宝物，除了他得到的回天圣果，其他东西乏善可陈，不符合武圣的身份。武圣那是凌驾在武王和武皇之上的存在，区区天阶灵气根本不值一提。小家伙，不要等了，直接开启古殿大门，进去就是。突然间，凌晨听到了阿紫的传音。阿紫伸了个懒腰，一副睡意惺忪的模样，之前在睡觉，并不知道凌晨已经来到了古殿门口。阿紫，你有把握破开古殿大门？凌晨眼中光芒一闪，他也怀疑，只有闯入古殿之内，才能得到更加贵重的宝物。自然是有的，只要你能接近古殿，我就能破开大门。阿紫挥舞小猫爪，信心满满。不过这古殿封印之力很强，你想靠近古殿也不容易呢。
先试试吧。阿紫说完，凌晨一步迈出，身边剑气涌动，破开一层金光，快速靠近古殿。人群自动让开了一条道路。越是接近古殿，面临的压力就越大，到了后面举步维艰。有人试过闯入古殿，但连靠近古殿大门都无法做到，只能在距离古殿100米之外等待宝物喷射出来。凌晨以剑气开道，如闲庭信步，古殿的封印之力无法阻拦他的脚步。眨眼之间，凌晨已经来到了古殿面前，伸手就能触碰到古殿。凌晨身后所有人都是一脸惊骇之色。夏青衣美眸微凝，他也试过靠近古殿，但最多只能走到距离古殿10米的位置。阿紫，到你了。这……阿紫愣住了，看来还是低估了神龙体和至尊神龙武魂的强大。虚空中一道紫光爆出，下一刻古殿大门开启，凌晨一步迈出，闯入其中。众人都是眼神狂热，也想跟凌晨一样直接闯入古殿。有人行动，但刚走出没几步便被轰飞出去，七窍流血，极为凄惨。古殿封印不是谁都能触碰的，凌晨靠着强大的体质还有武魂加持才能靠近古殿。走到古殿内部，有一座金色的雕像，散发出可怕威压，如同凌晨昔日面对大禹武圣雕像一样。武圣境强者，哪怕只是遗留下来的一座雕像，都是蕴含可怕威能。好旺盛的气血，年轻人，你很不错，只要你献出1半精血，可成为本座传人。金色雕像之中冲出一道虚影，乃是一位老者，气息邪恶。凌晨暗道不妙，没想到这雕像之中不仅蕴含武圣意志，还有一道武圣化身。跪下，献出精血，本座可传你无上武学。虚影一掌按了下来，散发出滔天威压。与此同时，整座雕像都变成了暗红色，充斥着邪恶气息。古殿之外，喷涌的金光突然变成了血光，一时间惨叫声不绝于耳。有人想争夺宝物，被血光笼罩，刹那间肉身爆碎，成了一片血雾。不好，这血光有古怪。韩虎带着天香阁的几个弟子连忙后退，但还是慢了一些，有5位弟子肉身爆开，其中还有2位女弟子死得极为惨烈，事出突然，谁都没有料到。韩虎的反应已经算快了，终究还是没能带天香阁的弟子们逃出升天。此刻韩虎脸色难看无比，心中自责。韩虎也受了伤，但皮糙肉厚，察觉到了不对，便立刻撤走，伤势倒是不重。御剑门、日月宗、雪山派等宗门弟子都是死伤惨重，连骨头渣子都没剩下来，化作滔天血光进入古殿之中。精血，我需要更多精血。虚影大笑，面目狰狞。凌晨浑身汗毛倒竖，感觉有一股恐怖的压迫感，要挤爆他的身躯，将他体内精血抽离。小子，成为本座的传承者，还能饶你性命，否则本座现在就吸干你的精血。西陵武圣化身狞笑，古殿之外至少有100多人丧命，化为一条血河，被西陵武圣的雕像吸收。凌晨脸色巨变，西陵武圣恐怕是在修炼什么邪恶之术，以精血为养料，强大自身。西陵武圣想让凌晨成为他的传承者，肯定也不怀好意，凌晨自然是不会答应。年轻人，你难道不渴望力量？只要你愿意臣服，本座可以传授你黄阶武学血海神拳。黄阶武学，你当真不再考虑吗？以你的天赋，就这样死了，未免可惜。西陵武圣化身桀桀怪笑，神色狂傲，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阿紫，你怎么看？凌晨没有回应，询问玲珑塔当中的阿紫。他说的黄阶武学血海神拳应该是真的，他不杀你，反而想传你血海神拳，只有一种可能，想把你养肥了之后再杀。如果我猜的不错，修炼血海神拳需要不断吞噬精血，等你修炼有成，他一口将你吞了就行。阿紫懒洋洋说道。阿紫，你可有把握收拾他？区区武圣化身罢了，若是以前，我吹一口气就能镇杀，现在嘛，你也知道我不能随意出来的。阿紫摊了摊猫爪，神色有些无奈。小子，你考虑清楚了没有？西陵武圣眼神贪婪，显然是看中凌晨的潜力。他看不出凌晨的武魂端倪，但直觉告诉他，凌晨是修炼血海神拳的好苗子。可以。凌晨没有犹豫，要是不答应的话，现在就要死。武圣化身对现在的凌晨而言，乃是不可战胜的存在。很好，本座现在就传你血海神拳的修炼法门，以后你就是本座弟子。西陵武圣大笑，化身一指点出，刹那间一股磅礴的精神力涌入凌晨的识海。在那精神力当中，有关于血海神拳的修炼法门。此外，还有西陵武圣留下的一道精神印记，蕴含一股爆炸性的力量。显然，只要西陵武圣愿意的话，随时都可以引爆凌晨的识海，将其抹杀。以血海神拳的威力，以后你可以纵横北荒域。西陵武圣表情很满意的样子。凌晨察觉到了识海的异常，
但也不担心，有阿紫在，估计是有办法解决的。告辞。凌晨转身就走。慢着，既然得到本座传承，还不跪下？在本座面前如此无礼，当真以为本座不会杀你吗？西林武圣冷笑一声，释放出一股恐怖威压。突然间，凌晨身上的玲珑塔绽放出一道乌光。西林武圣脸色巨变，正要抵挡，却是发现乌光威力太强，有着恐怖的吸扯力，他的化身直接被玲珑塔吞噬。不，这是什么东西？西林武圣面色惨变，根本无法理解，凌晨小小造化境竟然有如此手段，可以直接吞噬他的化身，吸收他的武圣意志。片刻间，世界安静下来，西林武圣成了玲珑塔的养料。这，凌晨也有些惊讶，玲珑塔很古怪，刚才是玲珑塔主动吞噬西林武圣的。凌晨并非玲珑塔的主人，只是跟其主人有过深入交流而已。现在凌晨只能简单控制玲珑塔，比如将一些宝物存在塔内世界。要控制玲珑塔杀敌，凌晨目前还无法做到。武圣意志以及武圣化身眨眼之间就没了，玲珑塔如此手段简直恐怖。此刻玲珑塔绽放出一片乌黑的光芒，残缺的一角似乎正在修补。不过吞噬了西林武圣的意志和化身之后，玲珑塔外表变化并不大，显然想要修复塔身还远远不够。好了，小家伙，现在你安全了。阿紫发出喵的声音。阿紫，可是我识海当中有一道印记。凌晨皱眉。是吗？现在没了。阿紫释放出一股精神力，很快凌晨的识海恢复了正常。阿紫拍了拍小猫爪，一脸傲然之色。不愧是你。凌晨给他点了个赞。西林武圣等于给凌晨白送了一门黄阶武学，这种层次的武学整个北荒域都没多少，比王阶武学更加珍贵。北荒域各大宗门和世家当中，王阶武学还是有的，上次凌晨遇到的慕容圣男就会。黄阶武学理论上只有武黄境的强者可以掌握。血海神拳以吞噬强者精血为主要修炼方式，出拳之时血海滔天，威力无穷，跟我的万里血河长倒是有些相似。凌晨有了血海神拳的修炼法门，暂时倒是没有急着修炼。血海神拳可以看作是万里血河掌的强化版，凌晨觉得还是把万里血河掌修炼到极致，再谈其他。黄阶武学的修炼难度还是太大了。古殿之内除了一座雕像之外，并没有其他宝物。凌晨转身离开，突然阿紫叫住了他。小家伙，你走进那雕像试试。好。凌晨转身靠近血色雕像。西林武圣的雕像原本绽放金光，神圣无比，此刻却是血光滔天。古殿外面死去的那些人，精血都被吞噬进来，再靠近一点。阿紫跃跃欲试。凌晨直接靠在雕像上，感受到其内滔天的血气。武圣境的强者手段果然恐怖，靠一座雕像就能吞噬精血，他的本体还不知道在何处。凌晨心中感慨，西林武圣想必在很多地方都留下了雕像，雕像之中蕴含武圣意志，雕像吸收精血，想必对西林武圣本体也是有好处的。突然间一道紫光爆出，阿紫挥动猫爪，雕像轰然碎裂，一股血光喷涌而出，古殿之内血气滔天。雕像存在的岁月很久了，不知道吸收了多少强者的精血。此刻雕像炸开，凌晨心念一动，施展万里血河掌，吸收精血。很快凌晨凝聚出了第6条血河。万里血河掌的精要凌晨早就悟透了，想提升其威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吞噬强者精血。小臣子，你赚到了，这雕像里面竟然还有西林武圣的部分精血。阿紫传音。凌晨心中一动，怪不得吸收雕像当中的精血能给他带来巨大提升。刹那间凌晨身边血光涌动，万里血河掌的威力还在增强。第7条血河凝练成功。西林武圣还怪好的，塑造一座雕像，留下武圣意志和精血，白白送给了你。阿紫舔了舔猫爪，饶有兴致说道。如此说来，西林武圣确实是个好人。凌晨点头。雕像存在的岁月很古老，漫长岁月以来吞噬了许多强者精血，加上西林武圣本身的精血，全部融合在了一起，被凌晨吸收。凌晨索性也不离开古殿了，就在里面修炼。古殿外面还有封印之力的存在，想进入古殿并不容易，凌晨在里面修炼很安全。约莫1个时辰过去，从雕像当中得到的精血，凌晨炼化了大半。第9条血河已经凝聚出来，理论上万里血河掌已经修炼到了极致。王阶武学的威力本就很强，达到巅峰的万里血河掌，现在威力有多恐怖，凌晨也不知道。不愧是神龙体，至尊神龙武魂，好快的速度。阿紫在睡梦当中被惊醒了，凌晨炼化精血的速度太快，万里血河掌打出，瞬间爆出9条血河，威力比之前提升了好几倍。血海神拳可以展望一下了。凌晨心情不错，
有万里血河掌作为根基，在修炼血海神拳必然事半功倍。血河跟血海自然是无法相比的。凌晨的识海之中有完整的血海神拳修炼法门。血海神拳总共有9式拳法。凌晨的识海中呈现出一幅画面，有一人正在挥拳，拳出爆出无尽血光，卷动汹涌血海。9式拳法，凌晨看了一遍就完全记下来了，然后开始演练。血海神拳生猛，拳法全都是进攻的，完全不管自身防御。凌晨打了一遍血海神拳9式，已经熟悉这血海神拳，或者叫做莽夫神拳更加合适。拳出一往无前，管你什么武道大能妖魔鬼怪，我自一拳打爆。血海神拳的风格与我的见识倒是有些相似。凌晨思索片刻，再度打出血海神拳。施展2遍之后，9式拳法已经烂熟于心，可以顺畅打出来。第3遍，凌晨直接忘记了拳法，以拳意为主，一拳出，势不可挡，硬汉一切存在，绝不退缩。这就是血海神拳的拳意。9式拳法没有必要拘泥于一格，凌晨第3遍施展拳法就加上了很多变化。阿紫，我是不是学会了？凌晨打完收工，与阿紫联系。你说呢？玲珑塔当中，阿紫直翻白眼，这可是黄阶武学，5黄境的强者修炼都不敢说一定能掌握，而凌晨只是打了3遍，已经彻底悟透，掌握了拳意。血海神拳重要的不是9式拳法，而是血海拳意。一念起，血海滔天，拳出无回，杀到血流成河为止。拳意到了，血海神拳的威力就会很逆天。后期凌晨的气血越旺盛，施展出的血海神拳就越恐怖。小陈子，你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剑道、丹道、拳道，还有你不会的吗？阿紫很无语，见多识广的他见过很多妖孽天才，但凌晨还是太恐怖了，刷新他的认知。我也不知道，好像这血海神拳也不难。凌晨摊了摊手，他从小就是这样，修炼任何武学的速度都很快，效率极高。以前在灵剑宗的时候，凌晨修炼的武学档次不高，能够快速领悟也说明不了什么。但黄阶血海神拳打3次就会了，直接领悟拳意。这要是说出去，那些打拳几10年的武道大家恐怕要气得吐血。你是至刚至阳的神龙体，理论上神龙体只是让你肉身很强，很难被打死。你觉醒了至尊神龙武魂，武魂可以赋予你天赋，让你突破的速度更快，但这也与悟性无关。所以你到底为何悟性如此逆天？阿紫摸了摸脑袋，不太聪明的样子。可能是我打小就聪明吧。凌晨回应道。阿紫百思不得其解。血海神拳修炼完毕，凌晨还是没有急着出去。有很多人看到凌晨进入古殿，肯定会有人怀疑凌晨在古殿之中夺得重宝，且凌晨斩杀了慕容胜男，担心慕容家族报复。当务之急还是快速提升实力。如果凌晨现在离开，回天相隔，万一走到半路遇到强者拦截，反而不妙。倒不如趁现在没有人来古殿，抓紧时间修炼，提升实力。九峰丹会的时候，凌晨得到了一滴真龙之血，还有一株残缺的天阳灵根。当时凌晨没把握炼制出王阶绝品的天阳真龙丹，如今凌晨实力激增，炼丹也更有把握。很快，凌晨取出赤金炼丹炉，释放出神龙之火，开始炼丹。天阳灵根作为主要材料，还有各种辅佐药材被凌晨投放进去。按照丹方记载，有条不紊炼制，没多久，一颗丹药雏形便是成功凝聚出来。凌晨将真龙之血放到其中，渗透到了丹药内部，雪白色的丹药有了一丝血色纹路，一股强大的龙族气息散发出来，隐隐间仿佛有龙吟声响起。很快，丹纹浮现，4条丹纹清晰可见。古殿之外有丹道龙魂显化，龙吟声响彻山林。丹成。凌晨取出丹药，刹那间芳香四溢，把阿紫都给看饿了。4条丹纹的天阳真龙丹效果极佳，凌晨一次性炼制成功，出炉的瞬间便是将其吃了下去。刹那间，凌晨体内冲出一道血色龙影，至尊神龙武魂咆哮，威压无尽。服用天阳真龙丹，效果比直接吞噬真龙之血好很多。凌晨能感觉到武魂在快速变强。至尊神龙武魂本就是天地间顶级武魂，凌晨吸收龙血就能提升武魂威力。刹那间，凌晨手臂上出现了第4条血色龙纹，很快第5条龙纹凝练出来。龙纹的数量代表着神龙之力的威力。凌晨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浑身肌肉隆起，体内热血激荡。龙纹5条，凌晨能爆发出的神龙之力提升接近1倍。凌晨心念一动，释放出神龙之火。如今神龙之火可以一次释放出50道，形成火墙。阿紫，你说我现在能不能一拳打死武王？不知道，
反正你再遇到慕容胜男这种层次的，不用我出手了。阿紫翻了个白眼。但是小家伙，你也不能太飘，像你这样的天骄，我看过很多的。真的。阿紫补充了一句。